女孩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被全家献祭后，她的哥哥们都开心疯了。总裁大哥因此得到了读心术，二哥获得系统成为了顶流明星，投资人三哥重生归来知道未来发生的一切，四哥更是成为了知晓所有人命运的传输者。可让全家人都没想到的是，女孩被献祭后竟然又活了过来。盛爱用没有光泽的眼眸看向远处，嘴里呢喃道：“都这么晚了，再不回家，哥哥们又要担心我了。”此时的盛家客厅中，二哥盛景看着面前的系统商城陷入了苦恼。宿主目前有504点积分，消耗100点积分，颜值加0.5，消耗100点积分，演技加0.1，消耗100点积分，重要部位增长10%，到底增强哪一项好呢？虽然他靠着巨星打造系统晋升到了顶流，但颜值依旧没达到娱乐圈的天花板，演技也经常被人嘲笑，尤其是他下周要参加某位名导的大片男主事件，不提升演技的话只怕过不了。然而作为男人，他心里最渴望加强的却是重要部位，他至今都忘不了那一晚，自己的女粉本来还是一脸期待，直到他坦诚相见后，对方那种惊愕中带着失望的表情，只是增加重要部位也太贵了，100点积分才增加10%，那就算他花光500积分，用处也不大。就在他还纠结到底增加哪一项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他耳中：“哥哥，我回来了，快开门！”盛景猛然一惊，抬头看向门禁，盛爱的声音，一定是他听错了。他刚这么想，盛爱的声音又传进他耳中：“哥哥，快开门，不然我要错过晚饭时间了。”他确定自己没有听错，盛景冲到门禁前，盯着视频里的白裙女孩，真的是盛爱？不可能，光照会怎么可能让她活下去？下一刻，盛景连连摇头，这个女人一定是假货，也不知道那些保安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让一个假货踏进大门。他刚想命令保安将这个女人赶走，耳边又传来盛爱的声音：“二哥，该吃晚饭了，爸爸妈妈、大哥、三哥、四哥和星星呢？他们怎么不在？这声音怎么这么近？”盛景转头，就见星爱赤着双脚站在客厅门口，正用一双黑洞洞的眼睛看着他。盛景惊骇得无以复加，盛爱真的没死？可是他没有死的话，自己又怎么可能从光照会那得到赐福？在盛景恐惧的目光中，盛爱一步步走到他平时的座位边，端端正正的坐下来。“二哥，晚餐时间到了，你赶紧叫大家一起吃饭呀！”盛景被他看得心里发毛，试探的说了一句：“他们不在家，不能陪你一起吃晚饭，那样不好哦。”盛爱说得很认真，全家一起吃晚饭是最幸福最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回来吃晚饭。二哥，你赶紧打电话给大家，让他们立刻回来吃饭。冷汗从盛景的额角滴下来，这个盛爱不正常，从出现开始，盛爱没有眨过一次眼，甚至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还有盛爱的双脚明明没有穿鞋子，却那样白白净净的，所以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来的？要知道盛爱被献祭的狂欢岛距离这里有10万多公里，中间还隔着偌大的大西洋。盛景越想越不安，用略带颤抖的声音试探盛爱：“如果爸爸妈妈他们不回来吃饭，你打算怎么办？”盛爱的眼眸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那我就去找他们，让他们立刻回家吃饭。”与此同时，观察着别墅内的俊美男子缓缓地吐出了一句话：“新的因果轮回还是开始了吗？”话落后，俊美男子身边的光头助理向他递来了一块平板，查到了9爷，那个女孩是海城盛家的5千金盛爱。1年前，盛爱年满18岁，盛家以送他出国留学以及庆祝生日为由，带他前往丑国。在那之后，盛爱就再也没有了消息。盛家说盛爱读的是封闭式女子大学，家里不希望他受到打扰，故而不再对外公开他的消息。不过说来也奇怪，自从盛家送盛爱去丑国之后，就有如神助，其父亲盛世顺利当选海城市长并进入内阁，母亲杭威顺利当选名人堂慈善总会会长，与他人从股市上收割了500多个亿。盛家4子和幺女原本诸事不顺，却也时来运转，一时间如日中天，富贵逼人。盛家还在帝都东郊买地，准备兴建圣府，想与9爷宁家一争高下。被称作9爷的男人微微一笑：“盛家充其量也就是暴发户，连和我石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都不够格。不过我倒是听说，盛家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逆转局势，是因为他们向光照会献祭了亲生女儿盛爱。”什么？光头男子又惊得跳了一跳。光照会，那个传说中已经成立了300年，由西方最有钱有势、手眼通天的一批人组成，只要入会就能得到巨大资源和扶持的神秘组织。就是这个组织，任何人想加入光照会必须具备3个条件：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或影响力，有会员引荐和担保，献祭至亲。就我看来，盛家野心勃勃，完全有可能做得出献祭亲生女儿这种事。不过9爷拿出保温杯，不紧不慢地抿了2口养生茶：“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不，您都这么说了，那就一定是真的。光头男子再次向9爷献上自己的崇拜，毕竟他家9爷往地面一指，说下面埋着3000年前的古物，必定一挖一个准。而另一边的盛景虽然被盛爱盯得恨不得立刻逃走，但他心里很清楚，绝对不能让早就献祭给光照会的盛爱出现在公众场合。于是他拿起餐桌上的手机，战战兢兢道：“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当着盛爱的面，他先拨打父母的电话，忙音，他只好把家庭群里的对话亮给盛爱看：“小爱，你看，爸爸妈妈要去丑国参加一场重要的慈善晚宴，现在还在飞机上，不能接听电话。”盛爱盯着手机屏幕几秒后，既然爸爸妈妈要出国工作，那就等他们工作结束了再回家吃饭吧。盛景打电话给大哥盛家荣：“二少爷，盛总正在跟花城的大领导吃饭，暂时不方便接电话，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盛景小心翼翼地瞄了盛爱2眼：“等我大哥有空，你告诉他小爱从国外回来了，让所有人回家吃饭。”接着给关系比较好的小妹盛天心打电话：“六小姐正在帝都给大客户算命，不方便接听电话，二少爷您找六小姐的话，
估计要明天下午才有空。既然大哥和星星都在外地工作，那就等他们忙完了再回家吃饭。盛景而后打电话给老三盛家富，小爱回家了，让你立刻回来吃晚饭。盛家富的声音很不耐烦，神经病，盛爱都死了1年了，怎么可能回家？你有病就去治，不要打扰我，我真没骗你啊！你现在在哪里？在忙什么？小爱。然而盛家富已经挂断了电话。盛景眼珠子转了2转，小爱，你三哥说他不想见你，不想跟你一起吃晚饭，还说他已经跟别人约好了一起吃饭，今晚不回家了。三哥这样不行哦，全家一起吃晚饭是最美好最重要的时光，三哥故意不回家吃饭，会让大家难过的，我等会就去找他。盛景暗暗在心里道，你又不知道老三在哪里，去哪里找？找到又能怎么样？他心里想着，又打电话给老四盛家贵，家贵，小爱回家了，你没有天大的事情就赶紧回家，别让小爱久等。盛家贵疑惑，小爱，你说的是盛爱？盛爱都死多久了？你还跟我开这种玩笑？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盛景偷偷瞥了盛爱一眼，小爱真的回来了，就坐在咱们家的餐桌边，你不信的话我可以跟你视频。盛家贵的声音很冷淡，我有事要忙，没空跟你闲扯，你没有正事的话我挂了，你别挂啊，我真没骗你。盛景急了，眼前这个盛爱太诡异，不能只有他一个人面对这种诡异。小爱真的回来了，我也觉得很意外很惊喜。小爱还说你们必须回家吃饭，你们不肯回来的话就说下应该怎么办吧。盛家没有一个是蠢人，盛家贵肯定明白他的意思。几秒后，他的声音传进盛景耳中，盛爱已经死了，不可能回来，如果他真的回来，那就再杀第2次，送他应该去的地方。盛景惊得倒抽2口冷气，一边提心吊胆的偷瞄盛爱，一边小心翼翼的道，一定要这么做吗？不然呢？盛家贵的声音异常平静，盛爱是盛家为了加入光照会而特意生养的孩子，就连出生日期都选定在光照会的创始日。如果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盛爱必须死，还要立刻送回狂欢岛，否则光照会不会放过我们。还有，不仅他要死，就是见过他的人也必须死，你明白吧？盛景半晌才道，我明白了。他盯着按下来的手机屏幕，回想盛家贵的建议，眼里闪过一抹狠色。盛家能在短短1年里爬到金字塔的顶端，靠的就是献祭盛爱换来的人脉与资源，而他得到的巨星打造系统，更是盛爱被献祭后才得到的奖励，所以他就更不能留下盛爱。想到这里，盛景叹了口气，小爱，你四哥说他要去跟美女约会，不想回来跟你吃饭，我实在说服不了他。没关系，盛爱站起来，我去找他们。二哥你不要乱跑，就待在家里等我们回来一起吃饭。盛景闻言有些惊讶，他知道老三老四的位置，但就在盛爱说完转身朝餐厅门口走去时，盛景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轻手轻脚的跟在盛爱身后，拿起一瓶红酒，就用力朝盛爱的后脑勺砸下去。瓶子重重的砸在盛爱的后脑勺上，没有重物击打身体的声音，也没有红色液体飞溅，更没有瓶子破裂，只有盛爱的后脑勺如同橡皮泥一般凹下去。处于极度紧张和恐惧中的盛景顾不上这些细节，只是疯狂的砸打，一次又一次，直至盛爱的脑袋彻底变形，身体也慢慢的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动弹。盛景喘着粗气，将酒瓶往吧台上一放，刚想去检查盛爱，手机响了，景哥，你在路上了吗？你再不来，那些女粉丝都不想玩了。盛景松了松领结，我现在就去，你让那些女孩等着，我大概40分钟到。说完，他将手机往口袋里一放，看都没有看盛爱一眼，只是在出门的时候，他对着门禁留下一句：今天晚上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踏进主楼一步。人生苦短，行乐须及时，盛爱的事情等他玩够了再处理。晚上9点多钟，盛景赶到天堂会所顶楼的总统包间，这整层楼全是那些精挑细选的女粉丝，那些女孩就像虔诚的信徒见到神一般，因为喝过酒而微微发红的脸庞更红了。美景你来了，美景你好帅，比剧里还帅。盛景打量眼前这些香气四溢的少女们，心中那股因为盛爱出现而带来的恐惧消散了不少。大家好，因为家里有事我来晚了10几分钟，让大家久等了。作为道歉，我自罚5杯。这些酒听着多，其实他喝的特地兑过水，别说3杯了，就是30杯也很难让他醉倒。那些女粉丝看到哥哥这么有诚意，眼里的粉红泡泡冒得更多了。哥哥是大明星，能抽空来见我们已经很满足了。那不行，我迟来那么长时间，怎么能就这样算了？盛景给自己倒酒，来，我敬大家一杯。女孩们互视一眼，有点为难。在等待盛景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也喝了不少，这会儿多多少少有点头晕。私人助理看到这一幕，立刻板起脸，难得景哥丢下生病的家人专门跑来见你们，还诚心诚意的向你们赔罪，你们却连一杯酒都不愿喝吗？既然你们这么不给景哥面子，那就算了，以后不要再参加景哥的粉丝见面会和生日会。你们几个不要这么说，他们是我的铁杆粉丝，大家不想喝就不喝吧，我一个人喝就好。粉丝们看到哥哥为了他们跟助理和工作人员争执，又感动又心疼。我们喝，只要是哥哥倒的酒，有多少我们喝多少，就等这句了。工作人员纷纷给粉丝们倒酒，一定要喝完啊，不然就是不给景哥面子。在粉丝们喝下这杯酒的时候，工作人员们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这些酒中有几杯有问题，他们只需要等待看中的女孩喝醉，就可以扶进其他包间，而后为所欲为。女孩们哪里知道社会的险恶，就这样把哥哥的好意给喝了下去。10几分钟后，粉丝们纷纷露出困意，有人甚至都睁不开眼睛了。盛景见状顺势说道，时间不早了，既然大家都困了，那就赶紧回去吧。工作人员拿出礼物，景哥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亲笔签名的礼物。粉丝们很激动，一边连连道谢，一边依依不舍地走出包间，由工作人员引着下楼。只是他们要么犯困，要么醉了，彼此之间互不认识，离开的时间又是有先有后，自然不知道有哪些人留在后面。又过了10来分钟后，该走的粉丝全都走了，只剩下5、6名粉丝软趴趴地倒在沙发上。嘿嘿嘿，今晚的奖品真不错。私人助理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色心，拉起看中的女孩就准备动手。盛景也弯下腰来，摸了摸其中一个女孩的脸蛋，你们别玩得太嗨，忘了收拾干净。景哥放心，咱们很有经验了，不会犯错的。盛景淡笑，背对众人在心中默念，系统，我要用500积分兑换增长器具，面板上的504变成4，恭喜宿主，器具已经增长
50%，不知是不是错觉。盛景总觉得系统的声音透着若有似无的鄙视，还有他并没有感到他的重要部位有什么不同。就在众人准备把奖品带出包间时，包间外传进一个机械般的声音：“二哥，说好一起吃晚饭的，你怎么偷偷跑出门了？”盛景指尖一个哆嗦，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盛爱，他颤抖着声音，脸色白得可怕。他明明他已经被我砸扁了，怎么阴魂不散出现在这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二哥，你在里面做什么？为什么不理我？我进来了。盛爱的声音又传进盛景耳里。盛景刚想说你不要进来啊，包间门就被推开了。盛爱无声无息地走进来，两颗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盛景。二哥，还没有吃饭你就到处乱跑，这样很不好哦。回去之后罚你多吃1碗米饭。盛景被他盯得毛骨悚然，嗓子更是如同火烧火燎一般，每说一个字都很艰难。小爱，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盛爱刚开口，盛景的私人助理就走过来，一脸谄媚道：“这位就是景哥的妹妹啊，长得真是倾国倾城啊，哪怕放在娱乐圈也是天花板级别的美貌。”盛爱的声音被众人的声音给盖住了，盛景没能听清楚盛爱说了什么。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干掉盛爱？要不他现在就让私人助理和工作人员把盛爱杀了。念头刚升起，盛爱的声音又传进他耳中：“二哥，你不想跟我一起吃晚饭吗？”不知为什么，盛景心中猛然升起一股强烈不祥的预感，如果他敢说一个不字，将会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再联想到他狂砸盛爱脑袋，而盛爱毫发无伤的事实，他条件反射般的道：“我当然想啊，想跟你一起吃晚饭，我现在就跟你回去。小爱，你不要生气啊。”盛爱没说什么，轻飘飘的转身，盛景紧紧捂着因为恐惧而狂跳的心脏，脚步沉重的跟在盛爱身后。私人助理完全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景哥，您就这样回去了？盛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陪妹妹吃饭更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打扰我跟妹妹回家吃饭。私人助理傻眼，那奖品呢？想屁吃啊！盛景忍不住骂，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奖品的事情？赶紧物归原主，各回个家。就这样，盛景跟盛爱走了，私人助理和工作人员则订了附近的酒店，让那些女孩暂住一晚。那些女孩原本已经躲过一劫，然而欲壑难填，工作人员中还是有人铤而走险，舍不得到嘴的肥肉给飞了。走出会所后，盛爱径直走到盛景的跑车前做竞价驶位。二哥，我们现在去找3哥和4哥。盛景已经被吓得魂都快飞没了，啥也不敢说，啥也不敢问，只是乖乖坐进后车厢，呼叫系统，紧急呼叫系统，你赶紧帮我扫描盛爱到底是什么东西。扫描是系统自带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扫描一个人，系统可以准确判断出对方的真实身高、年纪、身体是否存在整形甚至是疾病等等。只不过系统不是圣母，想让他扫描一次得消耗10个积分。盛景调出个人属性面板，心都凉了半截。他怎么忘了？他消费500积分强化了男人的兵器。系统，我现在只有4个积分，再加上之前抽奖的4折券够不够？够了。盛景马上就看到面上出现系统扫描中5个大字，随后变成系统扫描结束，报告宿主，经本系统全力扫描，无法判断盛爱是由什么材质构成的。盛爱既不是人，也不是丧尸、吸血鬼之类，而是一个全新的本系统也没有收录的东西。半晌，盛景在心里发出一串嘲讽的笑：你不是万能的系统吗？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本系统虽然扫描不出来，但只要你支付的积分足够多，本系统可以向上级求助，保证测出盛爱是什么东西。你还有上级，那你有没有办法让盛爱彻底消失？回宿主，绝对有。那多少积分能让盛爱彻底消失？这时系统的声音又带上了嘲讽：你这个问题相当于月薪3000的穷人想买100颗原子弹炸瓶小樱花，你特么！区系统又来阴阳他。盛景忍住怒火，不让自己骂人，免得系统罢工。而后他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听系统的意思，他想利用系统干掉盛爱男啊。此时的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跑车已经驶出环城高速，进入城郊结合部，而前方数百米远的马路上，一辆黑色保姆车正疾驰在夜色中。这辆极为少见的保姆车，就是盛家3少盛家富的爱车。盛家富翘着2郎腿，一手搭在真皮沙发的扶手上，一手喝着进口红酒，十分惬意。边上的油腻中年男双手捧着一杯红酒，不住的点头哈腰。3少，您利用东南亚演唱会把年少无知女粉丝骗去面北的手段，真的太高明了。想我老胡闯荡江湖多年，最佩服的人就属您了。不要大意。盛家富抿了一口红酒，淡淡的道：这种见不得光的生意一定要低调，输一次也许就完了。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得意的不得了。作为重生者，他怎么可能会输？前世面北被端是2、3年之后的事情，而更为凶残的面东，在他死时依然红红火火。这一世他还可以在面北多赚2年，过2年再把面北的业务全部转移到面东。盛家富给老胡倒了一杯 XO， 用鼓励的口气道：好好干，干完这一票养老钱就都有了。老胡连连点头哈腰，都是托了您的福，您就是咱的贵人。在2人说话的时候，保姆车转了一个大弯停下来，老胡走到废弃的仓库边，将仓库门推开。3少请。盛家富将双手插进裤兜里，这才不紧不慢地踏进仓库。仓库里极为昏暗，在角落里，几名黑衣蒙面的男子正在殴打一名寸头男。寸头男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连谩骂和呼救的力气都没有。另有一名少年蜷缩在墙角下，也是鼻青脸肿，眼里全是恐惧。他还没有招吗？盛家富身体隐在幽暗中，不紧不慢地问。他骨头硬得很。一名打手朝寸头男啐了一口，打了他1个多小时，他硬是不肯供出录像藏在哪里。盛家富也不急，盯着寸头男道：你叫方铁心是吧？既然你不愿意坦白，我就把机会让给那名少年吧。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丢到那名瑟瑟发抖的少年面前。你杀了他，我就放你离开，且不伤你1分1毫。少年面色惨白，使劲摇头。我求你放过我，我才17岁，还没有成年啊。盛家富深吸一口气，虽然我信奉人为财死这句真理，但我还是很敬佩富贵不能淫的好汉。既然你们宁死不屈，我就成全你们的气节。他看向那些打手，擦了一个响指，杀了他们。话音刚落，
门外传来了嘟嘟嘟的敲门声，一个如同机械般的声音响起：“三哥，你该回家吃饭了。”众人俱是一惊，齐齐朝仓库大门看去。这里位置偏僻，加上此时已是深夜，怎么会有人出现在这里？老胡第一个反应过来，冲过去拉开仓库大门。谁啊？说完他就是一愣，眼里闪过惊艳之色。好美啊！面前的女孩不过18、19岁的模样，却比他见过的女明星还要美上几分。盛家富的感觉却跟老胡相反。盛爱，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一脸惊骇，这附近埋有不少坟包，这个盛爱不会是鬼吧？三哥，该回家吃饭了。盛爱就像没有看到其他人，黑洞洞的眼珠子盯着盛家富，让大家久等很不好的哦。盛家富回过神来，目光阴沉的道：“你不是盛，你不是我妹妹，你到底是谁？”盛家富差点脱口：“盛爱已经死了。”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但他是盛家三少，以及盛爱已经死亡的秘密，绝对不能让在场的任何一个人知道。我是小爱啊！盛爱还是没有表情。三哥说我不是小爱，我会难过的哦。说完他就抬脚准备走进仓库，盛家富也懒得废话，抓住他，割掉他的舌头，然后送他去面北，随便兄弟们怎么玩。老胡当即露出邪恶的笑容，卷起袖子，伸手掐住盛爱的脖子，但下一刻，老胡伸出去的那只手被盛爱扭了一圈，无力垂落。盛爱直挺挺地撞倒老胡，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到盛家富面前：“三哥，我们回家吃饭了。”盛家富下意识后退几步，抓住他，杀掉他。打手们回过神来，纷纷朝盛爱冲过去，那场面就像一群饥饿的野狼扑向柔弱待宰的小羊羔。混乱之中，有打手踢翻了照明灯，仓库陷入近乎完全的黑暗之中。盛家富什么都看不清楚，只听到人体碰撞的声音，以及打手们的惊叫和惨叫声。黑暗中亮起一束灯光，那是老胡打开手机电筒，勉强照亮四周。盛家富的瞳孔蓦然放大，只见盛爱就站在他的跟前，而那些打手们悉数趴在地上，似乎已经断手断脚爬不起来。三哥，我们回去吃饭了。盛爱拉住盛家富的手，盛家富只觉得手上传来一股阴冷之意，令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下意识地想要抽出手来，然而盛爱的手就像长在他的手上一样，任他怎么用力都无法甩掉。前所未有的恐惧涌上盛家富的心头，这个盛爱不对劲，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盛家富大吼，赶紧阻止他，谁能干掉他，我当场支付100万！100万！打手们的眼睛亮了，努力撑着身体爬起来，摇摇晃晃的再次朝盛爱扑过去。老胡离盛爱最近，他用仅存的一只手从腰间摸出一把手枪，对准盛爱的脑袋狞笑，可惜了这么漂亮的脸蛋和身段，老子送你上西天！枪声响起，子弹射进盛爱的头部，但没有红色液体飙飞，盛爱也没有倒下，只有子弹从盛爱的脑袋穿过去，击中仓库的墙壁，留下一个清晰的弹孔。盛爱的脑袋则完好如初。老胡吓得手中的枪掉在地上，人也跌坐在地上。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那些打手也被这一幕给惊到了，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们挥起手中的工具朝盛爱砸去，因为光照的范围有限，且人多混乱，盛家富依然看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就看到群魔乱舞以及人影乱飞，听到了打手们愈发痛苦的惨叫声，而后他被一条飞过来的人体砸到脑袋，整个身体栽在地上。再接着混乱平息，盛爱抓住盛家富的手臂：“三哥，我们该回家吃饭了。”跑车里的盛景咽了咽口水，看着盛家富像条死狗一般被盛爱拖着走，老三也没能逃过盛爱的毒手啊。在两人的身后，还有一个人跌跌撞撞的从仓库里跑出来，钻进保姆车，开动车子。盛景看清楚了，那个人是老三的保镖兼司机。他想干嘛？想逃走吗？答案是 no。司机开动保姆车后微转车头，朝盛爱撞去，不幸撞破4米，时速高达180公里的保姆车疯狂冲来。面对袭来的保姆车，盛爱的小手轻轻一拍，就那样硬生生的让他变了个方向。保姆车顿时撞上了数十米外的山体，瞬间爆炸。盛景看着眼前的噩梦，嘴里喃喃道：“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这简直就是地狱。盛爱却是看都没有看爆炸的车子一眼，走到跑车一侧，先将盛家富塞进后座，而后坐进驾驶位发动车子。此时的盛家富也被巨大的爆炸声和耀眼的火光给惊得清醒过来，他骇然看着那团熊熊燃烧的火光，只觉得心脏都要麻痹了。跑车缓缓驶离现场，盛景小心翼翼地偷瞄盛爱，低声安慰盛家富：“家父节哀顺变，你没事最重要，别的都是小事。”没事。盛景的话让盛家富打了一个激灵，谁说他没事？老胡和那些打手没死，方铁鑫和那名少年也没死，这便意味着一旦方铁鑫和那名少年成功逃走或报警，老胡和那些打手就会落入警方手中，将他供出来。虽然他一直在老胡等人面前隐藏自己的身份，但警方根据老胡等人的口供，未必不会查到他身上，所以当务之急是灭口。他也顾不得盛爱就坐在他前面，快速拿出手机点开短信，输入一串没有记在通讯录里的号码：“我给你一个地址，你立刻带人赶过去，务必抢在警方之前杀掉所有人，不能让任何人活着离开。”盛家富彻底删掉这几条短信，而后往后一靠，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祈祷，但愿赶得及。保姆车爆炸现场，火焰仍在燃烧，一辆黑色越野车疾驰而来，停在仓库大门前。光头助手跳下驾驶位，瞅了瞅燃烧的火焰，又瞅了瞅仓库的内部。乖乖，盛爱大小姐所过之处，还真是血流成河啊！九爷不紧不慢地走进仓库，打开手机电筒观察着四周，有枪有刀有血迹，看来他们干的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小光，把有意识的人都打晕，然后报警。好咧！小光应了一声，上前几步挥起拳头，一拳打晕一个。九爷走到方铁鑫和少年的身边，蹲下来检查了他们的眼皮和鼻息后，他们都还活着，只是昏迷过去了。再接着，他从地上捡起一部手机，看了看对方的聊天记录，这还真是有意思。九爷又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小光已经将所有的打手打晕，跑到九爷的身边，也让我瞅瞅呗。九爷将手机交给他，将这些对话拍下来，改天发到网上。小光接过手机，扫了2眼后，拍着大腿大骂：利用明星演唱会骗女粉丝去东南亚，然后再把他们绑去面北，这也太毒太狠了吧！
拍好之后，这部手机就留在这里，以免对方有所察觉。剩下的事情交给警方处理就好。九爷，咱们要不要顺便把受害人带走？我看他们受伤挺严重的，就这样留在这里会不会出意外？九爷闻言笑了笑，那2个人命不该绝，不必担心。那就好。小光呼了一口气，跳上越野车。九爷，你快上车，盛爱已经跑得很远了，我怕跟不上。没事，九爷还是不紧不慢的，叶英肯定能跟得上，不用急。距离他们约莫1公里的马路上，盛家父已经冷静了下来，他小心翼翼的道：小爱，我们现在去哪里？盛爱始终目视着前方，眼都没有眨一下。接四哥回家吃饭。盛家父下意识的看向盛景，盛爱这是要去祸害家贵了。盛景似笑非笑，你四哥看到你一定会非常感动的，感觉很久没有见过哥哥们，我真的很想念哥哥们，还有爸爸妈妈和星星。盛家父也有点想哭，小爱真的很爱哥哥们啊，但这也只是无奈的泪水罢了。此时的盛家贵正窝在车里，鹰隼般的目光透过车窗，紧紧盯着马路斜对面的88元旅馆。作为穿书者，他很清楚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深夜时分，第一豪门10家流落在外的真千金江菜菜将会入住88元旅馆。凌晨时分，旅馆突起大火，江菜菜救了10几名住客，因此登上新闻头条。后来10家看到江菜菜身上的胎记，怀疑她是10家的孩子，派人找到她。江菜菜就这样成为10家的千金圣宠一生。盛家贵今晚要做的就是蹲守和营救江菜菜，赢得她的好感。当然，他还要趁机让女主怀上他的孩子。如此，他成为10家嫡女婿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为了以防万一，他绝对不会让原书男主与江菜菜相遇，必要时他会让原书男主彻底消失。慢慢的，时间来到午夜，一道窈窕的身影背着一只大背包，从前方的拐弯处走出来，在路灯下环顾四周片刻后，朝88元旅馆走去。直觉告诉盛家贵，那个女孩应该就是江菜菜了。他眼里闪烁着猛兽见到猎物的兴奋。江菜菜走进88元旅馆，约莫10来分钟后，旅馆4楼最右边的一间客房灯亮了，说明刚刚有人入住。盛家贵进入88元旅馆，问了几句后表示要404号房。404号房就在江菜菜入住的客房对面。你确定要404？这个房号不太吉利，很多客人都忌讳。旅馆老板40余岁，胖乎乎的，笑起来很和气，看起来像个老好人。但盛家贵隐隐记得，书里值夜班的旅馆老板就是色狼，也是因为他迷晕了女主，这才让女主和男主相遇。没事，盛家贵摆了摆手，我找大师算过。他说4这个数字忘我。好咧，这是钥匙。旅馆老板不再多说，现在是夏季，房间不提供热水洗澡，但1楼有免费的热水可以喝。盛家贵接过钥匙，进入了404号房后就关紧房门，然后透过猫眼盯着对面的403号房。只过了几分钟，旅馆老板就端着托盘上来，敲开403号房的房门。略带警惕的年轻女孩出现在半掩的房门之后。大叔，有什么事吗？旅馆老板笑呵呵的道，小姑娘，我们旅馆有一条规定，如果客人超过晚上12点入住，就送1碗泡面给对方，免得对方太饿。你看，我泡了2碗泡面，1碗给你，1碗给404号房的客人，你赶紧拿去吃了。年轻女孩看向托盘上的泡面，眼睛微微发光。谢谢大叔，大叔你人真好。再接着，旅馆老板又来敲404号房的房门。盛家贵一脸犯困的打开房门，打着哈欠，接过泡面后也把房门关上。他心里明白，旅馆老板很可能在他和江菜菜的泡面里下了安眠药，然后等着江菜菜和他睡着后对江菜菜下手。约莫半个小时后，盛家贵从猫眼里看到旅馆老板蹑手蹑脚的来到4楼，先用指腹敲了敲403号房的房门，接着叫了几声江小姐，确定无人应答后才掏出钥匙，闪身潜进去。又等了3分钟后，盛家贵拿出一根尖锐的钢丝，插进403号房的锁孔，无声无息地站在旅馆老板的身后，操起廉价花瓶就往旅馆老板的头上砸，轻轻松松的就把旅馆老板砸晕了。而后看向床上的女孩，江菜菜睡得很沉，鼻尖发出轻微的有节奏的呼吸声。就在盛家贵的手刚准备碰到江菜菜的衣领时，窗口下方就传来响动，莫不是原书男主来了？盛家贵屏住呼吸，利用床架挡住身体，只留一双眼睛盯着窗口。依照原书所写，男主是退役特种兵，曾经在恐怖组织卧底，并成功捣毁恐怖组织的大本营，而后因伤退役。退役没多久，男主就被叛徒出卖，遭到恐怖分子的追杀。就在今天晚上，男主一路逃亡到这里，从而遇到江菜菜。可以确定的是，原书男主此时受伤不轻，战力大减。盛家贵想干掉男主，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原书男主往房间里扫了几眼，确定房间里的人已经睡着后，这才咬着牙小心翼翼地朝床底下爬去。盛家贵握紧匕首，无声无息地绕过去，准备从背后偷袭原书男主。此时的原书男主脑袋已经钻到床下，看不到身后的动静。等到他察觉到身后有人时，已经来不及退出和躲避。盛家贵举起匕首，用力朝原书男主的左后背刺下去，只要他刺得深一点，就能刺到原书男主的心脏，原书男主必死无疑。关键时刻，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声音从门口的方向传过来：四哥，我来接你回家吃饭。盛爱。盛家贵瞳孔蓦然放大，目光下意识地朝门口看去，往下刺的匕首因此失了准头，只刺到靠近左腋的位置。就是这个破绽给了原书男主喘息的机会，他从床下退出来，一拳击中盛家贵的门面，而后跌跌撞撞地冲到窗边往下跳。盛家贵马上反应过来，也顾不得盛爱的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迅速抓住原书男主的一只手，同时用另外一只手去掐原书男主的脖子。盛家贵心里清楚，原书男主有主角光环的庇护，今晚一旦逃脱，以后他想再干掉对方就难了，所以这一次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要想办法干掉原书男主。原书男主想掰开盛家贵掐住自己脖子的手，无奈他身上有伤且极度疲惫，很快他呼吸困难，陷入即将窒息的痛苦中。盛家贵露出一抹冷酷的淡笑，手上使力准备送原书男主上西天。关键时刻，盛爱的声音再度响起，几乎是贴着盛家贵的耳朵说话：
四哥，我们该回去了，时间不早了，不可以脱逃。盛家贵虽感惊骇，却还是没有理会这个声音，一心只想抓紧时间弄死袁叔男主。然而盛爱的声音刚落下，一只小手就从旁边伸过来，抓住了他的手臂。他只觉得一股阴冷的触感从手臂处传来，几乎要渗进他的骨髓里。掐着袁叔男主的手也微微松开。更可怕的是，那只阴冷的小手力大无比，很快就将他的手给拽了过去。袁叔男主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一口咬住盛家贵的手臂，生生撕下一小块皮肉。盛家贵痛得抽泣，松开了手臂。袁叔男主逃过一劫，盛家贵则被盛爱拖出房间，所以他没有看到袁叔男主并没有因此离开旅馆，而是缓过气后又爬回房间，身体无力的倒在地上晕了过去。你放开我！盛家贵一路上都在挣扎，四哥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离开这里，没有什么比跟全家人一起吃晚饭更重要。盛爱如同机器人一般往楼下走，四哥你走快一点，我不走。盛家贵死死抓住楼梯扶手，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绝对不能离开旅馆啊！然而他的挣扎没有任何作用，盛爱就像一台马力惊人的机器，几乎要把盛家贵的手臂拽断了，身体也被拖曳的倒在地上。旅馆门前的跑车里，盛景有气无力地道：老三，咱们要不要趁机逃走？盛家富一直在焦躁地盯着手机屏幕，等待仓库那边的消息。听到盛景的声音，他转头，面无表情。你觉得我们能逃得掉？盛景半晌才道：大概不能。盛家富，所以为什么要白忙活？虽然他也很不甘，很愤怒，但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不想做无谓的挣扎。反正盛家能人多，他不是盛家最牛逼最可怕的那个，就把盛爱留给其他人收拾好了，何必亲自上前线？盛景不吱声了，心里暗暗道：希望城府深沉冷酷无情的老四能收拾盛爱。他刚这么想，就见旅馆的软玻璃门被人推开了。盛爱，拖着！盛家贵出来！盛景的眼珠子直了，盛家富的眼珠子也直了。那可是盛家贵，连他们都看不懂的，心中极为忌惮的，颇有些身手的精装大律师盛家贵啊！就这样，也像条狗一般，被盛爱给拖了出来。他们还看到有一把小刀插在盛爱的大腿上，估计是盛家贵插的。然而盛爱完全不受影响，腿上甚至连一滴血都没有。事实上，就在刚才等人的时候，兄弟俩已经交流了他们跟盛爱交锋的全过程，而后彻底死了跟盛爱较量到底的心思。盛家富颤抖着手，扶了扶眼镜。你说盛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盛景想起以前拍过的电影，缩了缩肩膀。僵尸？盛家富，我也觉得像，可是咱们不能报警，也不能告诉外人。盛景，老四也不行的话，只能找星星了。盛天星是玄学大佬，应该能解决这种似人非人的东西。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盛爱已经将盛家贵拖到跑车的旁边，将他塞进副驾，而后上车开车。盛家贵毕竟是做过10年大牢的狠人，很快冷静下来，盯着盛景和盛家富道：你们怎么在这里？盛景笑得有几分诡异，当然是因为小爱亲自去会所接我回家，我开心的不得了。盛家富笑得勉强，小爱说全家一起吃晚饭特别幸福，但全家只有我们3个在海城，所以小爱就亲自来接我们回家了。盛家贵沉默片刻后，眼里又闪过一抹杀机，双手在身上摸来摸去，看看身上还有没有别的凶器。盛景和盛家富都感受到了他的杀气，心里俱是噔的一下。盛景开口：家贵啊，已经凌晨1点了，小爱好心好意接你回家吃晚饭，你怎么能用杀人般的眼神看小爱？难道你还想因为这种小事杀了小爱不成？盛家富知道盛景想坑盛家贵，赶紧道：阿贵，我知道你有重要的工作要忙，但小爱都是一片好意，你就心领了吧，不要跟小爱赌气。说完，他使劲给盛家贵使眼色，示意盛家贵不要激怒盛爱。盛爱似乎没有听到兄弟3人的对话，只是机械的开车，目不斜视，一言不发。这让兄弟3人看得心里又毛毛的，把不准盛爱在想什么。其实盛家贵心里也明白，他今天晚上注定要错失成为男主角的良机，且玩不过盛爱了，再折腾下去，吃亏的只能是他。于是他放下双手，露出一个看不出情绪的笑容。你们说的对，工作哪里比得上小爱重要？小爱这么重视哥哥，哥哥很幸福。盛爱转头对他露出一个没有生机的笑脸。哥哥们这么疼爱小爱，小爱当然重视哥哥们。小爱要永远和哥哥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盛景和盛家富的脸色又变了，只觉得车里的温度又降低了好几度，凉得他们脚底生寒。盛家贵则暗暗咬了咬牙，眼底闪过一抹嗜血。他在现实世界中被判无期，坐了10年大牢后差点越狱成功，却因为猪队友不给力而意外摔死。好不容易穿书成豪门少爷，他怎么可能让盛爱牵着鼻子走？然而事出突然，他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按兵不动，先跟盛爱回家，看看盛爱是怎么回事再说。接下来兄弟3人都没有再闹幺蛾子，一路上安静得很。此时的88元旅馆更是安静得像坟墓，只有旅馆门口的灯箱和1楼大厅的灯泡在亮着。忽然，四周的黑暗中冒出数道人影，如同鬼魅般无声无息地前进旅馆，
四处搜寻，没有人，要不要一间一间的找？不行，会惊动这里的住客。那怎么办？总不能就这样放过楼家吧？为首的男人沉默几秒后，眼里闪过一抹狠色，切断通讯，泼汽油，放火。这屋里的装修都是老式木质楼梯和木质地板，一旦着火，必定会迅速燃烧。我们就躲在四周，等着楼家出来。而后，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几人会议，有人拿出信号干扰器，中断这一带的电话通讯；有人从路边停放的小车里偷来汽油，泼洒在旅馆的各个角落里，而后破坏火警装置，点火、关门，躲进四周的黑暗中。凌晨1点，住客们不仅睡得很沉，且都住在3楼和4楼，没能及时察觉到火灾的发生。刚刚赶到的越野车里，九爷不紧不慢地道：“小光，报火警。”小光立刻拨打119，而后挠挠光头：“咦，没有信号？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没有信号？”九爷笑了：“信号被干扰了。有意思。”他拿出自己的手机递给小光：“用我的手机打2号卡，拨完119后拨110。”他的手机是特制的，不受信号干扰器的影响。小光打完电话后，瞅着九爷问：“咱们要不要进去救人？”九爷摇头：“火势不是很大，里面的人只要及时察觉，应该能逃得出来。”话音刚落，就见旅馆大门被缓缓推开，一个男人扶着墙壁，扶着一个女子，踉踉跄跄的步履艰难地走出来。走出来没几步就摔倒在地上，不动了。他背上的女子也是一动不动，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受伤了。而在两人的身后，隐隐能看到有一些住客正在往楼下跑。小光暗暗点头，依照这样的态势，旅馆里的住客肯定能及时逃走。万一有人反应不过来，九爷都这么说了，肯定不会出现意外。他刚这么想，就听得九爷大喝一声：“小光，出手！”小光条件反射般的推开车门，跳车：“出什么手？九爷，外面那些黑衣人全干掉！”小光定睛一瞄，嚯，旅馆四周的拐角处怎么冒出这么多人？光是看他们的动作就知道是训练有素、身手不凡的练家子，何况他们还个个穿着黑色运动服，且头上戴着帽兜，外加杀气腾腾，一看就是危险分子。在他冲过去的时候，那些危险分子也亮出了手中的刀子，冲向楼家。说时迟，那时快，小光大吼一声：“欧货！”起跳腾空，一口气飞出3-4米，而后一记飞毛腿踢中最前面的危险分子，将其踹出5-6米远。来者不善，其余危险分子立刻改变目标，将小光团团包围。九爷坐在副驾上，一脸淡定地看着小光打架。5分钟后，战斗结束。小光啐了一口，拍拍身上的灰尘走回来，拉开车门：“九爷，全部打晕了。2个小时之内，他们绝对不会醒过来。”九爷点头：“足够。”警方赶到了，我们走吧。小光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预虚，他家九爷就是这样，做好事从不留名，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简直如同神奇一般。凌晨1点半，盛景等兄妹4人回到盛家。盛家针对佣人保安的规矩极多，其中一条就是非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踏进主楼，不得进入盛家人的私人领域，不得在公共区域闲晃，不得出现在盛家人面前。所以盛家的佣人保安不少，一眼看去却见不到什么人。据说也是因为规矩太多的缘故，盛家除了管家之外，经常换佣人和保安，今年又全部换了一批新的。只有盛家人心里清楚，他们经常换佣人和保安，只是为了不让佣人和保安熟悉盛爱，免得盛爱消失时引来不必要的猜疑。此时盛爱领着3位哥哥进入餐厅后，对闻讯赶来的刘管家道：“做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2哥最爱吃的神户牛排，3哥最爱吃的金枪鱼鱼子酱和白松露，4哥最爱吃的红烧蹄膀。我喝乌梅汁，2哥喝香槟，3哥喝红酒，4哥喝烧刀子。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不能少，汤要3鲜汤，暂时就这么多。都这个时间点了，五小姐还要吃这么多主食？”刘管家略带诧异地看向3位少爷，盛景等人疲惫地点了点头，示意刘管家赶紧去安排。而后4个人就坐在餐厅里，大眼瞪小眼。准确地说，只有盛家3兄弟大眼瞪小眼，盛爱就跟机器人一样坐得端端正正的，眼都没眨一下。小啊，盛景微笑试探：“现在离晚饭做好还有一点时间，我能不能先上去洗个澡？”盛爱摇头：“不可以，要吃完晚饭才能去洗澡。”盛家父低头看看手机，又抬头看看盛爱，犹豫了半晌才道：“小爱，我有一个工作电话，能不能去旁边接？”盛爱点头：“现在还没有开饭，你可以打电话，声音小点就好。”盛家父如获大赦，拿着手机走进卫生间，拨出一个加密电话：“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灭口的事情该有结果了。特助口气沉重：“老板，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盛家父磨牙：“有话快说，有屁快放。”特助：“
好消息是我们的人先赶到仓库，及时干掉了老胡和所有打手，避免了他们落入警方的手中。坏消息是，警方的人随后赶到现场，我们的人只能匆匆离开。方铁心和那个孩子当时躲了起来，没能被灭口，后来被警方给救走了，目前正在海城第一医院接受治疗。盛家富听得脸色铁青，恨不得大骂对方是废物。特助接着道：您不必过于担心，方铁心知道园区的内部情况，对您的个人信息却是一无所知，就算他把录像交给警方，警方也不会查到您身上。至于那个孩子，从您出现到离开他一直昏迷不醒，更不会给您带来麻烦。你懂个屁！盛家富在心里大骂，你怎么知道那个孩子不是在装昏迷？又怎么确认老胡和那些打手当场死绝？万一有人还剩一口气，被警方救活或者多活了几个小时呢？还有，方铁心听到盛爱自称小爱并叫我三哥，谁知道警方会不会根据这个线索找到我头上呢？然而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盛家富深吸一口气，低声命令对方盯着医院和警方的动静，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及时联系我，记得打电话，不要发消息。而后他挂断电话并彻底删除通话记录，这才回到餐桌边，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跟盛景的心惊肉跳和盛家富的提心吊胆相比，盛家贵则要冷静得多，心里想的都是如何找到盛爱的弱点并干掉盛爱。他喝了一杯温水，用平常的口气道：小爱，你是从哪里回来的？盛景和盛家富抬头，用佩服的目光看向盛家贵。还是他狠，这都敢问。盛爱回答：从大海的另一边。盛家三兄弟，他还真说了。盛家贵，你是怎么回来的？坐飞机还是坐船？盛爱走着回来，不停地走，就走到家了。盛家三兄弟，他是说真的，还是在骗他们？盛家富忍不住了，你是怎么走过大海的？盛爱用双脚走，走着走着就上岸了。盛家三兄弟，这个盛爱哪都不正常，没法聊了。盛家贵没有放弃，盯着盛爱死人般的面容，你记得你回家之前待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吗？其他两兄弟的心脏都掉到了嗓子眼上。盛爱是不是想起了18岁生日派对上的事情，特意回来报复盛家？盛爱如同 AI 一般回答：我在睡觉，睡醒后就回家了。盛家贵，你好好想想，你当时在哪里睡觉？睡醒之后有没有遇到别的人？这也是兄弟三人最想不通的事情。狂欢岛位置隐秘，戒备森严，盛爱又是镇教之宝，他从岛上逃离，光照会怎么没有任何通知或反应？盛爱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情绪这种东西，虽然很淡，却是真的茫然。我在哪里睡觉？我记不得了，我只知道那里很黑很冷，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爸爸妈妈哥哥和妹妹，我很孤单，我想回家。还有，天黑了，我该回家了，不然家里会担心的。三兄弟都沉默了。也就是说，盛爱逃走的时候，岛上的人都不知道。可是，盛爱到底是怎么避开那么多监控，越过茫茫大西洋回来的？盛家贵还想问点什么？刘管家领着佣人进来了，3位少爷，5小姐，晚餐准备好了。佣人鱼贯而入，将热气腾腾的饭菜摆在4人面前。摆完之后，他们等了1分钟，不见少爷和小姐另有吩咐，他们才退到外面，让自己看不到也听不到餐厅里的动静。餐厅里，盛爱露出一个公式化的笑容：二哥、三哥、4哥，我很久没有吃家里做的饭了，我现在好，我先动筷了。兄弟3人都盯着盛爱。盛爱拿起勺子，舀了一口汤放进嘴里，吞下去，举止跟正常人毫无二致，这让兄弟3人更把不准了。他到底是不是人？不是人的话，会像正常人一般进食。盛爱接着夹起一块糖醋排骨放进嘴里，慢慢咀嚼了片刻后吞下去，露出满足的没有生机的笑容。还是家里做的饭菜最好吃。二哥、三哥、4哥，你们怎么不吃啊？他看着兄弟3人问。对上他美丽的脸，兄弟3人只觉得毛骨悚然。盛爱刚才吃的可是排骨，至少刚才那块排骨是带有骨头的。盛爱进食的时候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也没有沾上一丝油腥就算了，就连骨头都没有吐出来，太诡异了。二哥、三哥、4哥，饭菜不合你们的胃口吗？盛爱道：我让厨房重新做。不用了。盛景抢先道：饭菜看着就很好吃，我们只是好久没跟你一起吃饭了，想让你先吃。都这么晚了，还重新做？开什么玩笑？谢谢哥哥。盛爱露出一个灿烂却无光的笑容，哥哥们果然最疼我了。疼个屁！3兄弟都在心里骂。他们很早就知道盛爱是家里特意养来献给光照会的祭品，而这个祭品将会给他们给全家带来难以想象的荣华富贵，容不得半点闪失。所以他们能不对盛爱好吗？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直把盛爱当成工具人，对他没有半点感情。小爱那么完美，当然值得哥哥们疼爱。我们现在就吃，小爱你也赶紧吃。
兄弟三人挤出笑容，分别拿起筷子、勺子和刀叉，开始进食。其实闹了这么久，他们也有些饿了，但是凌晨2点了，还吃主食和大鱼大肉，真的不好消化。再加上对面坐着一个诡异的圣爱，他们如坐针毡，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偏偏圣爱还提醒他们，虽然我们家很有钱，但也不能浪费食物，哥哥们一定要吃完哦。圣爱被圣家教得很好，从小就严格遵守各种家规，不能浪费食物就是圣家的家规之一。圣景小心翼翼地道：“我们一定要吃完这些吗？”圣爱：“是的，这些饭菜都是平时的食量，不多。”心好累，身体也好累。三兄弟不想再跟圣爱计较了，便忍着生理不适和心理不适，快速将所有的饭菜吃完。真是美妙的晚餐。陈爱放下筷子，露出满足和幸福的表情，跟家人一起吃晚饭，果然很幸福。幸福个屁！你的幸福根本就是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兄弟三人在心里大骂圣爱，脸上还得笑着说确实很幸福，而后跟圣爱上楼，各回各的房间。为了不让人起疑，圣家依然保留着圣爱的房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动。圣爱进房间之前，笑着对兄弟三人摆手：“二哥、三哥、四哥晚安。”兄弟三人努力维持笑容：“晚安。”说完就闪身进入自己的房间，紧紧地关上房门，多1秒钟都不想看到圣爱。事实上，他们只要想到要跟圣爱这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怪物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就恨不得连夜逃走。然而他们真的累了，没有力气闹腾了。有什么事等明天醒来再说吧。到时爸爸妈妈也下飞机了，正好跟他们说明圣爱的事情，看他们怎么处理。抱着这样的想法，兄弟三人匆匆洗漱，纷纷睡下。虽然他们心事重重，但因为太累的缘故，他们还是很快睡着了。只是他们睡得正香，耳边就传来圣爱的声音：“二哥，起床晨跑了。三哥，起床晨跑了。四哥，起床晨跑了。”圣爱。盛景吓得睁开沉重的眼皮，一眼就看到圣爱站在他的床边，微笑着看他。又薄又淡的晨光从窗外透进来，映在圣爱的身上，圣爱的身影淡得不像真的。什么晨跑？盛景战战兢兢地问。圣爱，晨跑有益健康，我希望哥哥们身体健康，所以哥哥们每天早上都要陪我晨跑哦。盛景吃力地睁大眼睛看向墙上的挂钟，可是现在才6点多。圣爱，我每天早上都是6点15分起床，6点30分开始晨跑，7点钟结束。二哥，要不要我帮你换衣服穿鞋子？让不知是死是活的圣爱帮换衣服穿鞋子。盛景打了一个激灵，吃力地掀开被子：不用了，我现在就穿衣服。圣爱飘向门口：我去叫三哥。被吵醒的盛家父气得想打人。我昨天晚上凌晨3点才睡了3个小时就起床跑步，还让不让人活了？然而对上圣爱那双黑洞洞的没有人情味的眸子，盛家父还是挤出笑容：好的，我现在就换衣服。圣爱又飘向门口：我去叫四哥。盛家贵开始时并没有理会圣爱的声音，直到圣爱抓住他的手，他瞬间被手腕传来的阴冷之意给惊醒，睁眼就触到一双黑洞洞的没有任何温度和感情的眼睛，当即吓了一跳，而后才看清楚眼前的人影是圣爱。圣爱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四哥，我们该去晨跑了。盛家贵忍着杀人的冲动：我们那么晚才睡，还没睡够呢，怎么去晨跑？圣爱，四哥没睡够的话，可以跑完了再补眠。补个毛线！盛家贵怒：我白天没有别的事情干嘛？晨跑回来之后再补眠，还用不用出去干活了？圣爱依然没有情绪：四哥，你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站在我这边，我让你陪我晨跑，你要说话不算数吗？不算数又怎样？老子还怕了你不成？盛家贵还没有来得及跟盛景、盛家父交流各自见到圣爱的过程，不知道圣爱酒瓶砸头砸不死，一枪爆头也射不死。虽然他在88元旅馆被圣爱拖走的时候，曾经往圣爱的大腿上扎了一把小刀，而圣爱没有受到影响，但他并没有因此就认为圣爱是不死不灭之身。他将目光移到床头柜上的酒瓶上，心中蠢蠢欲动。要不现在就干掉圣爱？他刚这么想，就被圣爱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的阴冷之气给冻得身体发寒。狗日的，这个圣爱到底是什么材质？居然能让整个房间的温度下降10几度？四哥，你骗我的话，我会生气哦。你生气又怎样？还敢杀了我不成？盛家贵心里这么想，理智却让他没有轻举妄动。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起床换运动服。马上。圣爱放开他的手，身上散发出来的阴冷之意也随即消失，还露出一个机械般的笑容。哥哥们快点哦，我去前院等你们。盛家贵盯着圣爱的背影，咬牙，就让你再嚣张2天，迟早弄死你。几分钟后，盛家三兄弟穿着运动服出现在前庭。圣爱左扭扭，右扭扭，要先热身，然后才能跑步。热个屁的身！三兄弟都在心里大骂。
他们困得要命，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哪里还有精力热身？但不热不行，不然谁知道圣爱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又过了7、8分钟后，圣爱结束热身，2哥、3哥、4哥，你们跟在我身后，沿着跑道跑一圈。兄弟3人听得脸色又是一变，跑一圈。这一带是海城最高档的富人区，整片山头的面积高达1000多亩，建有专业跑道，总长将近5000米。如果是平时倒也罢了，但他们昨天晚上才睡了3个小时，现在让他们跑5000米，哪里挺得住？可是挺不住也要挺啊，不然估计圣爱拖着也能把他们给拖完这一圈。小啊，3兄弟中体力最差的盛家富憋不住了，小心翼翼地问：如果我们跑到一半跑不动了怎么办？圣爱，没关系，大家可以等。兄弟3人，也就是说他们跑得动要跑，跑不动也要跑，总之不管花多少时间，他们非得跑完5000米不可。天啊，地啊，还让不让人活了？兄弟3人，一个默默流泪，一个苦苦咬牙，一个铁青着脸，心不甘情不愿地跟在圣爱身后，就像小朋友跟老师跑步一样。途中盛家富和盛景先后挺不住了，数次想要坐下来休息。盛家贵每次都冷漠地提醒他们：你们想让全小区的人都见到圣爱吗？赶紧跑，早点回去。圣爱长得太出众，走到哪里都有回头率。他们兄弟3人的外形也相当出众，盛景还是顶流，可以想象兄妹4人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会引发怎么样的关注。还好现在是清晨，这里又是顶级的富人区，别墅之间相隔甚远，绿化带也足够开阔，他们遇到的路人并不多，不然圣爱被太多人注意到的话，他们就不好让圣爱彻底消失了。盛景和盛家富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除了一边流泪一边喘气一边吭哧吭哧的跑，还能怎么办呢？等他们累死累活的跑到自家的别墅大门前时，时间已是早上7点半。圣爱，我们可以吃早餐了。吃个屁的早餐！盛景双手撑着膝盖，吐着舌头直喘气。盛家富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腿抖得爬不起来。盛家贵一手扶着墙壁，一手不住擦汗，眼里直冒杀气。他们都累成狗了，凌晨2点吃的晚餐都要被颠出来了，哪里还有余力吃早餐？小爱，我们不想吃早餐，我们现在就想好好的睡个觉。不行哦，早餐很重要。盛爱严肃地道，不吃早餐有损健康，而且我们刚刚跑完5000米，体力消耗巨大，需要补充营养。而且跟家人一起吃早餐那么幸福，我们要珍惜这么美好的时光。幸福个屁，美好个屁！3兄弟又在心里大骂，恨不得扑上去撕了圣爱。然而面对脸部红气不喘汗不出，感觉能一口气跑到天荒地老的圣爱，他们除了乖乖听话还能怎么样？10几分钟后，勉强缓过气来的3兄弟走进餐厅，早餐已经备好，刚出锅，热乎乎的。早餐要营养均衡，容易消化。圣爱坐下来扫视丰盛的早点，我最爱的豆腐脑和生煎包，2哥最爱的牛奶和水煮蛋，3哥最爱的松露蛋糕煎蛋卷和水果沙拉，4哥最爱的肉包子和牛肉面，全部都有。真是美好的一天。美好个屁！3兄弟又在心里骂，对着你这张死人脸，谁能吃得下？然而吃不下也要吃，要吃干净，不能浪费。盛爱舀起豆腐脑，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一脸的满足。盛家贵默不作声的啃包子，心里兜的都是，等老子睡够了就去搞氰化钾和百草枯，看你吃了死不死。又过了10几分钟后，兄弟3人终于吃完早餐，一个个抖着腿，打着哈欠，耷拉着眼皮子上楼。精疲力竭的盛家富中途还摔了2跤，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一进房间，盛景和盛家富直接瘫在地上，就这样睡着了。只有盛家贵坚持走到床边，直到身体倒在舒适的床上了，才闭上眼睛。然而他们睡着不久，手机就响了，响个不停。盛景眼都没睁，像条蚯蚓一般爬着去摸手机。喂，景哥，昨天晚上的女孩，这种小事你自己处理，不要来烦我。盛景闭着眼睛关掉手机，继续睡觉。他记得他今天休息，没有通告和活动，不然他昨天晚上赶那么晚，所以谁都别想不让他睡觉。手机另一端，盛景的私人助理急得头顶冒烟，团团直转。景哥怎么关机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没有他的指示，这可怎么办才好？就在昨天深夜，一名工作人员吃了药，控制不住兽欲，悄悄潜入他给某位女粉丝开的酒店客房里，把对方给睡了。对方醒来之后，哭着大喊救命，酒店报警，警方将那名工作人员给铐走了。那名工作人员因为一觉睡到天亮，根本没有来得及给那位女粉丝拍照或录下视频什么的，自然也就没有办法要挟对方。现在的情况是，酒店有监控和目击证人，女粉丝身上有工作人员的 DNA 等，那名工作人员几乎没有脱罪的可能。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只能找盛景出面。盛景不仅背景强大，人脉通达，盛景的弟弟盛家贵还是海城最红最牛逼的律师，短短1年之内就打赢了4桩复杂的大官司，轰动全城。如果能让盛家贵来处理这个案子，必定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偏盛景联系不上，急死人了。无奈之下，私人助理只能打电话给盛景的经纪人。经纪人当然知道盛景是什么人，但盛景有钱有势，不可控制，在演艺事业上又顺风顺水，如日中天，经纪人对他的私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不惹出大乱子就行。这一次，经纪人听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惊得非同小可。你们想办法联系那名女粉丝，安抚对方，积极赔偿，绝对不能让对方扯出小景。我现在联系4少，看看能不能请4少出手。经纪人说完就打电话给盛家贵。盛家贵被吵醒后半合着眼睛，伸手摸出手机，忍着火气道：什么事？经纪人道：4少，我是小景的经纪人文姐，小景身边的工作人员惹上官司了。不是盛景惹上官司，不要来找我。盛家贵口气冷淡：我很贵，没空去管这种小官司。说完就挂断电话。经纪人继续拨号，盛家贵的回复就是直接关机。以他现在的知名度和身价，报酬低于7位数的案子不接，小人物的案子不接。盛景的经纪人居然拿区工作人员的案子来麻烦他，真是太不懂事了。盛家贵关机睡觉的时候，盛家富也听到了手机铃声。因为睡得太死的缘故，他甚至忘了现在是白天，以为遇到深夜来电，接都没接电话，只是伸出一只手，循着铃声摸到手机后，用力将手机丢了出去。而后他凭着本能爬到床上，钻进被窝，捂住耳朵继续睡。手机另一端，盛家富的心腹紧蹙眉头，盯着无人接听的手机屏幕。昨晚发生了那么严重的事情，咱们还没有摆平，老板怎会不接电话？老板那边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吧？看老板的手机定位，他现在在家里。事态紧急，我得亲自去看看，至少得把方铁心已经醒来的事情，以及警方找到老胡手机的事情，当面告诉他。说罢，他跳进车里，踩下油门，朝盛家的方向疾驰而去。结果，他抵达盛家别墅后，盛家保安不认识他，打电话给3少又联系不上，说什么都不肯放他进去。3少爷正在补眠，不见任何人。你想见3少，只能打电话给3少，3少同意了你才能进去。盛家富的这位心腹之所以能成为盛家富的第一心腹，当然沉得住气。3少没事吧？盛家保安，3少好着呢，能有什么事？第一心腹，那我就待在这里，等3少醒来。他钻进树荫下的车子，耐心等待老板回复他的消息。此时已是午后，太阳相当毒辣，但小区绿树成荫，有风有水，并没有那么炎热。更何况还有优美舒缓空灵的钢琴声从别墅里传出来，如同清澈的山泉一般流淌不息，安宁祥和。就连路过的小猫都驻足，盯着琴声传来的方向喵喵2声后，爬到树上，听着琴声打盹。盛家雇佣的佣人和保安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听到这琴声更是夸赞连连。早就听说武小姐才貌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果然名不虚传啊！这钢琴弹的绝对是一流水准，艾小姐若是朝这方面发展，一定能成为大师。6小姐的钢琴也弹得很好，但跟大小姐相比，感觉差距还是有点大。5小姐昨天晚上回来了，好想一睹她的风采，可惜没事不能去后院。后院的花棚里，盛爱披着长长的黑发，穿着蓝色碎花长裙，坐在钢琴前弹曲。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在她的头顶上盛开，不时落下几片花瓣，如诗如画，见者无不惊艳。只是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过去了，3个小时过去了，有人开始发现琴声的怪异之处。这琴声一曲不同一曲，却从未间断，就像在播放时长超过3个小时的唱片一般，没有停止和休息的时候。这么多首钢琴曲真是武小姐一个人弹的，千真万确，我去后院除草的时候亲眼看到的。可是一个人能不间断地弹钢琴这么长时间而不累吗？哪怕是专业的钢琴师，连续弹1个多小时也该休息一下吧。武小姐居然连续弹了3个多小时，关键是这么长时间，武小姐弹得纹丝不乱，音准极佳，就像是机器人一般不知疲惫，这也太牛逼了吧！盛家的保安佣人对盛爱的琴艺和体力感到佩服万分，而盛景等3兄弟则在这般优美的琴声的加持下，一口气睡到太阳落山。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只觉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总算像个活人了。因为这种感觉太过美好，而身上的汗臭味令他们难以忍受。他们火速冲进洗浴间，迫不及待地洗澡洗头，暂时忘记了盛爱的不正常以及昨天晚上的恐怖经历。洗完后，刮掉胡茬，梳好头发，穿好衣服，再吃一点东西填填肚子后，他们又是一副贵公子或社会精英的模样。到了这时，
他们总算记得看手机了。盛景看到私人助理和经纪人的微信后，惊得脸色大变，赶紧打电话过去一问究竟，随后去找盛家贵，跟他说了工作人员犯事的事情。盛家五兄妹虽然分属2个母亲，谈不上感情深厚，但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所以在利益共同体这一点上，如果有人提出请求，他们一般都会帮忙。盛家贵听到盛景的身边人捅出这么大篓子，暂时也顾不上江菜菜的事情了，我现在就去见报案人。他说的很高明，没有使用受害人这种称呼，眼下最重要的是摆平报案人，威逼也好，利诱也好，一定要让报案人改口。好就好在犯事的工作人员一口咬定是女粉丝邀请自己去房间的，拒不承认自己犯法，这就给了盛景一方操作的余地。盛家贵相信没有金钱和权力解决不了的报案人，除非报案人的背景比盛家还强大。此时的他丝毫不怀疑自己能轻松解决这个案子，因为在原书中盛家就是最大的反派，差点灭了江菜菜男主和石家，直到最后才覆灭。相较之下，盛景眼下所遇到的麻烦不值一提。盛景的经纪人告诉盛家贵，报警人关机，不接任何人的电话，相关事宜都由他的父亲代为处理。报警人家境不错，家长态度强硬，明确拒绝了我派人提出的补偿。说到这里，经纪人微微一顿，报警人的家长还说一切交给法律处理，如果我再骚扰他们，他们就把这件事捅给媒体。盛家贵沉吟，报警人的律师是谁？海城的律师，但凡有点名气和本事的他都认识。既然不便从报警人的身上下手，那就在报警人的律师身上下手。盛景的经纪人报出一名律师的名字。盛家贵笑了，关律师？他确实有点本事，但跟我相比还差得远。关律师不爱财，也比较爱惜名声，不容易被收买。但他跟关律师打过交道，还调查过对方的底细，知道对方有一个欲罢不能的嗜好，喜欢名表。就像吃货无法抵挡美食钓鱼佬可以为了钓一条罕见的鱼而翻山越岭并扎营露宿那样，喜欢的不得了的那种。他淡淡笑着，打开手机，登录一个普通人接触不到但非常专业的拍卖网站。想成为这家网站的会员，光是办理会员卡就100万起步。他是这家网站的 VIP 会员，基本上想买什么古玩或限量版奢侈品，在这里都能买到。若是买不到，可以悬赏。他在网站搜了搜，就看到好几款已经成为绝品的限量版古董级名表。他截图，将图片发给关律师，喜欢哪一款？见个面谈谈。关律师很快回复，你哪位？盛家贵报出自己的名号。关律师，找我何事？盛家贵，我家老二是盛景。关律师没有回复。盛家贵也不急，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慢慢品尝，如同豺狼狩猎一般耐心。书里书外，他见过的律师多了，不管这些律师表面上说的多么正义和堂皇，只要给的好处足够多，没有不辩解的。足过了10分钟后，关律师发给盛家贵一个地址，外加一句话，我只给你1个小时，带盛景一起过来，有他在我才放心。盛家贵笑了，看，人都有弱点，只要找到对方的弱点，就能打败对方。他带上盛景，跳上豪车，紧赶慢赶，花了将近1个小时才赶到关律师指定的地点。然而两人刚要下车，就收到家里打来的电话。陈爱那恶魔一般的声音传进他们耳中，二哥、四哥，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你们记得按时回家吃饭哦。晚饭？又是该死的晚饭，少一顿晚饭不吃会死吗？盛景脸色发白，盛家贵脸色铁青，昨天晚上的恐怖经历又涌上两人的心头。盛景小心翼翼地道，小爱，我和你四哥有事要忙，能不能晚点吃饭？盛家都是在晚上7点到7点30分之间吃晚饭，现在快到晚上7点了，如果要按时吃饭，他们就没有时间跟关律师谈判了。不行哦。盛爱道，全家一起吃晚饭是最重要最美好的时光，没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一定要回家吃饭。盛景迫不及待地道，我们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盛爱，什么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盛家贵见盛景反应不过来，找了个理由，我们要处理一起案子，现在要去见当事人。盛爱，你们说过家人比工作重要，现在已是下班时间，你们该回家吃饭了。这个盛爱是机器人吗？来来回回就只会重复这几句吗？盛家贵听得眼角直跳，眼中冒火，可我们已经跟当事人约好时间了。盛爱，跟家人一起吃晚饭比什么都重要，你们可以跟当事人改时间。盛家贵，可我们已经出来了。盛爱，我去接你们。不等盛家贵拒绝，盛爱的下一句又来了，我知道你们在哪里，我现在就出发，20分钟之内到。20分钟之内？他飞过来的吗？盛景额头渗汗，家贵，怎么办？20分钟肯定不够他们跟关律师完成谈判，而且盛爱出现在谈判现场的话，一定会出大乱子。盛家贵抽了抽嘴角，眼里全是狠色，
声音却很柔和。我们现在就赶回去，你在家里乖乖等我们。说完他挂断电话，面无表情地对盛景道，回去吃饭。回去的路上，盛家贵发消息给关律师，家里临时有事，我们无法按时赴约，改到晚上10点左右如何？关律师过了几分钟才回复，我最多等到晚上10点半，过时不候。盛景先是长长松了一口气，而后苦着脸道，这种事越早解决越好，不然消息传到狗仔或对家里，轻则要花一大笔封口费，重则全平台爆榜。盛家贵狠踩油门，冷冷地道，你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管不好，还想成为国际巨星？盛景怒，我身边这么多工作人员，出现个别废物，不是很正常吗？盛家贵面无表情，我的事务所有10几个人，就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思？一个都没有。他最讨厌手下的人阳奉阴违或者吃里扒外，见一个废一个，从不留情，所以他的手下还真没有敢不服从他命令的。盛景悄悄地瞪了盛家贵一眼，很想骂，谁不知道你是狠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算了，对盛家贵这样的狠人，还是不要招惹的好。另一边，盛家富也见到了一直等在大门外的新副校长。校长告诉盛家富，内幕消息，方铁心上午在医院醒来，向警方说明了一切，包括见到您的事情。只不过他当时在明您在案，他根本看不清楚您的面容，只能确定您大概身高1米8 ，20多岁的年纪，一个关系似乎不太好的妹妹叫小爱。还有，小爱刚出现一会他就晕过去了，并没有看到小爱的长相。至于那个孩子，全程都是晕的，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您的身份还是安全的，只是不好说警方会查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您还是要早做防范。盛家富听完之后拨出一个境外电话，现在就把所有的猪仔转移到店东的接头人士，一路上多交点买路费，不听话的猪仔要么杀了，要么低价转卖给其他园区。园区里的惨状一旦公开，必定举国震惊。在滔天的舆论之下，国家很可能会提前行动，大概率会先打掉他一手创办的伊甸园。当务之急是保住伊甸园，不然他的损失就太大了。打完电话后，他拿出口罩戴上，对校长道，立刻去驾校，顺便打电话给学校，让他们召集所有学员，我要找人扮演3少和小爱，不怕1万，就怕万一。仓库那边死了那么多人，现场有枪有爆炸，幕后还涉及电北规模最大的电诈原支，警方一定会高度重视这个案子，追查到底。他要提前给自己找替身，引开警方的注意力。至于他所说的驾校，明面是一所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驾校，实则是他豢养的私人武装，专门用来帮他和盛家处理各种麻烦。当然，除了校长，没有学员知道驾校的背后大 boss 是什么人。驾校校长刚想应一声是，盛家富的手机响了。盛家富低头一看，指尖就是一个哆嗦，手机差点掉下来。家里的电话，一定是盛爱打来的。怎么办？他不想接，死都不想接。可是他不敢不接。10几秒后，他哆哆嗦嗦地按下接听键。喂，没有奇迹，是盛爱的声音。三哥，快到晚饭时间了，你赶紧回家吃饭。盛家富的眼泪差点流出来。我现在就回去。虽然兄弟3人都被盛爱折磨得苦不堪言，但是其他2人没有看到盛爱被一枪爆头却安然无恙，也没有看到盛爱一手架住高速行驶中的改装保姆车。他吓坏了，真的被盛爱吓坏了，哪里敢对盛爱说一个不字。驾校校长听到盛家富跟盛爱的对话，很识趣地调转车头，在下班高峰期的拥堵中往盛家的方向挤。堵车的时候，驾校校长忍不住问了，老板，驾校那边还要不要召集学员？当然要。盛家富有气无力，等我吃完晚饭再说。驾校校长看到爱财如命、心狠手辣的老板为了跟妹妹吃晚饭而不惜放下这么重要的工作，不禁由衷地道，您对妹妹真好，您妹妹有您这样的哥哥，真的很幸运。盛家富因为堵车，盛景和盛家贵将近晚上8点才回到盛家。盛家富倒是回来的早，但因为害怕跟盛爱单独相处的缘故，他一直在自家附近等到其他2人回来了才一起进门。盛爱看到他们时说了一句，哥哥们下次要早点回来，不能每次都这么晚吃饭哦。兄弟3人，这个该死的盛爱，什么时候再去死一死？他们目光一扫，看到餐桌上的饭菜后，更是恨得心里直骂娘。又是糖醋排骨，又是神户牛排，又是金枪鱼鱼子酱和白松露，又是红烧蹄膀，又是乌梅汁香槟红酒烧刀子以及3鲜汤。这天底下的美食这么多，而盛家又这么有钱，为什么非要连续2天吃同样的菜？盛爱有病，有大病！他们在心里咒骂着，脸上露出公事公办的笑容。谢谢小爱为哥哥们准备了爱吃的饭菜。他们沉默地坐下来，拿起筷子或刀叉准备进食。盛家富的手机响了，他刚想接听，就听盛爱道，程家家规，
吃饭时没有天大的事情不能接电话。盛家富，他默默地把手机调为静音，埋头吃饭，因为食不下咽且不能浪费。盛家三兄弟吃到将近晚上9点才结束晚饭。盛爱看着他们，二哥、三哥、四哥，要不要陪我看电视？盛家三兄弟摇头，不了，我们还有事。盛爱点头，好吧，等妈妈和星星回来，我让他们陪我一起看。盛家三兄弟，很好，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希望他们早点回来。盛家三兄弟出门了。海城拥有1000多万人口，算是1线大城市，城市面积不小，市区更是车水马龙。从盛家别墅所在的富人区出发，去哪里都不算近。相较之下，盛家富去城郊结合部的驾校比较好走，不到晚上10点钟就赶到了驾校。只是很不巧，驾校的人今晚聚餐，此时还在外头吃吃喝喝，有些人已经喝醉了，临时赶回来怎么样也得半个小时。盛家富能怎么办？等呗。在等待的时间里，盛家富终于记得自己是重生者，拥有前世的记忆。于是他戴着口罩，闭着眼睛，仔细回忆前世里盛爱的经历，想找到盛爱的破绽。想着想着，他的眼泪又差点流下来。前世，盛爱在狂欢岛过完18岁生日派对后就留在了岛上，再也没有出现，直至他几年后死于赌场火拼，都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盛爱的消息。所以，为什么这一世，盛爱在消失1年后突然出现，还变得似人非人似鬼非鬼？这一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导致盛爱复活？他重返盛家是为了复仇吗？他会不会毁了盛家的运势和富贵？不会的。盛家富摇头，暗暗告诉自己，虽然我们三兄弟暂时拿盛爱没有办法，但家里还有大哥，还有天心和爸妈，他们这1年来混得这么好，估计也是重生者或者拥有金手指，一定能搞定盛爱。就算盛家真的拿盛爱没有办法，不是还有光照会吗？光照会那么多有钱有势的大人物，手眼通天，不信弄不死盛爱。他正想得出神，驾校校长进来通报，老板，学员们回来了，正在大会议室等您。盛家富检查了一下脸上的口罩和眼镜，确定没有问题后站起来，正准备去隔壁的大会议室挑选替罪羊，手机突然响了。他只看了一眼就想晕倒，又是家里打来的。他忍着不安、委屈和怒气，好声好气地问，小爱，什么事啊？三哥，晚上11点之前睡觉，你要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玩太久。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了，盛爱却让他在11点之前睡觉，这不是在故意折磨他吗？盛家富只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无力地道，三哥不是在玩，三哥是在工作。盛爱坚持，不行，你不能加班这么晚，对身体不好。盛家富还想争取一下，小爱，今晚的情况有点。盛爱打断他的话，你不回来，我现在就去接你。盛家富只觉得头皮都要炸了，下意识地转了个方向，好好，我现在就回去，你别来找我。驾校校长送盛家富下楼，有些担忧地道，老板，我可以为您做点什么吗？老板今天很不对劲啊，他跟老板干大事这么久，第一次看到老板这么无力又无奈。盛家富疲惫地抬手按了按额头，我这边确实出了大事，但你帮不了我。驾校校长面露杀机，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这样也解决不了吗？盛家富愣了2秒后苦笑，如果能靠这个解决问题，我就不用这么苦恼了。驾校校长，老板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连杀人都解决不了？他都有点好奇了，但他只是个工具人，老板不要他管，他就绝对不过问。盛家富打道回府的时候，盛家贵和盛景也赶到了关律师指定的茶馆门口。两人停好车，戴上口罩，在迎宾员的引领下走到一间雅致的小楼下方。关先生就在楼上，两位直接上楼就好。盛家贵和盛景刚准备上楼，盛家贵的手机响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人给他打电话？盛家贵看都没有看手机一眼，直接关掉手机。然而盛景的手机又响了，盛景也不想接，但他马上就看到了来电号码，脸色发白，家贵，是家里打来的，会用家中座机打电话的只有盛爱了。盛家贵铁青着脸，沉默了几秒后果然地道，关机不接。不管盛爱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不能每次都这样，处处受制于盛爱。好，盛景咽了咽口水，提心吊胆地关掉手机。如果盛爱过后找他算账，他就说是盛家贵要他关机的，不关他事。盛家贵没有去想盛爱的事情，大步朝楼上走去。走到一半，盛景的手机又响了。盛家贵恼怒，你没关手机？盛景瞅了手机2眼，结结巴巴地道，我关了，真的关了，不信你看。看个屁！盛景手机上的来电号码清晰得很。盛家贵面无表情，你耍我？我真的关了。盛景用力按下关机键，额上的冷汗越冒越多。怎么关不掉？他伸手去划手机屏幕上的拒听键，但是没用。见鬼了！盛景咽了咽口水，
虚弱的扶住墙壁，怎么办？盛家贵咬牙接电话。盛景，我不敢，没用的东西。盛家贵扯过盛景的手机，滑下接听键。小爱，有什么事吗？四哥、二哥，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盛爱的声音依然如同机械一般，好听却没有温度。你们要早点回来，按时睡觉，不然会损害健康。盛家对盛爱的家教比较严，要求他每天晚上11点之前必须睡觉。盛爱也非常体谅家里的苦心，一直严格遵守这些有益身心的家规。盛家贵和盛景却听得额角直抽，在心中大骂不止。睡你妈的睡！都什么年代了，有哪个年轻人晚上11点之前就睡觉的？晚上11点夜生活才开始，这么早就去睡的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盛家贵忍着冲天的杀气，四哥和二哥有重要的工作要处理，能不能晚点回去？不可以哦。盛爱的声音居然带上了一点点的关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哥哥们不能加班这么晚，时间到了必须休息。盛家贵，但是盛爱，哥哥的健康最重要，你们不回来，我现在就去接你们，一定保证你们在11点之前到家。又来了，没完没了是吧？盛家贵闭上眼睛，深深的吸气吐气，空出来的一只手更是紧握成拳，做了好几个握刀捅人的动作。别，这么晚了你出门不安全，还是我们回去吧。盛爱，二哥不可以骗我哦，不然我会生气的。盛景忍不住插了一句，你生气的话会打哥哥吗？盛爱，我不会打哥哥，我只会把哥哥带在身边，亲自看着哥哥，不让哥哥乱来。你妈的乱来！你才乱来，再也没有比你更乱来的了。盛景看向盛家贵，眼睛里写着好可怕。盛家贵的表情愈发冷酷。回家上车的时候，他给关律师打电话，想另约时间，却发现关律师已经关机了。没有办法，他只能给关律师发消息，希望能另约时间。此时的盛家贵没有看到，关律师坐在窗边，一双眼睛透过木窗的缝隙，一边看着他和盛景坐进车里，一边打电话，眼里都是怒火。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达成您的要求，不会让您的女儿吃亏。只要盛景主动联系我，我第一时间告诉您。打完电话，关律师露出一个阴森的笑。盛家贵，你连续放我2次鸽子，当我好欺负是吧？你等着，我今晚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而后他拨出一个电话，凌晨2点发视频，再买几个热搜，务必让全网都知道这起案子跟盛景有关。飞驰回去的路上，盛景三兄弟简直要疯了。晚上11点睡觉，早上6点多起床晨跑，晚上7点到7点30分吃晚饭。这么搞下去，他们还怎么做事？要知道，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都是晚上，尤其是深夜才能干的。晚上不能出门，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想来想去，只能先稳住盛爱，然后再偷偷溜出来了。他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一到家就乖乖的洗澡、上床、睡觉。只是凌晨1点半，衣着整齐的兄弟3人刚刚打开入户门，身后就响起一个悠悠的声音：二哥、三哥、四哥，这么晚了，你们去哪里？兄弟3人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们耳听6路，眼观8方，怎么一丁点儿都没有听到盛爱的动静？还有，他们开门和下楼的时候都踮着脚并放轻呼吸，为什么盛爱会知道他们正在偷偷的溜出门？诡异，太诡异了！盛爱真的是鬼不成？3兄弟一个白着脸，一个土着脸，一个青着脸，缓缓转身，就见盛爱披着长发，赤着双脚，穿着白色的丝绸睡裙，如同幽灵一般站在他们的身后。夜风从半开的门窗吹进来，盛爱的睡裙在微微飘动，头发却纹丝不动，眼珠子也是黑洞洞的，没有一丝光泽，看起来就跟个会说话的死人似的。3兄弟咽了咽口水，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办？还是盛家贵反应快，我们3个晚上吃的太饱了，睡不着，所以想出去夜跑。盛爱露出笑容，夜跑好啊，我陪哥哥们一起跑。盛家贵脸色微变，哥哥们不想你辛苦，这不跑了，还是回去睡觉吧。其他2人使劲点头，我不辛苦也不困。盛爱摇头，跑步有益健康，既然哥哥们想夜跑，我一定陪完全程。3兄弟体力最差的盛家富很想哭，小爱你非跑不可吗？盛爱是非跑不可。3兄弟好想去死，好想现在就杀了盛爱并分尸抛尸，不分尸，焚的连渣都不剩。然而被虐的渣都不剩的只有他们自己。1个多小时后，3兄弟流着汗，抖着腿，扶着墙壁，有气无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摸黑躺在床上，因为极度的疲惫、愤怒、怨恨而无法入睡。一次又一次，他们在处理要事时都被盛爱打断，而后被盛爱往死里折腾，心中得有多恨。尤其是刚才的夜跑，他们穿的都是便装和皮鞋，就这样在夜色中跑了5000米，
这跟遭受酷刑有什么区别？好恨，真的好恨。可是，跟他们一起夜跑的圣爱还赤着双脚呢，跑步就像飘的一样，毫不费力。一路上看得他们毛骨悚然，压根生不出半点报复圣爱的心思。所以，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结束这样的折磨？盛景想来想去，决定打电话给妹妹盛天星。还好，盛天星在忙通宵，接了他的电话。他故作轻松，笑眯眯地道：“星星，我认识的几个大佬和明星想转运，报酬高达8位数。我向他们推荐了你，他们非常满意，就是比较急。你能早点回来吗？”盛天星最喜欢结交名流和大人物，听了这话，当即告诉他一个日期：后天回来。盛景笑：“好，我等你。”打完电话后，他暗暗在心里道：盛天星是当前最红最贵的玄学大佬，最近1年为很多有钱人看过相，算过命，改过运，无一不准，无一不成。而且玄学最擅长对付非正常生物，他们对付不了圣爱，盛天星难道还对付不了？圣爱，你等着。盛景在心里狞笑，盛家就没有省油的灯，等其他人回来，有你好看。盛家父则打电话给母亲：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快被圣爱折磨死了。我没有夸张，不信你问家贵。圣爱绝对不是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你真的有办法让圣爱消失？好好，我一定会撑到你回来。此时的盛家贵躺在床上，反复回忆他看过的原书情节，越想眉头拧得越紧。原书中关于圣爱的描写好像只有几句，怎么说来着？好像是说盛家原本还有一个女儿，比盛天星更聪明、更漂亮、更优秀，号称海城第一千金。只是他高中毕业后就出国留学，再也没有回来。有消息说他在国外出了意外，死了。不管我记得多少原书内容，我都可以确定圣爱这个人在书里根本没有什么戏份，更没有什么死后复生、诡异归来。所以，为什么我穿书之后，原本只是一个早死炮灰的圣爱戏份这么多，还这么强大？难道真的是我看书不仔细，漏过了关于圣爱的重要情节？一向自信冷酷、意志坚定的盛家贵都不禁有些动摇了。但很快，他又冷静下来。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还是想办法弄死圣爱比较现实。杀人的方式那么多，一种不行，换一种就好。他拿起手机拨出一个电话：帮我搞氰化钾和百草枯，一定要保证无色无味，越多越好。他已经听盛景和盛家父说了瓶子砸不死圣爱手枪也射不死圣爱的事情。那毒药呢？圣爱既然能像正常人一般吃饭喝汤，那就证明他需要食物，所以他就不信了，那么毒的毒药会搞不死圣爱。打完电话后的兄弟3人总算感觉好受了一点，疲惫与困意也涌上来，让他们迅速睡着，再也没有余力去想别的。他们的手机也因为他们出逃时生怕惊动圣爱而调成静音，导致睡得像死猪的他们没有听到来电铃声。所以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各大社交平台、新闻平台突然爆出盛景涉嫌选妃其助理涉嫌性侵女粉丝的消息。虽然时间已是凌晨2、3点，但熬夜的网民依然不少。这条消息一出，迅速霸榜各大平台，热搜更是爆了，榜单前10都是盛景的丑闻。熬夜修仙的网民哪个激动啊？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般，身体不困了，眼皮不重了，视线也清晰了，食指也有力了，飞快点开一条条新闻和一段段视频，加入谩骂盛景和转发这些丑闻的行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还有很多网民叫醒舍友，让他们赶紧看顶流的爆炸性丑闻，趁着天没亮赶紧看，晚点肯定会降热搜和全网删帖。我敢打赌，天亮之后这些视频肯定没了，想下载的赶紧下。听说盛景是富二代，家里有钱有势，这些消息能爆出来，只能挑凌晨的时候爆了。等盛景被刘管家叫醒时，一切已经来不及。刚开始时他还很愤怒，你知不知道我凌晨3点才睡，现在7点不到你就叫醒我。刘管家把自己的手机放在他面前，恭敬地道：是大少爷让我叫醒您的，您赶紧看看这些热搜。大清早的看什么热搜？盛景刚想继续骂，目光就凝住了，一脸惊骇地看着那一连串挂着红色报的热搜。盛景助理涉嫌性侵19岁女粉丝，事发当晚盛景也在现场。盛景助理在酒店被警方带走，19岁女粉丝遭受侵犯后精神失常。盛景助理涉嫌性侵19岁女粉丝视频曝光，早有传闻说盛景热衷选妃，曾私下邀约未成年女粉丝。这是什么回事啊？盛景白着脸，战战兢兢地点开下载量破100万、播放量破1000万的视频。视频一共分3段，每段只有几十秒。第一段视频是前天深夜11点25分，一名年轻男子扶着一名软趴趴步履不稳的女子，用房卡刷开酒店客房后扶着对方入内，几分钟后出门离开。第二段视频是昨天凌晨1点07分，那名年轻男子鬼鬼祟祟地来到同一间客房门口，用房卡刷开房门后潜进去。
第3段视频是昨天早上7点12分，一名披头散发、没穿衣物的女子用一条大毛巾裹住身体，踉踉跄跄从酒店客房里跑出来，似乎边跑边哭。第4段视频是昨天早上7点48分，警方在酒店大堂将那名年轻男子带走。盛景认得出来，那名年轻男子就是他的工作人员之一。这种视频怎么会传出去？盛景简直要被气疯了，一般人根本弄不到这些视频，酒店也不敢随便泄露客人的隐私。刘管家道：我并不清楚这件事情的经过，是您的经纪人联系大少爷的秘书，大少爷才知道这件事。大少爷已经派人处理网上的消息和视频，但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清除干净。大少爷打电话给您和4少，您和4少都不接电话，大少爷才让我亲自上楼通知您。盛景赶紧找出手机，发现上面有几十通未接来电，其中一大半是经纪人和私人助理打来的。他回拨经纪人的电话，经纪人的声音很是沙哑，透着深深的疲惫。小景，你总算接电话了。盛景开口就骂，你们一直在跟进这件事，怎么会让视频和消息曝光？我每年花这么多的营销费，还是热搜的 VIP 包年客户，还有这么多人脉，怎么没封住这种视频和消息？经纪人叹气，这些消息是将近凌晨3点的时候才爆出来的，而且是全网爆，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当时我们都睡得很沉，收到消息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删帖时间。我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去打听这事，得到的内幕消息是，这些黑料疑似报警人的律师透露给媒体的，另外还有你的对家下场。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在凌晨3、4点联系那些平台的高层，让他们即刻删除和封锁消息，只能联系你。但你迟迟联系不上，我想办法找到了你大哥的秘书的电话，才联系到你大哥。盛景确实背景强大，人脉通达，但天朝上国有10几亿人，幅员辽阔，有钱有势者多的是，一个盛家还操纵不了整个媒体行业和娱乐圈，他一个经纪人更没有能力控制得了那么大的舆论。盛景听得几乎晕厥过去，都怪那个该死的盛爱，一而再再而三的坑他，坑得他快被埋到地下30米了。他疯狂地诅咒盛爱，问经纪人，你有没有联系报警人和报警人的律师，想办法搞定他们？经纪人，我联系了，但他们一听是我，立刻挂断电话，还把我给拉黑。依我看，他们是铁了心要拖你下水，你得让你家帮忙了。我知道了。盛景心乱如麻，我现在就去找我4弟，看看他的意思。其实摆平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他怕的是盛爱又来捣乱，搞得他人仰马翻。打完电话，他去找盛家贵。盛家贵睡得正好，被盛景叫醒后，暗暗在心里骂了一句，废物就是事多。而后他先被起床，光着身体走进浴室，吃完早餐，我们一起去见犯罪嫌疑人，然后去找报警人。我还会帮你起草一份律师声明，表示你对工作人员涉嫌性侵女粉丝的事情毫不知情，你对女粉丝的遭遇表示关注、痛心和愤怒，你将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你还表示，如果你的工作人员确实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你绝不包庇，绝不姑息。如果还有人公开在网上攻击你，我会给他发律师函。后面的事情看情况再定。多谢老四。盛景难得的拍了拍盛家贵的肩膀，露出笑容。我就知道官司的事情找你准没错，因为兄弟3人凌晨2点半才结束夜跑，所以盛爱今天开恩，没有要求兄弟3人早上6点多就起床跑步。盛景和盛家贵难得的吃了一顿轻松的早餐，而后一起出门。只是两人刚走到玄关，身后就响起盛爱悠悠的声音，二哥，我没有手机，我想请你陪我去买手机。盛景只觉得头皮都要炸了，结结巴巴地道，为什么要我陪你去？让3哥和4哥陪你去不行吗？盛家贵冷眼看他，盛景就是这种人，表面上亲切和蔼，说话很好听，实则小肚鸡肠，阴险狡诈，总是变招法坑人。要不是盛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盛景估计会把他往死里坑，而他更狠，会把盛景折磨得生不如死。不行哦，必须要二哥陪我去。盛爱说的认真，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二哥拍的手机广告，我想买一部最新款的手机支持二哥。盛景吸气吐气，忍着濒临崩溃的情绪，我现在就上网订购一部最贵最新款的手机给你，让对方马上送到家里，这样行不行？不行，我要亲自挑选手机。盛爱摇头，还有跟家人一起逛街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上网购物没有人情味，你一个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东西，谈什么人情味？盛景在心里大骂，嘴上说的可怜兮兮，可是二哥有重要的工作要忙，不然晚上就要加班了。你说过的，哥哥们晚上要早点休息，不能加班。盛爱的身上开始散发出若有似无的寒气。二哥，你说过小爱比工作更重要，你要为了工作不陪小爱去买手机吗？盛景好想说不，然而盛爱身上传来的寒气不断包裹住他，令他冷得直打哆嗦。
盛家贵冷眼旁观，说的不咸不淡：“二哥，小爱让你陪她去买东西是你的荣幸，你就不要拒绝了。工作上的事情，我一个人去办就好。只要看到盛爱，他就想杀人，偏偏杀不了，也不能动怒，那就只能尽量避开盛爱了。”盛景压力山大，艰难的咽了咽：“我陪小爱去买手机。”盛爱身上的寒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笑容：“好，我现在去换衣服。”盛家贵一点都不同情盛景，留下一句：“出门低调点，不要让人挖到盛爱的身份就关门走人。”盛景无力地扶住墙壁，喃喃：“希望这次出门不要出什么幺蛾子。”事实证明，越担心什么，越来什么。出门的时候，盛景看到盛爱戴着大大的太阳帽，脸上戴着围脖式遮阳面纱，身上穿着深色的长袖长裙，脚上穿的也是深色长靴，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盛爱打扮成这样，应该不会被人认出来吧？直至抵达手机专卖店，盛景帮盛爱挑好手机，并用自己的身份证帮盛爱办理手机卡时，一切都很顺利，这让盛景觉得他这次跟盛爱出来购物一定能平平安安的回去。然而，就在两人前往停车场的时候，盛爱听到有人在骂盛景，说盛景是垃圾，是人渣，是变态，是强奸犯。他便走上前去，严肃地告诉对方：“我二哥是好人，不是垃圾，不是人渣，不是变态，不是强奸犯，请你向我的二哥道歉。”就这样，双方起了冲突。盛景第一时间冲过去劝架，而后他的墨镜和口罩被扯掉，露出真面目。这下路人轰动了：“天啊，是盛景！居然是盛景！啊，我居然见到了盛景本人，真的好帅啊，比电视里还帅！这么帅的人居然是渣子，喜欢诱骗年少无知的女粉丝。放屁！盛景长得这么帅，又这么有钱，哪里需要去诈骗女粉丝？一定是那些女粉丝求而不得，因爱生恨，故意诬陷他。这样的争议只会让盛景备受关注，而盛景现在最怕的就是被人关注。他拉着盛爱就想跑，但那些无处不在的网红狗仔等已经围住他，咄咄逼人的追问：“网上说你的助理强行侵犯了你的女粉丝，这件事是真的吗？”不等盛景解释，盛爱开口了：“网上说的不对，侵犯女粉丝的是我二哥的工作人员，不是助理。”众人哗然，也就是说，这个消息是真的了。据说案发当晚，盛景也在现场，他是不是早就知情并组织了所谓的选妃？盛景急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二哥，你不可以撒谎哦。”盛爱转头，用一双黑银洞的眼睛盯着他：“前天晚上我去会所接你，现场都是你的工作人员和你的女粉丝。今天早上我也听到了，你和四哥打算去找报警的女粉丝，说服对方改口说这是一场误会，不要把你牵扯出来。”全场哗然，所有人看着盛景的眼神都带上了鄙视和愤怒。盛景简直要疯了：“小爱，你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这是我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盛爱的眼睛如同深渊，似乎要把盛景吸进去。盛家家规之一，不可以撒谎。二哥，你要撒谎吗？盛景听得冷汗涔涔，手脚发凉。该死的盛爱，该死的家规！盛家的家规其实都是用来约束盛爱的，目的是把盛爱培养成纯洁完美的祭品。盛爱从小就严格遵守家规，包括不可以撒谎这一条。程家人在盛爱面前也装作遵守家规的样子，实则在背后为所欲为。只是盛景万万没料到，盛爱居然在公众场合说实话，完全没有想过他的言论会给他和盛家带来多大的麻烦。好恨，真的好恨啊！真的好想撕了盛爱这张嘴啊！偏偏他现在就一个人，没有经纪人，没有工作人员，没有保镖，还拿盛爱没有任何办法。在他陷入崩溃的时候，别人又问盛爱了：“你叫盛景二哥，那你是盛景的妹妹了？”盛爱：“是的，我是盛景最爱的妹妹。”别人：“盛景最爱的妹妹，那你就是传闻中的玄学大师盛天星了。”盛爱：“我是盛景最爱的妹妹，但我不是盛。”盛景听到这里，条件反射般的扑过去，捂住盛爱的嘴，流着大汗，惨白着脸道：“你们不要再问了，我妹妹什么？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他只知道自己必须立刻阻止盛爱说下去，还要立刻离开这里。可是他一个人，盛爱又不听话，他要怎么带盛爱挤出黑压压的人群？那些该死的助理工作人员和保镖呢？关键时刻怎么一个都不在？他好慌，他好怕，他好累，全身似乎都虚脱了，没有一丁点力气，脑袋里更是一片糊糊。还有太阳好热好晒，他就像一条被插在钢叉上的鱼，被烤得滋滋冒烟，接着滋滋冒油。然后没有然后了，他晕过去了。就这样，眼睛一翻，直挺挺地倒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他没有看到。盛爱叫了一声，二哥就将他抱起来，从黑压压的人群中飘出去，转眼就来到停车场，而后将他塞进车里，扬长而去。整个过程快得围观的人群都看不清楚。
等人群追到停车场时，盛景已经不见了踪影。即使这样，盛景和盛爱在众人面前所说的那番话，已经通过视频传到网上，全网哗然，骂声一片。说话的是盛景的亲妹妹，看来没错了。没想到盛景居然是这种人，女粉丝因为他被侵犯，他却只想封口。难怪热搜不断被撤，相关帖子和视频也都销声匿迹，原来是盛景的背景太强大了。这种劣迹艺人什么时候开始走流程？我得赶紧下载盛景出演的影视剧，不然以后就没得看了。放开那个女孩，让我来，我40岁了我不怕。消息传得轰轰烈烈，删都删不过来。此时的盛家贵刚从警局出来，正准备去见报警人，就看到了这些热搜，当即怒了。盛景这个蠢货，居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管不住盛爱，还管不住盛爱的嘴吗？要不是你还有利用价值，老子直接宰了你这个猪队友。就在刚才，犯罪嫌疑人当着他的面哭诉，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真的没有强迫他。我扶那个女人进房间后，那个女人问我能不能晚点来陪她，我答应了。我只恨我当时没有录音，被他给坑了。盛家贵凭借自己坐牢10年，接触过大量犯人和警察的经验，觉得犯罪嫌疑人没有说谎，也就是说那名女粉丝有问题，绝对不是良家妇女。所以他结束探监后就给助手打电话，让助手去调查那名女粉丝的底细，重点是对方交过多少男友，有没有拍过不雅照之类。结果盛景在这节骨眼上又爆出这样的丑闻，简直是不打自招。盛家景闭了闭眼，忍住怒火，打电话给盛景。盛景接了他的电话，声音虚弱且带着淡淡的哭音，家贵，你要帮帮我。盛景都28岁的人了，还哭？盛家最没用的就是他了，难怪只能去当戏子。盛家贵心中不屑，声音也很淡漠，你现在在哪里？我想我们有必要一起去见苏丽竹。盛景，苏丽竹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去见他？废物就是废物，快被人玩死了还不知道对方叫什么。盛家贵深吸一口气，忍住骂人的冲动，就是那名报警的女粉丝。盛景哭着道，好，我跟你去。老四，这次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你一定要说服苏丽竹改口，不然我在娱乐圈就没法混了。如果观众不接受他就算仗着背景和人脉继续在圈里混，也不会有人看他的电视买他代言的商品。到时他不仅赚不到钱，还会连累投资人和金主，到处得罪人。盛家贵道，你现在在哪里？赶紧去某某小区。盛景晕过去后就被盛爱带到了医院，眼下刚刚醒来，身体没有力气。他小心翼翼地看向盛爱，小爱，你可以送我去东方花园小区吗？盛爱，可以。盛景悄悄松了一口气，上车后发消息给盛家贵，你说花个几百万能不能让苏丽竹改口？盛家贵回复，苏家的经济条件不错，想用钱收买难。我琢磨过了，事情闹大了对苏丽竹并没有好处，但他非要把事情闹大，估计另有图谋。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苏丽竹到底想要什么，同时还要找到苏丽竹的弱点或黑料，不能让她牵着鼻子走。我已经让助手去查苏丽竹的黑料，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弱点或黑料？盛景心中一动，他怎么忘了狗系统不是拥有扫描功能吗？虽然他现在的积分不够，但他也有快速赚取积分的办法。系统，我要领取日常任务。立刻，盛景的脑海中出现一排排醒目的日常任务，他的目光落在其中一行文字上：慈善捐款1000万，奖励100积分。真是贵啊，捐1000万才得100积分，要不是形势紧迫，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亏本买卖。系统，我要慈善捐款1000万。叮，宿主已经领取慈善捐款1000万的日常任务，请务必在3天内完成，过时取消任务并罚款50积分。盛景叹着气，给工作室发消息，让工作室立刻以他的名义向名人堂慈善总会捐款1000万。众所周知，明星参加公益活动或慈善活动可以改善形象，提升人气。很多劣迹艺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洗白自己，东山再起。他现在丑闻缠身，只能动用这一招了。当然，他也不算太吃亏，因为他的后妈杭威就是名人堂慈善总会的会长。这些捐款进了名人堂慈善总会的账户，怎么用？那还不是机构说了算。所以，嘿嘿，大家懂的。1个小时后，盛爱开车来到东方花园小区，盛家贵已经到了。盛景的工作室也完成了捐款。盛景的脑海中传来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完成1000万的慈善捐款，获得100积分。盛景长长松了一口气，有积分就好办了。他小心翼翼地看向盛爱，小爱，我去找人，你留在车里等2哥和4哥好不好？盛爱坐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好。盛景悄悄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轻手轻脚地下车，打电话给苏丽竹。打完后，他告诉盛家贵，苏丽竹只想见我一个人。盛家贵，
他是你的铁粉，你亲自去见他，他会比较放松。你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打探他的真实意图。不管怎么样，先稳住他再说。说完，他想了想，补充一句，有必要时可以使用美人计。盛景会意的点了点头，一个人走进小区。半个小时后，盛景从小区里出来，黑着脸告诉盛家贵，苏丽竹真不是个东西，他居然想让我跟他结婚。见过大风大浪的盛家贵都暗暗吃惊，他有病吧？他何止有病，还狂！盛景大骂，狂的让我想喷他一脸。他也不想想，我盛景是什么人啊？我将来要娶的女人必定才貌双全，门当户对，且温柔贤惠，对我百依百顺，绝对不可能是这种中产级别的不干不净的女粉丝。盛家贵，你拒绝他了？盛景怒气冲冲，我本来想拒绝的，但我想起了你的忠告，没有当场拒绝，也没有当场答应，只是让他给我一点时间好好想想。他就给我2天时间，说时间到了，我不跟他去领结婚证，他就亲自出面锤死我。他还说在这2天里，我可以删掉网上的消息，他不会出面。说到这里，盛景激动的挥手，你能想象这个女人有多恶毒吗？她去参加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居然偷偷带了微型录音器，她把录音器藏在脚底，用胶布固定住，偷偷录下见面会结束之后的现场对话。当时所有人都以为留下来的女粉丝喝醉了，神志不清，说话就没那么注意，结果被她坑了，你说气不气人？盛家贵眼里闪过一抹杀气，这个苏丽竹还真是个狠角色，不仅狠，还是个烂货。盛景大骂，我用系统扫描，我是说我用眼睛扫描到了她的病历。她1年前流过产，换过宫颈炎，曾经在大腿内侧绣过不雅纹身，几个月前刚洗掉。你说这样的烂货怎么配跟我结婚？盛家贵也没有细问盛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只是道，你知道苏丽竹在哪里做的流产手术吗？盛景立刻在心里默念，系统，苏丽竹是在哪里做的流产手术？调查他人隐私，一次100积分。100积分？他怎么不去抢？盛景忍着怒火，我使用打折券，应该够了。扫描苏丽竹的身体花了10个积分，他现在还有94个积分，用1张9折的打折券够用了。宿主消耗9折优惠券1张，本系统收取宿主90个积分，宿主目前有4个积分。系统调查中。2分钟后，调查结束。苏丽竹是在帝都天使安医院做的流产手术。盛景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盛家贵。盛家贵瞥了他一眼，行，我立刻派人去天使安医院，想办法拿到苏丽竹的流产手术记录。就盛景这样的废物，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探到这么隐秘的消息，只能说盛景果然也有金手指。至于是什么金手指，他不在乎。总之，盛景有了金手指还这么废，只能证明盛景真的很废。聊到这里，盛景先跟盛爱回家，盛家贵则去事务所继续处理苏丽竹的事情。等盛景回到盛家时，网上那些对他不利的帖子视频已经被删除的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明星的绯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明星绯闻就是用来遮挡盛景丑闻的。离盛家不远的黑色越野车里，小光打完电话后告诉九爷，海城警方说仓库血案的诈骗分子头目被称为三少，三少有一个妹妹叫小爱，当时也出现在现场，是来找三少回家的。九爷笑了，三少，小爱，小爱自然是盛爱，三少不会是盛家富吧？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他点开热搜，又是笑笑，这个明星的绯闻不够吸人眼球啊，还是由我来帮盛家一把。小光，该上大礼包了。盛景去找苏丽竹的时候，盛家富心情愉悦地开着他的限量版进口豪车，行驶在前往驾校的路上。问他心情为什么这么愉悦，当然是因为他不仅一觉睡到中午而无人打扰，睡醒后也没有盛爱折磨他的神经，他好好的洗了个澡，美美的吃了一顿，还能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出门，想干啥就干啥，能不愉悦吗？特别是想到跟他不是一个妈生的盛景被盛爱抓去逛街买手机，他就想笑，开心的不行。只是他的开心只持续到他抵达驾校那一刻。当时他摘下眼镜，戴上口罩，换上新的外套，刚想下车，驾校校长就拉开他的车门，一脸凝重地告诉他，老板，出大事了。风声鹤唳的盛家富心里噔的一下，声音微微颤抖，出什么大事了？难道是警方怀疑到他身上了？不至于吧，海城拥有1000多万人口，叫三少的男人多了去，叫小爱的女人也多了去，警方根据这2个称呼就能这么快怀疑上他？驾校校长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他，您看热搜都报了。盛家富接过手机，只看了几眼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差点从驾驶座上跌下去。问他这么喜欢享受和被人服侍的大少爷，为什么自己开车？当然是因为他之前的司机兼亲信在保姆车爆炸中被炸得渣都不剩，
而他又不能随便找一个不够信任的司机来为他开车，所以他暂时只能自己开车了。总之，热搜榜一不仅跟他有关，还爆了比盛景卷入女粉丝被性侵案还轰动。点开周易暹罗演唱会疑被电诈渗透饭圈，内部炸裂信息曝光。内容是2张截图。第一张截图是这样的 ：Fox， 你立刻组织所有人开会，强调3点。一，这次去暹罗看演唱会的傻白甜很多，既有年轻漂亮的女粉丝，也有富贵多金的男粉丝，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多进货，多赚提成，买房买车不是梦。2，多听周易的歌，多了解周易的八卦。女员工或长得比较好看的男员工可以冒充周易的粉丝混进粉丝群，同时在网上多发帖子，从而跟周易的粉丝打成一片，从中寻找搭子。会说暹罗语的可以自称暹罗留学生，展示自己对暹罗的了解，放出旅游攻略，骗取粉丝的信任，直接把粉丝骗去边境或僻静之地更好。3，没有长相优势和口才优势的男员工可以扮成出租车司机、摩托车司机等，到时在车站、机场、演唱会附近拉粉丝。杀猪佬，是，我都记下了，回头就传达。第2张截图是社恐小哥，我们上交了几张购买明星唱片的截图就能进群，那些女粉丝好蠢啊，到处找搭子，也不怕被骗。Fox， 你们盯紧猪仔的女家属，如果有人动摇，及时警告他们。Fox， 不要找18岁以下的学生，未成年失踪容易引来关注，辍学的除外。Fox， 屠夫呢？准备的怎么样了？屠夫，我们团队已经秘密建立了一份猪仔家属的档案，单线与他们进行联系，他们的家属在我们手中，不敢乱来的。Fox， 你们只要能成功的送一名猪仔进园区，不论是否拿到赎金，你们都能得到2万块的报酬，加油！屠夫，谢谢园长，我们一定会努力。评论区已经炸了，看时间，截图发出来不过半个小时，评论已经高达10几万，浏览量更是高达数百万。卧槽，真的假的？电诈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居然利用明星演唱会骗粉丝前往东南亚再进行绑架，太恐怖了！我之前抢票抢不到，还想找黄牛来着，幸好。我在网上认识的一名女粉丝，去年年底去东南亚参加明星见面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不会也被绑到电诈园了吧？虽然很可怕，但是这个手段真的很高明，防不胜防。贫穷又救了我一命。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传出有粉丝去国外看明星演唱会失踪的事情，但没有引起重视。警方赶紧去查查吧，万一是真的，很多粉丝就回不来了。周易，不管真假，还是以防万一，把演唱会取消了吧。你们说的轻松，举办演唱会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门票已经卖完了，临时取消的话损失惨重，你们帮周易赔啊。太吓人了，不管真假，我还是先把票给退了。不仅热搜爆了，其他平台也在疯狂地议论此事，还有很多网友贴出有人在周易粉丝群评论区找搭子的截图，带着一大串惊恐的表情问，这些在网上找搭子的不会就是电诈园派来的坏蛋吧？这个消息刚爆出来，群里就有好几个找搭子的人退群，感觉好可怕。还有人贴出寻人启事，这是我的朋友，年初的时候他去暹罗参加明星见面会，见外国的明星，不是见本国的，然后电话就经常关机或没人接，只是久不久在朋友圈发旅游照，我怀疑他已经被电诈人员给控制了。几个月前有人在贴吧里报过类似的消息，但没有人重视。警察叔叔快点把这些电诈员给铲了吧，太吓人了。盛家富看着这些热搜和评论，只觉得有一把把的锤子砸在他的心窝上，让他摇摇晃晃。老板，您还好吧？驾校校长扶住盛家富，关切地问。我没事。盛家富按了按太阳穴，疲惫地扶住车门，故作镇定，笑得又苦又涩，通知园区放弃演唱会计划，撤走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向把自己当成工具人的驾校校长忍不住问了一句，就这样放弃，损失会不会太大了？损失当然大，太大了。只要想到价值至少几个亿的猪仔就这么没了，辛辛苦苦做的准备工作也白费了，盛家富就想哭。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呢？不放弃不行，他只能忍着心中的痛楚，疲惫地道，警方一定会调查这件事，如果我们非要执行这个计划，我们的人还有那些在网上活动的猪仔家属一定会被警方盯上。驾校校长点头，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安排。盛家富去远一点的地方打，不要让我听到，让他听到他不得不放弃这么完美的计划和赚钱的投资，他会心碎的。而后他往车厢内部挪了挪，关上车门，拿起一张白色的毛巾盖在自己的脸上，往后一靠，感觉自己又死了一遍。此时的帝都，盛天星给珠光宝气的老太太重新倒了一杯养生茶，笑着道：娄老太太请放心，我以祖师爷的名誉保证，娄大少爷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1个月之内必定现身，您一定能见到你的长孙，他最终也一定会认祖归宗，并给您生大胖小子。娄老太太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欣喜的笑容，那就多谢天星大师的吉言了，待我见到小家，
一定重金酬谢天星大师。因为老太太身体不好，不宜见客太久。盛天星也没有久留，起身告辞，走下99米长的坡道，又走过99米长的前庭。盛天星终于踏出楼家的大门，正准备坐进他那辆进口的豪华房车。就在这时，旁边的大树后面就冲出来一个穿着普通气质平庸的中年妇女，扑通跪在他的面前，哭着道：天星大师，求求您帮我找找我的女儿吧。我的女儿年初去暹罗看演唱会，就此断了消息，报警也没有用，至今生死不知。我和我丈夫急疯了，老人家也病倒了，快！盛天星后退2步，打断他的话：你能出多少钱？中年女人愣了一下，赶紧道：有的，我带了钱来。他边说边哆嗦着手，拉开陈旧的帆布包拉链，拉了3、4次才拉开，而后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几捆钞票，用双手捧着，如同虔诚的信徒向主奉上自己的珍宝。这是10万块钱，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了。10万块钱也想让我出手，去测算你女儿的下落。盛天星微抬下巴，眼里透着不屑：你女儿的命只值10万块啊？中年女人愣了一下，捧着钞票的双手不住颤抖，就像那10万块钱有100斤那么重。不是这样的。她煞白着脸，结结巴巴地解释：以天星大师的身价，当然不止10万块，但我们家这半年来为了寻找女儿，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家当，连房子和车子都卖了，现在都是租房子住的。你过得有多不容易，与我无关。盛天星再次打断中年女人的话，眼里没有半点怜悯。我给人算命，说到底是在窥探天机，窥探天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不能给出足够的报酬，我凭什么为了你去承受天道的惩罚？你这单我不接，你回去吧。说罢，他转身准备上车。大师您就行好，帮帮我的女儿吧。中年女人急了，跪着往前爬。我女儿失踪的时候刚满18岁，我们不让她去，她非要自己去。盛天星的保镖拦住了她，面无表情地道：这位女士，你再胡搅蛮缠，我们就报警了。中年女人不敢强行上前，便使劲磕头，哭着道：天星大师，我求求您了，只要您能帮我们找到女儿，让我做什么都行。盛天星已经坐进房车，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开车。房车缓缓开动，中年女人急了，不管不顾地冲到房车面前，跪下来磕头：天星大师，您开个价，不管是借网贷还是卖肾，我一定会凑够钱。盛天星的眼里闪过厌恶之色，这种卑微的穷人他见多了，没钱还非要强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不愿意白白帮助他们，他们就哭就闹就纠缠不休，一副别人不帮他们就是没有良心，就是欠他们，就是对不起他们的嘴脸，真的恶心透了。他微微轻身，对前面的司机说了一句。司机点头，拉下车窗，告诉车前的中年女人，不管是看相算命转运还是看风水，天星大师的收费都是50万起步。你想找天星大师算命，凑够50万再来吧。这已经是天星大师格外开恩，还请你不要再纠缠。50万！中年女人身体一软，瘫坐在地上。楠，我们去哪里找50万？司机没有理会中年女人的悲惨与绝望，转动方向盘。房车转了一个弯，贴着中年女人的身侧驶过。中年女人看着房车远去的背影，流着泪的眼睛里透着一半绝望以及一半坚定。50万而已，只要能找回兰兰，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一定会凑够50万。豪华房车里，盛天星一手端起奶茶，一手拿起 iPad， 真晦气，遇到这种穷鬼。他点开热搜，随意浏览，电诈新骗术，利用明星演唱会诱骗粉丝去东南亚。他嗤笑，这个世界上的蠢人还真是多啊，出国看个演唱会都能被人骗，真是活该。刚才那个女人的女儿好像就是去暹罗看演唱会失踪的，又蠢又不听话，活该被拆成零件。不过这个电诈员爆出这么大的新闻，估计要被端了。看着看着，他咦了一声，工作人员涉嫌性侵女粉丝，盛景知情却有心包庇。有传闻说盛景喜欢从女粉丝中选妃，睡过就扔。这事还没完啊！他蹙眉，工作人员犯事，关我二哥什么事？选妃的事情更是鬼扯。我二哥长得那么帅，还有钱有名，那些女粉丝主动扑上来，哭着喊着求我二哥宠幸，我二哥满足他们的梦想，从中挑选几个年轻漂亮的陪他们玩玩，不是双赢吗？这种消息是哪个丑女粉丝勾搭不到我二哥，故意发帖破坏我二哥的名声吧？他想了想，每天3卦，今天还有1卦没算，就来帮帮二哥吧。他闭上眼睛，嘴里念着盛景的生辰八字，掐指一算。片刻后，他睁开眼睛，抿了抿唇，面色有些凝重。大难临头，桃花染血。看这运势，二哥的灾祸跟女人有关，估计是没有处理干净的桃花债。我得想办法帮二哥。后面的运势看不清楚，只见一片黑雾，感觉很不吉祥，麻烦了。我今天晚上还要参加名媛派对，明天才能回去，
还是先打电话给二哥吧。海城这边，盛家富终于缓过气来，将脸上的毛巾扯掉，而后打开车门，伸出虚软的长腿，在驾校校长的搀扶下下车，慢慢走进教学楼。这一次应该没有盛爱捣乱了吧？盛家富一边在心里祈祷着盛爱不要来电，盛爱不要来电，一边从现场的88名学员中挑选出一名年纪身高与自己差不多的男学员当三少，接着又从仅有的10几名女学员中挑选出一名年纪身高与盛爱差不多的当小爱。挑好之后，他让校长把2人叫进小会议室训话，自己躲在幕后监督。说实话，扮演三少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真被警方抓住的话，下场好不了。当然，盛家富绝对不会让2个冒牌货被抓。先不说警方相不相信他们是三少和小爱，单说警方有可能会顺藤摸瓜查到驾校这一点，就够他和程家吃一壶的。盛家富要的只是他们有意无意的露脸，吸引警方的注意，然后再送他们去电榨园当骨干。当然，有必要的时候肯定要干掉他们。至于这2名学员，倒没想那么多。一来他们的脑子没那么好，否则也不会沦落到年纪轻轻就给人当打手；二来他们都有案底黑料仇家或巨额债务等，实在活不下去了才走上这条路。只要有钱赚，让他们干什么都行。驾校校长跟2人说明了他们的任务，让他们好好准备，明天离开驾校，前往一处秘密别墅接受训练。训练什么？训练身为幕后大佬的举止。不然警方看到传说中的三少举止像个小混混，说话粗鄙，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没有半点威严，能信他是三少？盛家富一边监督校长3人，一边不停地看手机。将近傍晚6点时，他站起来告诉校长，我该回家吃晚饭了，你开车送我回去。他现在只要听到盛爱的声音就头皮发麻，心生恐惧。与其让盛爱来催他，不如他主动回去。这天晚上，盛家3兄弟都记得按时回家，没被盛爱催命，少了一次巨大的精神折磨。另外，忍无可忍的盛家贵终于忍不住问盛爱，天天吃同样的饭菜都腻了，能不能换别的菜式？盛爱一口应承，所以3兄弟吃的还算顺利。吃完之后，盛爱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并没有要求盛景3兄弟陪他看。3兄弟趁机出门，1分钟都不想看到盛爱。盛景和盛家贵去找苏丽竹谈判。就在刚才，盛家贵派去帝都的人带回了苏丽竹堕胎的证据。盛家贵的御用黑客也从网上搜集到了苏丽竹的各种黑料，包括他曾经改过名、整过容、一脚踏3船、去过白马会所等等。黑客甚至还找到了苏丽竹父亲出轨性骚扰女下属等证据。除此之外，盛景收到了盛天星的电话。盛天星说盛景桃花债缠身，处理不好的话将大难临头。这让盛景大惊失色，如坐针毡，缠着盛家贵，让他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帮自己解决苏丽竹这个大麻烦。在盛景看来，他所谓的桃花债肯定就是苏丽竹了。盛家贵也不想被盛景这个废物耽误了自己的要事，便带着盛景来到东方花园小区，约苏丽竹出来见面。然而苏丽竹强烈表示，我只想跟盛景谈，我不希望盛景的律师在场，见面地点由我决定，盛景一个人赴约。没办法，盛景只好一个人去指定的地点见苏丽竹。盛家贵则在附近等候。见到苏丽竹时，盛景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又在偷偷录音？苏丽竹目光飘忽，说话支支吾吾，没有，绝对没有。盛景冷笑，果然这个女人又来这一招。不过她现在也在偷偷录音，论来音的，谁能比得过她？他没再废话，拿出一叠资料放在苏丽竹面前，说得很客气，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当天晚上的事情就是一场误会。苏丽竹疑惑，什么误会？盛景诚恳地道，案发当晚你和我的工作人员都喝多了，当然你醉得比较厉害，我的工作人员相对来说好一点，却也没有那么清醒。当时你刚失恋，心情不好，喝醉后就把我的工作人员当成前男友，哭着求他留下来。我的工作人员没有答应，独自离开了酒店。只是离开之后，我的工作人员越想越不放心，担心你做傻事，加上他对你一见钟情，便又悄悄返回来，想确认你是否安全。你再次把他当成了前男友，不让他离开。他喝了酒，又喜欢你，一时间控制不住，跟你发生了关系。你睡醒之后被吓到了，以为自己遭到了侵犯，这才报警。但在经过了2天的休息，并看了心理医生后，你才回忆起当晚的细节。你胡说什么？苏丽竹又惊又怒，你竟然敢当着我这个受害者的面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你还有良知吗？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言论公开，世人的口水能淹死你？小苏，你好好看这些证据，看完了再说。盛景目光恶毒，说话却很温柔。你还没有从失恋以及睡错人的痛苦中走出来，时而清醒，时而失控，我完全能理解。所以咱们以证据说话。苏丽竹拿起那些资料，事实就是事实，如果存在我说谎的证据，肯定是假。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表情从愤怒转为震惊，而后变得惊慌不安。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搞来的？他在帝都医院的堕胎记录，他整容前的照片，他以前的名字，他曾经发在网上但已经删除的不雅照，他跟其他男人亲密的照片，还有他曾经在网上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一些不良言论。太可怕了，这些资料这么隐秘，为什么盛景能搞得到？如果这些资料传出去，他的名声就彻底完了。盛景微笑，目光如毒蛇一般，没有半点温度。你说的对，事实就是事实，无法造假。我保证这些证据都是真实的，经得起核查。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把这些资料公开，任由大众挑刺。不要！苏丽竹下意识大叫，千万不要！我不要这些资料被公开。虽然他觉得名声这种东西就是个屁，但他想嫁豪门和明星啊。盛景微笑，直勾勾地盯着苏丽竹。小苏，我的工作人员知道错了，他愿意向你道歉，并卖掉父母留给他的房子，给予你200万的赔偿。如果你愿意，他希望能和你结婚，所有的工资都上缴。他真的很喜欢你，你愿意原谅他吗？苏丽竹听得瞠目结舌，这个人怎么做得到一边威胁他，一边说得这么温柔和冠冕堂皇？他想骂人，并抄起桌上的水杯泼过去。他还想否认这些证据全部都是假的，但他不敢。半晌，他才红着眼睛，流着眼泪，哽着声音道：盛景，我真的很喜欢你，为了接近你和配得上你，我特意去整容，还花了很多钱去应援。我接受不了其他男人，只要你跟我登记结婚，这件事就能彻底解决，没有任何隐患。盛景露出嘲弄的表情，一副你在说梦话的表情。苏丽竹咬了咬唇，结结巴巴地道：我们可以隐婚，不举办婚礼，不公开婚讯，你可以继续对外宣称你是单身，我绝对配合你。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干涉你跟别的女人来往，我只要能留在你身边就行。还有，我们可以签署婚前协议。盛景笑了，你这是不打算演了？他的目光又变得阴狠。恶毒，你在选择我作为目标的时候就没有调查过我的背景吗？如果你真的清楚盛家是什么样的人家，一定不会试图给我下套。说到这里，他端起香槟，优雅地转动酒杯，轻抿一口。我不仅有你的黑料，还有你爸爸的黑料，这些黑料爆出来，你爸爸就当不了高管，你们家也将鸡犬不宁。苏丽竹咬唇，试图挣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把录音爆出去，咬定自己被侵犯，而你明明知情却伪装无辜，你在娱乐圈就别想混了，盛氏集团也将被你连累。盛景收起笑容，将杯里的香槟往花瓶里一泼，淡淡道：我有教养，我崇尚先礼后兵。如果你选择跟我拼了，我最多就是退圈，但我依然是豪门少爷，盛家依然有钱有势，但你们苏家，呵，他露出一个恶毒的笑容，而你们苏家必定一无所有。盛家贵从无线耳麦里收听盛景与苏丽竹的对话，一脸的不耐烦。废物就是废物，跟苏丽竹那种小角色也这么啰嗦。换了老子就一句话，要么他立刻发布声明，要么老子立刻曝光黑料。扯这么多做什么？他掐灭烟头，拿起手机搜索88元旅馆的新闻。他这2天要么在忙盛景的破事，要么被盛爱折磨的心力交瘁，根本顾不上江菜菜的事情，现在才有了一点空闲。相关新闻已经出来，陈旧旅馆起火，寻亲女孩英勇救人，内容跟原书相差不大。昨天凌晨2点左右，88元旅馆起火，江菜菜发现火情后大喊大叫，到处拍门和砸门，叫醒了很多住客，自己却因为体力不支并吸入烟气而晕倒。虽然旅馆因为距离消防所比较远被烧掉大半，但旅馆老板和所有住客安然无恙。江菜菜因此成为女英雄，上了海城电视台。在电视上，江菜菜坦白了自己的身世，希望能找到亲生父母，但她没有任何有关亲生父母的线索。大概因为这场火灾无人伤亡，加上整个网络都被盛景的丑闻和电诈集团的演唱会骗局图绑，旅馆起火的消息并没有引来媒体的关注，还是错过了最佳时机。盛家贵拿起一瓶威士忌，有一口没一口的喝。让我好好想想后面的剧情，寻找机会接触江菜菜。书里有一个恶毒的女配，名为江梦飞，是江菜菜的师姐。她心机深沉，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让我极为欣赏，故而印象深刻。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江菜菜去找师姐，跟师姐住了一段时间，一边工作一边寻亲。江梦飞从男主留给江菜菜的戒指中判断出，男主很可能来自帝都4大家族之一的娄家，从而起了贪念，想把男主占为己有。他偷走戒指，冒充江菜菜接近男主，甚至不惜一次次地谋杀江菜菜。呵，盛家贵笑得冷酷，很多具体的情节我都跳过去或者不记得了，但是只要找到这个江梦飞，推波助澜，助他拿下男主角，我就可以专心拿下江菜菜。他闭上眼睛，仔细回忆看过的内容。书里好像提过，
江梦飞住在海城一处高档小区，位于市中心的湖边。您为什么来这？我隐隐记得小区的名字很土豪。市中心的湖边都有哪些小区？他查了一下，天都豪庭，就是这个小区。江梦飞是个擦边主播，网名叫什么来着？我记得他的网名跟他的名字很像。他又想了好久才记起，好像是想入非非。他打开直播软件，输入想入非非。想入非非的直播间很快出现在他面前。想入非非画着精致的妆容，开着美颜，说话娇滴滴的，却不显得做作。哎呀，没想到这种面料的透光性这么差，居然让你们看到了我的黑色小内内。我要去换一件小内内才行，你们不许偷看。我没有红色的小内内了，不穿小内内。那不行，你们好坏啊！盛家贵面无表情的通知黑客，查一下这个想入非非的姓名和电话。几分钟后，黑客通知盛家贵，江梦飞，24岁，电话是。盛家贵确定这个江梦飞就是他要找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充值了20万，一口气打赏出去。直播间轰动了，江梦飞眼睛亮了，声音也拔高了几分，多谢人上人大哥。盛家贵没有发弹幕，而是直接发消息给对方，约吗？盛家贵太忙了，忘了去看时间。盛景也是，苏丽竹哭得很厉害，甚至都跪在他面前了，却还是不肯投降。盛景终于受够了，直接用私人助理的账号登录微博，并把苏丽竹的黑料上传到后台。不答应是吗？我现在就点发布。苏丽竹吓得心脏都快停止了，一屁股爬起来，一口价200万，钱到了我的账户上，我立刻发布澄清声明，明天一大早就去警局说明情况。果然，这天底下没有超能力做不到的事情。盛景不屑地想着，把盛家贵写好的澄清声明传给苏丽竹。我现在转钱给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然这起案子一定会变成重大刑事案件。苏丽竹听得出他这番话里的警告意味，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你放心，我一定说话算数。几分钟后，苏丽竹的银行账户收到200万。苏丽竹没敢愚弄盛景，当面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的澄清声明，同时把微型录音器放在盛景面前。景哥，我保证我以后不会再提这件事，也不会再拿这件事情来麻烦你，还请您大人大量，不要跟我计较。盛景拿起苏丽竹的微型录音器，掂了掂，淡淡道：我知道你还有辈分，但是没关系，我也有辈分。哪天你敢再威胁我和敲诈我，我一定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他抬手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苏丽竹看得脸色一白，身体一颤，抓起旁边的包包。您放心，我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您面前了。说完就站起来夺门而出。小样的，也敢跟我斗？盛景冷笑2声，打开微型录音器，打算听听里面都录到了什么。咦，录音器的开关在哪里？怎么找不到？是不是要接线什么的？盛景拿出手机和数据线，刚想连接录音器，耳边就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二哥，快11点了，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他吓得浑身一个哆嗦，手中的手机数据线和录音器掉在地上。小啊，你怎么来了？盛景僵硬的转身，抬头见到了人偶一般美丽却没有生命的盛爱。盛爱2颗黑洞洞的眼睛看着他：我来接二哥回家休息。已经晚上11点了。盛景哆哆嗦嗦地捡起地上的手机，按了按，只觉得眼前发黑。小爱，对不起，我的手机没电了，没有看到时间。你能原谅我吗？盛爱抓住他的手腕：明早罚你多跑2000米。2000米。盛景只觉得天都要塌了，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要不是盛爱抓住他的手抓得很牢，他大概走都走不动了。数分钟后，服务员过来收拾台面，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数据线。这是录音器吗？服务员捡起地上的东西，回到服务台。服务台查看监控，看是哪位客人落下的。然而这家咖啡店非常讲究隐私，店里的大多数区域都比较暗，监控只拍全景不拍细景，加上盛景进出都戴着口罩，走的也比较急，咖啡店实在联系不上他。怎么办呢？要不要先听听录音，看看里面是否有客人的联系方式？还是不要吧。店长想了想，先等2天，看客人会不会过来找数据线和录音。如果没有人来找，说明这个录音不是很重要，到时我们再一起听，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客人。盛景被盛爱抓回来的时候，假装睡着的盛家富和盛家贵把耳朵贴在门板上，聆听走廊的动静，心中暗爽。虽然都是难兄难弟，但盛景跟他们不是一个妈，为人又狡诈，他们心里都瞧不上盛景。盛景今天晚上真是被盛爱给吓到了，一个晚上没睡好。然后早上6点半开始的晨跑，他就跑得特别累，特别辛苦，特别痛苦，痛苦到全程跑在最后面，死活跟不上众人。中途更是停停走走，还有好几次坐在地上不动了。
但盛爱很体贴，不仅不催他，还停下来等他。二哥你不要急，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我们再接着跑。盛家富和盛家贵则悠然地在一边溜达，甩甩手，踢踢腿，顺便欣赏盛景的痛苦。盛景断断续续地跑了1个小时，好不容易才跑完5000米，结果还得因为昨天晚上回来的太晚的事情加跑2000米，就这2000米又让他用了整整半个小时。这里有一个问题，昨晚和他一起去见苏丽竹的盛家贵为什么没有被罚？那是因为盛家贵注意到时间的时候已经快晚上10点半了，他打盛景的电话打不通，便也没有浪费时间，一个人开车冲回盛家，最终赶在晚上11点之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就这样，盛家贵逃过了一劫，盛景则被虐得像一条死狗。待兄弟3人结束晨跑时，已是早上8点。兄弟3人匆匆吃完早餐后就跑去补眠，其他的暂时都顾不上了。还好，这个早上没有坏消息。苏丽竹昨天深夜发布的性侵案澄清声明爆了。今天早上，苏丽竹又发布了她去警局说明案情，希望警局撤案的视频。警局随后宣布，这起案子从刑事案件改为民事纠纷，犯罪嫌疑人也被改为行政拘留。加上盛家贵雇佣的水军造势，盛景的风评迅速被扭转。我就说吧，让子弹飞一会儿，各位不要急着站队，你们不听，这下被打脸了吧？美景真的是很好的人，女粉丝喝多了，他怕女粉丝出事，就自己掏钱送女粉丝去高级酒店过夜，一人一间房，又体贴又大方，谁能不爱呢？那些辱骂景哥的人呢？出来受死！我的美景啊，你终于洗清冤屈了，不容易啊！盛景的粉丝数量又升了，当然大部分都是买的。总之，盛景的危机看起来像是过去了。另一边，当红歌手周毅也在官方账号发表声明，决定为了粉丝的安全取消暹罗演唱会，官方通道即将开启退票活动，请粉丝有序进行退票。周毅这一波行为为他赢得了全网好感，人气飙升。当然，网上关于打击和铲平电北电诈园的呼声还是一浪高过一浪。警方表示正在调查，绝不姑息。睡醒的盛家富看到这些新闻，不以为然的笑笑，端起进口的猫屎咖啡，抿了一口后露出满足的表情。虽然他这次损失惨重，但他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只要他和盛家不倒，他就还能继续利用电诈园挣大钱。眼下他已经暂时切断了与电诈园的所有联系，还把专门用于与电诈人员联系的用他人身份证办卡的手机交给了贾三少。贾三少正在驾校校长的指导下，以他的名义开展活动。警方就算真的查到了线索，也只会查到贾三少头上。想抓他，下辈子吧。盛家富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海城警方收到一条绝密情报，仓库血案中神秘出现的三少很可能是盛家三子盛家富。局长惊得跳起来，消息来源可靠吗？那可是盛家，海城首富，名人之家，政坛新贵，有点风吹草动都会万众瞩目的那种人家。如果盛家人真的卷进电诈案，这必定是一起敏感的大案子，牵一发而动全身。刑警队长表情凝重，消息来源于帝都警局总部，真实性很高。我们下一步怎么行动？跟踪盛家富，还是先把盛家富叫来问话？局长，你有盛家富牵涉仓库血案或电诈的证据吗？刑警队长摇头，没有，所以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局长露出老谋深算的表情，这是一级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挑几个信得过的警员，暗中调查盛家富，在找到证据之前，绝对不能让盛家富察觉到警方已经盯上了他。另一边，盛家贵已经抵达天都豪庭，拨打江梦飞的电话。江梦飞被惊到了，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昨天晚上他在私信上答应了跟任上人见面，任上人说了一句明天去找你就消失，根本没问他的电话，他还担心任上人不来呢。我知道的多了。盛家贵道，我就在天都豪庭斜对面的川菜店9号包间，马上过来。说完他挂断电话，拿起筷子夹起一大片水煮牛肉放进嘴里，大快朵颐。平心而论，监狱里的饭菜其实并不难吃，就是油水太少，过于清淡，肉也不多，对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实在是吃不够。而他在书外的家比较清贫，没钱给他买好吃的，所以坐牢那些年，他总觉得饿，嘴里都要淡出鸟来，想吃大鱼大肉想疯了。川叔成为有钱人之后，他无肉不欢，喝酒喜欢烈的，抽烟喜欢呛的，吃东西也喜欢味道偏重的，这样才能让他感到他在活着。江梦飞走进包间时，就看到他在大吃大喝，当即心生几分不屑。这个男人长得确实不错，看起来也颇为有钱，但是哪个豪门大少爷会来这种小馆子吃川菜啊？还有，对方这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风格，更是与豪门大少爷的形象不沾边。还有，对方居然不等他这样的大美女到场就自己吃，太没有素养了。江梦飞这么想着，笑盈盈的打招呼：“你好，
我是江梦飞。既然人上人连他的住址和电话都知道，肯定也知道他的名字，直接报名得了。盛家贵拿起餐巾擦了擦嘴，淡淡道：坐吧，我今天要跟你谈江菜菜的事情。江梦飞微微蹙眉，在他对面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柠檬水。为什么要说菜菜的事情？你跟菜菜是什么关系？盛家贵微微轻身，将手机屏幕展示给他看。你先看这条新闻，88元旅馆起火，江菜菜英勇救人的新闻。江梦飞扫了几眼，我知道这件事，菜菜跟我说过了。盛家贵把手机收回来，江菜菜现在跟你住？江梦飞拨了拨微卷的刘海，她现在还在医院，明天出院后就暂时跟我住。怎么，你看上她了？是。盛家贵没有废话，但我找人算过了，她另有真命天子，命中注定的那种，我想把她抢过来不太容易，所以我需要你帮忙。江梦飞看着眼前这个高大强壮、英俊冷酷的有钱男人，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已经妒火狂燃，醋海生波。为什么江菜菜刚到海城就被这样的高富帅看上？这个高富帅为了江菜菜，甚至不惜跟别的男人抢。论脸蛋，论身材，论头脑，论哄男人，他哪一点比江菜菜差？从偏远无趣的小岛到繁华热闹的海城，他总是被江菜菜压一头。不甘，太不甘了。他心里这么想着，脸上依然挂着无懈可击的微笑。菜菜是我的师妹，你想要我帮你追菜菜，你得说出你的身份以及你到底想干什么。现在知道我的身份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盛家贵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江梦飞面前，这是1000万报酬，密码987654。如果你能把江菜菜命中注定的男人搞到手，让江菜菜与他有缘无分，我再给你1000万。1000万！江梦飞瞳孔蓦然放大，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一双保养得很漂亮的手更是蠢蠢欲动，恨不得马上将这张银行卡紧紧地攥在手中。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智，看得出来你有钱有势。他冷静地道：所以你为什么要找我这样的小网红？以你的本事，想找什么样的人帮你不行？这件事还非你不可。盛家贵从烟盒里抽出一支自己卷的烟，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不仅因为你是江菜菜的师姐，了解江菜菜，也被江菜菜信任着，也是因为你有才貌，有手段，有野心，你就是最好的人选。江梦飞微微挑眉，你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当然是在夸你。盛家贵一点都不避讳，都是同类，我知道你行。原书中，江菜菜要不是有主角光环，能被江梦飞搞死800回。江梦飞沉默片刻后，还是摇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无法信任你。你突然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去做我不了解的事情，我怕。盛家贵很清楚江梦飞这样的女人想要什么。旅馆起火的时候，江菜菜在自己的房间里救了一个身受重伤的男人。男人名为娄家，退役军人，正在被恐怖分子追杀。娄家获救之后，送给江菜菜一枚戒指，自己独自离开。正常的发展是，娄家在不久之后会根据这枚戒指找到江菜菜，两人恋爱结婚。你让我去聊一个被恐怖分子追杀的男人？江梦飞打断盛家贵的话，把银行卡挪回去。我爱钱，但我更爱命，这事我干不了。盛家贵又狠狠吸了一口烟，直视江梦飞，抛出重磅炸弹。娄家是帝都娄家失散多年的嫡长子，他不久之后就会认祖归宗，并成为娄家的继承人。帝都娄家，江梦飞的呼吸又变得急促起来，一双眼睛更是睁得大大的，眼底闪动着隐忍而狂热的光芒。你没有骗我，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嫁入豪门，帝都4大豪门中最神秘的娄家，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果能嫁进娄家，不管冒多大的险都值得。再说了，天朝上国的治安那么好，这里又是大都市，他怕啥？你还不值得我骗。盛家贵淡淡道：我们合作，江菜菜归我，娄家归你，事成之后我们还是陌生人，不相识，无过往。江梦飞拿起桌上的柠檬水，一口气灌进肚子，外加2000万报酬。盛家贵，是。江梦飞拿起那张银行卡塞进包里，而后坐直身体，表情变得严肃。你觉得我接下来怎么做最好？盛家贵，首先你要从江菜菜的嘴里了解清楚他跟娄家相偶时的过程和细节，最好亲自跑一趟88元旅馆，实地考察。我已经让人去买火灾后的88元旅馆，想办法让旅馆老板搬得远远的。娄家以后若是去旅馆打听江菜菜，就不会知道江菜菜的真实长相。其次，你要把娄家送给江菜菜的那枚戒指搞到手。再次，你需要冒充江菜菜，等待与娄家相遇的时机。慢着，江梦飞蹙眉，我怎么可能冒充得了江菜菜？我的意思是说，娄家既然见过江菜菜，我怎么冒充得了？你当然冒充得了。盛家贵回忆当晚他看到的情形以及书中的叙述。就我所知，娄家躲进江菜菜的房间时脸上有伤，
看得应该没有那么清楚。为了避免被恐怖分子发现，房间没有开灯，江菜菜只能靠着打火机或者窗外透进来的光芒给楼家包扎伤口。他也没能看清楚楼家的面容。旅馆刚起火，楼家就独自离开，以此引走恐怖分子。细节究竟如何，你得想办法套江菜菜的话。楼家是特种兵出身，本人也是狠角色，你不能在他的面前露出破绽。原书就是一本狗血言情文，并没有那么讲究逻辑。我明白了。江梦飞的口气变得兴奋起来。菜菜在救人的时候吸入烟气，眼睛也被烟气给熏伤。我去医院看他时，他的眼睛缠着纱布。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没有露出过全脸，也只说自己姓江。我的脸型跟江菜菜差不多，五官也有3、4分相似，要冒充那个在旅馆里救了楼家的女孩，并非没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盛家贵道，你是聪明人，怎么做你心里有数，不用我教你。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犯低级错误，努力不犯高级错误。江梦飞说到这里，微微一顿，楼家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你对楼家了解的太多，就不符合江菜菜的身份了。盛家贵也没有多说，至于楼家什么时候再次出现，我也不确定，只知道在不久之后。江梦飞对盛家贵其实是抱有戒心的，毕竟这个男人对他对江菜菜对楼家了解的太多了，似乎还能预测未来的事情。但他是个聪明人，懂得好奇害死猫以及富贵险中求的道理，所以他没有再追问，只是端起酒杯，合作愉快。盛家贵，合作愉快。一杯酒落肚，江梦飞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盛家贵，4少。盛天星回海城的当天下午，盛景叫上2个交情不错的流量明星一起去机场接盛天星。盛天星见到盛景后惊讶不已，二哥，几天不见，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气色还这么差？你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网上那些谣言不至于把你折磨成这样吧？盛天星和盛景虽然不是同母所生，但他跟很多女孩一样是颜控，喜欢追星，加上盛景对他不错，两人的关系就特别好。盛天星真心希望盛景能爬到娱乐圈的顶端，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帮到他。盛景看了看旁边的哥们，没敢直接提盛爱，只敢凑近盛天星的耳边，低声道：“还不是被盛爱折磨的。”提到盛爱，盛天星漂亮的眼睛里就不可遏制的闪过妒忌和怨恨之色。他跟盛爱只差1岁，还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凭什么盛爱样样比他出色？从身高身材脸蛋到智商学业才艺到人缘名声等等，盛爱都压他一头。就连爸爸妈妈和哥哥们也疼爱盛爱胜过疼他。他小时候真的恨死了盛爱，处处跟盛爱作对，偷偷撕烂盛爱的设计稿，把盛爱推下楼，往盛爱的水果里扎针，把盛爱的猫扔进河里。偏偏盛爱被保护得很好，每次都能毫发无伤。更恶心的是，盛爱明知是他坑的他，却总是摆出一副妹妹年纪比我小，我不会跟妹妹计较的圣母样，一次次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原谅他，搞得所有人都说他不懂事，性格扭曲，跟盛爱相比差远了。他愈发厌恶盛爱，愈发针对盛爱，直到7岁那年，他把硫酸泼到盛爱脸上，导致盛爱的耳朵被烧伤。爸爸妈妈被吓到了，这才偷偷地告诉他，小爱从出生起就患了怪病，只能活到18岁。爸妈请大师给小爱算过命，大师说小爱过得越好，咱们全家过得越好，反之小爱过得不好，咱们全家也会过得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和哥哥们才会这么宠他。但在全家人的心里，小爱不过是一个活着的死人，只有你才是盛家唯一的千金。反正小爱活到18岁就死了，不会跟你抢任何东西，你何必跟他计较？听到爸爸妈妈这么说，他终于释怀，真诚地向盛爱道歉，表示姐姐那么爱我，我却处处跟姐姐作对，是我太不懂事了。我保证，我以后都听姐姐的，姐姐说什么就是什么，姐姐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绝对没有一丝抱怨。从那之后，他和盛爱的感情就特别好，所有人都羡慕他们姐妹情深。只有他知道，他一直在等盛爱年满18岁，然后送盛爱上西天。直到盛爱年满18岁的前3天，爸爸妈妈才告诉他更深的内情，盛爱就是我们专门生来养来献给光照会的祭品。光照会想要一个足够纯洁、足够优秀、没有瑕疵的少女作为祭品，我们一直在依照这个标准培养盛爱。只要我们向光照会献上盛爱，光照会就会给我们想要的一切。他问爸爸妈妈，祭品会有什么样的下场？爸爸妈妈笑了，跟传说中的一样。他满足了，满意了，而后打打扮扮的漂漂亮亮的，跟全家踏上前往丑国狂欢岛的专机，一起为盛爱的18岁生日庆祝。结果也如同爸爸妈妈所期待的一样，盛家得到了足够的回报，他也得到了天机道长的真传，拥有了一身惊人的玄学之才，引无数名流和权贵竞相攀交。此时此刻，盛天星听到盛景把盛爱吹得天花乱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再见盛爱。他再也不用装了，
不用演了。爸爸妈妈的意思呢？他问，他们想留下圣爱吗？怎么可能？盛景表示，爸爸妈妈说他们在丑国那边打探过了，狂欢岛和光照会还不知道圣爱逃走了，更不知道圣爱回圣家了。他们让咱们兄妹看好圣爱，绝对不能让圣爱的存在被外界所知。如果可能，就想尽一切办法让圣爱彻底消失。盛天星露出甜美的笑容，那我是不是可以亲手弄死圣爱了？盛景目光复杂，如果你做得到的话，那就试试吧。他们都试过，然后被吓出一地的心理阴影。既然都是一家人，那就不能只有他们3人被虐。盛天星很有信心，看我的，这天底下哪有打不死撞不死的生物，无非就是这些臭男人于心不忍，舍不得下重手罢了。换我来，我什么手都能下得了。就这样，一行4人上车，前往高级餐厅用餐。席间，盛天星给盛景的2个明星朋友各算了一卦，又卖给对方2张转运符。吃的差不多以后，盛景的朋友想叫几个圈里的朋友出来玩，换一个地方继续嗨。盛天星很高兴，拍着小手道：好啊好啊，人越多越好，我喜欢热闹。盛景却摇头，晚上7点半要全家一起吃晚饭，我和星星现在就要回去了，不然待会儿遇到下班堵车，8成会迟到。2个朋友都觉得难以理解，盛景却是叹气，不回去不行，这是家规。盛天星撅嘴，你怕你现在回去，我不怕，我不回。不回去的话，盛爱肯定会过来抓你。盛景凑近盛天星的耳边，低声劝道，你也不希望盛爱在公开场合出现吧？盛天星郁闷了片刻后，恨恨地道，好，我回去，回去抹除那个怪物。盛景的2个朋友有心跟盛家套近乎，表示想去盛家玩。盛爱在家，盛景哪里敢让朋友去家里？就这，双方分开。盛天星开着超跑和盛景一起回家。为什么是盛天星开车而不是盛景开车？因为盛景的双腿这几天跑得太多，肌肉酸疼，连踩刹车都不是那么灵活了，实在不方便开车。另一边，盛爱已经听说了盛天星要回来，太阳刚落山就到别墅大门口等候。傍晚7点多钟的时候，天色将暗未暗，一辆红色超跑从长长的坡道下方驰来。盛爱脸上露出完美的笑容，星星回来了。站在他身后侧的刘管家面露诧异，离得这么远，跑车又没有敞篷，5小姐怎么知道车里坐的是6小姐？跑车如风驰来，转眼已在200米开外。盛天星一眼就看到了大门前的盛爱，目光顿时变得怨恨起来。季生瑜，何生亮。他眯起眼睛，用力踩下油门，疯了一样的朝盛爱冲过去。跑车狠狠地撞到了盛爱，不，没撞到。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所有人只看到行驶中的超跑就这样静静地停了下来，车头贴着盛爱的身体，甚至连刹车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就如同时间停止了一般，超跑不动了。盛爱的姿势也没有任何改变，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飞起来。刘管家目瞪口呆，盛天星也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疯狂地踩油门，但是没用，车子就像彻底报废了一样，连轮胎都没有转动。星星，你想开车撞姐姐吗？盛爱说话了，声音如同 AI 问答一般，透过防弹玻璃清晰地传进车里。坐在后车厢的盛景已经猫下腰来，用椅背挡住自己的身体，生怕被盛爱盯上。盛天星看着一窗之隔的盛爱，说不出话来。这个盛爱真的是怪物，如同哥哥们说的一样，打不死，撞不死。他现在该怎么办？盛爱不见盛天星回答，飘到驾驶位边，拉开车门，直勾勾地盯着盛天星。星星，你刚才是想撞姐姐吗？不是。盛天星条件反射般的回道，我没有故意撞姐姐，是车子出了问题，刹车失灵，不知是不是错觉。盛天星觉得盛爱就像一座正在飞速融化的冰山，浑身散发着丝丝缕缕的寒气，迅速侵入他的肌肤骨髓。星星，你说过再也不骗姐姐，什么都听姐姐的，但你说谎了，刹车没有失灵，车子没有问题。盛天星抱住双臂，不住地打哆嗦，我没有。好冷啊，6月下旬的傍晚怎么这么冷呢？盛爱直勾勾地看着盛天星，你说过如果你欺骗姐姐就天打雷劈，雷要劈你了，不知是不是错觉。盛天星隐隐听到头顶上有电流在滋滋作响，就像雷电正在汇聚。危险！身为玄学大佬，盛天星对危险拥有强烈的直觉或预感，现在他就感受到了大事不妙。怎么办？情急之中，他近乎本能地转动方向盘，连车门都没有关就踩下油门，快速倒车。后退10几米后，他踩下油门，以不快不慢的车速朝盛家大门旁边的围墙撞去。砰！车头撞在墙壁上，墙皮裂了，
车头凹了。姐姐你看，车子真的坏了，失灵了。盛天星猛踩刹车，转动方向盘，车子没有反应。我没有骗你。头顶上的电流声消失了。盛爱露出笑容，星星没有骗姐姐。下车吧，晚饭准备的差不多了。盛天星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盛景则看得目瞪口呆，这样都行？盛天星平复心跳，扶着车门下车。在盛爱准备走进大门的时候，盛天星叫了一声：姐姐，你脸上好像有什么东西，让我看看。盛爱没动，任由盛天星打量。盛天星集中注意力，将全身所有的灵力都汇聚在眼睛之上，凝目看向盛爱的眼睛。在场的其他4人，盛景、刘管家以及站在前庭大树下的盛家父盛家贵，一看盛天星的样子，就知道他在给盛爱看相，无不屏住呼吸，等待盛天星的判定。仅仅过了几秒，就听得盛天星尖叫一声啊，而后双手捂住眼睛，踉跄后退，接着倒在地上。星星你怎么了？盛景冲过去，担心的扶住盛天星。盛天星捂着眼睛，一脸痛苦的摇头，没什么，可能是我的眼睛进了沙子，有点疼。就在刚才，他看向盛爱眼睛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预兆，只看到了无尽的纯粹的黑暗。那种黑暗如同深不见底的深渊，更如同吸引和摧毁一切的黑洞，将他的目光牢牢锁住，吸向没有尽头的黑暗深处。他想闭上眼睛，却发现怎么用力都闭不上。他感到他似乎在黑暗中飘了很久，久到似乎要彻底迷失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直至本能的巨大的恐惧以及眼睛传来的疼痛，才令他恢复了一丝意识。他当机立断，用仅存的力气抬起双手捂住眼睛，这才摆脱了仿佛来自黑暗的诅咒。前庭的大树下，盛家贵点燃一根烟，狠狠吸了一口。我就说吧，盛天星回来了又怎么样？求人不如求己，靠人不如靠己。他上辈子就没指望过任何人，这辈子穿书成豪门少爷，他也没指望过任何人。盛家父先是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而后扶了扶眼镜，未必。星星真不行的话，不是还有天机道长吗？天机道长可是真正的高人，星星不过是得了他3-4分真传而已。盛家贵冷笑2声，往主楼走去。大门口，盛天星休息了几分钟后，感到眼睛好受了一些，这才把双手移开。眼睛依然微微作疼，视线有些模糊。怎么会这样呢？他给人看相已有1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难道是他的能力失效了？不对，他想起来了，他今天上午去机场之前，曾经给一位闻讯赶来的名媛算卦。抵达海城后，他又给二哥的2位明星朋友看了面相，也就是说，他一天最多只能看3次面相卦象的名额已经用完了。一定是他在名额用完之后，还强行给盛爱看相，这才遭到反噬。没错，一定是这样。还好，师傅说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休息2-3天就好。盛天星暗暗松了一口气，在盛景的搀扶下，慢慢走进盛家大门。等他坐在餐桌边的时候，他的眼睛总算恢复了正常。盛爱坐在盛天星的对面，关切地道：星星，我让厨房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牛奶燕窝、鲜炖花椒以及佛跳墙，刚刚做好的，你赶紧尝尝。盛天星惊魂未定，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好。然而在经历了刚才那诡异的一幕后，他哪里还有胃口？他心不在焉，有一口没一口中的吃着，不时把碗里的食材夹出来放进装骨头的碟子里。有些食材他只咬了一口就扔掉。盛爱看着他：星星，饭菜的分量并不多，你不能浪费哦。盛天星心里突然就火了，下意识地道：我浪费又怎么样？我们盛家还缺这点钱啊。盛爱，盛家家规，不能浪费食物。姐姐罚你看1个小时的饥荒纪录片，外加3000字手写检讨。你敢？盛天星坐起来，怒视盛爱：你又不是我爸我妈，凭什么管我吃什么和吃多少？盛家父抬眼，一边喝汤一边看戏。盛家贵面无表情，安静品尝大鱼大肉。只是盛景脸色煞白，扯了扯盛天星的衣袖，示意他冷静。盛天星毕竟年纪小，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加上他从小到大都被盛爱压了一头，心里怨气极重，终究还是不懂得隐忍，没把盛景的警告放在眼里。盛爱黑洞洞的眼睛看着盛天星：星星，你曾经说过你什么都听姐姐的，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说话不算数又怎么样？盛天星微抬下巴，一脸挑衅：你杀了我吗？盛爱从小到大都是公认的天使，美丽、善良、温柔、体贴，乐于助人。哪怕是最没有教养的老太婆和成天只会抽烟打架的小混混，都这么夸她。盛天星一直想将盛爱从道德的制高点拉下来，让所有人知道盛爱也会打人害人，根本不是什么天使。我怎么会杀了我最爱的妹妹小星星呢？盛爱说的如同 AI 一般，
只是你说过骗我就天打雷劈，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你也不能例外。盛爱刚说完，盛天星的头上就隐隐传来滋滋的电流声，他惊恐的抬头，看到头顶上出现了一小团乌云。是乌云吗？如同一团黑色的雾气，若有似无，看不清楚。然而强烈的危机感已经涌上心头，令他头皮发麻，心里发怵。我开玩笑的。他条件反射般的坐下来，用筷子夹起碟子里被他扔掉的食材，塞进嘴里，快速咀嚼和吞下。姐姐专门为我准备的晚餐，我怎么可能不吃光呢？扔掉的食物又捡起来吃。盛天星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没有这么憋屈过。十几分钟后，盛天星终于吃完了属于他的那一份饭菜，抬头微笑：姐姐，你也吃完了？我倒一杯水给你吧。盛爱露出笑容：谢谢。盛天星走到盛爱身后的饮水机旁边，拿起杯子倒了一杯水，恭恭敬敬地放在盛爱面前。姐姐，请喝水。盛家三兄弟，刚才发生了那么诡异的事情，盛天星还想拿一杯开水去算计盛爱，真是天真的可怕。陈爱端起水杯：谢谢。盛天星笑了。温度高达100度的开水，盛爱等着口腔被烫烂吧，变成哑巴最好。在他得意的目光中，盛爱很快就喝完了那杯水，将杯子放在一边。星星，晚上8点了，你陪姐姐一起追剧吧。盛天星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盛爱还是人吗？100度的开水啊！盛爱就像喝凉白开一样喝完了，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真是见鬼了。盛景三兄弟也吃完了饭菜，一脸淡定地放下餐具。星星，你就陪小爱看电视吧。是啊，你不陪小爱看电视，小爱会难过的。我们怎么能让小爱难过呢？盛爱也拉着盛天星的手，今晚有二哥演的偶像剧，我们赶紧去看。盛天星打了一个哆嗦，盛爱的皮肤怎么没有弹性，也没有温度，简直不像是正常人的皮肤。还有，盛爱的皮肤居然没有光泽，太诡异了。因为这种诡异感，盛天星没敢甩开盛爱的手，就这样被盛爱拉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盛景三兄弟则趁机溜了。盛景去上台词课了。为什么去上台词课？因为他要赚积分。依照狗系统的赚分标准，他上表演课是可以获得积分的。请的老师水平越高，他学得越认真，收获越大，积分越多。但积分再多，学习1小时最多也只能赚2-3个积分。换了以前的他，肯定看不上这点积分。但他现在缺积分啊，而且他刚刚经历了一场舆论危机，暂时不适合太高调，很多通告都推了。经纪人也建议他全力争取大导的电影，用作品说话。想到过几天就要去试镜大导的电影了，他决定这几天什么都不干了，专心上表演课，一边赚点积分，一边抱下佛脚。最重要的是，他接的剧质量越高，口碑和成绩越好，他得到的积分越多。譬如他在大导的大 IP 剧里扮演重要配角，获得300500积分，扮演主角获得600800积分。如果他饰演主角的大制作电影获得高票房，将另外获得数百积分等等。所以他一定要参演大导的电影，实在不行他就砸钱参与投资。盛景在小区附近上表演课的时候，盛家富去跟投资圈的大佬们喝茶，顺便讨论一下合作的事情。说起来他也是与众不同，他不喜欢投资正经生意，因为正经生意赚钱太慢太少，他看不上。还有他前世做投资，投的正经生意都亏本，只有投资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才赚钱。这一世他更加喜欢投资见不得光的暴利行业，电诈、高利贷、线上赌博，又赚钱又刺激又有成就感。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他也会公开投资一些公益项目或正经生意。比如这几天出了这么多事情，他决定暂停那些地下行当，多参与正经勾当。至于盛家贵，江菜菜今天出院，住进江梦飞租住的公寓，他要跟江梦飞扮演一场英雄救美的戏，从而跟江菜菜搭上线。什么戏？就是找人扮演江梦飞的房东。今天晚上房东知道江梦飞带了一个姑娘住进来，便跑去找江梦飞，要求江梦飞加钱。江梦飞不肯答应，就跟房东吵起来。房东表示，你师妹不交租，立刻滚出去，不然你也一起滚。此时刚刚在江梦飞对面租下公寓的他正好下班回来，见状拔刀相助，用自己的专业成功震慑了房东。房东灰溜溜走了，再也不敢提加租的事情。这么一来，他就能名正言顺毫无破绽地跟江菜菜认识，并给江菜菜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又因为住在对面的缘故，他会时不时地遇到江菜菜打声招呼。当然他会把握好相识的度，既不会过于殷勤，也不会过于冷淡。在这个度上他对自己很有信心，毕竟他在书外坐牢那10年，也算得上是牢里的模范和班长了。狱警们对他的评价不错，
犯人们更是信任他。他就不信以他的条件和人情世故，会拿不下江菜菜那个小丫头。兄弟三人都溜了，剩下的盛天星就难受了。首先，他受不了那个如同死人一般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的盛爱。其次，盛爱非看不可的那部偶像剧是重播，网上已经播完了，他早就看完了，实在不想再看第3遍。再次，他很累了，他想洗澡，想玩手机，想回复他的大客户们，但盛爱不让。只要他分心，盛爱就说：星星，你不想跟姐姐看剧吗？然后他就慌了。这样的煎熬估计要持续到2集电视剧播完，太痛苦了。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小心翼翼地问盛爱：姐姐，我能接电话吗？盛爱：可以，但声音要小，不可以吵到别人。盛天星：我可以去别的地方接电话吗？盛爱缓缓转头看他：你打的电话有什么是姐姐不能听的吗？盛天星心头一凛：没什么不能听，只是怕打扰你而已。我现在就接。他滑下接听键：小颖，什么事？来自帝都的10家九爷。他惊呼，声音微颤：不是听说他很低调，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吗？怎么会跑到海城来参加小贝的生日宴？原来是这样，太好了，我当然要参加。明天晚上是吗？我一定会准时出席。打完电话后，他双手握着手机，激动的双颊发红。然后他想到什么，看向盛爱：姐姐，我明天晚上要参加小颖妈妈的生日宴会。小颖你也认识的，小你一届，我的同班同学，也住在九世山庄。我明晚可以不用在家里吃饭吗？小颖啊，我当然记得。盛爱点头，我也认识她的妈妈，她的妈妈每次见到我都跟我打招呼。她过生日，我也应该去的。明天晚上我跟你一起去吧。啊？盛天星呆住了，你也去？你去不合适吧？立刻，盛天星只觉得一股凉意从盛爱的身上传来，渗入他的肌肤，令他起了鸡皮疙瘩。星星，你不想姐姐跟你一起参加朋友家的生日宴会吗？盛爱用黑洞洞的眼睛注视盛天星。以前你最喜欢跟姐姐参加朋友聚会了。盛天星被盛爱盯得毛骨悚然，条件反射地道：想，我想跟姐姐参加石阿姨的生日宴。盛爱露出笑容：这才是我的好妹妹。说完他转回脑袋，继续一动不动地看电视。盛天星长长松了一口气，抚了抚胸口，感觉又逃过一劫。但随后他越想越不安，如果盛爱跟他去参加石阿姨的生日宴，必然会被在场的宾客看到，到时盛爱的存在就要隐瞒不住了。他偷偷瞥了盛爱2眼，确定盛爱的注意力都放在电视上之后，他悄悄给妈妈发消息，说了盛爱非要跟他参加生日宴的事情。杭威过了好几分钟才回复：既然你们都拿他没有办法，那就让他去吧。你可以说生日宴上有你喜欢的男人，求他不要说话，不要打扮，不要接触男人，免得坏了你的好事。盛天星眼睛微微一亮，还是妈妈聪明，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想了想，盛天星又问：妈妈，你有办法让盛爱消失吗？当然有，等妈妈回去再说。妈妈万岁。结束对话后，盛天星又强忍着不适，坚持陪盛爱看完了2集偶像剧，这才对盛爱撒娇：姐姐，石阿姨的生日宴上会来很多客人，其中有一名贵客是我梦想中的完美男人，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他认识，吸引他的注意。但是你知道的，你样样都比我好，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男人都会被你的魅力吸引而忽略我。所以明天晚上的生日宴，你能不能戴面纱，不要说话，不要打扮，我就说你刚从国外回来，水土不服，患了感冒和皮肤过敏，好不好吗？盛爱看向盛天星：我们家小星星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孩，一点都不比姐姐差。盛天星说的可怜巴巴的：我知道在姐姐眼中，我样样都是最好的，我也对自己有信心，但我对男人没有信心。姐姐，你这么疼我，就答应我吗？好不好？盛爱摸了摸盛天星的头，觉得你不是最好的女孩的男人，配不上你。盛天星被盛爱摸得头皮发麻，全身不适，却还得继续撒娇。可是他还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有多好啊。姐姐，我真的很向往那个男人。好姐姐，最疼爱我的姐姐，你就帮帮我吗？盛爱终于点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姐姐就答应你。盛天星露出甜甜的笑容，谢谢姐姐。熬到这里，盛天星的磨难也暂时结束了。他和盛爱上楼，在走廊告别。一进房间，盛天星就关紧房门，捂着心口暗道：喵的，早知道盛爱如此恐惧，我就在帝都多待几天，不会跟这个瘟神对上了。不过我若是不早点回来，明天晚上就没有机会见到九爷了。想到九爷，他忍不住双手捂住双颊，眼泛桃花。曾经他的目标是嫁给娱乐圈最帅的男明星，直到有一次，他无意中见到了帝都最神秘最有地位的贵公子九爷。虽然隔着20-30米，
以及攒动的人头，他看得没有那么清楚。然而惊鸿一瞥，九爷宛如神奇下凡一般的风华，令他芳心萌动，难以自持。只是那时的盛家与石家差距太大，九爷不是他能肖想的。但现在盛家已经爬到了金字塔的顶层，他应该能配得上九爷了。带着这样的幻想，盛天星抱着抱枕辗转反侧，直到后半夜才陷入梦乡。梦里什么都有，而后他被走廊里传来的钟声给吵醒了。其实主楼里每一间卧室的隔音都很好，很难被外面的声音吵到。然而走廊里传来的可是落地挂钟的声音，响亮而悠长，当，如同水波一般蔓延开来，一次次传进盛天星的耳里。盛天星简直要疯了，他坐起来掀开被子大吼，谁大清早的这么吵，谁不让我睡好我就宰了谁。门开了，盛爱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星星该起床晨跑了。跑你妈的跑！盛天星大骂，有谁早上6点多就起来晨跑的？有病啊，想当职业运动啊。眼前一花，盛爱已经出现在他的床边。星星，晨跑有利健康，还有全家一起晨跑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你不想跟姐姐一起晨跑吗？盛天星又感受到了盛爱身上传来的寒意。我想跟姐姐一起晨跑。就这样，刚满18岁的盛天星平生第一次参加这么长的晨跑，5000米啊！男人倒也罢了，但她是一个娇滴滴的千金小姐啊，昨天晚上睡得又不够，哪里能跑得了5000米？晨跑的过程中，她数次都想死在跑道上算了，最后还是几个哥哥轮流扶着她走，甚至是架着她走，她才勉强走完了全程。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盛天星双手扶着盛家别墅的大铁门，瘫跪在地上，累得几乎晕死过去。他发誓，等他恢复灵力，他一定做法弄死盛爱。盛景三兄弟则一脸淡定地看着他，悠然地喝水。出现了一个比他们还惨的人，他们心里平衡了不少。盛天星吃完早餐后就拉好窗帘，关掉手机，往床上一躺，闭上眼睛，当晨跑的事情只是一场噩梦，他其实还在睡梦中。等他一口气睡到下午2点多，盛爱又出现在他面前，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双没有生气的眼睛。星星，我们去逛街吧。盛天星简直要崩溃了，大热天的去逛什么街啊？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他有自己的直播间，这几天他一直在帝都忙碌，都没能进行直播。直播可以增加他的人气和知名度，然后吸引网民和粉丝去天机道观上香。天机道观已经破落多年，非常需要世人的供养。盛爱无动于衷，星星，你说过跟姐姐逛街很快乐，你不想跟姐姐去逛街吗？还有，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参加石阿姨的生日宴，正好去买礼物。盛天星，他挤出笑容，举手投降。好，我跟姐姐去逛街。其实他不是不喜欢逛街，而是不喜欢跟盛爱上街，尤其是不喜欢跟这样诡异的如同 AI 机器人一般的盛爱上街。跟这样的盛爱逛街实在是太痛苦了。从下午3点到傍晚6点，因为晨跑5000米的缘故，他的双腿都是酸得疼得软的，却不得不跟着盛爱在大型商场里逛了3个小时。盛爱不停地让他试衣服，是鞋子，是珠宝。盛爱不停地买东西给他，却由他付钱。他前前后后付了500-600万。虽然他不差钱，但盛爱买给他的东西都是他不需要或者他不喜欢的。还有，盛爱打扮成那样，不知引来多少好奇的目光和窃窃私语，让他觉得好丢脸。好不容易离开商场，坐进车里的时候，盛天星觉得自己身心俱备，半条命都快没了。也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3个哥哥见到盛爱就像见到鬼一样。总之，煎熬的逛街时间结束了。等盛天星回到家里，洗完澡，换完衣服，盛景三兄弟也回来了。回来做什么？吃晚饭。说到这个，盛景三兄弟又是一肚子火。盛爱要跟盛天星去参加宴会，不在家里吃晚饭，却还要求他们3人按时回家吃晚饭，这算个什么事？盛爱的说法是，跟家人一起吃晚饭是最快乐的事情。虽然我和星星不在家里吃饭，但哥哥们一起吃饭也是快乐的。兄弟3人又在心里把盛爱骂了一遍。盛爱出门前还叮嘱他们，吃饭要吃完，不能浪费食物。兄弟3人恨恨地在心里道，我们就浪费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想是这么想，但兄弟3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吃完了盛家吩咐厨房给他们准备的饭菜，生怕浪费一根青菜都会引来盛爱，然后被罚看1个小时的饥荒纪录片，外加手写3000字感想。在他们被迫完成吃饭任务的时候，扎着花苞头穿着白色希腊女神裙的盛天星和戴着面纱穿着长袖长裙的盛爱也踏进了张家的客厅。瞬间，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2人身上。没办法，盛天星长得太漂亮了，又是当前最红的玄学大师，
她的出现就像公主驾临，光彩夺目，让人无法忽视。但这种瞩目只持续了短短片刻，众人的目光就移到了盛天星身侧的面纱女孩身上。女孩比盛天星高半个头，虽然看不到面容，但她的身材气质仪态无可挑剔。哪怕她不戴珠宝，不做发型，不摆造型，穿的也不是名品新款，依然如同天边的弯月一般，再多的星光也无法掩饰她的风华。盛天星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眼底闪过妒与怒的火。又是这样，不管是生还是死，只要盛爱出现在他身边，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盛爱身上，太可恨了。天星，你来了，好久没见你了，你更漂亮了。听说你算命很准，今晚能不能帮我算算？很多年轻男女过来跟盛天星打招呼，盛天星才跟他们聊了几句，就有男人把话题引到盛爱身上。这位美女跟你一起来的，是你的朋友吗？盛天星心里恨不得说她是我的奴才，嘴上却笑着说她是我的吴姐姐。她刚从国外回来，因为水土不服的缘故，咽喉发炎，皮肤过敏，暂时不便说话，不便露脸，还请你们体谅，今天晚上就不要跟我吴姐姐说话了。盛爱冲众人点头，当作打招呼。众人也礼貌的回应，原来是武小姐。有年轻男人殷勤地道，我认识厉害的医生，要不晚宴结束后，我带武小姐去看看，保证一夜过后就好的差不多了。不用了。盛天星忍着妒忌和厌恶，握住盛爱死人般没有弹性没有温度的手。我的吴姐姐社恐，跟女生说几句还行，跟男人打交道对她来说有点可怕。他看向盛爱，姐姐，你说是吧？他跟盛爱说好了的，今天晚上不能抢他的风头。盛爱点头，星星说的对。盛天星笑笑，我们去给石阿姨送礼。石倩是石家人，她想嫁入石家，当然要跟石家人套近乎。石倩对盛天星很亲切，却没有显得特别热情，倒是多看了安静的盛爱几眼。盛天星注意到了这一点，对盛爱愈发厌恶和憎恨。双方聊了几句后，石倩招呼其他客人去了，小影便带着盛天星和盛爱到处走走，跟认识或不认识的宾客打招呼。盛天星暗中打量四周，九爷怎么还没来？他刚想问小影，就听到前面传来骚动，帝都的九爷来了，快！盛天星心中一喜，踏上旁边的台阶，朝客厅入口看去。这次他看得很清楚，传说中的石家九爷当然长得很好，简直没有瑕疵的那种，但是用英俊帅气、美貌出众、迷人等等泛滥成灾的词来形容他，简直是对他的不尊重。俊美、尊贵、优雅等词或许可以勉强形容他，但是或者与本质和本能有关。盛天星看到石家九爷微笑着跟众人打招呼时，第一感觉竟是神性。是的，神性。他居然在一个凡人的身上看到了神性这种东西。那个男人看向众人的时候，眉眼之间似乎带着一种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慈悲。慈悲。盛天星只在古老的寺庙里见过古老神像的眼神散发着名为慈悲为怀的气质，还有那个男人的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让人只敢远观不敢亵渎的圣洁气息，而这种气息盛天星却是见过的，在盛爱身上见过。事实上，很多人都说盛爱身上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之美，碰他一下都怕弄脏了他。盛天星每次听到这样的评论，对盛爱的厌恶妒忌就增加一分。那可是圣洁啊，普通人也配得上这个词。然而现在他又在一个男人身上见到了这样的气质，这样的气质一时间竟然让他心生胆怯，望而却步。哪怕九爷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到了他的身边，他都没能反应过来。九叔公，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盛天星，也是有名的玄学大师，看相和算命很准的哦。就是他帮我算了一卦，才让我在高考时避开了交通意外，顺利完成高考。天星，这是我的九叔公。直到小影的声音传进里，盛天星才回过神来，红着脸忙不迭地伸手，九叔公你好，我是盛天星，久仰您的大名，如今一见，名不虚传。刚说完他就懊恼，他想嫁给九爷，怎么能叫九爷为九叔公呢？这么叫简直就像小辈在拜见长辈，哪里适合谈情说爱。原来是盛小姐。九爷礼貌地握了握盛天星伸过来的手，不过1秒就松开。盛天星心里有些失望，他还想多握几秒，感受一下九爷的肌肤手感和温度，但也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九爷戴着薄薄的丝滑如肌肤的手套，如果不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于是他才想起传闻中九爷不喜欢与人有肢体接触，看来是真的。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九爷已经看向他的身体，注视着一动不动的盛爱。请问这位姑娘是？盛天星听的脸色就是一变，不太好看了。九爷这么问，难道是对盛爱感兴趣？他早就听闻九爷并不喜欢交际，很少会主动与他人接触，怎么会主动问起盛爱？而他又要怎么介绍？在他犹豫的时候，
小影已经恭敬地开口了：“九叔公，这位是盛天星的姐姐，叫……”盛爱彬彬有礼地开口了：“我叫盛爱。”盛天星杀人般的眼神看向盛爱，盛爱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自报姓名，这下所有人都知道盛爱就在盛家了。原来是盛爱小姐。九爷笑笑，伸手：“我是19，来自帝都，勉强算是科学家，很荣幸能认识你。”现场瞬间安静了数秒，众人都用惊讶的目光扫视19和盛爱。圈外的人肯定理解不了他们的惊讶，但圈里的人都知道，九爷身份尊贵，社会地位极高，一向都是别人主动跟他打招呼，很少有谁能让他主动打招呼。另外，九爷喜欢独来独往，很少主动跟人招呼，更不会主动跟人握手。然而今天晚上，九爷竟然主动向一个戴着面纱的小姑娘主动握手，还使用了荣幸这种词，简直闻所未闻。惊讶过后，就有人流露出或羡慕或暧昧的表情。九爷不会看上这个姑娘了吧？盛爱的眼神没有任何波澜，只是伸出手跟九爷握了握，幸会。众人这才注意到，盛爱也戴着薄薄的手套。握手3秒后，九爷松开右手，笑笑，很诚恳地道：“等会用餐的时候，不知我是否方便坐在程武小姐的身边？”盛爱黑洞洞的目光看着九爷几秒后，可以，多谢程武小姐。九爷又是笑笑，希望程武小姐今晚玩得开心。他看向身侧的石倩夫妇，你们要好好招待盛武小姐，不可怠慢了客人。石倩夫妇也被九爷对盛爱的特殊礼遇给惊住了。他们家九爷真的不是这种人是吧？他们家九爷今晚怎么了？但他们也不敢问，只敢忙不迭的点头，是。而后对女儿道：“小影，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招待好小爱，务必让小爱玩得开心。”小影愣了一下，赶紧道：“好的，没问题。”九爷朝盛爱微微颔首，不紧不慢地走过去了。众人的目光却还是停留在盛爱身上，低声议论：“这位程武小姐是什么来头？居然能让九爷对她另眼相看？今晚来了这么多大佬，九爷没有主动跟任何人握手，也没有主动问任何人一句，却对这位程武小姐这么主动，显然对程武小姐不一般啊！你们说，九爷不会是看上程武小姐了吧？盛爱那么优秀，谁看上她都不奇怪吧？她若是那么优秀，怎么连脸都不敢露？你没听到她皮肤过敏吗？什么皮肤过敏？她肯定是知道九爷今晚要来，故意打扮成这样，以此吸引九爷的注意力。说什么的都有，但不管说什么，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盛爱身上，不再注意盛爱旁边的盛天星。盛天星听着众人的低声议论，难堪和妒忌的心脏都要爆炸了。为什么连传闻中那个不近女色，活了26年都没有传过任何绯闻的石家九爷，会对是美是丑都不知道的盛爱这么特别？盛爱该不会是故意打扮成这个样子来宴会上勾搭九爷的吧？没错，一定是这样。盛天星越想越觉得事实就是如此。他侧头用刘海遮住眼角，憎恶地看着盛爱，就像在看一只恶心的苍蝇。他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纯洁的天使，所谓的天使不过是演得比别人好罢了。盛爱，你等着。他暗暗在心里道，我迟早会把你这个怪物给收了。小影没有感觉到盛天星对盛爱的恶意，他非常尽责地道，天星，爱姐，我带你们逛逛我们家。盛天星还是有涵养的，并没有在这种场合跟盛爱对着干，甚至沾了盛爱的光，他居然跟九爷和石倩夫妇等人一起做主桌。原本管家只是过来请盛爱去做主桌的，但盛天星紧紧抱住盛爱的手臂，略带紧张地道，姐姐坐哪我就坐啊。盛爱便对管家道，我跟妹妹坐一起。管家是得了石倩夫妇的吩咐，特意过来请盛爱的。石倩夫妇又是得了九爷的吩咐，特意吩咐管家的。而九爷的意思高于一切，管家那么专业，不可能因为多了一个盛天星就犹豫，所以管家很客气地道，那就有请艾小姐和天星小姐一起过去。两个18、19岁的姐妹居然能跟九爷那样的大人物坐一桌，盛爱还坐在九爷的身边。众宾客都知道这肯定是九爷的意思，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九爷这是真的看上盛家五小姐了。九爷对女人向来保持距离，怎么会对连脸都没有露出来的盛五小姐这么在意？如果盛家跟帝都石家联姻，那绝对是锦上添花，烈火烹牛，不得了啊！可是盛家的口碑不太好，九爷那样清贵的人不太可能看得上盛家吧？主桌边，盛天星实在高兴不起来，能跟九爷坐一桌当然很幸运，但这份幸运又是盛爱施舍给他的，他需要，但他绝不感激。另外，他跟盛爱走到主桌的时候，九爷特意站起来拉开身边的椅子，艾小姐请坐。他上前一步想抢那个位置，然而九爷的光头助理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踩到了他的裙子，导致他慢了一步，错失良机。没办法，他只能坐在盛爱的另一侧，
跟九爷之间隔着一个圣爱。同样令他难受的是，同桌大佬看向圣爱的目光是带着好奇和羡慕的，看向他的目光却带着几分玩味，一副他很多余的样子。接下来的时间，盛天星吃得很不开心，数次想找机会跟九爷说话，却找不到。九爷倒是时不时地问圣爱几句，不知这些菜合不合艾小姐的口味。我不挑食，只要是健康食品，我都吃。艾小姐怎么不动筷？我喉咙不舒服，吃东西难受，皮肤又过敏，要忌口，今晚就不吃东西了。原来如此，九爷关切地道，还请艾小姐接下来好好休息，务必把身体养好。圣爱礼貌回答，谢石先生关心。众人听得有些遗憾，他们还指望这位刚出现就引来九爷注意的程武小姐吃饭时能摘下面纱，让他们一睹真容。不过没人怀疑，这位身材气质和仪态都无可挑剔的盛家武小姐必定也有着一张倾国倾城的脸，尤其是那些曾经见过圣爱的客人，更是劝别人死了这条心。你应该庆幸圣爱今晚戴了面纱，不然你们输得更惨。哼，未必，有哪个长得美的女人会故意遮掩自己的脸蛋？我敢打赌，这个圣爱的脸蛋跟身材绝对成反比。不信，等会我扯掉圣爱的面纱，让你们看看她的真面目。参加张家生日宴的客人都是有头有脸的，比较讲究体面，自然不会当众做出争风吃醋、互相拆台这种事。但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冲着九爷来的缘故，依然避免不了私底下的八卦。有人羡慕妒忌圣爱，也有人嘲笑挖苦盛天星。他的眼珠就没有离开过九爷，绝对是冲着九爷来的。可惜九爷瞧不上他，他跟在圣爱身边，试图引起九爷注意的样子，好像一个小丑。盛天星从小到大真是没赢过圣爱一次啊！盛天星微微转头寻找这些声音的来源，他发誓他一定会记下对方是谁或长什么样，然后搞几张招灾符、噩梦符、破财咒、破相咒等等，让对方喝一壶。偷偷骂到这里，盛天星突然想到，他还没有给九爷看过面相呢。看面相这种东西也是分人的，如果是衰人或将死之人，他一眼就能看出对方的灰败；如果是一般人，他稍微用点灵力才能看出对方的运抛。但对于贵人和非常人，他就需要不少灵力才能看得清楚。像九爷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大富大贵，不是他能轻易看透命格的。他得等他的灵力彻底恢复了才能看。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九爷开口了，声音清雅柔和，极为悦耳。我对艾小姐一见如故，不知今晚过后，我能否请艾小姐出来用餐或一起运动？深爱道，谢谢石先生好意，我非常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喜欢出。没问题。盛天星打断盛爱的话，热情地道，石先生，我们家欢迎你来找我姐姐玩。我姐姐刚从国外回来，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又忙着学习，没什么朋友。我爸爸妈妈一直希望姐姐可以多交些优秀的朋友，多出去走走。只要石先生愿意，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他说盛爱没朋友，这是大实话，只是这么说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盛爱没有亲近的朋友，因为盛家从一开始就把盛爱当成祭品来培养，自然不希望盛爱有朋友或亲近的外人，免得盛爱消失后那些人会去找盛爱。所以盛爱从小到大都很忙，每天上完课和做完作业后，他还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钢琴、舞蹈、美术、礼仪、骑马、柔道、冲浪，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跟同学或朋友出去玩。另外，盛家严禁盛爱谈恋爱，更不允许他跟男生约会或者跟男性单独相处。可以说，盛爱在人际关系上确实是非常单纯和干净的。至于盛天星后面说的那两句，只是为了利用盛爱接近九爷。虽然这么做让盛天星很不甘心，也很没面子，但不这么做的话，他怎么接近九爷？九爷听了盛天星的话，问盛爱，艾小姐可以吗？盛爱点头，既然星星觉得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九爷笑笑，好。盛天星趁机道，石先生，我可不可以加你的微信？我是玄学家，虽然年纪尚浅，但自认业务能力还不错。改天我可以给石先生看看相或算算运气什么的。如果石先生想改运，我也可以做得到的。在盛天星看来，像九爷这么有教养的人，总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拒绝他这么一个美少女的小小请求吧。还有，他这么红，排队请他看相的人那么多，他难得主动提出为九爷看相，九爷会拒绝。结果九爷笑笑，谢谢盛小姐的好意，但我崇尚顺其自然，乐天之命，从不看相，从不算命。说完，他看向身后一侧的小光，小光拿出名片，双手递到盛天星面前，客气地道，九爷经常不带手机出门，我是九爷的贴身助理，如果盛小姐有事找九爷，打电话给我就好。盛天星脸上的笑容僵了好几秒，而后才勉强维持微笑，接过名片，谢谢。同桌的大佬们互视，露出果然的笑。
连他们都拿不到九爷的私人电话或微信，这小姑娘也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吧。盛天星感受到了这种无声的嘲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难堪之中，他没话找话，试图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咦，今天的菜怎么都是素的？没有肉吗？主桌安静了数秒。盛天星，为什么众人都用古怪的眼神看他？难道他的脸上有什么不对劲？他抬手摸了摸脸，就听得石倩轻咳一声，略带尴尬地道：“是这样的，九爷从小吃素，从不沾荤，所以这一桌都是素的。如果你吃不惯全素食，我让佣人端荤菜给你。”盛天星脑袋里轰了一下，九爷吃素？他怎么不知道？小影事先怎么没有告诉他？还有，一个年轻高挑且看着极其健康的顶级豪门的贵公子，怎么会从小吃素？这也太奇怪了。在盛天星脑子里乱哄哄的时候，九爷非常绅士地开口了：“感谢在座各位为了照顾我的喜好而全上素菜。只是，我虽然不沾荤，但我并不介意别人吃肉。小倩，今晚是你的生日宴，上些荤菜吧。”石倩赶紧道：“我这就让人上几道荤菜。”荤素虽然端上来了，但全桌没有一个人吃肉。盛天星也吃不下去，他感觉今天很丢人，丢人到恨不得马上回家。接下来盛天星老实了，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再试图吸引九爷的注意。好不容易熬到晚上9点半，宴席结束，接下来是自由玩乐时间。除了一些年轻人，很多宾客都要回去了。盛天星和盛爱也跟石倩夫妇告辞。九爷站起来，诚恳地道：“爱小姐，如果你不介意，我送你回去吧。”众人又是一惊，九爷居然要亲自送一个刚认识的姑娘回家，而且这个姑娘就住在同一片小区，开车过去不到10分钟，根本不需要人送。这一刻，他们都信了。九爷确实对盛家的五小姐很有兴趣，可以认为，已到适婚年纪的九爷第一次对一个姑娘这么上心，不可能只是想跟对方当普通朋友这么简单。这位盛爱小姐真是走运了。然而盛爱却古井无波地道：“谢谢石先生的好意，只有我们住得很近，又是开车来了，自己回去就好。”这个姑娘果然特别，从头到尾她对九爷很有礼貌，却没有多看九爷一眼，也没有主动找九爷搭话，偶尔看向九爷的眼睛里也没有光。咦，没有光？有人终于注意到了，盛爱的眼睛似乎有些奇怪，没有光就算了，好像还没有眨过眼。只是盛爱戴着面纱，刘海又长，微遮着眼睛，让人看得不太清楚。九爷对盛爱的拒绝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不悦，只是非常有绅士风度地道：“那我送爱小姐出门。”而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中，九爷亲自送盛爱出门。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几名男男女女围过来，拉住盛天星和盛爱：“天星，你可不能这么早离开，我们接下来还想请你帮我们占卜和算卦呢。”“是啊，等到9月大家就去不同的大学了，以后想见面就难了，就留下来一起玩嘛。”“小爱，我们这么久没见面了，我可想你了，一起玩吧。”盛天星受够了给盛爱当陪衬：“不了，我们回去还有事，改天再一起玩吧。”“盛爱，我们家晚上11点之前要睡觉，我不能在外面玩太晚。”“哎呀，现在还没到晚上10点呢，你们家住得又近，玩一下再回去也不迟。”拉扯之中，盛爱脸上的面纱被扯落，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停止寒暄，看向盛爱的脸。盛爱的脸如同画出来，不，如同雕出来的一般精美，简直毫无瑕疵。但是正因为太像雕出来的一样了，便显得精细有余，血色不足，就连线条极其漂亮的双唇似乎都没有血色。还有，众人刚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九爷已经弯腰捡起地上的面纱，非常绅士地给盛爱系上。既然爱小姐身体不适，还是系上面纱比较好。始终他的手指都没有碰到过盛爱的肌肤，盛爱也是始终都没有反应，只是礼貌地说了一句谢谢。九爷走过去几步，给盛爱拉开车门：“爱小姐身体不适，早点回去休息吧。”盛爱微微颔首，坐进车里，还是没有多看九爷一眼。九爷准备给盛爱关上车门的时候，忽然又问了一句：“爱小姐，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或微信吗？”盛爱做出思索的表情，而后点头：“可以。”他动了动唇，报出一串数字。因为他在车里，声音又轻，别人又不敢靠近九爷，所以除了盛天星和九爷，没有人听到盛爱报出来的数字。但是所有人都看到了九爷愉悦的笑容。“我记住了，我一定会打电话给爱小姐的。”什么叫惊为天人？是见到盛爱面容的瞬间。什么叫惊艳了时光？是见到九爷这一笑的瞬间。直至盛爱的车子离开，九爷随后也坐进自己的车子，缓缓离去。众人才回过神来，炸锅，好美啊！盛爱长得好美啊，我一个女人看了都喜欢，难怪九爷一见倾心。好吧，我承认你说的对，他摘下面纱我输得更惨，但我输得心服口服。
我没有听错吧？九爷居然问刚刚认识的女孩要电话，还说一定会打给她。太阳这是从西边升起来了，看来九爷是认真的啊！石老太爷最后一个心愿终于能达成了。有女孩捂着脸颊道：“呜。”只有我觉得九爷给圣爱系面纱的那个画面心动的让人想晕过去吗？马上有人红着脸附和：“我也是。”那个瞬间，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被九爷系面纱的人，心脏砰砰砰的跳。不管什么场合，总会有人跳出来泼冷水。我说你们热乎个什么劲啊？九爷是不婚主义者，他亲口说的。众人惊，真的假的？所有人齐刷刷看向石倩，石倩也是早就看呆了，这会儿才回过神来，有些讪讪地道：“我家九叔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有人问了，以九爷的身份和条件，石老太爷会允许他终身不婚？石倩，我爷爷当然希望九叔早点结婚，但我九叔样样都好，我爷爷才舍不得骂他半句。不过我爷爷说了，只要九叔结婚，他就把他一半的股份送给能让九叔结婚的女孩子。众人都哗了一声，如果圣爱真能嫁给九爷，圣爱就发大了。不对，不是圣爱发大了，而是盛家发大了。如今的盛家虽然有钱有势，如日中天，但毕竟是暴发户，名声也不太好，只有跟石家这样的顶级名门联姻，才能真正被贵族圈子接受。又有人泼冷水了，可是你们不觉得九爷很像出家人吗？不杀生，不染血，不沾婚，不近女色，外加不婚主义，就差剃掉头发并住进寺庙了。说到这一点，众人都点头。是啊，九爷确实挺像出家人的。他不会真的打算一辈子都不结婚吧？小颖听着众人的议论，悄悄发消息给盛天星。盛天星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负责开车的盛爱，妒忌的漂亮的面容微微变形。天知道，他看到九爷亲自给盛爱剪面纱和给盛爱系面纱时，心里有多难受。他只能不断安慰自己，盛爱根本不是人。就算九爷真的看上了盛爱，甚至愿意娶盛爱，两人也没有办法亲热。如果九爷发现盛爱的不正常之处，会是什么感觉？想想就好笑。现在他收到小颖的消息，心里又是冷笑。这么多人都觉得盛爱有望嫁进石家，盛爱也是这么想的吧？到石梦穗顶级名门，盛爱就知道丢脸和被人嘲笑是什么滋味了。不过九爷真是不婚主义者，真是这样的话，我也很麻烦的。他一脸抱怨的发消息问小颖：“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九爷是素食主义者和不喜欢算命的事情？吃饭的时候我差点丢进颜面。”小颖，抱歉哦，我事先也不知道。九叔公很少来海城，神秘的很，我很少接触他。他还是临时决定来参加我妈妈的生日宴，我对他真的了解不多。你放心，我会想办法向我妈妈和表哥表姐们了解九叔公的事情，然后告诉你。盛天星暗暗在心里骂小颖是个废物，回复他：“谢谢你，小颖，你对我这么好，我一定会帮你追我大哥。”小颖很高兴，我们是最好的姐妹嘛，我们要争取成为最亲的亲人哦。盛天星回：“我们一起加油，努力从朋友变成家人。”谁能想得到，小颖暗恋的居然是大他11岁的盛家荣，而不是身为顶流的盛景，挺有眼光的。不过盛家荣的眼光很高，哪怕只是找屁友都找才貌双全的。小颖想拿下他有点难，但再难也比不上他想拿下九爷难。希望小颖给点力吧。他叹着气收起手机，跟盛爱下车。此时被誉为商业天才的盛家荣正坐在一间简朴大气的办公室里，端着茶杯凝神聆听市长的指示。只不过他听的和别人听的不一样。我现在憋尿憋得要命，但会议才刚开始10几分钟，我总不能停下来吧。我在国外待了10几天，虽然天天都有中餐吃，但我想吃螺蛳粉啊，想得要命。尤其是那家真有螺的螺蛳粉，跟我家乡的味道几乎一模一样，没有科技，很活。我3天不吃就饿得慌。那家店只经营到晚上10点30分，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肯定来不及了。我真的好想吃螺蛳粉，谁能帮我准备一碗真有螺的螺蛳粉？我保他升官发财。螺蛳粉一定要重辣，一定要配空心菜，敢放生菜或白菜的，老子打死他。还有，记得多放酸笋，外加1份油果和2只焖的酥烂的鸭脚。敢放鸡爪的我打死他。对了，还要配1瓶豆奶，中和和缓解辣味。好想吃，好想吃，好想吃。盛家荣左手举着文件，装作在看文件的样子，实则利用文件挡住正在手机码字的右手。码什么字？当然是让他的贴身秘书立刻去真有螺买2碗重辣的放空心菜的多放酸笋的加油果和2只酥烂鸭脚的螺蛳粉，外加1瓶豆粉，以最快的速度带到这里来。在隔壁休息室待命的贴身秘书看到这条短信，不禁苦脸。螺蛳粉？他最讨厌螺蛳粉了。他曾经也想慕名尝试传说中的螺蛳粉，然而刚走到店门口，就被那种脚气一般的气味给熏得后退几步。不管他怎么想尝试，最终都没有勇气试试。就他所知，盛总也不喜欢吃螺蛳粉，为什么这么晚了还点这个？
而且一买就是2大碗，难道这2大碗中也有他的一份？不要啊！秘书一边在心里哀嚎，一边戴上口罩，快速走出休息室，直奔楼下停车场。会议室里，盛家荣放下手机，目光落在白纸黑字上，眼底闪过一后无聊和厌恶。刚刚拥有读心术的时候，他很得意，也很享受这种所有人的心思都瞒不过我以及如果我愿意，可以把任何人玩弄于掌骨之间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但随着时间渐长，即使他早有心理准备，却还是被听到的人心之险恶、肮脏、丑陋给恶心到了。当然，即使这样，他也觉得拥有读心术是一件幸运的不得了的事情。靠着这么强大的能力，他能看透所有人的真实想法，说动对方，征服对方，掌控对方，甚至是掌控对方，如同王者一般。这种感觉太爽了，爽到他可以忍耐他所听到的一切恶心、肮脏、丑陋、无耻下作。就比如现在，何市长心里想的都是螺蛳粉，对面那位想的都是某某女秘书的屁股可真翘，摸起来和 X 起来是什么滋味。斜对面那位则在诅咒何市长出事，最后坐大牢。末座的那位则在想着怎么捞油水而不被发现。旁边这边更恶心，居然在桌底下跟五指姑娘幽会。又过了10几分钟后，盛家荣终于收到秘书的消息，已买，正在上楼。他唇边露出一抹深沉的淡笑，而后身体晃了2晃，椅子被微微挪动，发出咯吱声。无精打采的众人都朝他看过来。他一手按着太阳穴，一手举起来，非常抱歉地道：“何市长，我有低血糖，现在犯病了，不补充糖分的话可能会晕倒。糖在我秘书那里，不知能否休息一下，让我过去吃2颗糖。”心不在焉的何市长趁机道：“既然这样，那就休息10分钟，10分钟以后再继续。”众人都露出终于能暂时解放了的表情，纷纷站起来。要问这么晚了，为什么众人还开会？那是因为何市长今天傍晚刚从国外回来，接下来的行程会很忙，过了今晚便没有空。而众人在谈的这个项目很急，已经到了要定下来的阶段。盛家荣在花城待了几天，好不容易才说服方方面面的官员与大佬，让他们认同盛氏集团的实力理念与开出来的条件。现在就差何市长的认同了。只要何市长认同，接下来就是走流程，签合同，把那个高达几百亿的高薪项目拿到手。可以说，今天晚上是最关键的一战。在何市长说完休息之后，所有人都站起来往外面走。当然，何市长走在最前面。他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就嗅到一股熟悉的诱人的香气，眼睛瞬间瞪大了，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螺蛳粉，酸酸辣辣，带着强烈酸笋香气与螺丝香气的螺蛳粉，闻这气味，还是真有螺的。他循着香味，快步走过去，就见一名戴着眼镜秘书打扮的年轻男人，一左一右的提着2只食盒走过来，食盒上面印的就是真有螺。他馋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就是不知这2碗螺蛳粉是谁点的，他要怎么说才能得到其中1碗，而不会丢了他的面子呢？就在这时，一个人从他的身后走过来，快步迎向提着螺蛳粉的秘书。你怎么现在才回来？我不是让你去买巧克力吗？你怎么买了螺蛳粉？虽然我很爱吃螺蛳粉，但都这么晚了，我实在吃不下。秘书已经得了盛家荣的授意，故意没封好螺蛳粉的碗盖，让螺蛳粉的香气弥漫出来。盛总，您指定的巧克力我已经买了，只是我路过的那家螺蛳粉店太香了，肯定合您的胃口，我就买了2份回来，想着您开完会后咱俩1人1份。不行不行，我实在吃不下了。盛家荣接过秘书递过来的巧克力，一脸不舍，但是这么香的螺蛳粉不吃太可惜了。他看向四周，有哪位领导或朋友喜欢吃螺蛳粉的吗？螺蛳粉的味道实在是太强烈了，很多人在闻到这种味道的瞬间就后退，没敢靠过来。听到盛家荣的问话，他们纷纷摇头。对了，听说何市长是柳城人。盛家荣想到什么，看向何市长，柳城是螺蛳粉的故乡，您应该习惯螺蛳粉的味道吧？秘书已经知道这螺蛳粉是买给何市长的了，也趁机道：何市长，这家店的老板就是柳城人，这螺蛳粉做的可地道呢，您就当支援老乡，把其中1份螺蛳粉吃了。说着，他把1份螺蛳粉递到何市长面前。何市长那个心花怒放啊，但他还是故作为难的想了10几秒后才点头。国家一直提倡不能浪费粮食，螺蛳粉又是我家乡的特产，可不能浪费。既然你们都不喜欢，那我就包了这1份。他接过食品袋，小盛是吧？这份螺蛳粉多少钱？我现在转给你。盛家荣当然不能让何市长沾上任何占老百姓便宜的嫌疑，问秘书多少钱？秘书加上豆奶一共36块钱。何市长立刻转账，拎着螺蛳粉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合上室门，迅速拿出食盒。打开食盒的瞬间，螺蛳粉那种独特而浓郁的香酸辣气味直扑鼻尖。他微闭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正宗螺蛳粉的香气，而后睁开眼睛，双手端起食盒，
狠狠呷了一口汤，就是这个味，太美妙了，太爽了，一口气喝了好几口高汤，这才拿起筷子夹起空心菜，而后又惊喜地发现粉里有必不可少的油果和鸭脚，真是太赞了。刚出差回来就能吃到最爱吃的螺蛳粉，真是一种享受。这个小盛品味不错，懂得享受，口味还跟我一样，是个人才。隔着墙壁，盛家荣听不到何市长的心声，但是十几分钟后，他看着何市长从办公室走出来的表情和步伐，心里明白，成了。果然，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何市长看似随意地说了一句，比如盛氏集团的合作意向书，我看就不错，很有社会责任心和大局观。就这么一句，众人心里便明白，何市长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接下来的签约，他们肯定要一路开绿灯。盛家荣心中得意，脸上却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得瑟，依然沉稳专注，一副很靠得住的样子。会议结束后，众人鱼贯走出会议室，领导们走在前面，盛家荣走在后面。这时，一个声音传进他的耳中，帝都下个月就要派新的市长空降花城，取代何市长了。这些蠢货还在巴结何市长，也不怕到时被连累。盛家荣听得心里一惊，这个消息也太惊人了吧！空降新市长并取代原市长这么大的人事变动，事先居然没有半点风声，恐怕何市长是惹上事了。他不动声色地打量四周，这是谁的心声？人太多了，他无法判断这句心声来自哪一个。想找何市长办事或者需要何市长签字的，最好这个月办完，不然下个月空降新的市长过来，何市长手上没处理完的工作，八成要重审，甚至被打回去。那些跟何市长走得太近的，到时肯定会被新市长视为异己。这一刻，盛家荣无比庆幸自己拥有读心术，不然这个大项目八成要黄了。他必须趁何市长还在位的时候，全力完成这个项目的签约。一旦完成签约，他就暗中散布他对何市长的不满，避免别人把他当成何市长一派。尽管这天晚上他忙得将近凌晨1点才入睡，却还是起得很早。不过早上6点半就穿着整齐，精神抖擞的出门，开始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跑腿和盖章。此时的盛天星真的跪了，姐，我唯一的姐，我的腿好酸，真的跑不动了，你就省省好，放过我这一回，让我休息1天。盛爱，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贵在坚持。你才跑了1天就想放弃，这样不行哦。你实在跑不动的话可以走，我们陪你走。盛天星哭了，让我走500米还行，但5000米我真的走不了啊。在学校上体育课的时候，他最恨也最怕800米考，他每次都是累死累活，拼上半条命才勉强考及格。如今却让他连续2个早上跑5000米，这不是要他的命吗？这个盛爱就是回来杀他的吧？盛爱，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途中你实在走不动了，我们扛着也会把你扛回来的。盛天星真的要疯了，你还是现在就杀掉。这时盛家父声音凉凉的开口了，星星啊，小爱是很有原则的，你说什么都没有用，还是老老实实的走吧。虽然他的双腿依然酸疼，但他这2天不是闲得很吗？正好去推拿、针灸、按摩、泡脚等等，效果不错。加上晚上睡得早，并吃了一点褪黑素，从而睡眠充足，起床的时候精神也就比较好。这5000米对他来说没有那么难受了。现在他看到盛天星因为晨跑的事情感到如此痛苦，有点幸灾乐祸。盛家贵也冷冷地道，盛天星，别闹了，早点开始，早点结束，不要连累我们。他是穿书者，对盛家人只有利益，没有感情。盛天星心知求饶没用，便恨恨地剜了盛家贵一眼，拿起拐杖，好，我走。他会把他所跑的每一步都化为对盛爱的恨意，牢牢地刻在心里。1个多小时后，基本上都是走过来的盛天星终于在哥哥们的搀扶下回到盛家。刚到大门口，路边就冲出来一个人，跪在他的面前，双手捧上一只大大的袋子。天星大师，我已经凑够了50万，还请您省省好，帮我算算我的女儿现在在哪里。盛天星昨天晚上一直在想九爷的事情，没睡好，这会儿又累得要命，心情糟糕到了极点。看到眼前这个穿着普通、面容憔悴、一脸晦气的中年女人，他气不打一处来，你什么东西也敢来盛家的大门口拦我的路，赶紧滚，不要碍我的眼，不然我让保安把你丢出去。天星大师，我不敢拦您的路。中年女人拼命磕头，眼泪不住往下流。前2天在帝都，您说我只要凑够50万，您就帮我算我女儿的下落。我想尽了办法，终于凑够了50万，所以来求您帮帮我们家。为了这50万，他以白菜价卖掉了祖传3代的宅基地，还以自己的1颗肾作为抵押，借了20万的高利贷，眼下已是山穷水尽。还有，为了进入9世山庄，他更是跪着磕头，求了好多个山庄里的住户，才有好心人让他躲在车里带进来。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次见面上了。如果这次还不能成功，他以后再想见到天星大师，只怕都没有可能了。盛天星这才想起，这个贫穷的老女人就是自己在帝都楼家门前见到的那个。你怎么老是堵在别人家门口？你有没有教养和礼貌啊？要不是双脚疼得打抖，盛天星真想踹贫穷老女人一脚。中年女人被盛天星训斥的身体颤了几颤，哭着磕头：天星大师，我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只是我没有您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找您。昨天晚上我又梦见我的女儿默默了，身上都是伤，眼里流着血，哭着求我们去救她。滚！盛天星不为所动，我看不上你那50万。还有，你女儿在暹罗失踪了这么久，估计已经死在汴北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别再找她了，好好用这笔钱享受剩下的人生不好吗？不行的，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我们的女儿。中年女人跪着上前，伸手抓住盛天星的裤脚，哀求：女儿是我们全家的命，我们宁可死也不会放弃她。天星大师，我们不敢奢求您帮我们找回女儿，我们只想知道女儿在哪里，然后自己去救她。盛景兄弟三人冷眼看着这一幕，心中毫无波澜。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穷人和弱者若是无力自保，该死就死，反正活着也是受罪，不如早点解脱。不要拿你的脏手碰我。盛天星皱眉，用力甩腿：我这条裤子价值5位数，弄脏了你又要白白损失一笔巨款了。中年女人身体瑟缩了一下，似乎想收回手，但她最终还是像快要溺死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没有松手。天星大师，您就当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吧。盛天星心中更为厌恶，抬起另一只脚就要踢人。我要救也不救你这种没有礼貌没有教养的。就在这时，另外一只脚踩过来，挡在他要踢人的脚前。盛天星抬头就触到了盛爱那双黑洞洞的眼睛。星星，待人要有礼貌。盛爱用教育般的口气道，哪怕你面对的是陌生人，你也不能出言不逊，恶语伤人。还有，从小家里和学校就教我们要助人为乐。这位阿姨的女儿失踪了，全家为了寻找女儿受尽苦难，把你当成唯一的希望，你有能力就应该帮帮他们。而且这位阿姨也是付了钱的，并没有让你白干，要你多管闲事。我一个玄学大佬还缺这点钱吗？盛天星在心里大骂，嘴上还得卖乖：姐姐，不是我不帮她，而是我这几天太累了，刚出差回来就要天天晨跑，还要逛街。盛爱的身上开始散发出阴冷之意，你是在怪姐姐害你太累吗？盛天星打了一个寒战：不是，我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需要休息，恢复元气后才能给人算卦。而且这个穷阿姨的女儿失踪太久了，不好找。盛爱打断他的话：你大概需要多久才能恢复元气？盛天星想说不晨跑的话，大概要个4-5天吧，但他又怕盛爱看出他在撒谎，然后惩罚他。这个说不好，也许1天，也许2天。盛爱，今晚怎么样？如果你今晚给这位阿姨算卦，明天早上就不用晨跑。明天不用晨跑。盛天星的眼睛亮了，我试试看。而后他想到什么，眼珠子微微一转，算命这种事情靠的是缘分，我不保证一定能算得出来。呵呵，反正他已经把丑话说在前头了，到时他装模作样的应付一番，敷衍了事，谁能看得出来？盛爱将手搭在盛天星的肩膀上：姐姐对你很有信心，你一定能算得出来的，对不对？盛天星感受着肩膀上传来的凉意，到嘴的说不准又咽了下去。我会尽力的。姐姐说你行，你就一定行。盛爱收手，看向刘管家：刘叔，找个地方让这位阿姨好好休息，晚上再让星星帮她算卦。刘管家恭敬地道：是。中年女人一直屏住呼吸听他们说话，直到这一刻，中年女人才缓过气来，磕头：谢谢大小姐。谢谢天星大师，能遇到2位是我和默默的运气。盛爱阿姨，你要保重身体，好好休息，这样才有力气去找您的女儿。谢谢大小姐。中年女人还想继续磕头，还好刘管家扶住了她：这位女士，请您随我去门房休息。盛天星悄悄翻了一个白眼，终于安静了，跟下等人打交道就是累。吃完早餐后，盛天星疲惫不堪地补眠去了。盛景兄弟3人开始习惯早睡和晨跑，不再需要补眠，能出门办事了。盛景还是去上表演课，为争取大导的角色做最后的准备，顺便赚点可怜的积分。盛家富则去参加公益投资活动，以此巩固自己优秀投资人的形象。盛家贵又准备去巧遇江菜菜，江菜菜正在小区附近的奶茶店打工，他已经在暗中安排好了，今天中午会有人喝了江菜菜调制的奶茶后腹痛呕吐等，而后要求江菜菜赔偿，还要去告江菜菜。他会正好路过，然后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帮江菜菜。目前他已经拿到了江菜菜的手机和微信，
加了好友。当然，他不会轻易联系江菜菜，他只会在朋友圈里发一些仅江菜菜可见的积极内容，比如普通人用得上的法律知识，比如他又进行了哪些无偿的法律援助，比如他的办公室内景，比如他看了哪些书，等等，从而在江菜菜的面前树立一个良好的、能干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形象。但不管有多忙，兄弟三人都记得在晚上7点半之前到家吃饭。吃恶心的晚饭，盛天星在美美的睡了一个白天，又做了全身美容和按摩后，感觉精神好了不少。晚饭都多吃了2块肉。吃完之后，盛爱问盛天星：“星星，你现在可以帮许阿姨算卦了吧？”盛天星试着运转全身的灵力，发现灵力恢复了大半，这种程度已经足够帮那个贫穷老女人算出女儿的下落了。那个女人还真是命好，居然遇到盛爱，又在扮演圣母，帮她拿到了这么珍贵的机会。算了，我这次就当做好事，施舍乞丐了。盛天星在心里嘟嚷着，嘴上道：“尽力的话，应该可以。”盛爱点头，刘管家，请许阿姨去占星房。占星房位于主楼的楼顶，是盛天星新建不久的占星小屋，屋前还设有一架市价高达8位数的专业级天文望远镜，据说在那里占卜算卦的效果特别好。盛天星想到自己的宝贝占星房竟然被一个贫穷的老女人弄脏，心里就不爽，碍于盛爱在场，也只能忍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几人准备前往占星房时，门房突然传来通报，一位自称帝都九爷的客人想见武小姐。众人都愣了一下，帝都10家的九爷？不会吧？盛天星激动的声音都在微微颤抖，快让他进来。就连准备出门干点坏事的盛景三兄弟都停下脚步，想看看传说中的帝都10家九爷到底有多了不得。很快，九爷闲庭信步般的踏进盛家客厅。那一瞬间，即使盛家人个个颜值出众，外加客厅华丽奇米，现场也依然被九爷的光华给衬出了那么一种蓬荜生辉的感觉。就连盛景都不得不承认，跟九爷相比，他的颜值还是显得平庸了那么一点点。欢迎九爷。盛天星非常淑女的迎上前去，浅浅的笑：“九爷光临盛家，是我们的荣幸。”盛小姐过奖。九爷笑笑：“艾小姐和盛小姐昨天晚上参加我侄女的生日宴时忘了拿回礼，我特意送2位小姐的回礼过来。”小光双手将礼盒奉上，刘管家也用双手接过礼盒。盛天星道：“九爷真是太客气了。九爷请坐，我给九爷泡茶。”盛爱却摇了摇头：“星星，你要给许阿姨算卦，没空招待客人。”石先生，很抱歉，我妹妹要帮这位阿姨算失踪的女儿在哪里，暂时没有时间接待你，可否请你改天再来？这样啊。九爷沉吟几秒后微微一笑，诚恳地道：“久闻盛小姐看相算卦的盛名，不知今天晚上我能不能有幸旁观？”这样的大人物说的这般谦虚和诚恳，谁能拒绝得了？而且又有什么必要拒绝？不满足于暴发户这种称呼的盛家一心想攀交真正的顶级名门，而天朝上国的顶级名门中真没有比10家更受世人尊敬的了。盛天星很高兴，当然可以，九爷请。他领着众人来到楼顶，打开占星房。给普通人算卦是很简单的事情。盛天星点上特制的蜡烛，问了失踪者的姓名和生辰八字，而后闭上眼睛，一手轻抚失踪者的照片和贴身物品，一手掐指清算。算完后取出龟壳，放在烧有符咒的火盆里烤。啪的一声，一片龟壳从火盆里跳出来。盛天星睁开眼睛，拿起龟壳轻抚上面的纹路。徐阿姨屏住呼吸，一脸焦虑，想问又不敢问。不太妙。盛天星没什么同情心地道：“我在神游中看到你的女儿还活着，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方，位置应该在海城的西南方，距离海城有几千公里。我猜是殿北没错了。卦象显示，你女儿的命格虽然还存在一线生机，但已入死相，若无意外，恐怕她活不过这几天。”许阿姨双手紧紧捂住嘴巴，不让自己痛哭出声。她很想跪下来求天星大师帮她救出女儿，然而天星大师已是破例帮她，她凭什么要求天星大师为她做的更多？只是没有厉害的人帮忙，哪怕她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多少希望能救出女儿？在她的绝望之中，盛爱开口了：“星星，你一定有办法化解这个孩子的不幸，对吧？”盛天星差点就想说没有，就算我有，我凭什么为这种要钱没钱要是没事要名气没名气的穷人消耗我的灵力？但他又不敢直接对盛爱说不对，只能道：“想逆转这个孩子的命运需要消耗力量，但我现在力量不足，这是实话。转运需要做法，做法对灵气的消耗很大，特别是这种几乎可以逆转生死的法术，要求更高。”这时九爷轻笑着开口了：“盛小姐，你这么厉害，一定行的，试试看吧。”说完，他摘下左手的手套，
而后将左手轻轻地搭在盛天星的肩膀上。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他的声音很柔和，如同春风沐雨，却又坚定、有力、自信，带着一种让人安定的力量。盛天星受到他这种眼神和声音的感染，突然之间就心生一种强烈的我一定能行的念头。既然九爷都这么说了，那我可不能让九爷失望。他不再犹豫，拿出千年桃木剑和转运血符等，一边念咒一边施术。失踪者只是普通人，要逆转失踪者当前的运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半个小时就够了。但因为他灵力不足的缘故，做法结束后他还是累得不行。法术应该是成功的。他忍着怨气，疲惫地对中年女人道，但效果具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建议你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前往滇北边境，在那边你应该会有你女儿的消息。他的话如同一道曙光，给了黑暗中的许阿姨无限希望。许阿姨跪下来，没敢哭，只是哽咽地道，多谢天星大师，您和您姐姐的大恩大德，我们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深爱道，今天晚上你就在我们家休息，明天早上我让人送你去机场。不，我等不及了。许阿姨摇头，我今天晚上就坐高铁去滇北边境，顺利的话，我明天早上就能抵达边境地区，见到我的宝贝女儿。深爱，我现在就让管家派人送你去车站。还有，你家境困难，我就让星星给你打8折。你带上这10万元现金，有备无患。谢谢大小姐。许阿姨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摆着手道，但我还有10万元现金，够找女儿了。没关系，深爱，多留点钱，也许你女儿需要很多钱进行治疗。许阿姨想到女儿，最终没有拒绝，只是抹掉眼泪，坚定地道，大小姐，天星大师，这10万块就算我借你们的，将来一定还。盛天星听到这里，暗暗冷笑，得了吧，这个女人不会还的。还有，盛爱也真够伪善的，没问他的意见就慷他的慨，真恶心。就这么定了。他也很累了，不想再见穷女人，便摆了摆手，刘管家，赶紧送这位阿姨去车站，不要耽误了她找人。等刘管家跟穷女人出去后，盛天星看向九爷，微笑，九爷，都这么晚了，一起吃个宵夜如何？盛天星刚说完，盛景三兄弟就齐刷刷地看向盛天星，脸色异常难看。这个盛天星看到有权有势的美色就发神经了。盛爱不是正常人，吃东西不吐骨头，还不分冷热。若是让九爷发现盛爱不正常，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谁能承担得起后果？他们刚想找理由取消宵夜，就听得九爷轻轻笑道，我是素食主义者，跟我一起吃宵夜会很无趣。盛小姐又这么累了，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来叨扰。盛天星压下心中的失望，努力维持完美的笑颜，今天晚上我确实太累了，没能好好招待时九爷，还请九爷下次一定要来盛家做客，让我们弥补今晚的遗憾。他很想像盛爱一样称呼九爷为石先生，但是面对九爷那张散发着神性的面容，他终究还是不敢。一定。九爷颔首，看向盛爱，请问爱小姐可以送我出门吗？盛爱客气地道，当然可以。盛天星咬牙，很想说我也去，但他实在太累了，才走了2步就感到身体无力，只能放弃。算了，他暗暗告诉自己，等我彻底恢复灵力和元气，我就给盛爱下咒，还要给他实施招灾之术，怎么狠怎么来。他一边恶狠狠地想着，一边走到楼顶的围栏边，盯着下方的九爷与盛爱。九爷与盛爱并肩走在夜色中，身影巨石一样的优雅，夜灯的光影投在他们身上，勾出一幅神秘朦胧而暧昧的油画。不管盛天星此刻是如何的妒忌，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背影看起来实在是太般配了。还好盛爱不是人，不管九爷对盛爱怎么想，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嘻嘻嘻，或西服所依，福兮祸所伏。非人非鬼的盛爱虽然很难对付，却也注定了他这一生再也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更不可能跟任何男人恋爱结婚生子。想到这里，他略带神经质的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嘻嘻嘻，隔着那么远，盛天星听不到九爷跟盛爱都聊了什么。总之，九爷在别墅大门口跟盛爱告别，坐车离开。盛爱也转身回屋，两人始终没有任何亲密的举止。盛天星这才稍微安心了一些，回去睡觉。这天晚上的盛家很安宁，只是次日早上，盛景三兄弟刚晨跑回来，网上就爆出一条惊人的消息：缅甸中部发生7.9级地震，震源传至滇北，灾情严重。滇北，盛家附近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赶紧点开热搜。消息说，今天凌晨5点左右，缅甸中部发生7.9级地震，震感很强，传得极远，震源一带受到的破坏极为严重，大量房屋倒塌，很多人在地震中失踪。盛家父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滇北。
电北也受到了波及。从电北传来的照片、视频以及卫星照片显示，当地也有不少建筑倒塌。盛家富看着那些照片，只觉得眼前发黑，心脏抽痛，身体差点栽在地上。别人看不出来，但他一眼就认出来。照片中受损最严重，几乎变成一片废墟的那片建筑，不就是他辛辛苦苦经营的、投入了好几个亿的伊甸园吗？虽然他前几天就要求伊甸园的负责人连夜转移猪仔，但园区里光是猪仔就有几千人，要带走这么多猪仔以及各种武器、食品、电脑、通讯设备、生活用品等，哪里是短短几天就能搬得干净的？突然来了这么一场地震，将园区毁成这样，这损失得有多大啊？加上天朝上国受到舆论的影响，正在与电方合作，重点打击伊甸园。双重打击之下，别说那些来不及撤去电东的猪仔保不住，就是那些已经出发去电东的猪仔和园区工作人员，恐怕也难逃此劫。他的伊甸园还能东山再起吗？他在电北的投资还能捞回本吗？已经到嘴的肥肉就这样没了。吧嗒吧嗒，盛家富的眼泪掉下来，落在手机屏幕上。盛爱关切地道：“三哥，你怎么哭了？难道是今天的早点太好吃了？好吃就多吃点。”不是，盛家富不想哭的，可他控制不住啊。面店发生地震，塌了好多房子，死了好多猪仔，我难过。其他人，盛家富在搞什么呢？外人不知道，他们还不知道。盛家富这人爱财如命，能让他落泪的只有赚得太多或亏得太多，所以他在面店有投资，挺好。反正盛家富这人越有钱越小气，赚钱了也不怎么分给家里人花，亏了挺好。众人这么想着，心情大好，早餐吃的都比平时多。只有盛爱关心盛家富：“三哥，你真的很善良。”他善良个屁，他只不过在你面前扮演善良而已。盛家富勉强笑笑，为了小爱，三哥当然要当一个好人。盛爱拿起手机，点开一个网站：“三哥，既然你这么关心面店的地震灾情，那就为面店百姓捐点钱吧。”盛家富脸色微变：“捐多少？他这几天损失惨重，还让他捐钱？”盛爱，我知道哥哥是非常优秀的投资人，就捐1000万吧。1000万？盛家富的眼睛滑下来，眼泪也再度滑下来。他亏成这样了，还要他捐1000万？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忍着嚎啕大哭的冲动，非得捐1000万不可吗？盛爱想了想，对于地震灾区来说，1000万确实不多，那就2000万吧。很好，他们更有胃口了。尤其是盛天星，这几天被盛爱折磨得太惨了，看到跟他关系一般的盛家富这么惨，心里真是平衡不少。盛家富的眼泪落得更多了，2000万。盛爱，三哥觉得少吗？那就再加。不了，就这么多吧。盛家富逼自己挤出笑容，国内也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不能捐太多钱给外国。他先答应下来，过后捐不捐，谁知道呢？谁知盛爱把手机递到他的面前：“三哥，你现在就可以捐了，捐给这个账户就好。”盛家富哭：“非要现在捐吗？”盛爱：“当然，灾区急用钱。”盛家富真的不敢对盛爱说一个不字，于是他乖乖的捐了。捐完以后，他就关死房间的门，钻进被窝里，哭得死去活来。此时的面店口岸，许阿姨通过护照进入面店边境，到处询问涌向两国边境的灾民：“这是我的女儿默默，你们见过她吗？”灾民们纷纷摇头。眼看太阳已经升至中天，精疲力竭的许阿姨走着走着，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感觉再也爬不起来了。默默，她的默默在哪里？有生之年，她还能见到她的默默吗？就在这时，一个虚弱却充满喜悦的声音传进她的耳里：“妈妈，我是默默，我是默默啊！”许阿姨觉得自己一定是快要死了，才会产生幻觉，但即使这样，她还是努力睁大眼睛朝声音的来源望去。一个披头散发、衣着肮脏的女孩跌跌撞撞地朝她跑过来。默默，许阿姨又哭了。然而这一次，这眼泪却是甜的，因为隔着满地的狼藉与灾民，她一眼就认出那个女孩就是她苦苦寻找日思夜想的宝贝女儿默默。她拼尽所有的力气，踉踉跄跄地朝对方爬过去。默默，我的默默，妈妈终于找到你了。母女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邻国发生的地震举国关注，毕竟那里生活着很多自家的同胞。但盛天星不关心这些，他平生第一次知道早上不用起来晨跑是那么幸福的事情。只是吃完早餐的时候，悲剧还是发生了。星星，吃完早餐后，咱们一起去游乐园玩吧。玩够了以后，再一起去逛街，买。还玩？盛天星尖叫，昨天不是玩了一下午吗？他已经18岁了，对游乐园没有兴趣，而且他的品味跟盛爱的品味不一样。特别是现在的盛爱不是人，对钱和消费根本没有概念，买东西都要他付账。
他再有钱也经不起盛爱这样花。盛爱的身上又开始散发出阴冷之气。你说过，你什么都听姐姐的，你要伤姐姐的心吗？盛天星打了一个寒战，赶紧挤出笑容。我当然听姐姐的，只是姐姐为什么想出去玩？我记得姐姐以前并不是那么喜欢逛街，更不会想去游乐园，因为跟星星一起玩很开心啊。盛爱露出一个好看却没有生机的笑容。我记得我初中毕业的暑假，第一次跟星星去游乐园玩，超级开心的。只是以前忙着学习，没空跟星星去玩第二次。现在我高考结束了，有空了，可以尽情的跟星星到处玩了。盛家四兄妹，距离盛爱高考已经过去了1年。果然，盛爱的记忆还停留在去年暑假，难怪他不知道他已经死了。盛天星咽了咽口水，原来如此，我陪姐姐。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小颖打来的。小颖的声音很开心，星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家九叔公决定暂时住在九世山庄。他在山庄里租了一套全新的别墅，正在往别墅里搬东西。我约了我爸爸这边的堂哥和堂姐去看他，你要不要一起去？去呀，当然要去。盛天星欢呼，什么时候去？九叔公好像挺忙的，晚上不一定在家，我们打算中午过去。盛天星，好，那我准备，中午见。说完他看向盛爱，姐，九爷昨天晚上不是送了回礼给我们吗？他今天搬进九世山庄，我想过去看看他。小颖他们也去。盛爱，那我也一起去。盛天星听了就烦，你跟小颖他们又不是很熟，为什么一定要去啊？盛爱去了又会抢走九爷的注意力，真是讨厌死了。盛爱黑洞洞的眼睛看着盛天星，星星不希望姐姐跟你一起去玩吗？盛天星咽了咽口水，我当然希望姐姐陪我出去玩，只是他眼珠子微微一转，决定不忍了。只是我喜欢九爷，我怕姐姐去了以后会吸引九爷的注意。姐姐，你能不能答应我？他忍着恶心，拉住盛爱的手，撒娇。你跟我去见九爷的时候，能不能像前天晚上那样戴上面纱，尽量不要说话，也不要吃东西？盛爱点头，可以。盛天星没想到盛爱这么快就答应了，惊喜的眼睛都发出光来。真的？姐姐，你不骗我？姐姐从不骗你。盛天星趁机又问，那姐姐喜欢九爷吗？盛爱，不喜欢。我不太相信哦。盛天星细细观察盛爱的表情，什么都没看出来。九爷长得那么好，气质品味和家世性格等等也都好，你就一点都不心动？我不心动。盛爱像机器人一样回答，我只爱爸爸妈妈哥哥和星星，我只想永远跟爸爸妈妈哥哥和星星在一起，除了爸爸妈妈哥哥和星星，我谁也不爱。餐厅里一片死寂，几兄妹都用惊悚的眼神看着盛爱。盛爱这是打算一辈子缠着他们吗？他们要一辈子生活在活死人的阴影下吗？只是想想就不寒而栗。盛天星也是一惊，但很快就笑了。盛爱再怎么恐怖，自有爸爸妈妈和哥哥们收拾，轮不到他这个最小的孩子来操心。还有，他以后肯定是要嫁人的。盛爱还能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家里陪爸爸妈妈，一半跟他去夫家生活。嘻嘻，只要盛爱不跟他抢男人，他就没有什么好操心的。想到这里，他站起来拍着手道，我要准备送给九爷的礼物了。什么礼物？他亲手做的巧克力奶酪小饼干。这种饼干一般都是学校里的女生亲手做给喜欢的男生，用来告白的。他要借着这样的饼干向九爷表达他的心意。说起来，他同样多才多艺，制作小饼干自然不在话下。只是以前盛爱太过出色，把他的光芒给压了下去。只要没有盛爱跟他争风头，所有人都会知道他到底有多优秀。盛景三兄弟冷眼看着他忙碌，都在心里道，虽然他大概率是没有希望的，但能有机会跟九爷套近乎也不错，随他去吧。中午12点，盛天星将做好的520块小饼干放进心形的盒子里，摆出心形的形状，拍着手道，九爷吃了我的小饼干，一定能感受到我的心意。而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想了想，还是从保险箱里拿出仅剩的一小瓶圣水，咬了咬牙，全部灌进嘴里。圣水是师傅留给他的，可以及时补充灵力或恢复灵力，非常珍贵。他本想留在最重要的时候用，但这次去见九爷，他想给九爷看看相，看看九爷的桃花运什么时候到来，以及他命定的另一半会是怎么人。不过100毫升的灵水下肚，他立刻感到神清气爽，浑身轻松，五感异常敏锐，全身更是灵力充沛。这次我一定能看透九爷的命格和姻缘。中午12点，打扮得像小公主的盛天星提着漂亮的小篮子，和蒙着面纱打扮得像修女的盛爱出现在九爷的别墅前，和小颖等人会合。小颖按下门铃，声音很是恭敬地道，九叔公，我和朋友来看您。按理说，以九爷的身份和辈分是不可能出来迎接他们的，但门开的时候却是九爷走了出来。
当然，盛天星并不知道九爷是看到盛爱也来了，才特意出门迎接的。见到众人的瞬间，九爷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盛爱身上，浅笑：“爱小姐也来了，请进。”盛天星妒忌地暗暗咬牙，在心里道：“我现在就给九爷看相，我绝对不相信他的另一半会是盛爱那种非人非鬼的东西。”他上前一步，将手中的小篮子递到九爷面前：“九爷，这是我亲手做的小饼干，希望你喜欢。”九爷朝他笑笑，接过小篮子：“谢谢盛小姐。”面对面的瞬间，盛天星运转灵力，开启天眼。他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变得明亮数倍，闪动着流水般的光芒，投向九爷的眼睛。九爷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并没有回避，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四目相触。盛天星瞳孔蓦然睁大，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天啊！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漫天的金色光芒。初时，金色光芒很是柔和，如同初升的太阳，温暖而不刺人，让人想靠近，舍不得移开眼睛。但很快，金色光芒变得越来越耀眼，占据了所有的视线，无穷无尽。他只觉得自己正在注视正午的阳光，并且正在飞速靠近太阳，而后被太阳的耀眼与灼热刺瞎。啊！他发出痛苦的惨叫声，闭上眼睛，身体踉跄后退几步后摔倒在地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他伸出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我什么都看不到了。众人去扶他。星星，你怎么了？盛天星痛苦的想哭，然而他的眼睛就像已经彻底废掉了，丧失了视物、流泪等功能。睁却是能睁的，只是他吃力的睁开眼睛后，眼前却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我的眼睛瞎了，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十几分钟后，九世山庄配备的诊所给盛天星做了检查，表示病人的眼睛没有任何异常，他的失明应该只是暂时的，休息一阵子就好。至于一阵子是多久，不好说。如果3天后还是这样，就送病人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盛天星毕竟见过大世面，此时他已经冷静下来，心知他之所以会失明，是因为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普通的医疗手段肯定治不好。于是他也没有再闹，多谢医生，我这几天会好好休养的。出了这样的事情，去九爷家做客的事情自然也泡汤了。回到家里后，盛天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师傅打电话，然而师傅的手机一直关机，没办法，他只能给师傅留言，说明了他给九爷看相以及双目暂时失明的事情。发完之后，他陷入迷茫之中。这1年来，我看过那么多人的相，每个人的命格运势不同，显示出来的颜色也不一样。有血光之灾者，我看到的是红色，红色越是像血，说明血光之灾越严重；颜色灰暗，说明对方近期运气不好，运势很衰；颜色灰白，说明对方身体不好或患有重病，甚至是绝症。色如桃花，自然是红鸾心动。贵人显示出来的是紫色，紫色越是纯正和明亮，说明对方的身份越是尊贵。如果看到荧光点点，说明对方有财运。但金光耀目，如同阳光一般不可直视，我却还是第一次看到。师傅教过的看相之术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人金光耀目这种事。这个九爷到底是什么人？盛天星想的再多，也想不出所以然。所谓的祸兮福所依，盛天星暂时失明的好处就是，盛爱让他好好休息，暂时不用晨跑，也不用陪其逛街和看无聊的偶像剧。另一边，盛家父哭了1天后，勉强缓过气来，晚上有气无力的下楼吃饭。吃完饭后，盛爱问他：“三哥，你精神不好，晚上就不要出去了，陪我看电视剧吧，看电视会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盛家父当场就想骂：“我一个干大事的男人，晚上不出去谈生意赚钱或者吃喝玩乐，跟你看麻痹的谈情说爱剧？”但现在的他确实也没有心情出去嗨，只得闷闷地道：“好。”兄妹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盛爱道：“三哥，你这么关心地震灾区的话，我们今晚就看这部吧。唐山大地震，全是实力派主演，非常感人。”盛家父听了就想骂：“老子最讨厌主旋律，看到主旋律就想吐。老子今天够惨了，你还想火上浇油是吧？”但他哪里有胆子跟盛爱叫板呢？这个确实很感人，就看这个吧。他瘫在沙发上，一脸的生无可恋。盛景看到他这个死样子，暗自偷笑，出门去了。景哥，出来玩啊！他刚坐进超跑，就收到床上好友的电话：“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来嗨了，大家想死你呢。”想个毛线！盛景在心里骂。上周我出事的时候，你们有哪个出来帮我说话？现在我度过危机了，你们又出来跟我套近乎，不要脸！想是这么想，他还是笑得暧昧，要嗨就去床上嗨，只是我不能在外面玩太晚，晚上11点之前必须回到家里。我们9点开房，10点结束，怎么样？如果他有读心术，
迟早能听到对面美女的吐槽，就你这样，能玩得了1个小时。好啊，对面美女娇滴滴地道，时间还早，你先过来跟大家打声招呼，然后就说有事，我跟你一起离开。就这样，盛景取消了跟经纪人的会面，直接开车去酒吧见床上好友。灯红酒绿，俊男靓女，大家玩的都很嗨。在这过程中，盛景的手机响了好几次，他随便扫了2眼，全是陌生来电，一概不接。直至到了酒店，他的来电铃声太响，烦得他想拉黑对方，才发现对方来了一条短信：景哥，我是陈三儿，求求你接我的电话好吗？你不接我的电话，我会死的。陈三儿，盛景拧眉，怎么又是他？还想拿死来威胁他？他怕女人死啊！他刚想拉黑，同样的电话又打过来。他看了看浴室里隐隐绰绰的身姿，想到还有点时间，便不耐烦地滑下接听键。什么事？景哥，你终于接我的电话了。手机另一端传来年轻女孩惶恐而绝望的声：我年少不懂事，被经纪人算计了。经纪人用我的名义偷税漏税，导致我连本金带罚款，一共要补缴360万的税。公司帮我补缴了，但要求我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把这笔钱还给公司，还不起就要去陪大佬，还要拍大尺度的电影，不然公司就曝光我偷税漏税的消息，让我成为劣迹艺人，彻底被封杀。盛景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们都分手这么久了，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陈三儿哭着道：因为去年年初酒驾的事情，我赔了几百万，而后一直没有戏拍，我好不容易才接到一部戏，又出了要赔几百万税款给公司的事情，我家里没钱了，你能不能借360万给我？我保证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或者你帮我跟公司说说，让公司缓了1年，不，半年。陈三儿，你要不要脸啊？盛景嘲讽：我们都分手1年多了，你还跑来跟我要钱？分手的时候，我把我那辆价值100多万的车子送给了你，还帮你签约我的经纪公司，你还嫌我为你做的不够多啊？不是这样的，陈三儿苦苦哀求，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能来求你，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喜欢演戏，演戏是我一生的追求与梦想，如果明天上午12点之前我不能补缴税款，很可能会成为劣迹艺人。抱歉，我帮不了你。盛景看到床上好友穿着透明睡衣出来了，快速打断对方的话：你实在没钱的话就去卖，别来烦我。景哥，求你救救我。盛景无动于衷地挂断电话，拉黑对方，张手抱住扑过来的女人：宝贝，你在人前是清纯玉女，人后怎么这么骚？你不也是这么样吗？两人倒在床上滚成一团。这天晚上，盛景依然按时回家，没有被盛爱抓到把柄。因为爽了一把的缘故，盛景这天晚上睡得很好。第二天起床之后，盛景进入系统商城，用这几天辛辛苦苦赚到的积分提升声音的魅力度，而后前往酒店试镜李导的大 IP。所有的大导演都重视演技，这位李导尤其重视声音与台词，所以盛景这几天重点练习台词，积分也用来提升声音。试镜了1天下来，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男2号，却得到了男3号。他对此事不太满意的，想他好歹是顶流，又入围了视帝提名，居然在电影里演男3，太丢人了。经纪人却很高兴，拍着他的肩膀道：这个角色是后面补的，算是这部电影的颜值担当，表演难度不算大，你好好演，只要电影的票房和口碑不错，到时公司帮你运作，让你拿到一个最佳电影新人奖，你就能正式进军电影圈，这不比演电视和偶像剧强多了？最佳电影新人奖。盛景的眼睛亮了，拍拍经纪人的肩膀：这次我拼了，你一定要帮我拿到这个奖，只要能拿到这个奖，我付出多少代价都行。经纪人会意：放心吧，这也是公司的目标。两人说完就笑。笑完之后，经纪人道：走吧，好好梳洗，换身衣服，准备去参加今晚的电视节颁奖典礼。盛景兴趣缺缺地道：想拿视帝，靠的是资历，以我现在的资历，肯定拿不到视帝。经纪人道：上次的事情虽然已经解决，但多多少少还是影响了你的路人缘。公司为了巩固你的地位，这段时间花费了不少功夫，想帮你拿到视帝，你今晚未必没有机会。真的？盛景眼睛又亮了，如果公司能帮我拿到视帝，我下个合约还跟公司签。他一边打扮一边提心吊胆地给盛爱打电话，表示今晚要参加电视节的颁奖典礼，请求请假1晚，不在家吃晚饭以及晚点回家睡。经纪人在旁边听得啧啧称奇，这位一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顶流大少爷，晚上不回家吃饭都要向妹妹请示，看来盛景真的很在乎这个妹妹啊。经纪人哪里知道盛景在打这个电话时心里有多慌，生怕盛爱不答应，没想到盛爱一口答应下来，还祝他马到成功。盛景长长松了一口气，吊在空中的心脏总算回归原位。谢谢小爱，我会努力的。他挂断电话，笑容满面地走出化妆室。他没想到的还有，
盛爱打完电话后，对仅剩的盛家富和盛家贵道：“我要悄悄出席二哥的电视节颁奖典礼，给他一个惊喜。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盛家富和盛家贵摇头，不去。盛爱也不勉强，那我一个人去。盛家富和盛家贵不动声色的互视，都在心里道：“盛景，你自求多福吧。”盛景想不到的还有，万众瞩目中，主持人念出来的视帝名字竟然是恭喜盛景成为今年的紫罗兰视帝。当盛景惊喜万分、笑容满面的走上领奖台时，他更想不到，坐在电视机前的少女流着眼泪，拿起小刀放在左手手腕上，用力一划。景哥，恭喜你获得梦寐以求的视帝，演艺之路越走越长。可是我再也不能演戏了，再也不见我的初恋，我唯一的爱人。颁奖典礼仍在继续，几乎霸占了整个热搜榜。而在热搜榜的底部，一条惊人的消息并没有引发关注：知名童星岑萨尔自杀身亡，死前正在收看紫罗兰颁奖典礼。岑萨尔12岁提名紫罗兰最佳女配，创最小年纪纪录。岑萨尔原定出演离岛电影，曾表示最喜欢的明星是盛景。直到颁奖典礼结束，盛景走出颁奖大厅，在门口向黑压压的粉丝和媒体记者表示感谢时，突然有人抱着一只盆子从人群里冲出来，扯掉盖住盆子的塑料袋，将里面的液体泼向盛景，凄厉的哭吼：“盛景，你这个畜生，害死了我的女儿，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事发突然，盛景和身边人都沉浸在他获得视帝的荣耀之中，根本没有留意来人。就这样，盛景被泼了一身的血水，他那身名师设计的高定西装染了一片斑驳的血红，这血红还透着血腥气。保安反应还算快，立刻冲过去按住泼血的女人。泼血的女人疯狂挣扎：“盛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岑萨尔，你一定会有报应的。这是萨尔割腕时流出来的血，我要你陪萨尔下地狱。”狗仔已经激动地冲到了泼血的女人面前，举着麦克风问：“岑萨尔是自杀的吧？她的死跟盛景有什么关系？”泼血的女人双目赤红，眼里都是恨意：“萨尔是被盛景逼死的。我女儿当年未满18岁，被大她10岁的盛景欺骗，自以为在跟盛景谈恋爱，其实是被盛景玩弄。盛景玩腻了之后就分手，导致我女儿陷入重度抑郁，考艺校落榜，拍戏也频繁出错。”现场起了巨大的轰动。岑萨尔年纪那么小，居然跟盛景谈过恋爱，还真是一点风声都没有啊！上次的丑闻不是有人报过盛景喜欢选妃，目标主要是18岁到22岁的漂亮女孩，其中有一些女孩甚至未满18岁吗？曾经有臭名昭著的狗仔爆料说，有一位高颜值出身豪门的顶流就喜欢跟18岁左右的漂亮女孩谈恋爱，每次谈恋爱都不超过1年，有人还因为他患了抑郁症，其中包括未满18岁的女童星。盛景是顶流，岑萨尔也是出了名的童星，如果两人真的谈过，不可能没有一丝风声。别幼稚了，娱乐圈里别说隐瞒恋情了，隐瞒婚姻和隐瞒生子的多了去。盛景听着这些议论，异常愤怒：“我跟岑萨尔不熟，我没有跟岑萨尔谈过恋爱。如果再有人拿这种事情污蔑我和岑萨尔的名誉，我将采取法律措施。还有，今晚是紫罗兰颁奖典礼，还请大家尊重这场盛会，不要八卦那些空穴来风的消息。”保安想将泼血的女人带走，然而盛景的人气实在是太高了，现场密密匝匝的都是他的粉丝，里3层外3层，挤得水泄不通。绝大多数保安都挡在这些粉丝前面，生怕他们把盛景给挤死。加上泼血的女人挣扎的厉害，保安一时间挤不出去。我有证据！泼血的女人叫道：“萨尔的手机里有很多他和盛景的合影，盛景不当众道歉，我就曝光这些照片。”盛景冷笑，他准备和岑萨尔分手的时候，不小心把岑萨尔的手机弄进了火锅里，捞出来后也仔细检查过了。岑萨尔的手机坏得厉害，储存的内容全都没了，不可能保存有两人的合影照片。分手的时候，岑萨尔也保证过不会公开两人的恋情，就把这段恋情当成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岑萨尔他妈还想拿这段恋情来讹他，门都没有。狗仔们更激动了，照片在哪里？赶紧让我们看看。岑萨尔母亲点开手机，你们看，这是萨尔跟盛景谈恋爱时拍的，当时萨尔刚17岁，懂得什么？照片里，素颜的岑萨尔顶着一脸漂亮的胶原蛋白，跟同样素颜的盛景脸贴着脸，看着手机镜头，用2只手比划出一个新的形状。因为两人拍的是大头照，没有露出脖子以下的部位，也看不到背景。盛景冷笑：3年前，我和岑萨尔合作了一部电视剧，剧里我们扮演一对感情很好的兄妹，剧外我们相处的也很好，我把她当成妹妹，她把我当成哥哥，我们在片场经常一起玩。这些照片就是那时拍的，跟谈恋爱没有任何关系。你撒谎！岑萨尔的母亲哭诉，萨尔当时经常在晚上出去玩，家里不让他去，他才跟家里说他在跟你谈恋爱，你们是以结婚为前提谈恋爱的，我们都不同意他这么早谈恋爱。
但他说你帮了他很多忙，没有你，他在圈里肯定会被人欺负死。家里知道他喜欢拍戏，也知道圈里复杂，就想着有你这样的人保护他和支持他，对他来说应该不是坏事，就默认了这段感情。谁知道才过1年，你就跟他分手了。说到这里，他从包包里拿出一份报告，这是萨尔的抑郁症诊断结果，跟你分手后得的。去年年底，他被你介绍签约的经纪公司逼迫陪酒，他心里害怕，途中逃走，才会酒驾撞到供电箱，导致整条街停电。全场哗然。岑萨尔确实跟盛景一个经纪公司，正常说来，最近几年都没有好作品的岑萨尔想签那样的大经纪公司不容易。网上曾经传出一段行车记录仪拍到的视频，就是岑萨尔酒驾的当天深夜，他逃命似的从酒店大门里跑出来，边跑边往后看，衣衫还是乱的。那段视频很快就被删除，上传视频的人承认视频是伪造的，而后没有了下文。1年多前，岑萨尔经常用小号发表恋爱感想，说他喜欢的人怎么好。盛景听着这些议论，气得在心里大骂现场的保安是废物，居然让岑萨尔他妈这样当众污蔑自己。然而现场的粉丝实在太多了，所有人都想挤进来看热闹，这就导致了里面的人出不去。保安怎么劝都没用，我没有跟岑萨尔谈过恋爱。盛景上前几步，抢过记者的麦克风，大声道：岑萨尔曾经是我的粉丝，他也像其他女粉丝一样向我表过白，但我一直把她当成妹妹，对她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我促成她和我的经纪公司签约，就是希望她能专心拍戏，不要分心。岑萨尔妈妈，我理解您的痛苦，我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您渡过难关，但请您接受现实，我真的没跟萨尔谈过恋爱。你这个撒谎精！岑萨尔的母亲哭得嗓子都哑了。萨尔跟你分手的那天晚上，哭了很久，还把照片传给我们看。有记者问岑妈妈，先不说岑萨尔有没有与盛景谈过恋爱，但你说盛景与岑萨尔的死有关，有什么证据吗？岑萨尔妈妈哭着道：萨尔被公司算计，欠了公司360万，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想去借高利贷，帮他还了这笔钱，但他说他可以向盛景求助，盛景一定会借钱给他的。然而盛景没有帮他，他割腕的时候正在看今晚的颁奖典礼。全场再度哗然，才360万而已，对盛景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盛景居然见死不救，好歹是前女友，年纪又这么小，帮他一把很简单吧。难怪岑萨尔会选择在盛景获奖的时候自杀，原来是这个原因啊。盛景听得忍无可忍，大声吼道：我和岑萨尔拍完那部电视剧后就没有联系了，我并不知道他面临的困境。他昨天晚上突然来找我借几百万，我担心他遇到了诈骗，没敢马上答应，打算先向公司核实再说。但你们也看到了，我今天很忙，还没能去核实他的事情，他就出事了。就在这时，一个并没有那么大声却很是清晰的声音响起来：二哥，你一定是工作太忙了才会忘记，你确实跟岑萨尔谈过恋爱。那天晚上你以为家里没人，就带岑萨尔回家过夜，但我提前回家晨跑的时候看到和听到了你送岑萨尔出门。盛景听到这个声音，双腿都软了。盛爱，这个阴魂不散的东西怎么又出现在这里，还当众拆他的台，打又打不过，骂又不敢骂，赶又赶不走，这是要逼死他吗？现场已经够乱了。盛爱的话一出来，现场的反应就像从巨石投湖变成海啸爆发。天啊，盛景带岑萨尔回自己的家里过夜，盛家可是海城第一豪门啊，据说圈里的人都没有去过盛家。这女人是谁啊？怎么打扮的跟修女似的？她叫盛景为二哥，难道是盛景的妹妹？上次的视频就是这个女的吧？如果她真是盛景的妹妹，那她说的肯定没错。盛景的经纪人只认识盛天星，不认识盛爱，当即就怒了：你不是盛景的妹妹，是谁派你来诋毁盛景的？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将她拖走！盛景的2名保镖冲过去，抓住盛爱的手臂，想将她拉走，然而没能拉动。保镖不信这个邪，用力的扯，盛爱还是纹丝不动。他微微转头，用一双黑洞洞的眼睛看着盛景的经纪人：你以前没有见过我，我不怪你，我是盛景的妹妹盛爱。完了，真的完了。现场有那么多人看着，还有那么多人在直播，盛爱的身份就这样曝光了。盛景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而后身体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彻底软了，瘫在地上。现场又响起一大片惊呼声，无数的镜头对着盛景狂拍，还有一大群狗仔激动地围着盛爱问：你说的都是真的吗？盛爱还是蒙着面纱，只露出一双黑洞般的眼睛：我从不说谎。狗仔，你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形吗？盛爱，前年的7月8日晚上，我家里的人去乡下参加老人家的葬礼，都不在家。我当时在外面参加夏令营，因为太想家，夏令营刚结束就连夜坐飞机回来。
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倒头就睡。天没亮我就出去晨跑，跑完回来，我看到二哥和一个女孩从房间里走出来，搂搂抱抱的朝门口走去。我听到二哥对那个女孩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不能陪你过，只能提前1晚陪你过了，祝你生日快乐。”女孩说她昨天晚上过得非常幸福，还说非常喜欢二哥送给她的礼物。在前院里，二哥亲了陈三儿，然后开车送女孩离开。我看过二哥所有演的电视剧，认得那个女孩叫陈三儿。我还知道明星的恋情都是秘密，二哥既然没有公开恋情，我也装作不知道。说到这里，他看向被经纪人扶起来的盛景：“二哥，你可以隐瞒恋情，但说谎是不对的。你当众说你跟陈三儿没有谈过恋爱，这对陈三儿太不公平了。”全场轰动，激动的议论声一浪高过一浪。陈三儿的生日是7月9日，看来他说的没错。他自称盛景的妹妹，盛景都没有反驳，肯定是真的。前年的7月8日，林三儿还差1天才满18岁呢。天啊，盛景居然跟未满18岁的女孩过夜，这算是劣迹艺人了吧？盛景听得都快崩溃了。这种事情在什么时候说不好，非得现在说，非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说，非得在这么多人直播的时候说，这真的是要了他的命啊！偏偏还有记者将镜头对准他，咄咄逼人：“盛师弟，你妹妹说的是真的吗？你要不要反驳你妹妹的说法？”他当然想反驳，他还想宰了盛爱，可是他不敢啊，他现在好想死。巨大的压力、惶恐与无奈之下，他眼白一翻，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盛景悠悠转醒，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哑着声音嘶吼：“我没有跟陈三儿谈恋爱，我没有未满18岁的他过夜。”耳边静悄悄的，没有人声鼎沸，眼前也很熟悉，是他的房间，床边坐着他的经纪人和盛家贵。经纪人关切地道：“小景啊，你不用担心，不管陈三儿的事情闹得有多大，有你家和你四弟出马，一定能摆平的。”盛景左看右看，不见盛爱，这才略微放心了一点，焦急地问盛家贵：“家贵，你说这事闹得这么大，我要怎么做才能洗白自己？”盛家贵狠狠吸了一口土烟，冷笑：“洗什么白？遇到这种事，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往陈三儿的身上泼脏水。只要把他描述成荡妇或者私生活不检点，粉丝自然会为你洗白，网友自然会把注意力转移到陈三儿身上，你就能美美的隐身。”荡妇羞辱！盛景眼睛一亮，这个主意好。经纪人也用佩服的目光看盛家贵，不愧是海城首屈一指的冷血大律师，一开口就是王炸。当然，换了他也能想到这种公关手段，但盛家贵可是律师啊，一个专业律师，还出身豪门，一开口就动用这种手段，居然没有半点犹豫和心理负担，只能说这人天生就是狠人。盛家贵又狠狠抽了一口自己卷的土烟：“你说吧，陈三儿有过哪些不光彩的行为？尤其是他的私生活，捕风捉影也好，真凭实据也好，一定得找出点问题来。”盛景沉思，陈三儿曾经为了签约改过出生日期，把年纪改大了1岁。如果有人攻击我跟未满18岁的陈三儿交往或过夜，我可以说是他骗我已经成年。他的家境不太好，小时候好像当过童模，拍过一些不太雅观的照片。如果找到这些照片并传出去，肯定会引来非议。追求他的男人应该有几个？就我所知，他跟我分手之后跟年纪大的男人约会过。如果能把那些男人找出来说上几句，对我应该挺有利的。他挺虚荣的，跟我交往时，我送了他不少奢侈品。对了，他平时穿的戴的很多都是高仿。盛景用了不少时间去挑陈三儿的毛病，盛家贵都用手机录了下来。我知道了，我明天就找人去收集你说的这些材料。他说的非常冷血，没有半点情绪波动。除了陈三儿，我还会收集他妈妈和他妹妹的黑料，必要时一点一点的报。这种单亲家庭的母亲与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道德或心理方面的毛病，经不起大众挑刺。经纪人看着盛家贵的目光带上了几分惧意。这位短短1年内迅速崛起的大律师，做事真的很绝，不给人留半点后路。还好他跟盛家是一伙的。盛景见盛家贵这么有信心，也略微放下心来，感激地道：“老四，这次又麻烦你了。这件事结束之后，我定有重谢。这个再说。”盛家贵摆了摆手：“时间很晚了，我去休息了。你再好好想想陈三儿还有哪些黑料或毛病，到时一起补充。”说完，他将燃着的烟头按在短袖下光裸的手臂上，起身离开。经纪人看着盛家贵的举动，又在心里暗道：真的是狠人。而后他看了看时间，已是凌晨2点多，也道：“先睡吧，有什么事明天起来再说。”卧室里安静下来，盛景辗转反侧，还是睡不着。毕竟这个事儿闹得太大了，还涉及未满18岁的女孩，算是触到了红线，处理不好的话他就要退圈了。不，谁都不能阻止我成为国际巨星，我可是巨星系统选定的男人。对了，我不是有万能的系统吗？系统在手。
天下我有。他在脑海里呼叫。系统，岑萨尔应该还没有火化，你能不能帮我扫描他的身体？系统肯定在翻白眼，可以，扫描死人，花费加倍。盛景暗暗在心里骂了一句奸商，而后他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这才注意到他的积分居然从0变成了800。咦，我怎么多了800积分？宿主获得师弟称号，奖励800积分。原来如此，肯定是他领奖的时候太激动了，全场又是一片哗然，这才导致他没有听到系统的奖励提示。只是这积分好像不太对，怎么才800积分？他问。师弟是演员在电视圈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我记得奖励好像是1000多积分吧。系统的声音又带上了几分嘲讽。正常情况下，宿主获得师弟称号，奖励1500积分，但你这个师弟太水了，除了粉丝、观众和业内都不服，这个荣誉对你的加成并不大，所以本系统只能奖励你800积分。盛景，尼玛，居然还有这样的讲究！算了，有总比没有好。系统商场里还有很多道具售卖，比如体力增强剂、速度增强剂、眼泪说来就来10分钟的武打高手等。他要细细研究这些道具，看有没有道具能帮得到他。看着看着，他睡着了。再接着，走廊里突然传来响亮的钟声，把他给吵醒了。他愤然大怒，闭着眼睛大吼：我刚睡着，哪个天杀的弄出这么大的钟声？想死是不是？盛爱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二哥，该起床晨跑了。晨跑？盛景脸色骤变，他昨天晚上被岑萨尔的事情折磨得压力山大，居然忘了这一茬。可他现在困得要命，眼皮子都睁不开，双腿重得像灌铅，怎么跑5000米？小爱，他几乎是哭着哀求，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能不能请假一个早上？别做梦了。房门打开了，脸色同样有些憔悴的盛家富站在门口，说得颇有些幸灾乐祸。你若是能请假，我们也早就请了。真不想跑的话，你就向天心学习，眼睛瞎了就不用跑了。盛天心的眼睛还没好，天天缠着块白布在家里休养。盛景吃力地掀开被子，欲哭无泪。我知道了，我跑不动的话，你们一定要等等我。他半眯着眼，梦游一般的换上运动服，梦游一般的热身，梦游一般的跟在队伍后面，踏上望不到头的跑道。因为过于困倦的关系，他晨跑途中摔倒了好几次，有一次还从坡道上滚下来，导致膝盖和手臂都擦出血来，一只脚趾头受伤不轻，指甲都裂开了，再也跑不动了，只能一瘸一拐的行走。好了，这一下他真的不用再跑了，只能像盛天星一样，暂时在家里休养了。很快，盛景工作室在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则声明：盛景今日清晨健身时不慎受伤，需要休息，暂时不参与任何公开活动。声明还附带了盛景脚趾头受伤的照片以及手臂膝盖的擦伤照，这些照片惹来了不少粉丝的心疼，也有不少网友嘲讽：这是演的吧？不敢直面岑萨尔的死，躲起来搞商盾呢。感觉盛景是真的心虚。与此同时，岑萨尔的母亲与一些狗仔也在不断爆料，矛头直指盛景。岑母公开岑萨尔朋友圈仅个人可见内容，全是岑萨尔与盛景的亲密照片以及岑萨尔对盛景的告白，基本坐实了两人的恋情。在家里养伤的盛景看到这里大骂：喵的，分手时我都把他的手机给搞坏了，所有储存的内容都没了，他居然在朋友圈上传仅个人可见的亲密照片，真是够坑的。接下来，盛景工作室又发表声明，承认盛景与岑萨尔2年前曾经谈过恋爱，但是岑萨尔更改过出生日期，把实际年龄改大了1岁，盛景当时对此并不知情，以为岑萨尔已经年满18。盛景还表示他和岑萨尔是真心相爱的，两人当时没有公开恋情，以及盛景现在没有承认恋情，是因为两人曾经达成共识，双方都是艺人，公开恋情会影响事业，故而决定即使分手也不会重提旧事。盛景还表示岑萨尔直至离世也没有公开曾经的恋情，说明他不想让世人知道这段往事，请大众尊重岑萨尔的选择。盛景的粉丝都在为盛景打抱不平，恋爱分手很正常，分手后还要帮前任还债，这是什么道理？岑萨尔自杀令人心痛，但他自杀时跟盛景都分手这么久了，他的死跟盛景能有什么关系？即使没有景哥，他也会自杀的。网友不能迁怒在盛景身上。美景刚刚获得视帝称号，就有这么多人攻击美景，想想就知道这是一场阴谋。岑母这边则愤怒地表示，萨尔确实改过年纪，但这是当年的经纪人给予我们的建议，也是盛景帮改的，不然我一个单亲母亲能改得了萨尔的年纪？后来萨尔的经纪合约作废，萨尔又把年纪给改了回来。盛景跟萨尔恋爱时肯定知道萨尔未满18岁，公众哗然。不管实情如何，以岑萨尔家里的情况，
应该是没有能力改年纪的。以盛家的本事，要修改一个艺人的年纪，还不是小菜一碟？盛景的妹妹都说了，岑萨尔18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是在盛景家里过夜的，盛景都把人带回家了，两人不可能是第一次睡吧？眼看舆论又倒向岑母，盛景的经纪公司出手了。岑萨尔的片酬都由母亲代管，因为岑母不熟悉业务的缘故，无意中导致岑萨尔偷税漏税，本金加罚款达360万元，公司代为补缴，且没有催促岑萨尔的行为。经纪公司还发布了税务机关发给岑萨尔的罚款传票，以及公司帮岑萨尔补缴税款的证明。这些证据发出来，舆论又是一片哗然，批评岑萨尔的声音占了主流。男明星都倒在税上，女明星都倒在税上，但岑萨尔年纪这么小，怎么就学会了偷税漏税？岑萨尔先是深夜酒驾撞坏供电箱，后有偷税漏税被罚款几百万，这些都是劣迹，正常来说肯定要被封杀。好的没学到，坏的都学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面对经纪公司的声明，岑母非常愤怒，通过媒体发表声明：我再说一次，萨尔之所以深夜酒驾，是因为被公司逼迫陪酒，他不甘受辱才匆匆驾车离开。萨尔确实做错了，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在这件事情中同样是受害者，却没有人为他讨个公道。至于偷税漏税的事情，当时他未满18岁，所有的工作都是经纪人谈的，收入也是先经过经纪人才转到我的手里。经纪人告诉我说，到手的钱都是交过税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钱涉嫌偷税漏税。经纪公司确实帮萨尔补缴了税款，但同时也逼萨尔还钱给公司，不还就要去拍大尺度的电影。萨尔自杀当天就是经纪公司给予他的最后期限，舆论对此反应不一。经纪公司的声明都有证明，但岑母没有证据啊！别再写小作文了，我只想看到证据。岑萨尔和母亲哪里斗得过这么大的经纪公司？加上萨尔已经去世，寡母去哪里找证据？岑萨尔在圈里就只是一只待宰的小羊羔，我相信这些事情他根本做不了主。我站萨尔，但岑母想为萨尔讨个公道，还是要拿出证据。而后，一段岑萨尔自杀前的录音曝光。我年少不懂事，被经纪人算计了。经纪人用我的名义偷税漏税，公司帮我补缴了，但要求我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把这笔钱还给公司，还不起就要去陪大佬，不然公司就曝光我偷税漏税的事情。抱歉，我帮不了你，你实在没钱的话就去卖，别来烦我。景哥，求你救救我！很明显，这是岑萨尔打给盛景的求救电话。这段录音放出来，全网一边倒的支持岑母。岑萨尔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绝望，我相信他是真的被经纪人给陷害了。吃人的经纪人和经纪公司都是盛景介绍的，想想就不寒而栗。想想他当时的处境，真是太窒息了。盛景太毒了，居然让曾经的恋人去卖，难怪萨尔选择自杀。如果萨尔没有被盛景这种城府深沉的老男人欺骗，肯定会专注学业，考上一流的艺校，更不会患上抑郁症。一个又一个的房思琪崩溃了，自杀了，一个又一个的李老师却还活得好好的。盛景赶紧退圈，要求盛景退圈的呼声愈来愈盛。就在这时，一连串对岑萨尔不利的消息接连发在网上。岑萨尔8岁开始当童模，表现如成人。岑萨尔小时候父母离婚，喜欢年长的男子。当年的工作人员表示，岑萨尔拍完戏后很喜欢黏着盛景。朋友表示，盛景是岑萨尔的理想型。岑萨尔曾表示过想嫁给盛景。岑萨尔1年前认识了丑国网友，曾经飞去丑国约会，还谈及婚嫁。这些消息引来不少争议。这么看来，岑萨尔的问题也很大。他都已经开始新恋情了，再去找盛景也不合适啊。小小年纪就拍那么成熟的照片，这也不是什么正经女孩吧？盛景看着这些议论，冷笑着进入直播间。开始直播的那一刻，他红着眼睛，用悲伤的声音道：我用我的名誉担保，那段录音是伪造的。虽然我很同情岑阿姨，但为了我和萨尔的名誉，我还是决定起诉岑阿姨。就在刚才，盛家贵找黑客黑进了岑萨尔的手机，修改和抹除了原始录音的一部分内容。就算岑母到时找人鉴定什么的，凭盛家的权势，想在暗中搞点小动作，还不是易如反掌？又或者，他找人偷走那部手机，又有多难？马上，直播间和网上的舆论又出现了反转。盛景既然敢告岑萨尔的母亲，说明他问心无愧，我支持盛景。我也觉得盛景肯定有把握，才敢告。就在盛景得意的时候，一个阴嗖嗖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二哥，你要当众说谎吗？盛景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煞白，他双手哆哆嗦嗦的想关掉直播，却怎么都抬不起来。他还想转头去看看身后的盛爱，可是脖子僵硬的如同石化了一般，动不动。偏偏满头的大汗一滴滴的往下滑。直播间的网友马上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景哥怎么了？脸色这么白，是不是犯病了？美景，你怎么了？要不要我们帮你叫医生？这不是重点吧？
重点是盛景的妹妹说盛景撒谎了，撒什么谎？二哥你怎么了？盛爱端着果盘站在盛景身后，如同人形机器一般木然。你怎么不说话？别说流汗了，盛景都想流泪了。让他说什么？到底让他说什么？说他没有撒谎，那盛爱还不知道会对他做出什么。说他撒谎了，那他还能堵得住网友的嘴吗？我身体不舒服，他终于能说得出来了，结结巴巴的，我先关掉直播。他伸出僵硬的手按向关闭键，但盛爱一只没有温度的手挡在了他的手前。二哥，你赶紧向网友道歉。盛爱道，你说谎了。盛景的脸上全是汗。我说了什么？什么谎？盛爱，那段录音不是伪造的，我刚才来看你，听到了你跟四哥的对话。四哥说他已经找黑客黑入岑萨尔的手机，修改和抹除了部分原始录音。如果找权威机构来鉴定原始录音或者打官司，你一定能赢。这么做是不对的，你和四哥必须向公众向岑萨尔的妈妈道歉。盛景一边流着泪，一边在心里大骂盛爱，这个该死的瘟神，这个该死的怪物，为什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他站在他的身后没有一丁点重量和气息？为什么他嫌热，门没有关紧，就这样让盛爱无声无息的进来了？现在搞成这样，他该怎么办？而直播间已经炸了。What？ 盛景居然找黑客修改了岑妈妈的录音，太过分了，太恶心了，这是犯法的吧？我记得盛景的四弟是律师吧？律师做这种事情要被吊销律师执照的吧？盛景的这个妹妹多次指出盛景撒谎，看来盛景此人撒谎成性，说话根本不能信。这么说，录音是真的了。盛景绝对算得上是间接逼死了岑萨尔。最重要的是，盛景跟未满18岁的岑萨尔恋爱，并带对方回家过夜，触及红线了吧？盛景什么时候走流程？我希望今天就能看到代言掉光一条龙。盛景不用看弹幕，也知道网友们会怎么说，还知道他现在肯定已经上了热搜，还爆了。眼光余光瞥到，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破了100万，且还在快速增加中。怎么办？他到底应该怎么办？谁来救救他？以前都是谁救的他呢？对了，系统！他在脑海中呼叫，系统救我！你想我怎么救你？请让盛爱立刻消失！你开玩笑吗？我连盛爱是个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怎么让他消失？那我花费积分，你帮我断网，不让任何人看到我的直播，这你总做得到了吧？正常情况下是做得到的，但是盛爱在这里，我不敢动。盛景气的大骂，你是为系统，怎么这么没用？系统冷笑，本系统还能比你没用？而后系统再也没有出过声。另一边，盛爱的声音又响起来，二哥，你还不道歉吗？盛景看向电脑屏幕，喉咙沙哑的厉害。这么多人看着，一旦他承认撒谎，就彻底输了。可是，否认撒谎的话，他的下场就一定更好吗？二哥，你为什么还不道歉？一只没有弹性和温度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盛爱的声音很悦耳，没有喜怒哀乐，却如同要命的诅咒一般，吓得盛景的心脏几乎停止。你要当一个当众说谎的坏孩子吗？盛景感受到了盛爱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意，阴冷入骨，令他全身的血液几乎都要冻僵了。爸爸妈妈说了，撒谎的孩子要被关进书房，写3000字检讨，不承认错误不能出来。盛景张嘴，我撒谎了。而后他再也不堪重负，眼白一翻，晕了过去。盛爱面无表情地看向镜头，缓缓地道：我二哥说谎了，对不起大家，我以后会监督他，不让他说谎。而后他缓缓伸手关掉直播。晕过去的盛景陷入了漫长的黑暗中，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苦苦寻找光明与出口，却怎么都找不到。他哭泣，他跪地，他求饶，却没有人来拯救他。而在他昏迷的时间里，他在直播间承认他找黑客修改岑母原始录音的事情，彻底在网上爆了。人渣，他果然是人渣。赶紧的调代言山作品封号炸号电视剧换头换脸一条龙走起。这不仅是道德问题了，还涉及法律问题，警察叔叔该行动了。哈哈，开始有代言删掉了他的名字，撤掉了他的海报，有几个剧组也开始删掉他的名字了。有片方发布声明，表示他们没有邀请盛景出演作品的计划。等盛景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代言已经掉得差不多了，没掉的那几个品牌，还是因为隶属于盛世集团以及盛世集团的铁杆盟友，几乎他出演过的所有作品，也都删除了他的名字。那些邀请了他的活动也表示没有邀请他参加的计划。李导的电影也官宣了参演名单，没有他的名字。好不容易醒过来的盛景看到这些消息，眼前一黑，差点又晕了过去。但没晕成。家贵，他抓住正在用力抽烟的盛家贵的手，你帮我想想办法，我求你了，
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盛家贵将没有抽完的烟头按在大腿上，平静地道：现在就看岑萨尔的母亲是否原谅你了。我联系岑母，她拒绝跟我谈，也拒绝跟你和经纪公司谈，但大哥已经去找他谈了，以大哥的本事，应该能说服他。好，好，盛景眼里流露出希望，大哥愿意出手，这事肯定能成。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大哥，求他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一定要取得岑家的谅解。他流着眼泪，哽咽着拨打盛家荣的电话。盛家荣跟他是一个妈生的，跟他的感情自然比较亲近。放心吧，盛家荣一如既往的沉稳，我一定会说服岑母的。毕竟，他拥有强大的读心术，岑家人想要什么都瞒不过他，而盛家也给得起岑家真正想要的东西。太阳落山的时候，盛景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将一片黑暗。但这时，盛家荣的电话来了。大哥怎么样？盛景的声音很急切。你搞定岑萨尔他妈了吗？当然。办成了这么麻烦的事情的盛家荣，声音依然很稳，不骄不躁。我以你的名义向岑萨尔母亲保证了3件事情，最终说服他同意原谅你。这3件事情对你来说有点难，但你必须做好，这样才能保住你东山再起的可能。盛景刚刚飞起来的心情又落了下来。什么条件？盛家荣：1. 你正式公开向岑萨尔道歉，承认2人的恋情，承认你分手时没能很好的照顾萨尔情绪，给他带来了伤害，同时亲自送萨尔下葬，私底下赔偿岑家1000万。2. 你公开宣布退圈，不再出现在幕前，直到观众再次接受你为止。3. 公司签下岑萨尔的妹妹，给他最好的经纪人和最好的资源，全力捧红他，同时保证绝对不会让他陪酒陪笑陪睡，也绝对不会强迫他接戏或者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以上3条形成书面承诺书，我以盛世集团总裁的身份担保，签字盖章。以上3条并不是岑家人提出来的，事实上他见到岑家人后，岑家人依然拒绝与他谈判，但是他读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动摇。前2条是岑萨尔母亲的心声，第3条是岑萨尔妹妹的心声。他们确确实实想为岑萨尔讨个公道，跟盛景硬杠到底。然而现实的残酷又在提醒他们，跟盛景硬杠没有好处。不说别的，单说岑萨尔欠了经纪公司360万，欠条上面有他与母亲的签名，除非经纪公司放弃债务，否则岑母还是要还这笔钱的。但岑家哪里还有钱？另外，岑萨尔的妹妹是练习生，刚满18岁，需要出道和机会，这一切都在逼着岑家人面对现实。开什么玩笑？盛景尖叫，其他2条就算了，但退圈这一条，我怎么可能答应？我这辈子一定要成为巨星，最红最红的那种。我现在已经是顶流，刚刚得了视帝，身上还绑有。他想说还绑有巨星打造系统，但临到嘴边，他迅速咽回去。现在让我退圈，我所有的努力不是白忙活了。现在的舆论对你非常不利，你越是解释，越是适得其反。盛家荣沉静地道：你的作品还没有下架，这意味着官方还在观望。只要岑萨尔的母亲原谅你，愿意配合你洗白，你就还有一线生机。我建议你先退圈，专注提升演技，同时多做慈善。等公众忘记了这件事，你再出来。如果你现在不答应，就彻底没有了机会。你自己选吧。盛景陷入沉默，其实他也没有沉默多久，也就几十秒而已。毕竟他没得选了。我可以答应这3个条件。盛景无力地道：但岑萨尔他妈怎么帮我？盛家荣：1. 他会表示他的手机没有任何问题，原始录音没有遭到破坏。2. 他同意让我们将录音里的卖字变成卖车，只是上传这段录音的狗仔出于搞事的心理，故意将车这个字消去，引发大众误会。上传录音的狗仔已经搞定，给了他一笔钱，他答应背锅。他还同意澄清，你接到岑萨尔的电话时喝多了，意识不清，口气粗暴，醒过来之后立刻向公司了解情况，表示愿意帮岑萨尔还债。只是你当天太忙了，还债的事情还没有操作完成，萨尔就自杀了。你对此深感愧疚。经纪公司也会配合岑母的声明。3. 他会表示他发现了岑萨尔的遗言。岑萨尔在遗言中表示，2年前我深爱的恋人离开了我，2年后的现在，我再次爱上的人也离开了我，事业没了，爱人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样就能把岑萨尔自杀的原因转移到新男友身上。我已经找到了岑萨尔的男网友，给了他一大笔钱，他答应背这个锅。4. 关于岑萨尔未满18岁就跟你谈恋爱的事情，你承认是真的，但岑萨尔的妹妹会发表声明，表示岑萨尔跟他说过你是君子，在恋爱期间你非常珍惜他，并没有跟他发生过关系。母女俩也表示岑萨尔一向洁身自好，否则也不会因为被逼着陪酒而匆匆逃离现场，导致酒驾，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跟原经纪公司解约。这样你跟未满18岁女孩恋爱的事情就能得到公众谅解。盛景听得都惊住了，好厉害的公关手段
和洗白手法，简直无可挑剔。一边的盛家贵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有一口没一口的喝，眼中暗藏冷笑。果然，在这个家里，除了捉摸不透的老头子，就属盛家荣最有脑子，也最狠。他的狠体现在行事做派上，盛家荣的狠则是体现在心机上。心机之深，他都望尘莫及。好就好在，他与盛家荣是一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盛景惊了好一会儿后，才苦笑：“你说的对，这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处理方式了。”不否认自己做错了事，但他真心忏悔，用心弥补，从而谋得一线生机。盛家荣道：“就这么办吧，我现在就着手处理，务必今晚就把所有的事情办妥。你也赶紧出门见岑三儿的妈妈，当面边哭边向她下跪，满足她的心理需求。本来这种小事用不着他这样的大总裁亲手去办，但他需要盛景成为巨星，这样盛氏集团才好洗钱。”盛景叹着气，拿过拐杖，灰头土脸的出门，准备以现在的衰样博取岑三儿母亲的同情。盛家父也在哭：“三少！”驾校校长这几天来第一次联系他，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忧虑。伊甸园那边的盘点结果出来了，我们损失惨重，3756名猪仔在地震中失踪或逃走了2000多人，剩下的都被当地警方给抓了，准备移交给天朝上国。800多名员工，有1/3死在了地震中，有1/3失踪或逃走，另有1/3被抓了。伊甸园应该算是完了。伊甸园的钱呢？盛家父追问。现金以及账户上的钱呢？都还在吧？不在了。驾校校长口气沉重。地震发生的时候一片混乱，人人都忙着逃命，现金要么被猪仔和工作人员抢走了，要么在地震中被破坏或不知去向。账户里的钱也被当地势力用枪指着负责人的脑袋，把钱给转走了。盛家父捂住胸口，呼吸不过来。有些钱没有我的指令和密码，根本转不出去。驾校校长，我打听过了，那些没有你就转不了的账户被转交给了天朝上国。盛家父剧烈的喘息，呼呼，而后他噗的一声喷出一口老血，晕了过去。就这样，盛家父病倒了。盛爱站在床前，居高临下的看着盛家父，悠悠地道：“星星眼瞎，二哥膝盖和脚趾受伤，三哥也吐血昏迷，只有4个陪我晨跑了。”此时的盛家贵也很郁闷，因为盛爱那个混蛋在盛景直播时说的那番话，他被上级主管机关调查了。他当然否认他做过这样的事情，只说他调查过了，是他的助手以他的名义联系黑客，让黑客去黑岑三儿的手机。然而那名黑客的水平不够，没能成功的入侵岑三儿的手机，更不可能修改岑三儿与盛景的对话录音。为了圆他的谎，他的助手和一名4流黑客拿了他的钱，背了这个锅。加上岑母作证说那段录音没有任何问题，他才逃过了这一劫。他越想越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果然给盛家荣打电话：“我现在拿盛爱没有办法。”他明确的表示：“天星瞎了，盛景抑郁了，盛家父自闭了，现在只能靠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家解决盛爱这个大麻烦？”他毫不怀疑其他人也拥有金手指，否则就盛天星和盛景那种蠢货，能在短短1年时间里分别成为玄学大佬和顶流。他看不出来盛家荣的金手指是什么，但一定很厉害，足以让盛家荣这么的无往不利。盛家荣的声音带着淡淡的笑：“我快到家了。”盛家贵也笑了：“我带盛爱去接你。”他要看看盛家荣遇到盛爱会发生什么。盛爱听到盛家荣要回来了，露出一个完美而没有感情的笑容：“好久没见大哥了，我真的很想他啊。”盛家贵微笑：“大哥难得回来，你接下来一定要多陪陪大哥。”盛爱：“那是必须的。”两人走过庭院，站在别墅大门口。很快，盛家荣的黑色商务车出现在两人的视线中。商务车里，盛家荣盯着黑发长裙、优雅出众的盛爱，暗暗在心里道：“真的是那个原汁原味的盛爱。若非亲眼所见，他真不敢相信。”盛爱为什么没死？他听了弟妹们的说法，想来想去，只想到一种可能：盛爱也得到了强大的金手指。他的金手指很可能是不死之身。不死之身，还真是强大，让他这个独行者都不禁跃跃欲试，想一较高下了。盛家荣在心里想着，打开车门，钻出车子，对盛爱张开双臂：“小爱，欢迎你回家。”盛爱露出灿烂的笑容，上前几步，伸手抱住他：“大哥，欢迎回家。小爱好想你。”兄妹俩拥抱的瞬间，盛家荣只觉得自己就像在抱一个死人，没有温度，没有弹性，没有呼吸，没有人体的气息，这让他不禁打了2个寒战，迅速放开盛爱：“小爱，咱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盛爱：“是我18岁生日的时候。”说到这里，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我差点忘了，还有3天就到我的19岁生日了。
我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把所有认识的人都请过来。盛家荣沉默几秒后，他问小爱，你还记得你18岁生日派对到你回家之前的1年时间里，你在哪里？又在做什么吗？他一边问，一边集中注意力，聆听盛爱的心声。盛爱没有任何反应。我一直在家里啊。盛家荣，你一直在家里做什么？盛爱，我在家里跟全家人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看电视，一起晨跑啊。盛家荣微微蹙眉，整整1年都是。盛爱，当然，跟全家在一起最幸福了。小爱一直都过得很幸福。盛家荣确定盛爱真的不正常，他的想法、思维、记忆都是混乱的，不合常理的。还有，为什么他听不到盛爱的心声？正常说来，他跟别人的距离越近，听到的心声就越清晰。尤其是他跟别人有身体接触，特别是拥抱时，不管对方的心声有多小，哪怕只是潜意识里的想法，都会被他听到。然而几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听到盛爱的心声。盛爱没什么心机，至少在我的面前都很坦率，有什么说什么，所以我才没有听到他的心声。盛家荣这么告诉自己，他现在跟我说的应该是他的真实想法。先这样吧，不用急。既然小爱待在家里很幸福，那以后一定要尽量待在家里，不要乱跑。盛家荣微笑，不然被哪个男人给偷走了心，大哥会难过的。我的心属于家里。盛爱抬手按在心脏的位置，我最喜欢和全家人待在家里。此时的盛家荣还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他笑着摸了摸盛爱的头，那我就放心了。盛爱，到晚饭的时间了，大哥，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盛家荣跟着盛爱、盛家贵走进餐厅，见到了其他弟妹，而后暗暗吃惊。盛景近期诸事不顺，还被迫退圈，状态不好很正常。怎么盛家父也是一脸憔悴，精神萎靡，如同患了大病？盛天星的眼睛又是怎么回事？马上，他听到了弟妹们的心声。盛天星，我的眼睛为什么还没有彻底康复？为什么师傅的手机还是打不通？为什么九爷的命格金光闪耀且无法直视？我对九爷越来越感兴趣了，我想把他拉下神坛，让他也像凡夫俗子一样被我迷住。九爷那样的男人，抱起来、亲起来、摸起来、睡起来是什么感觉呢？他为一个女人神魂颠倒，无法自持，纵欲发情，会有多撩人呢？九爷应该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好想看他有没有腹肌，以及那个地方有多大。盛家荣下意识地低头瞄了一眼，而后默默地把盛了鸡汤的汤匙放回碗里。餐厅其实非常安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话。虽然盛家的家教就是吃饭时少说话，说话时不要大声，但这么多年轻人一起吃饭，居然没有半个人说话，还是极为诡异。只有盛家荣觉得吵，因为弟妹们的心声太热闹了。盛家父，我在店北投的钱以及到嘴的收益都打水漂了。我在店北投资改建的电诈园区花了1个多亿，我收买当地的官员警察和黑势力又花了9位数，我雇佣那么多打手员工，还有水电费、网费、通讯费，1年也要几千万。盛家父用力地咀嚼嘴里的食物，边吃边在心里哭，眼角时不时还有几颗眼泪掉下来，落进汤里，他全吞了下去。还有3000多只猪仔，平均一只猪仔能赚100万，加起来就是30多亿。我的30多个亿啊，全都没了。早知道我就低价把那些猪仔卖出去了，几十万也卖了。盛景则在心里骂个不停，该死的岑三儿，哥长得这么帅，又是大明星，又是豪门大少爷，多少女粉丝哭着求哥哥灵性，哥哥看中你，陪你谈了1年的恋爱，是你的荣幸，你居然暗中留一手，死了还保留那些照片，把我坑成这样。这次我先放过你妈和你妹，等我来日东山再起，出演几部大爆剧，网民也忘了这茬，我再收拾你妈和你妹。说到这个，一定是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开口闭口就是死，坏了我的心情，我才不行呢。盛家贵大口吃肉，大口喝汤，心里想的都是怎么拿下江菜菜。虽然我白天都住在小区里，基本上每天都能见到江菜菜，还帮过他几次。他看起来对我还算信任，每次见面都主动跟我打招呼，笑得还挺甜。但江梦飞试探过江菜菜，江菜菜对我印象不错，却没有动心，也没有想过要跟我发展恋情。这样下去，发展太慢了。虽然楼家目前还没有出现，但他毕竟是男主角，随时都有可能与江菜菜再次相见。我必须要先下手为强，睡了江菜菜再说。我得安排一场戏，下药，让他喝醉，还是让他喝醉比较好。盛家荣平静地听着这些心声，不动声色。他的这几个弟妹，一个想的是色，一个想的是财，一个想的是气，一个想的是当主角。很好，个个野心勃勃，很有盛家人的风范。尤其是盛家贵的心声太有价值了。要不是他和盛家贵都很忙，接触不多，加上盛家贵是个狠人，不疑为敌，
他都想去追求盛家贵经常在心里提到的江菜菜了。在众人的各怀心思中，晚餐总算吃完了。盛爱扫视众人，3天后是我的19岁生日，我要在家里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哥哥们会帮我筹备派对的，对吧？盛家几兄弟。盛家贵果断地道，我一个学法律的，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天心和二哥经常参加派对，我觉得2个人最合适。盛爱看向盛天心和盛景，笑得灿烂。星星，二哥，这次的派对就交给你们了，我认识的人都要参加派对哦。老师、同学、朋友、亲戚、邻居，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家里有多爱我，我在家里过得有多幸福。还有，全家都要参加我的生日派对哦，少了哪一个，我都会伤心的。盛家兄妹，这么玩的话，得有多少人参加这场派对？盛家在自家举办的生日派对，总不可能还戴着面纱吧？到时这么多人见到了盛爱的真面目，光照会那边还隐瞒得住吗？还有，他们现在诸事不顺，或残，或伤，或病，哪里还有心情为盛爱这个罪魁祸首举办盛大的派对？众人看向盛家荣，希望盛家荣能搞定盛爱。然而盛家荣沉默了几秒后，微笑，小爱的19岁生日很重要，当然要办得隆重热闹。星星、小景，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盛景忍着想哭的冲动，那爸爸妈妈那边？盛家荣，晚点我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让他们一定要赶回来参加小爱的生日派对。而后他走出餐厅，来到后院，打电话给后妈杭薇，说了盛爱3天后举办生日派对，希望全家都出席的事情。杭薇很冷静，那就满足他的要求，给他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隔着电话线和太平洋，盛家荣可不知道杭薇心里在想什么。这么做的话，盛爱的事情恐怕就瞒不过光照会了。如果光照会问起来，我们怎么解释？光照会暂时不会有问题。杭薇道，盛爱的遗体被安置在狂欢岛的禁地里，禁忌之地没有特殊情况以及经过总部允许，是绝对不能打开和进入的。我暗中打听了一下，狂欢岛这边并不知道盛爱已经离岛，他们也不会想到盛爱能一个人逃走并回到盛家。即使盛爱在盛家的消息传出去，他们也只会认为我们找了一个人冒充盛爱。你知道的，光照会想让一个人消失而不被怀疑的时候，经常用这一招。盛家荣听到这里也不禁暗叹，姜是老的了。这位后妈能从曾经的国民顶流成为如今的女股神，确实很冷静。盛爱都回家那么多天了，她和盛氏还能在丑国继续交际。我明白了，我会让星星他们放心。他微微一顿，你们呢？能在盛爱生日当天回来吗？杭薇，我们尽力。盛家荣，现在的盛爱确实很古怪，我们几个都没有把握对付他。杭薇的声音在笑，带着不以为然。你们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现在就让他多蹦跶几天，翻不了天。晚上11点，盛家荣还在看电脑，在网上办公。即使他拥有读心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顺风顺水，甚至不费吹灰之力，但他依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不偷懒。读。伴随着敲门声，盛爱的声音传进来，大哥，该睡觉了，不要熬夜。盛家荣已经从弟妹的口中听说了盛爱的怪癖，早有心理准备。他深吸一口气，走到门边，拉开房门，微笑，谢谢小爱，你也早点睡吧。此时的走廊很安静，只有盛爱。盛家荣摒弃杂念，专注聆听来自盛爱的声音。盛爱露出关切的表情，我现在去睡了，我们明天早上6点1刻起床，然后晨跑，大哥你要做好准备。盛家荣微笑，好，我一定按时起床，跑完全程。他很自律，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每周至少健身2次，每天晨跑对他来说不算坏事，他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盛爱点了点头，转头走开，没有发出一丁点的脚步声。盛家荣盯着盛爱的背影，拧眉，他还是没有听到盛爱的心声。这是因为盛爱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心思的缘故吗？次日早上6点多，盛家荣和盛家贵按时起床，换上跑步服，一起热身。因为伤病而不能跟他们一起晨跑的盛景、盛家父盛天心也早早起床，在旁边看着他们，给他们加油。大哥、四哥，加油！早点跑完，早点休息。我们会让厨房准备丰盛的早餐，等你们回来了一起吃。等盛爱等3人跑远后，盛景感叹，不愧是大哥和老四，一个刚开始就这么冷静，一个坚持了这么久还能保持冷静。盛家父扶了扶眼镜，悠悠地道，这个家就靠他们和爸妈了。盛天心眼睛上缠着白布，恨恨地道，少废话，赶紧去准备盛爱的19岁生日派对。他们3个伤了病了，日子就好过了。没有的事，早上他们可以不晨跑，但还是要按时起床，按时吃早餐。盛爱的理由是早睡早起，按时吃早餐有利健康，因为他们3人不便出门。
盛爱就要求他们陪他看电视，听他弹钢琴，陪他在后院散步。可以说，他们的生活被盛爱控制得死死的。盛景垮着双肩，行吧，我找人设计派对现场，准备物资，你负责制定宾客名单，制作请柬。他们不把派对办得好一点，到时盛爱不高兴，谁得承受得起后果？说到这个，盛天星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他又有机会接近九爷的，忧的是也许他只是在为盛爱做嫁衣罢了。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接近九爷的机会。他在女佣的搀扶下回到房间，给小颖打电话，说了盛爱要举办19岁生日派对的事情。我姐姐有些社恐，你也看到了，她之前见到你们的时候都戴着面纱，不爱说话，也不怎么跟别人接触。为了让我姐姐放开一些，这次的派对是假面派对，每个人都戴面具，好玩吧？小颖就关心一件事，你大哥会出席吗？盛天星，当然，我们五兄妹都会出席。小颖欢呼，太好了，我一定要带我的朋友们一起去。盛天星趁机道，你一定要邀请你家九爷过来，没问题吧？为什么他不亲自邀请九爷？因为他没有九爷的电话，但他又不愿意跟九爷的助理联系，这样会显得他跟九爷的助理是一个档次，没面子。小颖其实也没有九爷的电话，但小颖就没有那么多顾虑，可以联系九爷的助理，也可以让妈妈直接联系九爷。小颖，没问题。1刻钟后，小颖告诉盛天星，九爷答应出席你姐姐的生日派对了。盛天星比了一个 V， 耶。而后他试着摘下眼镜上的纱布，眼前出现了模糊的影子，细看的话能勉强看到光影与家具的轮廓。我的眼睛开始复明了，他欣喜若狂。这样的话，等派对那晚，我的眼睛应该能恢复正常了。嘿嘿，到时所有人都戴着面具，我就有机会亲近九爷了。另一边，盛景拿着手机在上面不断输入名字，又不断划掉。跟盛爱比较亲近的同学和老师不得不请，毕竟盛爱认识他们，但上流社会的人能不请的绝对不能请，人数太少了也不好看，还是找一些网红和假名媛来凑数吧。于是他拨打私人助理的电话，说了自己的要求，要懂分寸，知礼仪，以假乱真，不要让人看出他们是假名媛。私人助理恭敬地道，景哥你放心，我会找那些只打高端局的假名媛，保证让人看不出真伪。就这样，私人助理从电脑里翻出一堆女网红和男网红的资料，细细分析过后，列出10几人的名单，而后拨打电话，想入非非啊，我是乐哥，有一个顶级豪门的生日派对，要求挺高的，看你敢不敢接了。电话另一端，江梦飞露出笑容，当然敢接。私人助理，如果露馅，你以后就别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江梦飞笑道，您放心，我在网上都开了美颜和滤镜，舔狗和网友看不到我真正的脸。当然，我真正的脸也很好看，近期还做了微整，不会被人认出来的。为了以防万一，他依照江菜菜的眼睛特征开大了眼角，纹身了双眼皮，还在右眼角的位置点了一颗小小的红痣，这让他的眼睛与江菜菜有了7、8分相似。另外，他还给江菜菜放安眠药，趁江菜菜睡着的时候偷偷弄掉了江菜菜眼角的那颗小痣。以后他见到楼家时，楼家看到他的眼睛一定会觉得很眼熟。私人助理，你可是我第一个邀请的名媛，到时好好表现，嫁进豪门后别忘了哥。江梦飞娇滴滴的，您放心，我们这一行是很讲究规矩的，谁帮了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报答谁。打完电话后，他拿出4少给他的卡，自言自语，这次不能穿高仿了，我要去租真正的高定。虽然他的目标是楼家，但他不能把所有的菜都放在同一个筐里是不？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曝光奶茶店用过期腐败水果给客人做果汁，而不得不换工作的江菜菜也接到了新的安排。海城第一豪门盛家后天举行生日派对，需要很多服务生，就一天3000块。你被公司选中了，现在就去参加培训，后天上岗。3000块，江菜菜的眼睛亮了。好的，我一定好好表现。在无人知道的城市一角，医生给楼家做完检查后，你的伤势没有大碍了，可以正常行动了，但还是要注意身体，不宜剧烈运动，不宜剧烈打斗，务必吃好睡好，按时吃药，否则骨折短期内好不了。楼家穿上衬衫，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他开车回到附近的公寓，刚准备吃点东西，门口就传来铃声。他看向监控视频，是快递员。他观察快递员片刻，确认快递员是自己人后才过去开门。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楼家拿过快递员递过来的笔，签上自己的代号。快递员核对代号没错后离开了。楼家关上房门，打开快递，快递里是一封信，硬壳信封里居然是一张请柬，盛家5小姐的生日派对邀请函。他跟盛家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组织会派他去参加这种派对？
他拿出特制的小手电，将电筒光照在硬壳信封上。信封上出现一行文字：盛家人很可能参与了军火走私、古董走私和巨额洗钱，借这个机会跟盛家人接触，尤其是盛氏夫妇及其长子。娄家看完之后，拿起点火机将硬壳信封点燃。盛家在全力准备盛爱的生日派对时，丑国这边，盛氏夫妇也在准备回国事宜。深夜时分，两人坐上黑色吉普，融入夜色，飞驰行驶在丑国的公路上。1个多小时后，两人来到码头，光照会的人正等在那里。双方用英语交谈，这些都是通过正规渠道运往天朝上国的商品，只有这个集装箱绝对不能出错。光照会的人拍了拍身边的集装箱，这里面装的东西很重要，只要你们保证这只箱子能成功的通过天朝上国的海关，光照会就会给予你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想要的东西。杭威与盛世互视一眼，杭威微微一笑，我们当然可以保证，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进去看看里面都是些什么货，心里好有准备，可以吗？光照会的人想了想，可以，但是你们中只有1人能进去。杭威道，我进去吧。他钻进集装箱，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后出来，微笑地道， Smith 先生，您放心，我保证这些货一定会顺利的通过天朝上国的海关。光照会的人还是略带狐疑，却也没有提出质疑，只是道，这些货其实是发给你们的大儿子盛世荣，如果货物被海关扣押或调查，你们的大儿子一定会被连累，所以还请你们重视此事，不能大意。杭威道，您放心，我们说到做到。光照会的人不再多说什么，伸手祝我们合作顺利。就在双方会面后的次日凌晨，这个集装箱与其他货物一起被运往天朝上国的海城。盛世与杭威夫妇也在凌晨4、5点就出发，前往机场。不幸的是，可能是他们出发的太早了，天还黑着，城市并不那么安全。他们驶出市区没多久，前方就冲出2辆小车，极其霸道地挡在他们面前。车里跳出来4名蒙着脸的大汉，将手中的枪对准他们。下车，举手，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不然就干掉你们。盛世夫妇的脸沉下来，对方蒙着脸，还持有枪械，这下不好办了。他们跟男司机兼保镖、女秘书兼保镖一起打开车门，举着手钻出车子。盛世用英语道，车里的一切都送给你们，包括这辆车子，只求你们放过我。我们是天朝上国的人，我还是政府官员，如果我死在这里，会引发外交问题，本地警方不能不给天朝上国一个交代。我们现在赶着去机场，一到机场，我们就会乘坐飞机离开丑国，不会报警，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麻烦。杭威也用英语道，你们只要把护照留给我们就行，我们可以连手机都不拿，留在这里等过路的车子送我们去机场。那些劫匪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只是兵分3路，一人去车里搜刮值钱的财物，包括他们的包包，一人去摸索他们的身上寻找值钱的物品，另外2人把枪口对准他们。刚开始时，盛世4人都很冷静，只是当那些劫匪去抓杭威手上的手镯，杭威急了，这只钻戒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结婚戒指，名师设计，全球仅有1只，我求求你们了，把这只戒指留给我，其他的你们都可以拿走。他都这么说了，那些劫匪怎么可能会放过那只戒指？一名劫匪抓着杭威的手，用力去扯杭威手指上的戒指。杭威与盛世互视一眼，都暗暗点头。盛世而后看向身侧的男保镖与女秘书，夫妇俩请的保镖与秘书自然不是泛泛之辈，男保镖身手很好，女秘书也很冷静。盛世一个眼神过去，男保镖和女秘书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微微点头，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还手的准备。女秘书突然用力扯开衣领，尖叫，你摸了我的脸，你想侵犯我吗？其他几名劫匪都条件反射地看向他的胸口，说时迟，那时快，盛世扑向前面持枪的劫匪，男保镖也扑向另一名劫枪的劫匪，非常利落地把枪抢过来，对准抢劫杭威的劫匪就是一枪，那名劫匪中枪倒在地上。杭威临危不乱，弯腰捡起对方的手枪，躲到小车后面，对准正在跟盛世缠斗的那名劫匪扣下扳机。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那名劫匪一个旋身将盛世挡在身前，杭威射出去的子弹射中盛世。此时的海城九世山庄，盛家荣正在晨跑，胸口突然传来一阵剧疼，他暗暗叫了一声又来了，身体往前一倒，从坡道上滚了下去。盛爱往回走，来到盛家荣身边，关切地问，大哥你怎么了？盛家荣艰难地爬起来，我的胸口撞到了一块尖锐的石头，就这要巧了。他因为不知原因的右胸口疼痛，滚下坡道时右胸口又撞在一块石头上，这块石头的上端是尖锐的，扎进了他的右胸口，也幸好是右胸口，若是心脏的位置恐怕都有性命之忧。
跟着跑过来的盛家贵看着这一幕，暗暗拧眉。他们几兄妹偶尔会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意外与危险，并因此受伤流血，有时伤的还有点严重。他们也曾经请盛天星给他们施法，帮他们转运，但效果似乎不太理想。好就好在这些意外与危险并不足以让他们终生致残或有生命危险。大哥流了好多血。盛爱道：四哥，我们一起送大哥去医院吧。说是这么说，但盛爱没动。盛家贵忍了片刻后，小爱，你是想让四哥一个人背大哥过去吗？盛爱，四哥高大强壮，当然应该由四哥背过去。盛家贵在心里骂了一句：我日，这个程爱连车子都撞不坏，被区区一人盛家荣去医院还不是小菜一碟，却让他一个人背过去，他才不背。于是他打电话让管家派人开了一辆车过来，送盛家荣去附近的医院。盛家荣的右胸骨断了一根，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伤口不浅，血流的还有点多。医生都惊讶，只是撞到石头而已，居然刺得这么深，也是罕见。至于盛家荣在撞到石头之前胸口为什么这么疼，医生也没检查出所以然，只能猜测是有胸口的肋骨急性发炎之类。总之，盛家荣擦了药，胸口绑上了纱布，脸色苍白的回家了。盛景三兄弟看到盛家荣刚回家就受了这样的伤，一时间都说不清楚是兔死狐悲还是幸灾乐祸了。只是有一点，他们都达成了共识，盛爱就是回来折磨他们的。即使他没有死亡时的记忆，也不知道自己是祭品，但他却确确实实的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与心理阴影。接下来，除了盛家贵，几兄妹都在养伤。养着养着，盛爱的19岁生日到了。虽然盛爱从小到大都备受宠爱，但他每次过生日，家里只请一些跟他比较亲近的同学一起过，从来不大操大办。成家的理由是你的条件太好了，容易遭人妒忌，低调点才能保护你。只有这一次，盛家算是办得隆重。盛爱读书时的同学老师来了好几十人，小影及其带来的朋友也有10几个，剩下的就是盛家几兄妹请来的朋友，以及一些收到消息后非来不可的富贵子弟，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有100多人。整个派对的人数超过200人，绝对算得上是热闹了。派对开始之前，盛天星坐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我的眼睛终于恢复正常了，灵力也满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盛爱比下去。他穿上长袖长裙，戴上小鹿面具，披散着长发，穿着小白鞋，没有佩戴任何珠宝，打扮成盛爱平时的风格。而后去隔壁找盛爱。姐，说好了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做一模一样的打扮，扮演真真假假的游戏，这样才好玩。盛爱对盛天星一向很好，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他对盛天星都是100%顺。对于盛天星提出的这个真假姐妹的游戏，他完全没有意见。好，跟盛天星打扮的一模一样的盛爱道，今天晚上我们先轮流出现，最后再一起出现，让所有人猜猜谁才是寿星。姐姐，你真好。盛天星忍着恶心，拉起盛爱那只冰凉的手，晃啊晃的。有你这样的姐姐，我好幸福。这是当然的。盛爱也在笑，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在一起个屁！盛天星心里恨恨地道，等爸爸妈妈回来，你就死定了。楼下，客人们已经陆陆续续的抵达盛家，他们大多穿着华丽，佩戴着形形色色的精美面具，完美的与盛家的华丽气派融合在一起。佣人们个个身姿挺拔，举止得体，任何一个拿出去都让人以为是职场白领。只不过他们都穿着统一的佣人装，戴着统一的正太面具或萝莉面具，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佣人。江梦飞盘着云髻，戴着流苏面具，穿着浅紫色旗袍，摇曳生姿的走在华丽的欧式庭院里。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男人的目光都盯着她的胸腰臀。先不说她的脸如何，但她的身材确实很性感，胸够大，臀够翘，腰也比较细，加上走路时很懂得扭腰，妖娆而不夸张，很撩人。当然，她隆过胸，专门练过提臀运动，还上过模特培训班，身姿确实不在话下。她从人群中走过去，注意到男人的目光，心里暗暗得意。要不是她以前没有足够的门道，参加不了真正的豪门派对，否则她早该找到豪门男友了。今天晚上这场派对，就当她嫁进楼家之前的演习了。咚！她跟一名端着果盘的女佣撞上了，好在两人反应还算快，撞得不太狠，只是果盘里的果子都掉到了地上。抱歉，女佣鞠躬，是我走得有些匆忙，撞到了您，还请您谅解。要不是这种场合，江梦飞肯定要骂女佣的。没关系，她微笑，今晚客人多，你自己也小心点。谢谢您的大度，我会小心的。女佣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去捡地上的蓝莓。然而这些蓝莓都散落在草地里，要一颗一颗地捡起来，谈何容易。这时，一名戴着豹子面具的高大男兵在他身边蹲下来，我帮你捡。女佣抬头，
您是客人，怎么能让您帮我捡呢？高大男兵笑笑，捡起蓝莓放在他的盘子里。没关系，举手之劳罢了。女佣感激，谢谢您。几分钟后，两人捡完蓝莓，站起来，四目接触之间，女佣隐隐感到对方有点熟悉，再次感谢您的帮助。高大男兵目光闪了闪，不客气，走了。女佣看着高大男兵的背影，疑惑，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这时他的传呼机响了，主管的声音响起来，江菜菜，让你端的水果怎么还不送过来？盛家荣戴着普通的牛头面具，穿梭在来来往往的客人之中，聆听众人的心声。如果不是为了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听别人的心声，所以工作之余，他都尽量远离人群，一个人待着。现在他会穿梭在人群之中，是想确保今晚的客人佣人没有问题，至少他要保证在场的宾客中没有人跟盛爱很熟悉，或者质疑盛爱的下落，又或者图谋不轨冲着盛家来的。只是现场热闹，心声又过于嘈杂，让他听得有点烦。他往人少的地方走过去，听到有人在批评一名女佣，江菜菜，让你端一盘蓝莓过来，你怎么那么久？女佣道歉，不好意思，刚才蓝莓掉在地上，我又拿去洗了一遍。主管，今晚客人多，又多是有头有脸的客人，做事利落点。这是一段很普通的对话，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盛家荣却听得心里一动，目光闪烁。江菜菜这个名字他相当熟悉，尤其是在家这几天，他听得太多了。从哪里听到的？从盛家贵的心声里听到了。这几天盛家贵心里想的都是怎么亲近江菜菜，怎么睡江菜菜，各种心思，各种手段，比如找人绑架下药后自己英雄救美，或者送江菜菜进监狱，自己再去捞人。听得他叹为观止，按照这个从书外穿进来的老四，不愧是个狠人。当然他也知道江菜菜是什么人，毕竟从盛家贵刚刚穿进这个所谓的书中世界开始，他就听到了盛家贵的心声，知道真正的盛家贵已经死了，现在的盛家贵只是来自书外世界的杀人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那种。好在盛家贵跟盛家人志同道合，脑子也好，活着对盛家有利，所以他没有拆穿盛家贵的真实身份，也没有对付盛家贵，甚至他还要帮助盛家贵。此时他暗中观察江菜菜，记下他胸口的工作牌。而后他找到正在角落里喝酒的盛家贵，坐下来，我这几天听到你跟别人打电话，好像提到过一个叫江菜菜的女孩。这个江菜菜也在今天的派对上担任服务生，她的工牌是16号，你要不要去跟她打声招呼？盛家贵将嘴边的酒瓶放下来，盯着他道，你确定？盛家荣摇头，我不确定，我只是听到有人叫16号江菜菜，所以来跟你说一声。盛家贵将酒瓶放下来，一双锐利的鹰眼闪动着精明与算计，谢了，我现在去看看。他要去查盛家临时雇佣的佣人资料，如果江菜菜真的在这里，那么今天晚上他一定要睡了江菜菜。怎么睡？江菜菜懂中医，下药不太好，那就喝酒吧。他可以打扮成男佣，跟江菜菜一起工作。等工作结束后，佣人们一起吃饭喝酒时，他想办法让江菜菜喝醉，走错房间。盛氏集团名下就有医药公司，想找到一些让人容易喝醉的药并不难。他这么想着，离开了现场。盛家荣听着他的心声，对着他的背影举了举杯子，祝老四成功。盛家贵刚走，盛天星就带着小影过来了。大哥，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我要陪姐姐招待客人，你帮我招待小影好不好？因为所有人都戴着面具的缘故，一眼看去很难认出谁是谁。但盛家荣拥有读心术，不用介绍，他都能听出谁是谁，还能听出对方的想法。比如他早就知道张小影爱慕他。张小影的家世条件都不错，但本人不太聪明，就是一个单纯爱幻想没有野心的小女孩。这样的女孩对他的帮助并不大，而且这样的女孩往往有爱情洁癖，肯定接受不了他在外面逢场作戏，所以他可以跟张小影当朋友，却绝对不会碰他以及跟他联姻。当然好，他朝张小影笑笑，我带你四处转转，看看我们家新种的蓝玫瑰。在两人说话的时候，门口起了骚动，有人低声议论，听说是九爷来了。什么九爷？就是帝都10家的那位九爷。不会吧？立刻有人惊呼，那位九爷怎么可能会出席这样的生日派对？我听说他从来不参加私人聚会的，听说他似乎对盛家的五小姐很感兴趣，还为对方搬进九世山庄。这位盛家五小姐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能让九爷走下神坛？不知道，不过今天晚上的很多人都是奔着九爷来的。也有很多人问，大家都戴着面具，怎么认出谁是九爷的？别人道，公主披条麻袋走在人群中，那也是公主，气质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看看前面，九爷戴着面具，那也跟别人不一样。众人看过去，就见一名必定很年轻的男子，穿着灰蓝色的中山装，
戴着刻有莲花图案的面具，闲庭信步一般的从前方走过来。不说那种清贵优雅，如同云端漫步一般的气质是如何出众了，单说他高挑挺拔的身材与完美的身材比例，就让人移不开目光。看到了吧？是不是一看就知道是名门贵族养出来的顶级贵公子？确实，没见过九爷的人都赞叹，容貌可以修整，可以化妆，但贵气这种东西是后天练不出来的。这样的贵气，怎么样也得是3代以上的名门才养得出来。盛家荣心里一动，目光紧紧盯着九爷，脑子快速转动。像九爷这样的人物，别说他了，就是他的亲爹也望尘莫及。而这位九爷在这段时间里，居然纡尊降贵的主动亲近盛爱。九爷是真的看上了盛爱，还是有别的目的？不管怎么样，难得九爷这样的大人物驾临盛家，与他离得这么近，他当然要借这个机会接触九爷，听听九爷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想到这里，他朝正从楼上走下来的盛爱走过去，笑道：“小爱，九爷来了，听说他是你的朋友，我们一起过去迎接他吧。”盛爱居然也是一身灰蓝色的长袖长裙，与九爷的衣服颜色颇为相配。好，我们一起去迎接九爷。盛家荣与盛爱肩并肩：“你跟九爷的关系很好吗？”盛爱想了几秒，刚刚认识，印象不错。盛家荣，你觉得九爷这个人怎么样？盛爱：很好。盛家荣意味深长，能让你评价为很好的人，说明这个人一定很不错。盛爱点头，九爷确实很不错。盛家荣真的很努力了，但他还是没有听到盛爱的心声，所以他无从判断盛爱说的是真是假。而在两人说话的时候，两人离九爷已经很近了。祝爱小姐19岁生日快乐！九爷率先开口，而后他如同变魔术一般，原本空荡荡的手中多了一盆水生莲花。这是我亲自培育的红蓝并蒂莲，刚刚开放，送给爱小姐。众人发出一片惊叹之声。好美的双色莲花，一边是深红色，一边是浅蓝色，真是太美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蓝色的莲花呢，真的好漂亮啊！不仅美而稀罕，香气也很好闻，清新宜人，让人心旷神怡。没想到九爷还会培育花卉，这也太多才多艺了。九爷对爱小姐真是不一般吧？盛爱看到这盆并蒂莲的瞬间，没有任何光泽和生气的眼珠居然隐隐起了一层薄薄的光泽，只是这层光泽太薄太淡，一闪即逝，没有让任何人捕捉得到。哦，这么说不准确，九爷捕捉到了，只有他捕捉到了。谢谢石先生。盛爱伸出戴着薄胶手套的双手，接过盆养并蒂莲，我非常喜欢这份礼物，爱小姐喜欢就好。九爷笑笑，我喜欢养花种草，如果爱小姐也喜欢，希望改日能请爱小姐去看看我亲手种植的花花草草。盛爱点头，我很乐意。盛家荣等到这时才笑盈盈的伸手，欢迎九爷光临，我是小爱的大哥家荣。他也想像盛爱那样称呼九爷为石先生，但是不知为什么，九爷那么谦和有礼，他站在九爷的面前时却有种仰望高山的感觉，实在不敢喊出先生2字。原来是盛总。九爷笑笑，伸出久仰，双方握手。盛家荣故意多握了九爷的手几秒。哪里，九爷是我等的前辈与榜样，我敬仰九爷已久，如今一见三生有幸。盛家荣有点遗憾于九爷戴着薄薄的手套，没能直接接触到对方的身体，这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到他听到九爷的心声。但是这么近的距离又有间接的身体接触，他应该能听到九爷的心声。然而什么都没有，他听到的只有如同苍穹一样深沉广袤的声音，就像他正站在深夜的山脚之下，仰望无尽的苍穹，四周什么声音都没有。不，或许是有声音的，只是那声音太过遥远而深远，如同外星密语，他听不到也听不懂。在他发愣的时候，手心忽的一疼，他回过神来，这才发现九爷已经不动声色地甩开他的手。他露出略带尴尬的笑，抱歉，您是我的偶像，看到您我太激动了，都有点失神了。九爷笑笑，无妨。他看向盛爱，我第一次拜访盛府，不知道能不能跟在盛小姐身边。盛爱点头，好。而后九爷就一直跟着盛爱，看着他跟宾客们打招呼。躲在2楼廊柱后面的盛天星看到这一幕，妒忌的牙齿都要咬碎了。难道九爷看不到盛爱的木然与无光吗？为什么九爷偏偏看上了盛爱？但这样也好，等会儿他冒充盛爱跟九爷接触时，九爷就认不出他是假货了。想到这里，他将小手伸出暗袋里，捏了捏里面的药。这是他亲自找盛氏集团药物研究室为他调配的药，具有强烈的催情效果。一旦九爷服用了这种药物，嘿嘿。另一边，打扮成佣人模样的盛家贵已经找到江菜菜，跟他一起端酒端菜。这个东西太重了，还是我来搬吧。你尝一下，厨房刚出来的小点心，看看味道怎么样。不要紧的，厨房说可以试吃，
好吃了才端别的出去给客人。那边是花卉温室，不可以进去。他办事利落，对盛家的环境很熟悉，对江菜菜更是关怀备至。江菜菜很感动，谢谢你，09号。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宴会，没有你的帮助，我可能要犯错误了。应该的。盛家贵道，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这是低度数的鸡尾酒，不会醉的。你尝尝味道怎么样？他正在跟江菜菜说话，突然注意到了一个人，穿着旗袍戴着流苏面具的女人。这个女人皮肤很白，身材妖娆性感，可以说是长得很撩人了。但这个吸引不了他，吸引他的是这个女人的眼角有一颗小小的鲜艳的红痣，跟江菜菜眼角原本那颗红痣一样。而他2天前刚刚确认江梦飞偷偷弄掉了江菜菜眼角的那颗小红痣，并给自己仿制了一颗一模一样的小红痣。另外，江梦飞的身材就是这样的妖娆性感，所以这个流苏面具的女人不会是江梦飞吧？就她那样的货色，居然能混进盛家的生日派对，还算有点本事。只希望她不要露出什么马脚，坏了江菜菜的名声，免得到时进不了楼家的门。在盛家贵观察江梦飞的时候，他身侧的江菜菜注意到了豹子面具的高大男兵，眼中一喜，端着盛家贵递给他的那咂鸡尾酒，朝豹子男兵走过去。你好，豹子客人。他笑着道，这是调酒师刚刚调制出来的鸡尾酒，我尝了2口，味道很好，你要不要尝尝？楼家拿起那扎鸡尾酒，给自己倒了一杯，那是必须的。盛家荣游走在人群中，听着众人的心声，暗暗在心里道，我的能力并没有消失，为什么听不到九爷的心声？九爷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他正在疑惑，就听到了一个心声，楼家的人怎么也来了？希望今晚的派对不要摘下面具，不然我很可能会被认出来，毕竟我这张脸长得太像我妈了，至少要等到我找出所有侥幸逃走的恐怖分子才能回去。盛家贵眯起眼睛，楼家的人，恐怖分子，楼家的人怎么会跟恐怖分子扯上关系？还有什么长得像我妈被找回去？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道灵光，难道这个新生的主人就是盛家贵经常在心里想要干掉的所谓原书男主楼家？他不动声色地朝这个新生的来源靠近，而后发现这个新生来源于一名豹子面具的男子。他仔细观察这名男子，对方身材高大挺拔，极有气场，举止斯文，却又隐隐散发着肃杀之气，一双眼睛明亮锐利中又暗含正气。哪怕看不到对方的真面目，盛家荣也相信对方长相一定极其英俊，配得上狗血言情小说的男主，绝对不能让原书男主和女主亲近。想到这里，盛家荣走到豹子面具男面前，笑道，楼家，好久不见。楼家目光一凝，盯着他不动，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正好走过来找江菜菜的盛家贵暗惊，楼家居然在这里。不能说这个世界很小，只能说主角就是主角，哪怕遇到人为干涉，兜兜转转的总会遇到。所以今天晚上他必须要拿下江菜菜，不能再给江菜菜与楼家相处的机会。另一边，江梦飞正从几人的身后走过来，准备利用自己的魅力跟这几位一看就不普通的男人聊2句，就这样听到了几人的议论，心里也是一惊，豹子面具男居然是楼家，难怪身材气质那么出众。全场那么多上流社会的男兵，除了九爷就属他最为醒目，这样也好，今天晚上他一定要跟楼家相认，最好发生点什么。盛家荣知道楼家肯定会否认，笑笑并没有勉强，只是道，抱歉，是我看错了。说完他转身就走。他说这句话只是为了把这个情报通知给盛家贵，而他从盛家贵的心声中知道盛家贵今晚肯定要行动，所以他又去找盛爱，看好盛爱，不让盛爱去打扰盛家贵的好事。到了这时，派对也正式开始，生日快乐的音乐响起来，盛景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向众人介绍盛爱，各位，这位仙女般美丽的姑娘就是我的五妹妹盛爱，她现在丑国留学回来过暑假，今天是她的19岁生日，让我们祝她生日快乐。全场宾客一起拍手共唱生日快乐歌，盛爱很得体地感谢众人。唱完之后，灯光暗下来，盛爱十指交握，闭上眼睛许下愿望，许完之后灯光大亮，接下来是切蛋糕环节。蛋糕那么大，宾客那么多，不可能由盛爱一个人切，主要是佣人来切。而在这个过程中，打扮得跟盛爱一模一样的盛天星跟盛爱换了过来，把放了药的蛋糕端到九爷面前，笑盈盈地道，九爷请。虽然他的声音跟盛爱不太一样，但现场这么嘈杂，有人声有音乐，只要他说的轻点低声点，谁能听出他的声音？九爷注视他几秒后接过蛋糕，谢谢。盛天星插起蛋糕抿了2口，太好吃了，九爷你赶紧尝尝。九爷笑笑，好。他插起一口蛋糕放进嘴里。就在这时，2个小朋友跑过来，先后撞到盛天星和九爷。盛天星哎呦一声摔在地上，
脑袋撞到桌角，其他人赶紧去扶盛天星，九爷则被小朋友撞到了2只手臂，一只手臂拿着蛋糕叉，蛋糕叉上的蛋糕没能送进嘴里，而是碰到了他的脸；一只手臂端着蛋糕，蛋糕也碰到了他的衣服，他也不生气，只是走到另一边，将手中的蛋糕丢进垃圾桶里，而后拿起餐巾擦拭嘴边的蛋糕。也就是说，这块蛋糕他并没有吃到，一口都没有吃。只是盛天星被众人扶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时，看到的是九爷手中空空的，还以为九爷已经吃了蛋糕，不禁得意一笑。这蛋糕里的药效果很强，你吃下这块蛋糕，没有女人是不行的。他走到九爷身边，九爷，想认识你的人太多了，你一定累了吧？要不去楼上休息一下吧？九爷颔首，好。盛天星领着九爷上楼了。盛家贵也找到盛爱，端了一块蛋糕给他，来，尝尝家里专门给你准备的蛋糕。盛爱接过蛋糕，谢谢四哥。而后他插起一口蛋糕，放进嘴里。盛家贵也插起一口蛋糕，唇边泛起冷酷的淡笑。他在蛋糕放了能毒死10只老虎的氰化钾，他要看看盛爱吃下这么多氰化钾，死还是不死。看着陈爱吃下蛋糕后，盛家贵走进贵宾专用的休息室，换了佣人服和佣人面具出来，又去找江菜菜。菜菜，这是蛋糕，我专门给你留的，赶紧尝尝。江菜菜有些犹豫，这是主人和客人吃的蛋糕，我吃会不会不太好？盛家贵，有什么不好的？蛋糕很多，客人们根本吃不了这么多。程家的家规就是不能浪费食物，吃不完的食物最后也是留给工作人员吃的。你不用在意。江菜菜在岛上很少能吃到蛋糕，加上今晚的蛋糕太好吃了，便没再拒绝。盛家贵看着他吃下蛋糕，唇角又泛起淡笑。这蛋糕放着不得了的药，他给江菜菜喝的东西、吃的蛋糕里都放了药，每一样下的药都很少，江菜菜不可能察觉得出来。但这些药前前后后加起来，别说一个小姑娘了，哪怕是成年大汉都挺不住。江菜菜吃完蛋糕后，盛家贵又递了一杯水给江菜菜，我先去忙了。说是这么说，但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江菜菜。没过太久，江菜菜开始出现轻微的困倦发热现象。盛家贵笑了，拨出一个电话。没过多久，江菜菜收到主管的电话，你端一盘水果去2楼右侧的第3个房间送给武小姐。他没有多想，端起水果就前往2楼。另一边，江梦飞不小心撞到楼家，手中的酒泼到了楼家的衣服。不好意思，我帮你擦。他拿起纸巾擦拭楼家的衣服，手指上的戒指极其醒目。楼家一眼就注意到了那枚戒指，目光就是一凝。这不是他送给他在旅馆遇到的那个女孩吗？难道眼前这名女宾客就是那个女孩？江梦飞感受到了他的注视，心里偷笑，这衣服可能擦不干净，我去2楼找我朋友，让他们找一件外套给你暂用。说完他就朝2楼走去。楼家见状也赶紧跟上去。此时正是舞会时间，盛家的1楼大厅很热闹，盛家的2楼却没什么人，毕竟2楼住的是盛家人，宾客们不能随意上去。江菜菜端着水果来到2楼走廊，左右看看，右侧第3间。他忍着越来越强烈的醉意和困意，慢慢的朝走廊右侧走去。而在他的身后，江梦飞也走到2楼楼梯口的小客厅，左右看了一下后，朝左侧的休息室走去。四少刚才打电话给他，说2楼左侧的休息室没有人，是和发生点什么。他很惊讶，四少居然也在现场，还认出了他。四少还真是神通广大，让他愈发忌惮。但不管怎么说，有四少帮他是好事。他边走边留意身后的动静，确定楼家跟上来后，微微一笑，推开左侧休息室的门，闪身而进。楼家也已经跟到了2楼小客厅，看到江梦飞进了左侧的一个房间。他刚想走过去，却注意右侧走廊的女佣。那名女佣不是他之前遇到的那个女孩吗？那个女孩只是临时帮佣而已，怎么会来到盛家人居住的2楼？他事先收集过盛家的资料，他记得盛家2楼的第3个房间好像是盛家贵的房间吧？那个女孩去盛家贵的房间做什么？还有，那个女孩身体微微有点摇晃，步伐轻浮，看起来像是喝醉了。在他疑惑的时候，江菜菜轻轻敲门，你好，我是今晚的帮佣，我来送水果。里面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进来吧。江菜菜推门入内，卧室里很昏暗，只有一盏小小的台灯亮着，照出一方小小的空间。女孩的声音从浴室里传出来，把水果放在桌上，顺便帮我整理一下桌面。桌面上到处都是泼洒的奶茶，把电脑和杯子等东西都给弄脏了。应该是喝奶茶的人不小心弄翻了奶茶，导致奶茶洒得到处都是。江菜菜应了一声是，拿起随身携带的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桌面。擦着擦着，他感到越来越晕，而后身体一歪，倒在桌子旁边的床上。浴室的门打开了，盛天星从里面走出来，
窃笑着脱掉江菜菜的外衣和鞋子，把江菜菜的身体放在床上。满场的千金小姐不知道四哥怎么会看上一个小小的女佣。他摘下江菜菜的面具，而后有片刻的惊艳，还真是美人啊，难怪四哥会心动。得了，今晚就成全四哥的好事了。他戴上自己的面具，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合上房门。娄家侧身一闪，躲在小客厅的挂钟旁边，看着盛天星从面前走过去。出来的怎么是盛家千金？那个女孩呢？他又等了1分钟，还是没见那个女孩出来，于是当机立断，快速走到走廊右侧第3个房间的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无人应答。他又推门而入，看到昏暗的台灯下，那个只穿着内衣躺在床上。他拧眉，轻手轻脚地走进去，合上房门。喂，16号，你怎么了？你怎么睡在这里？16号没有任何回应。娄家走到床边，细看之下，惊讶，怎么是你？江菜菜的脸很红，她不断地拉扯自己的衣服，嘴里发出奇怪的呓语。娄家心里一沉，坐下来轻拍江菜菜的脸，喂，醒醒，你赶紧醒醒，我现在带你离开。在他说话的时候，强烈的热流从他的身体深处涌起，传遍全身，令他也是身体发热，血脉奔张。看着江菜菜的身体，就像渴得要命的旅人见到了绿洲。不行，他摘下面具，低声喃喃，不能犯错，先去浴室冲冲冷水。他弯腰去抱江菜菜，哪料在他抱住江菜菜的瞬间，江菜菜微微睁开眼睛，眼里流露出几分欣喜，是你。而后他本能地抓住娄家的衣领，将娄家往下拉，吻住他的唇。楼下，盛家贵见到了正在下楼的盛天星，盛天星对他做出一个 OK 的手势。盛家贵笑了，不紧不慢地朝楼上走去，准备享用他好不容易得到的男主机会。然而他刚转进2楼的走廊右侧，书房的房门就打开了，打扮的跟盛天星一模一样的盛爱出现在门后。四哥，你来的正好，我一个人待在书房好无聊，你来陪我看电影吧。盛家贵听着就想大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居然让他陪他看那么恶心的偶像剧。我现在很忙，他忍着气道，我有重要的东西落在房间里，我有重要的客户也出席了你的生日派对，我等会儿还要去招待他们，真的没有空陪你。可是我真的好孤单。盛爱用黑洞洞的眼珠子盯着他，似乎要把他吸进黑洞里。四哥，你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会站在我这边，你不愿意陪我吗？盛家贵恨不得踹盛爱几脚，却只能逼自己缓着声道，我不是不肯陪你，我只是现在没有时间。你等1个小时，不，半个小时好不好？又或者我让你2哥和3哥来陪你？不好。盛爱摇头，我现在看到的是4个，我只想要4个陪你。盛家贵咬牙切齿，我就是不愿意陪你，你能把我怎么着？江菜菜已经醉倒过去了，错过这一次，他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新的机会？他有种预感，如果他错过今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盛爱拉大房门，缓缓朝盛家贵走过去。那我只能委屈4哥陪我了。盛家贵咽了咽口水，心头杀机涌现。妈的，不忍了，拼了！他将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按下弹簧，亮出刀尖，朝盛爱刺去。然后，没有然后了，他晕过去了。盛爱将他拖进书房，关上房门，打开大屏幕电视机。电视机上正在播放一部丑国电影。电影里，一群人正在华丽的教学里举行献祭仪式，被献祭的祭品是一个刚刚成年的漂亮女孩。2楼走廊的左侧，江梦飞兴奋地站在窗前，等着娄家进来，然后2人相认，然后娄家在药物的作用下，以及他的有意诱惑下，2人干柴烈火，一发不可收拾。然而5分钟过去，10分钟过去了，并没有任何人走进来，反而是他为了避免让娄家看出他是故意诱惑，事先也喝了一杯催情酒，现在药效发作，身体发热发烫，有些难耐。他走到门边，拉开房门，外面哪里还有娄家？娄家到底去哪里了？娄家应该还在2楼吧？想了想，他脱下鞋子，走出休息室，走进走廊左侧，轻轻去推旁边的房门，想看看娄家在不在里面。而后，他看到了，有一个男人正在看片，那种片，岛国爱情动作片。一个男人坐在电脑前，一边看片一边这样那样，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他被惊到了，发出啊的一声，脚下却是不动，眼珠子盯着男人和电脑屏幕不动。好想好想，好热好热，好想像片子里的女人一样。此时正在看片的盛景也是欲火难耐，见一个身材妖娆性感的女人走进来，也顾不得什么了，拉起裤子就冲过去，将女人扯到床边，推到床上，扑上去。自从盛爱回来之后，他再也没有碰过女人或成功的碰过女人。今天晚上看到那么多美女出现，他心里痒痒的，便躲回自己的房间看片解火。
现在有性感美女送上门，他拼了。楼下，盛天星走到被众人围拥的九爷面前，伸出纤纤素手，温柔有礼地道：“石，不知我是否有幸请你跳一支舞？”他真的很想称呼九爷为石先生，但在九爷深邃如苍穹、平静如海面的目光面前，他只觉得压力山大，始终喊不出口。而在他的四周，所有人都羡慕地看着他，那可是九爷啊，能跟九爷起舞，那是何等的机会！至少，九爷除了跟自家的女性，从来没有跟其他女人跳过舞。然而，九爷却只是笑笑，声音柔和治愈：“抱歉，我问过艾小姐，今天晚上我只想跟她跳舞，如果她今晚也要跳舞，能不能让我当她的第一个舞伴？”她答应了，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众人惊讶，九爷在说什么呢？圣爱不就在这里吗？盛天星先是一阵心惊，而后心虚，目光飘忽，不敢看他。我就是圣爱啊！既然您答应了跟我跳舞，怎么又？九爷温和地道：“我知道你是六小姐，你们在开一个很有趣的玩笑。”盛天星僵住了，除了知道内情的几位哥哥，别人都以为他是圣爱，为什么九爷一眼就看出来？他很想问为什么，但不敢问。面对九爷那双似乎看透一切却没有生气的眼睛，他再次感到压力山大。直觉告诉他，九爷并不喜欢他开的这个玩笑，他再这样下去，也许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于是他收起歪掉的心思，挤出笑容：“九爷就是聪明，一眼就认出我和我姐姐在玩游戏。既然我已经被九爷认出来，这个游戏结束了，我现在就去找我姐姐换回来。”说是这么说，他回去换了一身装束后，并没有去找圣爱。他为什么要帮圣爱和九爷牵线？呸！诅咒圣爱！对，他要诅咒圣爱。想到这里，他直奔楼顶的占星屋，拿出他的道具以及圣爱的贴身物品，开始施法对圣爱进行诅咒。诅咒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他给九爷下过猛药的，九爷为什么一点异常都没有？他百思不得其解，都没有留意到他的步伐错了几步，咒语也念错了几个字。盛家的兄妹们个个都有事忙活，怎么能少得了盛家父？盛家父依然陷在自己损失惨重的悲伤里。这天晚上，他只出现了10几分钟，就回到房间，把自己锁在里面，一边数着损失的数额，一边流泪。我花了10几亿建设的电榨园和贿赂啊，我那些价值几十亿的猪仔们啊，就这样没了，我连讨个说法的地方都没有，真的太惨了，哭得死去活来之时。手机响了，是驾校校长打给他的，肯定有急事，他不能不接。老板，警方查到了三少和小爱。驾校校长的声音虽然还是很冷静，却也有些沉重。三少和小爱被警方追捕，目前已经逃到了郊区，处境不太妙。他们向我求助，我想问您，我们要不要救他们？盛家父已经止住了眼泪，声音又变得无情。警方知道三少和小爱的长相吗？知道。你有把握救出三少和小爱吗？没有。三少和小爱自己逃出来的几率有多大？很小。盛家父当机立断，杀了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落入警方的手里。他相信驾校那帮人不敢出卖他，但他更相信只有死人才不会出卖他。所以贾三少和贾小爱必须死。只是驾校校长告诉他，三少和小爱说了，他们暗中准备了他们只是替身的证据，如果他们死了，这些证据就会落入警方手中。此外，驾校的秘密也会被警方知晓。他们还说，他们不相信驾校，要您亲自去救他们。您到了他们躲藏的区域后，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告诉您他们的具体位置。盛家父听得倍然大怒，猛拍桌子：这些社会垃圾，人渣，耗财！我帮他们还债，给了他们安身立命之地，信任他们，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他们却在暗中坑我，该死，真该死！驾校校长沉默地听他骂完后，他们给我们的期限是午夜0点，他们说到时您还没到指定区域，他们就向警方投降，供出所有的内幕。盛家父心里那个恨啊，只觉得胸口如火烧，如雷击，如捶打，几乎都要吐血了。但是现在已经快到晚上11点了，他能不去吗？他养的那些打手个个都是狠角色，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不去，贾三少和贾小爱很可能真的会向警方投降。想到这里，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现在就去。他走进卫生间，用冷水洗了脸，梳起了头发，又整了整衬衫，恢复精英的模样，拿起外套，大步走出去。只是他刚来到2楼的露台，准备从后院的后门离开盛家，身后就传来一个悠悠的声音：三哥，集体舞会准备到了，你要去哪里？盛爱。盛家父吓得一个哆嗦，身体都软了半截，靠在墙壁上动不了了。我有2个朋友出事了，快死了，我去送他们最后一程。我的生日派对还没有结束，你不能去哦。盛爱黑洞洞的眼睛瞅着他，没有任何情绪。你要等我的生日派对结束了才能出门。
去你妈的！盛家父在心里大骂。你的生日派对要午夜12点才结束，那时贾三少和贾小爱都落入警方手里了，我的存在也要被供出来了。小爱，她如同一条待宰的小狗，可怜巴巴，泪眼汪汪。我那2个朋友应该是活不到午夜12点，他们对我很重要，你就让我去看看他们吧。不行哦。盛爱依然无动于衷。你说过你最爱小爱了，你的朋友不会比小爱更重要。今晚是小爱第一次举行这么热闹的生日派对，对小爱来说，和全家在一起过生日非常重要。你，盛家父哭了，现场那么多人，家里也有这么多人陪你，少我一个不行吗？不行。盛爱摇头，对小爱来说，少一个都不行。盛家父终于忍不住了，大叫：那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不是没来吗？你怎么不去管他们？昨天爸爸妈妈跟我通过视频。盛爱道，他们保证他们一定会参加我的生日派对。现在距离我的生日派对结束还有1个小时，他们不来，我就去找他们。盛家父听得惊了，老爸老妈在国外呢，他怎么去？他忍不住真的问了，爸爸妈妈在丑国，你怎么去找他们？盛爱声音木然，不管爸爸妈妈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全家都要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事，全家都要在一起。盛家父一脸恐惧地看着盛爱，心中的寒意蔓延全身。这就是献祭盛爱所要付出的代价吗？哪怕他们拥有了强大的金手指，依然要付出也许是他们一辈子都无法承受的代价。想到这里，他身体再次一软，瘫在地上，再也没有反抗的意志。盛爱上前2步，抓住他的手臂，拖着他走。集体舞会到了，我们该跳舞了。但他并没有马上把盛家父拖到楼下，而是拖到走廊左侧的一间书房前，敲门。二哥，集体舞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该下楼了。等一下。房门没关紧，房间里传出惊慌失措的男人声音，接着重物摔倒的声音，接着是女人的尖叫声。二哥你怎么了？盛爱推开房门，打开电灯。灿亮的卧室里，光着身子的盛景正在手忙脚乱地穿裤子，光着身子的女人拿毯子盖住胸口，愤怒地尖叫：你是什么人？你竟敢玷污我的清白！我打死你！盛景也怒了，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看小电影，你突然跑进来投怀送抱，我看你有几分姿色，就便宜了你一回，结果你得了便宜还卖乖，装的清纯玉女似的，真不要脸！我不要脸！江梦飞简直要疯了，也顾不得春风乍泄，抓起枕头就砸。我是客人，我在2楼见到了一个很熟悉的老朋友，就找过来想打招呼，没想到刚推开这间房间的门，你就扑上来。我一个小女人，哪里争得过你一个大男人？盛景边穿裤子边骂：我是顶流盛景，这里是我的家，我的房间，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想跟我睡，你踏马的闯进我的房间，还说我对你用强。你若是良家妇女，会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跑去楼上推开主人的门。盛景，江梦飞震惊，自己居然睡了顶流间豪门少爷，一时间他的心里居然有几分窃喜。然而他马上就想到，他的目标是楼家，盛家能跟楼家比？盛景的人品也不行，在床上更不行，几乎都是用手办式的，又疼又不舒服。而他还是第一次啊，让楼家知道他不是第一次，看不上他怎么办？他再次怒从心起，抄起桌上的手机砸过去，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色狼！今晚我跟你拼了！盛景已经穿好了裤子，捂着裤带往外跑，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这个疯婆子扔出去。他刚冲到楼梯口处的小客厅，手腕就被人抓住了。不是人，没有温度，没有弹性，力气大的无法挣脱。盛爱！盛景悚然一惊，转头盯着无声无息站在他身后的盛爱。你干什么？盛爱黑洞洞的眼睛看着他。二哥，身为男人要有担当，你睡了这位小姐，这位小姐还是咱们家的客人，以及第一次，你要对她负责。我负什么责？盛景炸毛，跟我睡过的女人多的是，她算个什么东西？而且像她这种女人一看就是捞女，专门来算计我的，让我娶她。你开什么玩笑？话音刚落，他就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凉意从盛爱的身上袭来，冷得他瑟瑟发抖，身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二哥，你们从小就教育我要洁身自好，不可以跟异性乱来。盛爱黑洞洞的眼睛盯着他，还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以及男女关系都是耍流氓。你想当流氓吗？盛景被盛爱的理论说得目瞪口呆，他想反驳，但触到盛爱没有温度的眼睛时，他又心生惧意，不敢反驳。这时江梦飞已经披上外衣追到了小客厅，听到盛爱的话，江梦飞心中一喜，刚想说点什么，就见走廊另一侧走过来2个人，是一个高大的男人，怀里抱着一个女孩，女孩的面容埋在男人怀中，看不到脸，但高大的男人长得很帅，帅到可以跟盛景一较高下。
一时间让他看得失了神。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男人的穿着，那不是娄家吗？一时间他欣喜不已，冲过去挡在娄家面前。娄家，你是娄家对不对？娄家停下脚步，目光冷劲儿，略带警惕地盯着江梦飞。你认错人了。我没有认错。江梦飞相信，只有娄家那样的顶级名门，才能养出对方这样的风范与气场。你忘了吗？我是88元旅馆的住户啊，403号房的。他还没有说完，娄家怀里做服务员打扮的女孩已经睁开眼睛，转过头来。好吵啊，发生什么事了？江梦飞对上女孩的面容，不禁失声：江菜菜。江菜菜也看清楚了江梦飞的脸，惊讶：师姐，你怎么在这里？江梦飞看着江菜菜那张依然晕染着绯红的面颊，迷离未散的眼神，再看到她无力地躺在娄家的怀中，再看到娄家对江菜菜的维护，以及两人都没有戴面具，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江菜菜，你跟娄家做了什么？他忍不住低声咆哮，努力不让楼下的宾客听到。我……江菜菜抬头瞥了娄家一眼，脸上闪过绯红，凄凄哀地道：我们喝多了，舅舅，你们睡了是不是？江梦飞冲过去，愤怒地道：你怎么能随随便便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还有，你知道，这位女士，请你不要对菜菜大吼大叫。娄家出声阻止江梦飞的质问：是我喝多了，之前又跟他认识，对他心生好感，一时间情之所至，难以自持。如果我伤害了他，他可以报警，可以打我，但是轮不到你去指责他。如果我和他是两情相悦，那更轮不到你来指责他。江菜菜又抬头看他，眼神温柔又感动。江梦飞听得心再痛，也在咆哮。这么优秀的男人，原本就应该属于他。娄家，他眼中含泪，声音颇有几分深情。你还记得88元旅馆吗？那天晚上我救了你，你也救了我，还留了一枚戒指给我。他抬手亮出手上的戒指。你说过，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师姐，你说什么呢？江菜菜吃惊，在88元旅馆里见到娄家的是我，不是你。还有，这枚戒指怎么在你的手上？我还以为我弄丢了呢。娄家拧眉，目光变得犀利起来。你是菜菜的师姐，为什么要说谎？我没有说谎。江梦飞哭着道，我才是那天晚上跟你同患难的人，菜菜才是说谎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谎，但是你看，你的戒指在我手里，你再看看我的眼睛，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师姐，江菜菜一脸的难以置信，你到底在说什么呢？我刚到海城的当天晚上就住在88元旅馆，然后旅馆起火，我眼睛受伤，住院的时候你还去看我了，出院后我就住进你家里。你问过我旅馆起火的事情，我告诉了你，娄家的事情我也告诉了你，你现在却说你才是那个在旅馆遇到娄家的人，什么意思？娄家也阴沉起来。你冒充江菜菜，到底想干什么？我没有冒充江菜菜。江梦飞哭着道，是江菜菜冒充我。娄家，我当天晚上对你一见钟情，直到现在都不能忘。我一直在期待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我现在终于见到你了。你怎么把江菜菜认成了我？江菜菜想说什么，但娄家轻轻地捂住了他的嘴，对江梦飞冷笑。你说江菜菜冒充你，图的是什么？当然图的是你的人。江梦飞红了眼睛，愤怒地道，我在江菜菜的面前说我在旅馆遇到的男子如何如何的优秀，我好想再见他。他听了以后可能是心动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你的，但是那个在旅馆救了你的人确实是我。请问师姐？娄家冷冷地道，我在旅馆遇到的姑娘我会不认识吗？还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一点？江梦飞愣了一下，在旅馆的时候，你担心追杀你的人注意到你的行踪，房间里一直没有开灯，起火后你立刻离开，想以此引开追杀你的人，所以你根本没有看到我的脸，被迫跟在盛爱身边的盛家贵听到这里，暗叫一声，糟了，他漏掉了一个重大的变故。然而他已经无法弥补这个过错了。娄家想起来，目光异常冰冷，你果然说谎。旅馆起火之后，我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和菜菜一起拍门救人，我们彼此都看清楚了对方的脸。什么？江梦飞脸色大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四少说你们根本没有看清楚对方。说到这里，他知道自己说错了，立刻闭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娄家冷笑，但你偷走了我送给菜菜的戒指，又冒充菜菜，说什么对我一见钟情，还冤枉菜菜，显然不是好人。他看向怀里的江菜菜，目光变得温柔。菜菜，你还相信你这位师姐吗？不相信了。江菜菜摇头，虽然我把师姐当亲人，但师姐这次做的太过分了，污蔑我，冤枉我，还想骗你，这不是好人会做的事情。娄家，那你要不要搬出来跟我住，离你这位师姐远远的？江菜菜目光温柔，双颊绯红。好。江梦飞不甘地看着这一幕，愤怒地道，
江菜菜，你骗我！你竟然骗我说你没有看清楚那个男人的样子，那也没办法。江菜菜打断他的话，娄家正在被恐怖分子追杀，他的身份、长相、行踪等都要绝对保密。我不想你有危险，只能告诉你，我和娄家都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脸。我救了他后，他也救了我后，他就从窗口上翻窗逃走了。谁知道你问我这些，目的是为了骗娄家？你太坏了，我不要你这个师姐了。娄家目露杀气，盯着江梦飞道：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靠近菜菜，也不要再对菜菜动歪心思，否则我一定让你追悔莫及。他在这一瞬间流露出来的杀气，除了盛爱，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最了解内情的盛家贵更是眼皮子直跳，暗自心惊。不愧是原书男主，强势、直接，压迫感很强，还有男主光环。你！江梦飞更是吓得后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失神的喃喃：怎么会这样？不该是这样的，太可笑了。盛家贵握紧拳头，闭上眼睛，满心都是不甘与愤怒。那天晚上的88元旅馆，他太早被盛爱拖走，没有看到后面的情节，还以为娄家和江菜菜的发展会如同原书的剧情一样，两人都没有看到对方的脸就匆匆分开。哪里想到两人都看到了对方的脸，而他还胸有成竹，自以为掌握了剧情，没有机会了。他几乎不可能再有机会干掉原书男主，成功上位了。好恨，好想杀人，好想杀掉盛爱100次，但他也只能想想了。盛爱服用了那么多氰化钾都没事，他还能有什么办法？这时盛爱又说话了：二哥，你要娶了这个漂亮姐姐哦。正在看戏的盛景回过神来，指着江梦飞怒道：小爱，你都看到了吧？这个女人心机深沉，先骗自己的亲师妹，再污蔑自己的亲师妹，一面说她对这个男人一见钟情，爱得不得了，一面又来这种派对上勾搭男人。你居然让我娶这种烂货，你就不怕他坑了我，坑了全家？盛爱没有任何表情，家里从小就教育我要洁身自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说一个人只能跟要结婚的男人睡，人人平等，你不能例外。你既然跟这个漂亮姐姐睡了，就一定要跟她结婚，不结的话。他没有说狠话，只是从他身上不断散发出阴冷的气息，缓缓将盛景包围。盛景只觉得寒意入肌，渗入骨髓。系统救我！他本能的在心里咆哮，帮我想办法，我不想娶这种女人。救救那个拒绝符，对，给我一张拒绝符，用在他身上，让他拒绝这门婚事。这个符很好用，他用这个符让不少对手放弃了跟他争角色。你的积分不够，买不起任何道具。系统的声音带着那么一点幸灾乐祸。本系统讲究等价交换，积分不足，本系统无能为力。你，盛景气的想吐血，流量是不能恋爱和结婚的。如果我结婚，必定人气大跌，资源狂跌，到时只怕成不了巨星。我成不了巨星，你这个系统就任务失败。系统任务失败会受到惩罚的吧？无形的系统在翻白眼。本系统的最高原则就是等价交换，没有积分，一切免谈。随后系统装死，任凭盛景怎么叫唤都没有反应，而盛爱身上散发出来的阴寒之气正在渗入他的骨髓，他感觉他快要死了。我娶还不行吗？盛景崩溃了，大吼：你就放过我，别再折磨我了。以为梦断豪门的江梦飞听到这里，猛然抬起头来，眼中的沮丧、羞耻、失败已经荡然无存。谢谢武小姐，不，谢谢武妹妹。虽然盛家比不上娄家，却也是海城第一豪门。盛景又是顶流，颜值极高，她嫁给盛景已经足以笑傲江湖。盛景盯着江梦飞那张闪动着贪婪、欲望、得意的脸，心中的不屑、不耻与怒火愈发膨胀。他盛景是什么人？想娶什么名门闺秀、豪门千金、良家美女、绝色女星不行，居然要被迫娶这么一个捞女。这种捞女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她配嫁给他这样的男人吗？既然捞女敢蹬鼻子上脸，他就让捞女尝尝他的厉害。他反抗不了盛爱，私底下还怕弄不死这种捞女吗？想到这里，他露出一个极具演技的淡笑。既然你注定要嫁进盛家，以后就要有豪门阔太太的样，不要丢了盛家的脸。你放心。江梦飞见盛景接受自己，强忍欣喜若狂，温驯地道：我以后会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豪门的规矩，不会让丈夫和婆家丢脸的。娄家冷眼看到这里，开口了：江梦飞是吧？把菜菜的戒指还回来。他上前几步，单手抱住江菜菜，伸出另一只手去扯江梦飞手上的戒指。江梦飞不敢不给，乖乖的把戒指送上。娄家随后将戒指套在江菜菜的手指上，客气的对陈爱道：爱小姐，我们祝您生日快乐。只是菜菜身体不适，我要送她去医院，要先走一步，希望您谅解。他和菜菜都服了药，刚才爽是爽了，但菜菜的身体过后不太舒服，自然不能久留。盛爱非常体谅地道：好的。
要不要我派车送你们过去？娄家摇头，不用了，我坐了车过来。说罢，他抱着姜菜菜就下楼。盛爱扫视众人，已经晚了10几分钟，我们该下去跳舞了。出了这么多倒霉事，谁还有心情跳舞？但谁又敢忤逆盛爱的意思？没办法，众人只能打起精神，搭头搭脑的下楼。因为1楼很吵，2楼众人又刻意压低声音，所以1楼的宾客们都不知道2楼发生了什么变故。坐等弟弟成就好事的盛家荣坐在1楼大厅的角落里，陪着几位豪门公子聊天。在他看来，盛家贵的计划不会有问题。然而，在看到娄家抱着一名女佣下来的时候，他就在心里道了一声不妙，知道盛家贵的计划失败了。他放下酒杯，站起来，刚想走过去听听娄家的心声，佣人的声音就传进他的耳中：“大少爷，艾小姐让您过去跳开场舞。”盛家荣轻叹一声，无奈地走过去。跳开场舞的是盛家6兄妹，外加九爷。盛家荣看到弟妹们个个如丧考妣，心里明白他们的计划都落空了，但他没有去问内情，因为靠着心声，他就知道他们都遇到了什么。听到之后，他也在心里长长的叹气。又是盛爱，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只要遇到盛爱，都无法如愿。交谊舞曲开始了，起初是容颜出众的盛家人和九爷一起跳开场舞，但跳着跳着，只剩下盛爱和九爷在领舞，或者说，只有九爷能跟上盛爱的节奏。虽然两人都没有露出面容，甚至没有交谈，身体也没有接触，可他们在一起起舞的身姿，如同风与云的交汇，花与雨的缠绵，夜与昼的不舍。全场皆成背景。盛天星看到这一幕，牙齿都要咬碎了。盛爱，你别得意，我已经对你实施了招灾之术，天亮以后就会生效，你等着瞧。我还有一个师兄，我要请他给我和九爷实施桃花之术，加强我和九爷之间的缘分，到时你看着吧。他想着想着，脚下一个不稳，细细的高跟鞋踩到了其他女兵的裙摆。那名女兵正在跳舞，人和裙摆都是流动的。就这样，盛天星重重的摔倒在地上，其他宾客猝不及防，又踩到了他。一阵小小的慌乱过后，已经被人扶起来的盛天星面罩脱落，头发凌乱，身上有多处淤青。他很想骂娘，很想大发雷霆，很想把害他摔倒和踩到他的人狠狠地骂上一顿。但盛爱和九爷在场，他不得不忍，不得不先去上药。集体舞会持续了约莫20分钟后结束，虽然距离派对结束还有10几分钟，但宾客们还是不愿意离开。有一部分宾客已经摘下面具，借这个机会拓展人脉。盛爱走到入户门的门廊下，看着别墅大门，楠，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有回来？他们向我保证，一定会出席我的19岁生日派对，他们不能骗我。盛家荣兄弟4人仍然跟在他身边。盛家荣忍不住问了，爸爸妈妈若是不能按时回来，你怎么办？盛爱，那我就去找他们。盛家荣，找不到怎么办？盛爱，天上地下，高山大海，不论他们在哪里，我一定能找得到。兄弟5人齐刷刷地看着他，眼里隐隐带着惊悚。说的这么可怕，他当自己是神，自己是魔。找得到之后呢？盛家贵怀揣满腔杀意，嘲讽：你敢打爸爸妈妈呢，还是敢杀爸爸妈妈？盛爱，找到之后，我要把爸爸妈妈关在家里，让他们永远陪着我。听听，多么狂妄啊！然而兄弟5人听得心间都是一颤，感觉盛爱是认真的，他真的做得到的话，那就太可怕了。时间1分1秒的过去，距离午夜0点只有几分钟了。不知为什么，热闹的现场突然之间就变得安静下来。明明绝大多数宾客都还没有离开，而且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没有感到困意，可他们也说不出原因，就是莫名的不想说话，不想玩乐了。无形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压在他们的头顶上，一个不慎就会将他们压死。重压之下，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不敢随意走动。只有盛家4兄弟知道，那是盛爱身上散发出来的无形的压力。他们感到了恐惧。如果爸爸妈妈没有按时回来，盛爱会做出什么？他们看向时钟，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就连沉稳的盛家荣都面色凝重，目露忧虑。还有2分钟，还有1分钟，50秒，40秒。天啊！盛爱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力如同乌云汇聚，即将下起狂风骤雨，将所有人都卷进去。盛家4兄弟互视，要不要逃走？然而没人敢动。20秒，109，完了！就在4兄弟升起这样的念头时，别墅大门左侧的弯道上突然冲出一辆进口豪车，不过3、4秒时间就冲到别墅门口停住。车门打开了，坐在里面的盛世和杭威挥手微笑：小爱，爸爸妈妈回来了，生日快乐！他们终于
在最后一秒赶到了。盛家四兄弟感觉自己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父母这么激动，这么喜悦。盛爱也露出灿烂的笑容，飘到大门口。爸爸妈妈，小爱好想你们。盛世和杭威盯着毫无生机的盛爱，心头俱是一凛。这个盛爱到底是什么东西？确实很诡异。不过他们可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加上已有心理准备，两人马上就镇定下来，钻出车子，先后拥抱盛爱，感觉就像在抱着一个死人，不是死人，而是一团有形体的物，他们也无法形容。总之，这绝对不是人。爸妈，盛家父扶了扶眼镜，气弱地道：“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等你们等得太久了？”杭威一脸歉意：“抱歉，爸爸妈妈去机场的时候遇到抢劫，你爸爸右胸中弹，司机和秘书身受重伤，目前正在丑国养伤，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事实上，司机和秘书已经死了，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当然，劫匪也一样。盛家荣，爸爸伤势如何？”盛世摸了摸右胸，有点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接下来好好休养就行。说罢，他转身从车子里拿出一只精美的礼盒，递到盛爱面前。这是爸爸妈妈送给你的礼物。盛爱接过礼物，当面打开，里面的红色钻石项链几乎亮瞎了所有人的眼，但盛爱的眼睛依然没有亮光。谢谢爸爸妈妈。他笑，我非常喜欢这份礼物。说完，他转身吩咐管家。时间已过午夜，派对结束了，宾客们也不知怎地，突然之间就觉得压在头顶上的无形的压力没了，便轻松了，但感觉还是不舒服，空气异常沉闷，就像准备下大雨。于是他们纷纷告辞离开。九爷是最后一个走的，以他的身份，并不需要主动跟盛氏夫妇打招呼，反而是盛氏夫妇要主动跟他招呼，并挽留他住一夜。九爷笑笑，艾小姐说很久没有见到父母了，你们回来，艾小姐非常高兴，所以你就不打扰艾小姐与你们团聚了，我改日再来拜访。虽然盛氏夫妇很想借这个机会跟九爷多说几句，但眼下更重要的是对付盛爱，所以他们没再多说什么，恭恭敬敬地送九爷上车。爸爸妈妈急着回家，一路没有吃东西，现在好饿。杭威摸了摸盛爱的头，你们陪爸爸妈妈吃顿饭吧。盛爱点头，笑得灿烂。虽然这么晚了吃东西不好，但今晚例外，全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盛家荣走到父亲身边，低声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手？”盛世露出一个深沉的淡笑：“今晚就出手。”盛家荣也笑了一笑：“您出手还是妈妈出手？”说实话，他到现在为止也不确定盛世的金手指到底是什么。盛世虽然有心声，但他的心声里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金手指。盛家荣只能确定盛世的金手指一定很厉害，否则也不会短短1年内就爬到这么高的政坛地位。对盛家荣的这个问题，盛世道：“由你妈妈出手。”盛家荣没有表露出任何心思，只是道：“只要你们出手，盛爱一定输定了。”这个时候的盛家荣对杭威非常有信心，因为杭威的金手指确实非常强大。只论直接杀伤力的话，杭威的金手指是一家人中最强的。他非常期待杭威与盛爱的战争。距离他们几米的地方，杭威拉着盛爱的手往主楼走，问寒问暖，说说笑笑，看起来真的像一对感情深厚的母女。盛景等兄弟几人看着这一幕，都在心里道：杭威不愧是曾经的娱乐圈顶流明星，以及如今的女股神，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心理素质超强，刚见面就能拉着盛爱的死人手聊得这么亲热，一点心理阻碍都没有。进了客厅后，杭威笑道：“小爱啊，你跟妈妈去房间，妈妈还有礼物要送给你。”盛爱的脸看起来是那么的天真无邪，丝毫不知道妈妈居心叵测。好，杭威拉着盛爱的手进入卧室，关上房门，把一只小礼盒放在桌上。你快看看喜不喜欢？盛爱转身拆开小礼盒上面的系带，不管妈妈送什么礼物给我，我都喜欢。杭威伸出右手摸摸盛爱没有光泽的头发，小爱，妈妈真的最爱你了，因为有了盛爱，她才能成为女股神，才能拥有更上一步的权力与地位。她温柔地笑着，左手摸了摸右手手腕上的翡翠手镯。楼下的餐厅里，盛家四兄弟以及盛天星已经坐在餐桌边，看着盛世。爸爸妈妈能收拾得了盛爱吧？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盛天星问。虽然在座各位都被盛爱虐得很惨，但他依然觉得自己是最惨的那个。毕竟盛家就2个女孩，所有人都会拿他跟盛爱比，然后说他样样不如盛爱。没问题的，盛世很淡定，你们要相信你们的妈妈。众人点头。确实杭威很牛逼，否则盛家荣和盛景也不会从一开始就接受杭威这个后妈。只是10几分钟过去了，杭威怎么还不下来？盛天星，妈妈怎么去了那么久？
盛家父很乐观，盛爱的事情比较难处理，他多花一点时间也是正常的。众人于是想到，弄死盛爱后还得处理干净他的尸体，能不花时间吗？于是众人又安下心来，准备玩手机。就在这时，杭威走进来了，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我们赶紧吃宵夜吧，吃完休息。终于处理完盛爱了，众人心中一喜，刚想问盛爱怎么样了，就见盛爱跟在杭威后面走进来，众人的笑容僵在脸上。盛爱怎么还活着？面对众人的惊讶与疑惑，杭威很平静，带着一贯的完美的笑容。我和小爱聊的悄悄话有点多，来得晚了，快点吃。盛爱在一贯的位置上坐下来，大家快吃，早点休息，明天早上还要起来晨跑。众人脸色俱是一变，该死的5000米，该死的盛爱。他们刚开骂，又听盛爱道，因为大家睡得比较晚，明天早上的晨跑可以推到7点开始。众人一听，非但没有感谢盛爱，反而骂得更凶了。也就是推迟了半个小时而已，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杭威没有对盛爱下手？不，很可能他已经动手了，只是没能成功。众人想到这里，心头又是一害，连杭威都拿盛爱没有办法吗？他们看向杭威，没能从杭威脸上看出任何端倪。盛世道，小爱，爸爸在丑国的时候中了枪伤，需要养上一段时间，爸爸可以不用晨跑吧？盛爱盯着盛世，似乎在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受伤，而后点头，爸爸暂时可以不用晨跑。盛家荣为了以防万一，也开口确认，哥哥伤成这样也可以免晨跑吧？盛爱点头，可以。盛天星眼里燃起希望，我今晚也受了伤，这几天不可以晨跑吧？不行哦。盛爱看着他，你受的都是皮外伤，不严重，不影响跑步。盛天星委屈的想哭，我受伤了，又这么晚睡，你非要让我早起跑5000米，不是要我的命吗？星星，你长大了。盛爱说的语重心长，不能这么娇气。你现在的体力这么差，要加强锻炼。盛天星真想抄起桌上的面汤砸到盛爱脸上，然而他还有理智，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干。接下来，程家人在沉默中用10分钟时间吃了一顿容易消化、无肉少油的宵夜，而后各回各屋。这个晚上没有人能睡得着，最悲惨却还是德树盛家父，他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睡意。手机响了，是那部专门用来跟驾校校长联系的手机，不能不接。他也才记起贾三少和贾小爱的事情，赶紧抓起手机，急切地道：怎么样了？驾校校长口气凝重，就在半个小时前，那2个人被警方抓到了。盛家父啊了一声，惊得差点从床上掉下去。他们出卖了我，他要不要现在就逃走？前世他就被警方抓到过，想尽了办法才获得保释，而后在保释期间逃走，东躲西藏，堕入黑道，生不如死。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被警方抓捕了。我暗中打听过了，他们刚被抓就说出他们不是真的三少和小爱，只是替罪羊。驾校校长道，他们还想说出更多的内幕时，我用一把狙击枪和一颗子弹干掉了他们。没错，他曾经当过雇佣兵，在境外接受过训练，是神枪手，还擅长使用狙击枪。贾三少和贾小爱被警方捕获时，2人正好举着手，贾小爱躲在贾三少的后面，他便用一杆狙击枪一枪击透了2人的胸膛。而后他通过警方的内线打听到2人只来得及说出他们是替罪羊，来自驾校。至于哪所驾校，2人也还没有来得及说。盛家父听完驾校校长的说明后，再次陷入极度的痛苦中。贾三少和贾小爱只是拖延了警方一段时间，并没能从根本上消除他的隐患。另外，警方应该会追查那2个假货来自哪所驾校。海城那么大，驾校那么多，警方一一调查需要不少时间，但迟早会查到盛家出资创办的这所驾校上。这所驾校看来也要保不住了，这损失太大了。干得好！他对驾校校长说，你立刻让所有学员收拾行李，毁掉驾校所有的痕迹，然后等我的电话，准备撤离。盛家父打完电话后，悄悄走出房间去敲父亲和母亲的门。盛世和杭威还没有睡着，见儿子过来找他们，便把盛家父放了进来。盛家人各有自己的生意，互不干涉，只是偶尔会合作，所以盛家父没怎么提缅北的事情，只提了他现在遇到的困境以及驾校的困境，问父母亲怎么办。盛世常常叹气，不怕1万，就怕万一，再怎么舍不得，驾校也不能留了。他报出几个地址，这是我用死人身份证买的宅子，你让驾校学员分成几批入住这些宅子，继续工作。盛家父点头，退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想起什么，停下来，妈，你今天晚上怎么没有收拾盛爱？说到这个，盛氏夫妇都沉默了。杭威过了好几秒才道，收拾了，失败了。盛家父，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只是幽怨地扫视了父母2眼，
走出去了。盛世，你真的没有办法了？杭威摇头，我尽力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呢？你有没有对他动用能力？盛世沉默片刻才道，我的能力倾向于防守，几乎不具备攻击性。这是他第一次说明自己的能力。杭威无语片刻后，眼里闪过一抹冰冷之色。既然我们的能力对圣爱无效，那我们就试试热武器。子弹没用，那导弹呢？他就像自言自语一般。导弹不行，不好买，不好使用，容易被官方发现和盯上。狙击枪之类的也不够，那就火箭筒吧。体积小，方便携带，一个人就能使用，杀伤力巨大。不，火箭筒只怕也不够。盛世开口了，还是用导弹吧，毒刺肩扛式导弹。如果这样还不行，我们大概只能向光照会求助了。肩扛式导弹，杭威眼睛一亮，这个好，国内应该还有库存，我们明天就去找他们要。最近1年，夫妻俩帮光照会偷运了那么多武器进来，算是立下大功。不，买个肩扛式导弹一用，有什么难的？他们就不信了，导弹都干不掉圣爱。这么决定了的夫妻俩，终于可以入睡了。只是感觉刚睡着没多久，走廊就响起响亮的撞钟声。盛世两夫妻被吵醒了，即使他们一个年过60，一个年过50，依然还会因此恼怒。但不等夫妇俩问责，敲门声就已经响起。圣爱的声音传进来，妈妈，快早上7点了，该起床热身，准备晨跑了。盛世夫妇这才想起圣爱规则怪谈之晨跑，因为已经听说过这回事了。盛世夫妇也没有发怒或抱怨。妈妈知道了，妈妈现在就起来。杭威掀被而起，在丈夫同情的目光中换上跑步套装，走出房间。作为公认的前国民顶流间大美人，杭威一直都很注重保养和健身。50多岁的人看起来不过40左右。然而当他热身完毕，走到跑道边上，看着似乎没有尽头的跑道时，还是心里发怵。小爱，妈妈已经50多岁了，体力没有那么好，要跑完5000米太难了，身体只怕承受不住。你这么爱妈妈，一定不希望妈妈进医院吧？圣爱关切地道，我知道妈妈年纪大了，所以妈妈可以慢跑，跑不动的时候可以走，我们会陪妈妈慢慢走的。他看向其他人，2哥、3哥、4哥，星星，你们说是吧？盛景等人挤出笑容，是。他们昨天晚上那么晚才睡，睡又睡不好，现在困得很，但是他们已经麻木了，没有余力气愤了。杭威知道求情无用，只能微笑着点头，好，那妈妈就当早上散步吧。确实只能散步了，他只跑了500-600米就开始散步，其他人也陪着他散步，散步了5000米回来，已经日上3竿。众人吃完早餐后纷纷去补眠，只有盛家贵凭借过人的体格精力和野心，依然坚持着出去工作。盛爱倒是没有在吵补眠的盛家人，只是一个人走到后院的玉兰树下，静静地站在那里，盯着盛家人的卧室窗口，一动不动的。窗口朝向后院的盛家人醒过来，随意朝窗外一看，就看到了连头发都没有动一下的盛爱，心里毛毛的，感觉真的白日见鬼了。中午12点半，剩下的盛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席间没有人说话。吃完饭后，盛爱道，妈妈、星星，你们陪我去逛街吧，我们3个好久没有一起去逛街了。盛天星听了就想骂，他身上的淤青还没有完全消除，逛个头的街，但他能拒绝吗？不能。杭威定了定神，恳切地道，小爱，妈妈也很想跟你逛街，但你爸爸身上不是有枪伤吗？妈妈要陪他去看伤，改天再陪你去逛街好不好？盛爱黑洞洞的眼珠子盯着他片刻后点头，好，妈妈明天再陪我去逛街。杭威暗暗松了一口气，火速跟着盛世离开盛家。两人在医院里并没有待太久，一出医院就驾车前往郊区的一所自建别墅。自建别墅不在盛家人的名下，除了刘管家每个月定期过来打扫一次之外，平时没有人住，别墅里也没有监控。夫妻俩进入别墅后，来到地下室，杭威摸了摸耳环，又摸了摸手镯，低声说了一句，出来。地下室就凭空出现了一堆兵器，手枪、步枪、霰弹枪、狙击枪，大批不同型号的子弹，甚至还有地雷手榴弹、火箭筒等。若是被人看到，必定惊骇万分。这么多的先进兵器是怎么冒出来的？只有盛世夫妇知道了。总之，盛世夫妇稍微检查了一遍这些兵器后，锁好地下室的门，驾车离开了别墅。再然后，他们在一间黑暗的佛堂里见到了一个人，告诉对方，我们要买一枚毒刺肩扛式导弹，还要一个能熟练发射这种导弹的高手。盛世夫妇去搞导弹的时候，盛天星正在陪盛爱逛商场，然后他坐服饰电梯下楼时，心不在焉地低头看手机，不慎一脚踏空，从7、8级台阶上摔下来，没死，但是手臂骨折，脑袋被磕出血来，
身上多处擦伤，痛得他当场哭出声来，看起来真是超可怜的。等到晚饭时间，全家看到他这样，无不同情。盛家几兄弟都在心里道：还好他们是男的，不用陪盛爱逛街。杭威也暗自庆幸，今天陪盛爱去逛街的不是他。然而他们庆幸的太早了。吃完晚饭后，盛爱放下筷子，扫视全家，一脸满足地道：隔了那么久，我终于能和全家人一起吃晚饭了，我感觉我好幸福啊。他越幸福，说明全家越是痛苦。众人说不出话来，只能逼自己挤出笑脸。至少一家人总算整整齐齐了。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看电视。盛爱露出灿烂的笑容，一家人吃完晚饭后一起看电视，热热闹闹，其乐融融，这是多么幸福而美好的时刻。一起吃晚饭就够煎熬了，还要一起看电视。小爱，四哥真的有应酬。盛家贵忍着滔天的愤怒，试图跟盛爱讲道理，四哥保证一定会在晚上11点之前回家，你就让大家出去工作好不好？盛爱缓缓转头，用黑洞洞的目光看他，四哥，你白天要工作，晚上也要工作，都不愿意花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家人对你来说就这么不重要吗？重要个屁！家人哪里比得起权势地位金钱重要？再说了，他又不是真的成家人，他在乎个屁的盛家人啊！盛家贵用尽所有的克制力，不让自己骂出声来，只是挤出扭曲的微笑，不是这么说的。我努力工作，努力挣钱，也是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他没再说下去，因为盛爱身上已经散发着阴冷的寒气，弥漫开来，缓缓将他包裹。其他人受到涉及，微微打着哆嗦，都用谴责的目光看盛家贵，怪他多嘴，怪他连累他们。四哥，为了挣钱而不陪伴家人，这样很不好哦。盛爱的表现看起来居然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严肃，而且我们家已经很有钱了，足够花3辈子了，全家不用你这么拼。说完扫视众人，爸爸妈妈、大哥、二哥、三哥，醒醒，你说是吧？众人除了点头，还能怎么样呢？盛景甚至带点埋怨地道：老四，小爱这么重视你，你怎么能为了挣钱而忽视小爱的感受呢？盛家贵盯着盛爱2秒后点头：好，我不出去了，我留在家里看电视。就这样，10几分钟后，所有的盛家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生无可恋的跟盛爱看电视，还是非常无聊的电视剧。这电视剧还是30年前杭威主演的偶像剧《格格驾到》，非高清的画质，狗血的剧情，老掉牙的台词、妆容、打光等，让盛家兄妹们看得想翻白眼。杭威有些尴尬，毕竟剧里的他看起来真的很蠢。盛世没什么表情，只是低头看平板电脑，几乎不看屏幕一眼，毕竟他老婆在剧里有很多亲吻戏。只有盛爱2眼直勾勾地盯着屏幕，也不知他是真看还是假看。总之，这场酷刑从8点多持续到10点多。盛爱大赦全家后，全家火速上楼，各回各屋。尤其是对杭威来说，让全家老小坐在一起看他青春年少时演的狗血偶像剧，在剧里还跟其他人卿卿我我，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暴露的床戏，实在太尴尬了。更可怕的是，明天早上还有5000米晨跑。想到这里，杭威眼里闪过杀机，拿出手机拨出一个电话，找到可以使用肩扛式导弹的人了吗？这么快就找到了？不愧是你们，那就定明天下午吧。我们会想办法把目标带到郊外50公里处的绕城河畔，你们事先让杀手埋伏在那里。想到盛爱明天就要消失，杭威心里痛快了一些，总算睡得着了。次日早上，杭威又走了1个多小时才走完5000米。与昨天不同的是，吃完早餐后，他柔声对盛爱道：小爱，昨天妈妈没能陪你逛街，实在是太遗憾了。等会儿妈妈陪你逛街吧，逛到傍晚再回来。众兄妹都有些惊讶，老妈怎么突然之间想跟盛爱逛街，感觉怪怪的，但是没什么不好。盛爱露出开心的笑容：好，谢谢妈妈，妈妈对我最好了。杭威摸摸盛爱的头，一脸慈爱地道：我家小爱这么完美，妈妈怎么能不爱呢？众兄妹都在心里道：老妈不愧是当年又有颜值又有演技的国民顶流，演得还真好，他们自愧不如。就这样，杭威和盛爱收拾了一下后，由杭威开车，2人一起出门了，没带司机保镖等。盛家贵盯着他们的背影，把手中的烟头丢在地上，用力踩了踩。老妈肯定有问题，我要跟去看看。盛家荣心里一动，也道：闲着也闲着，我跟着去。他胸口的伤没那么快养好，而且伤口很容易被扯到。他这几天都没去公司，就待在家里远程办公，时间比较多。盛景眼珠子微微一转，我也去。已成惊弓之鸟的盛家父这几天同样什么都不敢做，闲得发霉，见兄弟们都去，也到一起去。于是兄弟4人坐上盛家贵的越野车，追着杭威的车子去了。家里只剩下受伤的盛天星。盛天星暗暗道：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就可以请师兄上门了。他先打电话给小颖，小颖，你家九爷的生辰是多少啊？我想提前给他准备寿礼。你有没有你家九爷身上的东西或者贴身物品，比如头发、指甲或者衬衫、裤子什么的，常用的水杯也行。你现在就在九爷家，可以弄得到。太好了，谢谢你，我一定会报答你的。而后他给师兄打电话，师兄，我看上了一个男人，我想请你给我和他施展桃花术。为什么他要请师兄施法？因为算命者不能给自己算命，施术者也不能给自己施术，所以他只能请师兄帮忙。而且他的师兄入行多年，是师傅的得意门生，在施术方面的水平比他高，至今从未失手。他相信有师兄出马，他与九爷的桃花缘一定会愈发深厚。杭威和盛爱逛了3个小时的街，又在高级餐厅的包间里用完午餐后，杭威接到一个电话，而后告诉盛爱有一个朋友约妈妈谈点事情，地点比较远，在郊外，你要不要陪妈妈一起去？此时不过下午2点多，距离傍晚还早着。盛爱道：妈妈去哪里，小爱就去哪里。杭威点头，开车带盛爱往西郊驶去。盛爱一路上依然没有说话，2颗眼珠子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如同雕像一般，别说身体了，连眼珠子都没有动一下。换了一般人根本受不了这样的氛围，但杭威的心理素质非常好，一路上开车开得又稳又快。不过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就来到距离城区50公里处的郊区路边，而后把车开进路边那条长满杂草的土路。曾经土路的尽头有一家不大的造纸厂，环境污染很严重，后来造纸厂倒闭，这一带便荒芜了，方圆10几里无人居住，也没有人会来这里。当然这一带也没有监控，可以说在这里杀人放火，甚至弄出爆炸案，只要收拾干净，只怕永远无人察觉。杭威对这一带还挺熟的。往土路另一端行驶了300-400米后，杭威把车子停在野蛮生长的大树下，打开车门。妈妈的这位朋友是钓鱼爱好者，经常跑到一些人少僻静的地方钓鱼。前面就是河边，你随妈妈一起过去吧。盛爱乖乖的点头，好。杭威领着盛爱穿过荒芜的小树林，朝河边走去。2人刚走出小树林没多久，盛家贵的车子也到了。停车后，兄弟4人也跟着地上的痕迹走出小树林。前面就是河滩，颇为开阔。放眼望去，除了杭威和盛爱，看不到别人。兄弟4人不知道杭威心里卖的什么药，也没有上前招呼，就站在树荫下看着前方的2人。盛景，老妈带盛爱来这里，难道是想把盛爱推进河里？这样可没用啊。盛家荣道：老妈带盛爱来这里一定有打算，我们再后退一些，不要打扰到他们。几兄弟又后退了数米，彻底隐在树影里。他们看到杭威和盛爱走到河边，似乎在张望。张望片刻后，杭威拿出手机打了一个很短的电话，接着对盛爱说了什么，便留盛爱一个人站在河边，自己朝小树林的方向走过来。小树林距离河边约莫200-300米，杭威没走一会就到了小树林。盛家父憋不住了，从大树后面走出来，妈，你带盛爱来这里干什么？杭威看到他们并没有感到意外，只是竖起手指，笑得诡异，嘘，你们好好看着就是。说罢他转身看向河边，兄弟4人也看向河边。就在这一瞬间，似乎有什么东西从河对面的山坡上飞过来，撞在盛爱身上，炸了！轰的一声，声音大得几人的耳朵嗡嗡作响。爆炸产生的火光和亮光在白晃晃的日头下依然耀眼，刺得他们的眼睛生疼。好厉害的爆炸，感觉能炸飞一座山头。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炸弹。爆炸来得快，消失的也快。很快，火光和亮光没有了，只有一团雾气在弥漫。众人看到，盛爱不见了，真的不见了。盛爱原本所在的地方，除了地面留下一个浅坑和一团烟雾，什么都没有。众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使劲眨眼，有人使劲擦眼，有人左右张望，但是真的不见盛爱。震惊片刻过后，盛景惊喜地叫出声来，盛爱被炸死了。盛家父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眼镜，盛爱这次是真的没了。盛家贵看向杭威，你做了什么？杭威面露得色，肩扛式导弹，很猛吧？几兄弟倒抽一口凉气，你连这种级别的武器都能搞得到？杭威笑，当然光照会无所不能。众兄弟，这一刻他们暗暗庆幸，被选为祭品的孩子不是他们。气氛突然就安静下来，众兄弟都不说话了。杭威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也不再说话。又过了10几分钟后，盛家贵掏出一根烟，狠狠吸了几口。我过去看看，现场也需要收拾一下。说罢他就一边吸烟一边走向河边。他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后，蹲下来刨起四周的滩土填坑。坑虽然不大，但坑里有被烧焦的痕迹，
让人看到了终究不好。其他兄弟见状也跑过来跟他一起填土。杭威是女士，又50多岁了，当然不用干这活，就在树林边上看着。他离那个坑比较远，感觉不到现场的温度，只看到一片若有似无的烟雾，久久不散。现场的温度很低，阴冷丝丝入骨，如同圣爱身上时不时散发出来的寒意，令几兄弟感觉很不舒服。他们很快将那块地面扫平，跑回来，可以回去了吧？杭威一直在观察四周，并没有发现异常。回去了，刚才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不用，杭威说，兄弟4人也知道刚才的事情绝对不能传出去，否则光是这里有一枚肩扛式导弹爆炸的事情，就够官方震惊和全力追查的。不知为何，圣爱虽然消失了，他们却还是不那么放心。圣爱就这样消失了，连一丁点渣子都不剩下，感觉还是不太对劲。他们边走边往后看，依然看不到圣爱，只看到那团若有似无的烟雾。导弹爆炸产生的烟雾会持续那么久吗？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使用导弹。很快，河滩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他们坐上车子匆匆离开。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天空有一架无人机一直在跟着他们。九爷，刚才那是什么？通过无人机看到这一幕的小光脸色都变了，结结巴巴地道：“那是炸弹吗？”不是。九爷从容地操纵无人机，应该是肩扛式导弹。导弹？小光失声：“这是圣家的导弹吗？他们连这种东西都有。”九爷道：“有传闻说圣家在暗中走私武器，估计是真的。我已经找到了发射导弹的人，正在追踪他的先遣，等会报警。”九爷就是厉害。小光摸摸光头，翘起大拇指，先夸了九爷一句，而后忧虑地道：“可是圣爱小姐呢？她不会被炸死了吧？”直觉告诉我，她不会轻易消失。九爷道：“慢慢看着就好。”只是两人看到太阳落山，天色微暗，也没看到现场有什么变化。小光道：“九爷，咱们还要看下去吗？”九爷看了看天色，继续下去吧。小光苦着脸：“是。”九爷到底想看出什么啊？等会天黑了，无人机啥都拍不清楚，看什么呢？但九爷的安排，他也不敢多说什么。此时的盛家人则在狂欢之中。盛景来到久违的酒吧，包了豪华包间，叫了一群陪酒女过来，花天酒地。盛家荣则让秘书安排总裁办的所有员工聚餐，顺便请几位高层参加，腰包由他来掏。那些员工和高层见总裁请客，当然很高兴。殊不知，盛家荣几天没去公司，放心不下这些身边人，故而借这个机会偷听他们的心声，想看看他们有没有背叛自己。盛家富则去见了高利贷负责人，查看自己放高利贷赚了多少钱。盛家贵又去见臭名昭著的委托人，我可以帮你脱罪，就看你觉得你的命值多少钱了。盛氏夫妇和盛天星倒是待在家中，晚上没再出去。没办法，盛氏和盛天星都受了伤，实在不方便出门。但不管是在家外还是在家里，众人的心情都很不错，觉得自己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只是这份轻松和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盛景搂着一名嫩模上下其手的时候，一个凉飕飕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二哥，吃晚饭的时间到了，你为什么还没有回家？”盛盛景吓得全身一抖，条件反射般把怀里的女人推开，跳起来结结巴巴地道：“盛爱，眼前鬼魅一般的女人，可不就是盛爱吗？她跟被导弹炸没之前一模一样。不，还是不太一样的。眼前的盛爱似乎变得更加具有压迫感，就像气场从3.8米升到38米，压得他喘不气来。二哥，该回去吃晚饭了。”盛景脸色惨白，汗如雨下。我知道了。盛爱，今晚的晚饭你迟到了，惩罚你以后天天跟在我身边，不能到处乱跑。天天跟在盛爱身边。盛景眼前一黑，双腿一软，倒在地上。哦，他还没有彻底瘫倒，盛爱已经抓住他的一条手臂，将他往外拖。一名陪酒女见状，挡在他面前，怒道：“你知道景哥是什么人吗？竟然敢啊！”盛爱只是抬手一拨，陪酒女就像一只苍蝇般被拍飞出好几米，身体撞在墙上。吵闹的包间瞬间安静下来，众人惊骇地看着盛爱，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盛爱就像没有看到其他人，像拖着一条死狗般拖着盛景出去。盛景直到被塞进车里才回过神来。回过神之后，他把身体缩成一团，话也不敢说，啥也不敢问，只是不住地想：盛爱为什么没死？盛爱为什么还活着？当时他明明被炸得没有影，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他真的是盛爱吗？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正在胡思乱想，车子突然停下来，盛爱的声音传进他的耳中：“我上去接三哥，你在车里等我。”盛景回过神来：“啊，这么快就找到老三了？”
他看向车外，这里是市中心一隅的湖边，非常热闹。他刚才所在的酒吧离这里可远呢，怎么一眨眼的功夫，盛爱就赶到这里了？想到这里，他赶紧看时间。他记得他离开包间的时候好像刚过8点，现在也才8点1刻，也就是说，盛爱从那么远的酒吧赶到这里，也才用了10几分钟。这根本不可能啊！哪怕城市空荡荡的，开着跑车1秒不停的冲过来，也不可能那么快啊！盛爱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他看向盛爱，驾驶位空荡荡的，哪里还有盛爱的影子？此时的盛爱已经站在盛家富的面前，面无表情地道：“三哥，该回去吃晚饭了。”盛家富不仅吓得酒杯掉在地上和眼镜滑落到鼻子上，就连嘴里的进口红酒都忘了咽下去，就这样从嘴里流出来。盛爱等了几秒后，将手放在盛家富的肩膀上：“三哥，你不想回家吗？”盛家富回过神来，哆哆嗦嗦地道：“回，现在就回。”而后他就掉下椅子，连滚带爬的从画房里钻出来。盛景看到了盛家富，轻叹一声，挥手：“老三，这里。”虽然他不喜欢杭威生的儿子，但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盛家富又连滚带爬的钻进车子后车厢，大气都不敢喘。盛爱坐进车子，车子再次开动。盛景和盛家富并没有感到车子开得特别快，然而他们看向外面，外面的风景却是连成了一片，就像车子在飞。不过几分钟时间，车子又停下来。盛爱，我去接4哥。盛景和盛家富沉默，他们的心里满是疑问，然而这种疑问都被恐惧给压制住了，话都说不出来。很快，盛家贵跟着盛爱出来了。盛家贵并没有像盛景和盛家富那样脸是白的腿是软的，身体是发抖的，就是脸色铁青，眼里都是狠色，一副要去杀人的样子。车子又开动了，不过10几分钟时间，车子已经抵达距离极远的盛家别墅。留在家里的盛氏夫妇和盛家荣彻底呆住了。为什么盛爱没死？为什么？在他们的崩溃中，晚餐开始了。没有人有胃口，没有人敢不吃，还得吃完。等众人终于沉默的痛苦的吃完这顿晚饭后，盛爱宣布，因为你们都不重视晚饭，不重视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一家人要一直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什么？全家人要一直在一起，不能分开？这是要限制他们的自由吗？众人皆惊，脸色全变了。盛天星更是脱口而出：“什么意思？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盛爱，以后除了晨跑吃早餐、吃中餐、吃晚餐和晚上一起看电视，其他时间也要一直在一起，去哪里都要一起去，不再分开。你疯了！盛天星尖叫：“你想把我们关起来吗？”盛爱没有回答问题，只是道：“全家必须在一起，永远不分离。谁不重视家人，谁就要受到惩罚。受到什么惩罚？没有人敢问。”盛爱见众人没有问题，站起来慢慢走出去。晚上10点了，我先回房间洗澡了。众人看着他走出去，看着他消失，久久不动。砰的一声，盛家贵将手中的打火机重重地砸在餐台上，准备杀人一样地道：“我受够了，我受够了这种像坐牢一样的生活。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联手让盛爱彻底消失。”他扫视众人，咄咄逼人，杀气腾腾，脸上俱是狠意。都到这种时候了，你们也别装了，都把自己的金手指拿出来吧。我先说我的金手指，我本名李家贵，是穿书者，意思就是你们或者说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本书，我是从书外的世界来的。我知道这本书的男女主角是谁，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什么。虽然在座的每一个盛家人都想过其他人可能也拥有金手指，但听到盛家贵这么说，所有人还是很震惊，齐刷刷的看向盛家贵，一脸的难以置信。穿书者，我们所在的世界竟然是一本书，这也太玄幻了吧！我不信。年少的盛天星尤其激动，手指下意识地抓住刀叉，敲打桌面。如果这个世界是一本书，岂不是意味着我们都是纸片人，不是真人？杭威很冷静，如果你真是穿书者，那原来的盛家贵呢？死了。盛家贵道，他离开狂欢岛的时候患了感冒，就跟服务生要了一盒头孢。你们知道他喜欢喝酒，在回国的飞机上，他酒瘾犯了，忘了自己刚吃过头孢，拿出红酒就喝，于是他死了。我穿了。证据呢？盛景你没？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穿书者？盛家贵，我轻轻松松打赢的那几场大官司就是证据。原书中写了那几起大案子的案发经过，参与者是谁，证人是谁，证据是如何处理掉的，都被描述的清晰明了。我一接手这几起案子，要赢还不是分分钟的事。说到这里，他露出嘲讽的淡笑，不然就凭原来那个盛家贵的本事，能刚毕业就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还能在1年时间内打赢那么多起大官司。
原来的盛家贵也是学法律专业的，成绩普通，1年前大学毕业。在这个世界，律师资格考试是在暑假进行。以原本的盛家贵的实力，根本不可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盛家人护士信了2分，否则无法解释盛家贵从狂欢岛回来之后变了很多，不仅变得冷酷、果断、强势，也变得精明、敏锐，就像智商提高了几10个百分点。他们都把这理解为盛家贵也得到了金手指，只是他们没想到原本的盛家贵居然早就死了，但他们也不敢完全相信。如果我们真是一本书里的角色，盛景追问，那我在书里的下场是怎么样的？盛家人的下场又是怎么样的？盛家贵点燃一根香烟，狠狠地吸了2口后全死了。这么说也不太准确，有的死了，有的终身残疾，有的坐牢，反正没有一个好下场。盛家人，盛天星难以接受，盛家人有钱有势，个个牛逼，怎么可能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你是不是在骗我们？盛景也阴沉着脸道，如果你真是传书者，那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信不信我们宰了你？盛家贵又露出嘲讽的笑，盛家人会在乎自家人的死活？对于盛家来说，利益不是高于一切吗？谁对盛家有利，谁就是盛家人，谁死了对盛家有利，谁就得去死。我比原本的盛家贵有用多了，你们显然宰了我。看看盛爱不就是例子？所以他一点都不在意说出真相。盛家人说的有理，程家不养废物，帮不到盛家的就该淘汰。你还没说盛家是怎么死的？盛天星接受不了盛家的结局，问得很急，说得清楚点，不要骗人，不然饶不了你。因为盛家得罪了男女主角。盛家贵没有隐瞒。盛天星，原书的男女主角是谁？娄家和江菜菜。盛家贵说的一脸嫌恶，这是一本言情小说，所有的剧情和人物都是为了成就他们的爱情。娄家是京城娄家失踪多年的嫡长孙，江菜菜是京城石家刚出生时就被调换的嫡长曾孙女。你们可以想象，这2个人认祖归宗后有多风光。盛家人起了骚动，低声议论着，眉眼之间都是妒忌。京城4大家族中排名第1、第2的2家嫡子孙联姻，这得是多大的权势？他们盛家望尘莫及。在书里，盛天星看上了娄家，想方设法的勾引他和想除掉江菜菜，得罪了对方，引来大祸。狗屁！盛天星涨红了脸，大骂：我才看不上那个狗屁的娄家，我的目标是九爷。说到这里，他闭了嘴。盛家人也用古怪的眼神看他，他的条件确实不错，但九爷，他未免也太敢想了。总之，我对娄家没兴趣。盛天星强调，你最好没有，免得落得书里的下场。盛家贵淡道。盛景也看上了江菜菜，几次试图侵犯他，从而得罪了他和娄家。说到这里，他耸了耸肩。你们要知道，在一本现代言情小说里，得罪男女主的下场会很惨。盛景听得脸都黑了，他张了张嘴想反驳，想解释，但最终没说什么。这是书里的情节，现实都变了，他去扯这些做什么？盛家贵继续，盛家在书里是大反派，一心想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为此还投靠了光照会，飞黄腾达。而后他们处处跟石家和娄家作对，一度占了上风，差点弄死娄家和江菜菜。但男女主就是男女主，他们会经历磨难，会受尽苦楚，最终却还是会大获全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些欺负过他们的人，比如盛家，则会死得很惨。盛家人沉默，不知该如何消化这么悲惨的原本下场。片刻后，杭威开口了：盛爱呢？他在原书是什么经历和结局？盛家贵狠狠地吸了2口土烟。他在书里只有200-300字，内容大概是石家和娄家聊到盛家时提到，盛家其实还有一位千金，样样都比盛天星出色，只是高中毕业后去丑国留学时出意外，死在丑国。盛天星听的脸色就是一黑，握着刀叉的手指就是一紧。他喵的，他从出生起就被设定为样样不如盛爱，真是恨死他了。他若知道作者是谁，一定搞死对方。石家表示，丑国那边有传闻说，盛家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飞黄腾达，是因为献祭了盛爱的缘故。原书关于盛爱的内容就这么多，盛爱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当然，书里的盛家人只是普通人，就算得到了光照会的扶持和资源，也不存在什么金手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穿书之后，盛家人会得到金手指，盛爱又为什么成为不死之身。盛家人听得 emo， 虽然盛家贵说的很扯，但他们连金手指都得到了，盛家贵说的又算得了什么？盛家父忍不住问了：你在穿书之前是干什么的？盛家贵面无表情：法律系毕业生。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我闲得无聊，就想干点刺激的事情，作为告别大学的纪念。说到这里，
他森森一笑，你们猜我干了什么刺激的事情？众人摇头。盛家负责道，一般都是喝酒彻底狂欢，也有打砸宿舍或找女生老师表白的，比较疯的还有找人打架，打完就跑。想了想，还有更刺激的，就是点外卖告别处男。你干的是哪一件？盛家贵瞥了他一眼，笑，我花了500块点了一个外卖。盛天星，500块的外卖，这也太贵了吧。其他人却是秒懂。盛景，外卖机，那种机你懂的。盛天星愣了一下，回过神来，涨红了脸，呸，下流。盛家贵没理他，那是我第一次睡女人，年轻力壮，有点生猛，干了一次又一次，干到第4次的时候，那个女人摆架子要我另外给钱。我问不是包夜的吗？他说我一个抵3个，必须再加1000。盛家兄弟都看着他，他第一次上阵，能一晚4次，吹牛的吧？盛家贵还是没有理会他们的表情，我发火了，骂他不讲信用，让他滚蛋。他却趁机讹诈我，说我不给他钱的话，他就向学校告发我。我当时虽然说要离校了，但毕业证还没有去拿。他若是真的向学校告发我嫖，我很可能会拿不到毕业证。而且我是学法律的，有过嫖娼记录的话，以后大概率当不成律师。我试图跟那个女人讲道理，但她就是不听，开口闭口都是威胁，还想高声叫人。情急之下，我去捂那个女人的嘴，然后发展到掐对方的脖子。女人死了，我悄悄关掉宿舍楼的电闸，分尸、抛尸，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最后我还是被抓到了。盛家贵一边吸烟一边说这种事情，毫无心理负担，也没有任何顾忌。盛家人哪个不是狠角色？论杀人放火，他还不是最狠的那个。事实上，他越狠越像盛家人。在法庭上，我为自己辩护，最后被判了无期。待到第10年的时候，我受够了，决定越狱。我和几名同伙故意打架，把自己弄伤，而后去狱后就医，在医院里趁机逃走，结果被猪队友连累，从高处落下来，死了，穿书了。就这样，想他在书外是法律系的高材生，在监狱里多年，更是天天被科普法律，所以穿书后，他相当轻松地通过了律师考试，拿到了资格证书。盛家人听得俱是沉默。这个盛家贵还真是个狠角色，难怪为了打赢官司，什么都做得出来。这本书都在围绕着娄家和江菜菜的爱情来写，盛家只是他们爱情路上的绊脚石和粘合剂。你们想听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吗？众人摇头。盛景嘀咕，这一世我们跟娄家和江菜菜应该没什么瓜葛了，但难道我们会死在深爱手里？少说这些没用的。盛家贵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事已至此，我们必须联合一致干掉盛爱。我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人的金手指加起来会干不死盛爱。说吧，你们的金手指都是什么？你们在掖着藏着，就等着被盛爱玩死吧。盛家人没一个蠢的，自然知道他说的有理。我的金手指你们都知道了。盛天星是最没有必要隐瞒的，撇了撇嘴，全招了。从丑国回来没几天，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就到处烧香拜佛。毕竟他们献祭的可是至亲，他第一次见到那种场面，多多少少还是落下了心理阴影。当然，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心理阴影。就这样，我无意中听说了天机观，去参拜时遇到了天机道长。天机道长一看到我就拍着大腿，说我是几百年一遇的玄学天才，非要收我为徒，还向我展示了他的本事。我就拜他为师，学习看相算命、占卜改命之术。我说完了。盛天星一脸好奇地看向其他人，你们的金手指呢？盛家荣一直在安静地喝咖啡，没有吭声。盛景目光飘忽，左看看右看看，一副很犹豫的样子。杭威在慢慢地喝养生茶，情绪不形于色。盛世更是如同老僧入定一般，闭目养神，看不出任何波动。看起来这4个人都不打算这么快说出来。同样被逼到绝境的盛家父咬了咬牙，沉声道：我是重生者。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着他，面露惊讶之色，就连盛世都睁开眼睛，目光炯炯。就像小说里写的那种重生者吗？盛天星兴奋，四哥，你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这个世界的走向吧？我前世的经历，在这一世的用处并不大。盛家父苦笑，前世盛家加入光照会之后，确实得到了很多的资源和扶持，于是盛家膨胀了，傲慢了，加上光照会的指示，我们联合京城另外2大家族对石家娄家发起了挑战，想夺权，结果惨败。我投资的生意全部失利，倾家荡产，妄图通过赌博致富，最后欠债累累，被赌场的人追杀，大卸8块。尼玛，真惨！父亲因为政治原因被人一枪爆头，血溅街头。盛世，母亲因为操纵股市身败名裂，身负7项罪名，被判无期，所有财产没收，
终身不得保释和减刑。杭威，大哥因为决策错误，导致公司破产并退市，跳楼身亡。盛家荣，二哥因为选妃的事情曝光，且睡了未满18岁的女粉丝，被全网封杀并惹上官司。二哥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现实，心理崩溃，精神分裂，进了精神病院。盛景想哭。四哥给犯罪嫌疑人辩护，犯下冤假错案，引来受害人报复，被打断双腿，还被割了舌头。盛家贵冷笑2声，眼里写着原主果然是个废物。盛天星听到这里，心里已经在发毛了。全家个个都没有好下场，那自己呢？那本该死的破言情小说给了他什么下场？盛家父看向盛天星，扶了扶眼镜，你的下场还不错，不死不残不坐牢不进精神病院，还吃好喝好。盛天星抚了抚胸口，暗暗松了一口气。然而盛家父又说了，只不过你被京城4大家族之一的霍家老爷子看中了，被关在他的秘密别墅里，不能外出，不能见人。什么？盛天星尖叫，那个霍老爷子都60多岁了，据说是个变态，喜欢玩弄和折磨年轻貌美的女孩。我堂堂盛家大小姐怎么会落到那样的地步？你叫什么？盛家父道，这是上辈子的事情了，你这辈子跟上辈子的命运又不一样，应该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盛天星咬唇狠声道，说得对，盛家这辈子跟上辈子不一样了，我也跟上辈子不一样了，我绝对不会让自己落得那样的下场。盛家父呷了一口红酒，扶了扶眼镜，接下来到谁？众人的目光落在盛景身上。盛景想说，你们怎么不先说？但剩下的3个人都比他牛逼，他压不住他们。于是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不情不愿且略带炫耀地道，我绑定了一个系统，系统名为巨星打造系统，可以帮助我成为国际巨星。看过系统小说的都知道，系统的功能大概就是那样，发布任务，完成任务会获得奖励或积分，积分可以提升个人属性，也可以购买各种道具。盛天星打断他的话，那些道具可以对付盛爱吗？盛景为难，目前来看没有可能。不过，但众人显然已经失去了兴趣。盛家贵道，大哥，你什么能力？盛景，他可是拥有传说中的系统啊，只要完成系统的任务或者拥有足够的积分，系统什么都能办到。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感兴趣？他的系统哪一点不比他们的能力强？他苦苦守候了那么久的秘密，他们居然一点都不羡慕，都不感兴趣，太气愤了。众人没有看他，目光都投在盛家荣身上。盛家荣沉默几秒后，平静地道，读心术，在没有足够阻挡的空间内，我可以听到所有人的心声。读心术，众人脸色全变了，纷纷拉着椅子后退。兄妹几个甚至退到餐厅门口，躲在外面，只敢探出半个脑袋。就连盛世和杭威也后退到角落里。这样，你还听得到？盛景紧张地问。他的心里经常有各种邪恶的想法，包括咒骂或歪歪家里的人。当然，那仅限于脑中歪歪，在现实中绝对不会真的这么干。盛家荣无奈，听得到。砰！餐厅门关上了。盛景的声音传进来，这样还听得到吗？盛家荣听不到了。餐厅门又被推开了。盛家贵走进来，很冷静地坐回原来的位置。你很喜欢听别人在想什么吗？他也没有想到盛家荣的金手指这么强大。再想到自己这1年来，只要靠近盛家荣，所有的心思都被盛家荣听到，他甚至都起了杀心。你想想可以，不要真的干掉我。盛家荣叹气，你得知道，听到身边人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其实是种折磨。如果可能，我只想听那些对我有好处的事情。这也是这1年来，我尽量不跟家里人靠近的原因。盛家贵其实也没有那么怕盛家荣听到自己的心声。他杀过人，抛过尸，逃过亡，为自己辩过护，还坐足10年大牢，还敢越狱。这样的他，还怕一根绳上的蚂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问，你能听到心声的距离是多远？盛家荣，安静的环境中大概10米，吵闹的环境中大概4、5米。众人都不太相信，他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可能会说实话？恐怕能读到的范围比这更广。众人的心里，盛家荣都听到了，他没有吱声。反正他怎么说，别人都不会信，只能随别人信还是不信了。盛家贵，既然你能听到盛爱的心声，怎么会？我听不到盛爱的心声。盛家荣打断盛家贵的话，否则我也不会被他折磨得这么狼狈。还有，九爷的心声我也听不到。众人暗惊。盛天星从门外探出头来，三哥、四哥，就你们所知，九爷是普通人吧？他不可能像盛爱那样是怪物吧？盛家贵，九爷在原书中出场不多，非常神秘，但非常厉害，每次出现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至少在书中，他就是一个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活生生的人。盛家父也道，前世
我没有机会接触过九爷，但九爷并没有超越正常人的本事，那大哥怎么会听不到他的心声呢？盛天星愈发奇怪，我也看不到他的命格。先不说这个，盛家贵看向盛氏夫妇，爸妈，你们的金手指呢？盛氏还是没有说话。杭威其实也不想暴露的，毕竟这是他的底牌，但盛家荣有读心术，应该早就知道了他的秘密，瞒不住的。于是他叹了一口气，我拥有空间。空间？众人都用惊讶而羡慕的目光看杭威，多么实用的能力，下可收纳贮藏，中可贩运进物，上可关人收尸，作用真是太多了。盛家贵能把人关起来吗？杭威可以。盛家贵可以收藏尸体吗？杭威可以。盛家贵盯着他，就算这样，你也拿盛爱没有办法。我试了很多次。杭威摇头，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无法把盛爱收进空间。盛家贵盯着他的手指，你是手镯空间还是戒指空间？杭威，这个贾家贵实在是太精明了，他一直戴着同一枚绿宝石戒指和同一只翡翠手镯，这就让贾家贵看出了端倪。他想告诉众人他的空间是戒指空间，但盛家荣肯定听过他的心声，知道不是戒指空间，所以他只能道手镯空间。在丑国遇到持枪抢劫的时候，他就故意说戒指更重要，从而将劫匪的注意力从手镯上移开。也是在那时，他趁乱将劫匪收进空间里，接着放劫匪出来，用枪一个个打死。再接着，他和盛世枪杀了看到这一切的秘书和司机，再将所有人的尸体收进空间，带回国后抛进大海。有了手镯空间的存在，他干这一切无人知晓。盛家贵又问，你的手镯别人能用吗？这问题杭威都想骂他了。不能。那就好。盛家贵淡淡说着，看向盛世，爸，你的金手指又是什么？所有人都齐刷刷看向盛世，就连盛家荣都竖起耳朵。盛世端起白开水抿了2口，淡淡道，我也不清楚我的金手指是什么。你爸都这种时候了，他还装？众人看向盛家荣，他肯定知道。盛家荣默默喝咖啡，不动声色。盛世知道众人在想什么，平静地道，我的金手指并不明显，非要说的话，大概就是运气好吧。运气好？众人这才想起，老头子这一年的运气确实很好。不说别的，单说老头子1年前刚从丑国回来没几天，就在街头进行演讲时遭到一名枪手的枪击，当时那一枪就从他的心脏上方穿过，万分凶险。跟他同行的杭威、盛家荣、盛家富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他们没有受到枪击，却都在混乱中受伤。盛家荣被踩到腹部，内脏受伤，嘴里都吐血了；盛家富被踩断了肋骨，杭威则重重地摔了一跤，脑袋撞到栏杆，出血了。据警方后来调查，那名枪手经过训练，枪法极好，在这么近的距离开枪都没能要了盛世的命，也真是神奇。总之，最近1年，盛世多次遭到袭击，除了枪击，还有下毒、绑架、偷袭等，盛世全都毫发无伤地躲了过去。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确实也算是一种强大的金手指，只是这种金手指只能帮到自己，帮不到别人。啪啪啪，盛家贵拍了拍手，既然大家都说明了自己的金手指，那就想想怎么利用我们的金手指干掉盛爱吧。众人沉默了，他们的金手指确实很强大，但是对盛爱的作用真不大。盛家贵把玩着打火机，等了片刻后，怎么，你们都没有办法？盛景没好气，都说这个世界是一本书，你是看过书的，还不是没有办法？盛家贵面无表情，非要说的话，最没用的是你那个系统吧？那个系统能做到的事情，凭盛家的财力和物力也能做到。至于我，要不是盛爱捣乱，我早就拿下楼家和江菜菜了。谁说我的系统没用？盛景怒了，激动的大吼，我问过系统了，系统说他有办法让盛爱彻底消失，但是需要庞大的积分，我要凑够这么多积分很难。那你就说清楚。盛家贵追问，需要多少积分才能让盛爱消失？这些积分有多难挣？盛景做深呼吸，你等着，我问问系统。他在脑海中呼唤，系统，你也听到了吧？到底需要多少积分才能让盛爱消失？系统过了几秒才回应，你等着，我去问总部领导。盛景，领导，这个系统该不会来自官僚体系吧？这能靠谱吗？盛家人都没有吱声，耐心等待盛景的回复。足足过了10分钟后，盛景才垂头丧气地道，我的系统去问了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具有操纵时空的能力，比如他可以把蓝星的任何一个空间转移到4维空间、平行宇宙等其他时空，而在被转移的空间里，所有的一切包括虚无都会一起转移，除非盛爱也具备同样的时空转移能力，
否则绝对会从蓝星上消失，再也不会出现。众人听得眼睛都亮了。圣爱再牛逼，也不可能做到进入四维空间平行宇宙这么离谱的事情吧？如果他能做得到，那圣家人反抗已经没有意义，可以直接去死了。听起来不错。盛家贵很冷静，代价呢？哎，盛景的脑袋更低了。系统说想要他的领导出手，需要10万积分。盛家贵10万积分有多难赚？盛景，这么说吧，我去上专业的表演课和技能课，1个小时也才赚1到2个积分。我前阵子获得的视帝，系统判定这个奖比较水，才给了我800积分。如果不水的话，也才获得1500积分。还有，我每个月有一次慈善捐款1000万就能获得100积分的机会。你们自己想吧。按照这样的积分，我要猴年马月才能赚到10万积分。众人听得心里都凉了半截。这系统积分也太难赚了。或者说，就盛景的天赋，想通过获得大量不水的有分量的影视奖项来赚取积分，根本不现实。众人一时间陷入沉默中。杭威看向盛天星，你那边呢？能不能通过玄学的手段让圣爱消失？盛天星一脸沮丧，我试过下咒，试过转运，试过看相和占卜，对圣爱不仅不起作用，还遭到反噬。不过等我联系到我师父，我会试试看。众人听得心里更凉了。连导弹都炸不了圣爱，那些神神叨叨的玩意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盛家贵闭了闭眼，天星这边肯定要请天机道长试试，但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盛景的系统上。盛景，你算算看，你要怎么做才能赚到10万积分？我们帮你弄。10万积分真的太多了。盛景一边在脑海中翻阅属性面板上的任务与奖励，一边告诉众人，刚才我说了，获得视帝的正常奖励是1500积分，获得电视剧最佳男配的奖励是800积分，电影主流奖项的奖励比电视多得多。比如获得国内3大电影节影帝的奖励是5000积分，获得最佳男配的奖励是2500积分。除了各种主流奖项之外，收视率或票房高的同样也能获得奖励。他端起一杯水，喝了好几口。如果我主演的电视剧获得年度收视冠军，奖励2000积分；如果我主演的电影获得年度票房冠军、亚军、季军，分别奖励5000积分、4000积分、3000积分；如果我担任2番、3番的电影获得年度票房冠军、亚军、季军，分别奖励。他念了一堆。盛天星听得想打哈欠，心里直嘀咕，就盛景的演技，想获得影帝或年度票房冠军难啊。而且听盛景刚才说的，就算通过暗箱操作等手段拿到视帝、影帝等大奖，但水分太大的话，系统也会扣分。其他人却听得很仔细。不管这条路有多难，目前来看，这都是唯一能让圣爱彻底消失的办法。等盛景念叨完之后，盛家贵问，获得国际大奖呢？比如欧洲3大电影节或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呢？盛景一脸震惊，你还想着我能获得这4家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就算我有这个潜力，那也需要很长时间的磨练好吧。等我具备那个实力的时候，恐怕我们已经被圣爱给折磨死了。但我们有光照会不是吗？盛家贵打断他的话，冷笑，只要有光照会扶持，没什么不可能。众人眼睛俱是微微一亮。是啊，不是还有光照会吗？光照会在欧美娱乐圈的影响力巨大，甚至可以说是一手遮天。传闻欧美那些明星歌星不加入光照会的话，几乎不可能获得主流奖项，尤其是来自欧美之外的演员歌手等，不加入光照会的话，甚至连出头的机会都没有。反之，加入光照会并上交投名状的话，机会就来了。盛景听的也是一愣，看向盛世和杭威，爸妈，有这种可能吗？杭威露出一个笑容，当然有这种可能。盛景点头，好，我看看系统。个人面板中的任务这一项，最高级别那一栏的任务还没有解锁。他猜最高级别的任务大概就是获得国际顶级电影节最佳男主角主演的电影，获得全球电影票房冠军等。只是奸商就是奸商，解锁最高等级的任务还得花100积分。天知道他现在最缺的就是积分了，偏偏这个积分还不能省。片刻后，获得欧洲3大电影节最佳男主角以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励1万积分；获得最佳男配角，获得6000积分。主演的电影获得全球票房冠军、亚军、季军，分别奖励15000积分、12000积分、1万积分。众人眼睛大亮，仿佛看到了曙光。盛家贵已经开始在算了，想拿到欧洲3大和奥斯卡最佳男主难，就算得到了也会被系统判定为谁奖，但争取最佳男配角的话未必没有希望。还有国内的最佳男配角，另外我们可以让2个去具有年度冠军项的电影里担任男2男3。杭威开口了，凭我们家的影响力和地位，想把小景塞进国师的电影里或者大制作的电影里担任2、3番，
应该是能做到的。盛家荣也道，我相信没有钱办不到的事情。找最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或大腕，投个几亿，我不信拿不到重要角色。盛家贵也道，只要能让盛爱消失，花多少亿都值得，不然我们迟早得毁在盛爱手里。说完补充，在袁叔和老三的记忆中，盛家是在当前时间线的3年后才没落的。如果盛爱不除，别说3年了，3个月都有可能让盛家玩完。这句话让众人感受到了紧迫。盛天星左看看右看看，我可以给二哥举行转运仪式，让二哥运气好转。盛景大喜，星星，二哥就靠你了。盛家贵道，原书里有一些娱乐圈的内容，提及不少导演明星的黑料。大哥负责用钱收买娱乐圈，我负责用黑料收买娱乐圈，一定要让二哥拿到电影圈的大制作。杭威，我会通过我的人脉说服投资人和大导演。盛世，我会找欧美那边的朋友，想办法帮小景拿到坏莱坞大片的资源。盛景听得心中更是欢喜，有了全家的全力支持和系统的辅助，他还怕成不了国际巨星。我想补充一点，拿到高奢品牌的代言，尤其是全球代言人，奖励也不错的，比如爱马仕、普拉达等的全球代言人，也有1000到2000积分，还有人气、真实粉丝数量的增加等，也能加积分。杭威，行了，妈妈会去找那些高奢品牌，砸钱让他们给你最好的代言。盛景大喜，谢谢妈妈。感觉没什么用的盛家父开口了，国师手上有几部剧，其中有一部叫《天边红》，前世是春节票房冠军，也是年度票房冠军，想办法让二哥当2、3番。还有喜剧明星小林自导自演的作品正在筹备中，也是前世的年度票房冠军。他目前到处找投资他，让二哥当2、3番。这2部作品成本都不高，拍的也很快，前世只花了1、2个月就拍完。这一世我们家全力支持他们，让他们加快进度。杭威，这件事由我亲自操作。说到这里，他的目光变得冰冷，就像老四说的一样，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们一定要让盛爱消失。如果不是一家人，他们肯定会怀疑盛爱不是他亲生的。家庭会议终于结束了，所有人都累了，什么都不想说了，于是各回各屋，各关各门。只是就在这个晚上，盛家兄妹纷纷搬出原来的卧室，住进离盛家荣比较远的房间。盛家荣对此只能苦笑，果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得到的能力越强，要付出的代价越大。因为盛爱，这天晚上的盛家人又睡不好。次日晨跑的时候，众人都精神萎靡，有气无力，便陪着杭威一起慢吞吞地走5000米。他们还没有走完全程，太阳已经升起，一辆名贵的跑车疾驰而来，停在盛家门口。穿着道袍的年轻男子匆匆下车，表示要找盛天星。门房认得他是六小姐的师兄，赶紧放他进来，同时通知盛天星。盛天星因为受伤的缘故没有参加晨跑，但他已经养成了早起的习惯，这会儿已经醒了，正在看着镜子自爱自怜。听到师兄来了，他心中大喜，赶紧拎着裙摆跑下楼。师兄，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吃惊地看着原本颇有几分帅气的师兄。师兄，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师兄也震惊地看着他。师妹，1天不见，你的情况怎么变得更严重了？师兄那一头飘逸的长发被剃光了，脸上被划了几道口子，长袍更是被划得破破烂烂的，身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的，看起来就是被人打得快要残了，正在逃命中。盛天星则是头上缠着纱布，左臂吊着绷带，脸上还微微带着淤青。唉，一言难尽。盛天星叹气，脸上尽是幽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天的运气差得不得了。他大概说了自己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还有吃东西咬到舌头，走路踩到狗屎。更麻烦的是，我这几天直播算命居然没算对，现在只要我进直播间就有 N 多人骂我，活粉也少了大几千，搞得我都不敢上直播间了，生怕算错了名声坏掉。不会吧？师兄震惊，你只是直播算个命而已，很简单的，怎么可能会算错？我也不知道。盛天星悠悠地道，总之我这几天倒霉死了。师兄你呢？怎么搞成这样？哎，我也不明白怎么会搞成这样。师兄一肚子苦水。昨天我不是过来帮你实施你和九爷的桃花之术吗？回去之后，我约刚认识的女网红吃饭，然后去酒店开房。谁知道在酒店大堂登记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女朋友看到了，她大发雷霆，对着我和新女友又抓又打的。更倒霉的是，现场有客人认识我，便打电话给某个跟我时间最长最迷恋我的老女友，说了这事。老女友有点前世，立刻带了一拨人过来把我抓走。我被他折磨得好惨，下药、殴打、剃头发，他居然还想把我变成太监。事实上
他现在的状况跟太监也差不多了。师兄说的差点落下泪来，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现在这几个女朋友联手在网上曝光了我脚踏几条船的事情，还把我的个人信息全部爆出来，网上都在骂我渣男。有一个女大佬还打电话给我，说我欺骗她，玩弄她，她要封杀我，我真是太冤了。大家都是玩玩，各取所需，他们怎么能够因爱生恨，对我如此绝情？渣男！盛天星暗暗骂了一句，而后叹气：师兄，你想开点，以后你就低调点，不要再搞这种脚踏几条船的事情了。我很小心的。师兄辩解，我都算过了，我多交几个女朋友并不会影响我的运势，还会给我带来好处。谁知道突然之间就遭了桃花劫。说到这里，他想到什么，我给你实施桃花大法，最高级别的那种。你跟九爷的桃花怎么样了？没有任何反应。盛天星摇头，我让人把我受伤的事情转告给了九爷，还去九爷的住处四周转悠。九爷没有来看我，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更过分的是，我朋友跟九爷说了我受伤的事情，九爷就一句：你有空多去陪陪你的朋友，不用专门来陪叔公。你说是不是很过分？师兄，他这个师妹还是这样，总觉得自己很牛逼，很有魅力，所有人都应该爱他、迷他、顺着他。盛天星继续抱怨，我在九爷家四周转了好久，连个影儿都没见。师兄，你的讨法大法不行啊。师兄不服，你的厄运诅咒难道就有效了？先不说你姐姐的运气有没有变坏，但你的运气明显变差了，不是吗？说到这里，他猛然想到了什么，脸色就是一变，闭上嘴巴。盛天星也想到了什么，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刚对圣爱实施诅咒，自己就接连倒霉，受伤不断。师兄刚对他和九爷实施桃花大法，自己就被相处多年相安无事的女朋友们抓到劈腿和追杀。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心里明白这八成是反噬，但怎么可能？这可是传说中的反噬啊！传说中，玄学中人只有对拥有异常强大命格且命格远超他们的人使用法术或咒术时，才会遭到相应的反噬。像现在这种情况，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正常情况下，他们遇到命格强大之人，最多就是法术或咒术无效，基本上没有遭到过反噬。盛天星之前也就是对圣爱九爷进行看相时，临时受点刺激而已，症状并不严重。这一次的症状可太严重了。盛天星过了好一会儿才道：师兄，怎么办？没有人知道这种反噬会持续多久。师兄又沉默了片刻后，当机立断：只能请师傅出马了。我现在打电话给师傅，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他。这一次，师兄的运气很好，消失许久的师傅联系上了，两人抢着跟师傅说了自己遭到反噬的事情。师傅不相信，黑色如无底深渊，看了会迷失自我的命格，耀眼如正午阳光般不可直视，否则会双目失明的命格。我倒是在书上看过，但出道半个世纪，却是一次都没有遇到过。我现在就去海城，如若你们俩敢骗师傅，师傅定年成。盛天星和师兄赶紧道：我们俩都变成这样了，哪里敢骗您老人家？那我还真是非见识不可了。天机道长的声音带上了几分傲然。天机道观信徒激增，香火鼎盛，道观也得以重建和扩大。师傅闭关这几个月，收获颇丰，功力大为长进。我就不信了，这天底下还有人的命格能压得住我的功力。说到师傅的本事，盛天星和师兄也是很服的，两人又吹捧了师傅一番，这才挂断电话。师傅来了，那就没问题了。师兄道：到时让师傅给我们转运，一切就能恢复正常。说话间，两人从门禁视频上看到圣爱一行已经回到别墅大门外，准备进门。盛天星，师兄，你要不要去给圣爱看个相？你的功力比我高，说不定能看出他的命格与运势。别！师兄被这次的桃花劫给害惨了，完全不想没事找事。我现在状况不佳，你让找个地方让我躲躲和休息。盛天星也不勉强，想了想，你去副楼随便找一间客房休息吧，有什么事叫佣人就行。师兄抬脚就跑，坚决不跟传说中具有深渊命格的圣爱会面。接下来就是索然无味的早餐。吃完早餐后，一桌人都没有轻易开口，更没有人敢轻易出门，因为圣爱昨晚说了，全家人要始终在一起，不能再分离。这个不能分离的标准是什么？待在同一栋宅子里，相隔不能超过多少米，去哪里都要集体行动。实在判断不了，还是盛家贵够狠，直接开口：小爱，哥哥可以出去工作吗？盛爱，要去就全家一起去。盛家人，你爸你妈你妹，盛爱就是不想让他们活了是吧？盛氏开口了：小爱，爸爸要去医院检查伤口，全家也要一起去吗？杭威道：医院有那么多的病人，一个人看病，全家人一起去不太好吧？
他们要出门去找人，帮助盛景拿到最好的资源，以赚积分。所以他们是一定要出门的，而且不能带陈爱出去。夫妇俩说完之后，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盛爱怎么说。盛爱过了几秒才道：“看病的可以自己去。”几名伤患都暗暗松了一口气。杭威道：“妈妈可以陪你爸爸去医院吗？”盛爱又过了几秒才道：“可以。”杭威松了一口气，还好。盛家荣道：“大哥也要去看伤，让你四哥陪去，可以吗？”所有人都以为可以，谁知盛爱却道：“你一个大男人，让佣人或秘书陪你去就行。”盛家荣挤出微笑：“好，我让秘书来接我。”盛天星也想假借看病为由出门透透气，但他想到师傅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门，忍了。就这样，盛氏夫妇和盛家荣分别出门为盛景搞资源去了，剩下的人都待在家里陪盛爱玩该死的无聊的一家人永不分离游戏。唯一庆幸的是，盛爱只要求他们待在家里，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跟在他的身边，不然他们一定会疯掉。漫长而无聊的早上过去了，因为陈爱而异常难吃的午餐也过去了。接下来是午睡时间，盛爱去午睡了。盛天星惊喜地听到师傅来了，他和师兄从屋里冲出来，一起到门口迎接天机道长。没有人知道天机道长年纪多大，只知道他活了很久，久到成了江湖传说，是公认的玄学界第一人。不过一般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头，只有江湖人、玄学界以及信玄学的富贵人物才知道他的厉害。此时的他从一辆看似普通实则内部经过改装的小车里走下来，鹤发童颜，双目清明，身板硬朗，穿着一身干净飘逸的灰色道袍，手持一根佛尘，看上去确实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世外高人之姿。见过师傅。盛天星和师兄上前行礼。一阵子不见，你们居然变成了这副样子。天机道长仔细打量他们，眼里流露出震惊之色。你们确实遭到了反噬，还是相当严重的反噬。你们施的术和下的咒是不是很恶毒？玄学界也讲究因果报应，在双方没有仇怨以及对方没有犯下大恶的情况下，如果施术者下了狠毒的咒而自己的实力命格又压不住对方时，必遭反噬。没有，绝对没有。盛天星解释，我下的只是普通的厄运之咒，不要对方的命，只要对方倒霉，最重不过是残疾。他倒是想下死咒，但盛爱原本就是死人，他下死咒也没有意义，这才试着下了厄运之咒。师兄也道，我施的只是桃花之术，不伤人。天星这个厄运之咒不算太冤。天机道长喃喃，但你只是施个桃花之术而已，怎会弄成这样？师傅先给你解这桃花劫，然后再去看看这位传说中的九爷。盛天星道，师傅，我呢？天机道长道，你这个稍微难解一些，我先帮你师兄解，明日再给你解。盛天星没办法，只好领师傅和师兄去主楼楼顶上的占星小屋。天机道长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施术结束，师兄就感觉全身轻飘飘的。他试着上网搜自己的黑料，网上爆出了一位当红明星与另一位已婚大明星的恋情，将他的黑料给压了下去。他又试着打开手机，前女友们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威胁消息。他长长松了一口气，翘起大拇指，还是师傅厉害。那是自然。天机道长捏着长须，傲然第 N 次说出这句，普天之下，论看相算命和转动，没人强得过我。天星，你现在就带我去见见那位九爷。盛天星看了看外面的阳光，现在？天机道长道，我实在对金色的命格感到好奇，想长长见识。盛天星也不再多说，只是他不敢离开盛家，只敢把九爷的住处告诉师兄，让师兄带师傅去。师兄和师傅走了，盛天星在前庭里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师傅回来。他相信师傅这么厉害，功力跟他根本不是一个层级，肯定能看透九爷的命格。他以为师傅会去很久，然而不过半个小时，师兄的车就飞速驰来，停在盛家的大别墅门口。盛天星还没有反应过来，车门已经打开。师兄扶着面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软趴趴的师傅下车，嘴里着急地道：“快扶师傅去占星小屋。师傅的圣水放在占星小屋，急需服用。”盛天星大惊，急急迎上前去，一起扶师傅。师傅怎么了？不过半个小时而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师兄一边扶着天机道长往主楼走，一边摇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开了10分钟的车，抵达你说的那栋别墅前，就见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光是看他的长相风度，便知道他肯定就是九爷。我过去跟他打招呼，就说我们是你的师兄和师傅，因为你钟情于他，故而过来请他去盛家看望你。”盛天星心脏砰的一声，紧张地道：“他怎么说？他虽然比不上盛爱受宠，但在家里也是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加上自身条件确实也优越，
故而对自己极有自信。所以在追求爱情这件事情上，他并不介意主动。师兄轻叹，用略带同情的目光看他。九爷说谢谢你的好感，但他对你并没有男女之情，还请你切勿将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盛天星脸一白，这个九爷还真是难搞。为了避免尴尬，他转移话题，师傅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师兄，我跟九爷说话的时候，师傅戴上特制的眼镜给九爷看相，不过短短几十秒时间，师傅突然惊叫一声，眼镜碎裂，而后他就像病发一般倒在地上，表情看起来似乎很痛苦。我不敢耽搁，赶紧带师傅回来。盛天星惊叫，师傅的眼镜碎了？那不是师傅特制的法器吗？拥有强大的法力，怎么会轻易就碎了？如果说玄学上的天眼相当于普通人的眼睛，那么师傅的这副眼镜就相当于普通人的望远镜，可以看一个人的命格，看得更深、更远、更彻底。他羡慕师傅的这副眼镜，羡慕得很。而且这副眼镜不仅用特殊的具有灵力的物品所制，还开过光，普通的手法根本无法破坏。所以他很难相信这么强大的法器就这样碎了。是因为九爷的命格很特殊吗？不清楚。师兄表情凝重的摇头，只能等师傅醒来才能知道了。10来分钟后，师兄妹两人将天机道长扶到了占星小星，找出天机道长带来的圣水，给他喂了大半瓶，他才缓过气来，躺在摇椅里直吐气。师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盛天星终于有机会问了。我看到了金光，天机道长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目光就像穿透了所有的障碍，遥望远不可及的太阳，表情既畏惧又神往又惊骇，极为复杂。耀眼的金光如同正午的阳光，不是正午的阳光，是直视太阳，直视苍穹，不可饶恕。说到这里，他闭上眼睛，面露痛苦之色。我的眼睛差点瞎了。盛天星与师兄互视。师傅，什么叫不可饶恕？是啊，只是看得像而已，跟不可饶恕有什么关系？天机道长捂住眼睛，低声喃喃，我直视天道，不可饶恕。盛天星和师兄都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又问师傅，九爷到底是什么命格？不可问。天机道长又在喃喃，不可看，不可碰。师傅，盛天星追问，九爷的金色命格到底是什么命格啊？与普通的颜色相比，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不可再问。天机道长猛然抬眼，目光变得异常严厉，不可再看。你们两个以后不得再对九爷动用任何玄学之术，不可看他的相，不可测他的命，不可对他施术，更不可对他下咒，还有绝对不可与之为敌，切记，切记！盛天星嘟嚷，谁敢跟他为敌啊？但是师傅，九爷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师兄也道，您跟我们说清楚，就当让我们长长见识嘛。这件事情知道的越多，只会害了你们。天机道长的眼睛透着一种灰白之色，就像被夺去了神采，目光却遇见凌厉和敬畏。你们只需要记住，九爷此人鸿福齐天，不可亵渎。你们试图窥视他的命运，如同窥视天道之秘，必为天道所察觉，所惩罚。鸿福齐天，窥视他的命运，如同窥视天道之秘。盛天星和师兄听得倒抽2口凉气，脸色都变了。这么高级别的形容，他们闻所未闻。师傅，难道九爷真的不是普通人？盛天星试探。我刚说了，你们探究九爷的真身，如同窥视天道。天机道长直视他，灵力破人。你们想被天道惩罚吗？天星，你应该庆幸你的玄学之术不够高深，未真化境，否则你若是像师傅一般看得更多，一双眼睛必定废了。说到这里，他微微叹气，要不是有那副眼镜替师傅挡了惩罚，师傅这双眼睛肯定会瞎掉，无法挽救。盛天星听得心惊肉跳，师傅说的好可怕啊！他从来没见师傅形容一个人类形容的就像神魔一般。那师傅，他最后问了一个关于九爷的问题，我跟九爷有可能吗？师傅说了这么多，你居然还不明白？天机道长似笑非笑，眼里透着失望。你如何敢肖想一个鸿福齐天之人？不可看，不可问，不可碰，不可作对。师傅言尽于此，你要怎么做随你的意，但师傅绝不受你连累。盛天星咬唇，想说自己不信不甘心，但又不敢说。天机道长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又闭上眼睛，疲惫地挥了挥手，我累了，需要休息。天星，你帮师傅准备一些吃的，待师傅恢复灵力，就帮你消除反噬到身上的咒术。盛天星知道师傅已经尽力了，亲自准备了吃的以后就跟师兄退下去。此时的盛氏夫妇和盛家荣已经去医院走完了过场，拿了药品后就离开医院，
找娱乐圈的大佬和大腕们拉资源去了。事情办得很顺利，盛世有权力有地位，杭威有名气有人脉，加上出手大方，没有人敢不给他们面子。盛家荣更是所向披靡，不说他的出身身份名气和出色的个人形象，单说读心术这一点实在是太强大了。不管什么人，只要靠近他，他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跟对方打的招呼，安排的座位点的菜品和酒水，包括所说的每一句话，开出的每一个条件等，都让对方满意的不得了。更何况他又那么舍得花钱，谁能拒绝得了他这种说话做事样样都合乎自己心意的精英企业家？最后他跟盛氏夫妇去拜见国师，想见国师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还好杭威曾经演过国师的电影，这几年也跟国师在不同场合见过，交情还算不错，国师也给了杭威这个面子。双方见面，盛家荣又用自己的读心术把国师哄得心情大好。当杭威提出想让盛景出演国师的天边红，并担任2番或3番时，国师犹豫了。盛家景也不含糊，直接提出我们可以投资1个亿。电影上映后，盛氏集团也会全力宣传电影。盛氏集团旗下的院线确保给电影50以上的排片。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即刻开拍，快则国庆上映，慢则春节上映。天边红属于中小成本影片，投入并不会很大，主要是请大腕的片酬以及后期宣传的花销比较多。盛家愿意投资1个亿，且盛景不要片酬，这个投入可以说是很高了。国师心动了，却还是没有松口。盛家荣听到了国师的心声，故作沉思了几秒后，表示盛景的黑料确实是个大问题，我可以保证近期就能让这些黑料消失，并扭转盛景的名声。国师这才松口，好，我现在就召集演员和工作人员，让他们准备进组。双方聊到这里时，时间已经不早了，盛氏夫妇不敢多留，告别国师后就匆匆离开，最终赶在晚饭时间回到了盛家。盛家很安静，明明盛家人挺多的，且全都在场，但都无人说话。即使是陈爱，若是没什么事，也是安静如一台低速运转的机器，一丁点声音都没有。哦，盛家荣例外，因为他耳边听到的要么是1、2、3、4、5、6、7，要么是1只羊、2只羊、3只羊，要么是老子要杀了盛爱，老子要杀了盛爱，要么是真好吃，真好吃。这是盛家人为了防止被他听到心声，反复在心里念叨同一句话。他被折磨得想发疯，但他心理素质好，也习惯了，终归没让自己发疯。晚饭结束后，准备一起看电视之前，盛家荣把今天的会谈结果告诉了盛景。我给国师和小林的条件都是一样的，他们也都口头答应了让你出演电影里的重要角色，但是你需要尽快消除你的负面消息，逆转舆论。我知道。盛景苦脸，我现在都停止所有的工作了，也尽量参与慈善活动，但这需要时间。盛家荣道，你的系统不是有消除粉丝和网友对你的负面记忆的功能吗？试试那个，消除负面记忆。盛景愣了一下，想起了这个功能。我的系统确实有这个能力，但这需要积分。他边说边在心里呼叫系统。系统回应，你这次的负面舆论影响太大了，消除的面积和难度比较大，要全面消除的话，至少需要1000积分，但你目前只有899积分，哪怕你使用仅剩的1张打折券，打个9折，那也不够。盛景都想求系统了，就差1个积分。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少1个积分都不行。系统，我公私分明，不能滥用全职，不然监管部门查到我渎职，我会受到处罚。尼玛！盛景在心里大骂，我成不了巨星，对你有什么好处？系统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又开口了。友情提醒，今天是7月1日，你又可以通过慈善捐款1000万获取100积分的奖励了，要不要领取任务？盛景，为什么他总觉得系统说话的口气就像一个正在拐骗小孩子的怪叔叔？虽然这样，他还是只能忍着痛道，我要领取慈善捐款1000万的任务。就这样，1000万没了。即使付出后挣钱很容易，但他依然感到肉痛。再接着，他又忍痛看着自己平生第一次获得视帝的积分奖励就这样没了，好想哭。再想到他现在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花钱消灾以及求人帮忙上，啥正经事都干不了，啥好事都享受不了，心里更想哭。盛家荣沉默地听着他的心声，再次恨铁不成钢。一个人拥有那么能干的系统，还能混成这样，真是没用。盛景在心里哭了半晌后，我已经花光所有的积分，让系统暂时抹除网友和粉丝的记忆。只要以后没有人大面积曝光这些负面消息，网友和粉丝们就不会记得。大哥，他拍拍盛家荣的肩膀，我们是同一个妈生的，你一定要帮我控制舆论，逆转舆论。盛氏集团名下就有自己的公关公司和营销号。盛家荣点头，放心吧，我从明天开始
会让人一点点地放出你从事慈善助人为乐的消息。想了一想，他道：既然我们每天必须都跟盛爱在一起，几乎不可能去上班，那就组织全家一起去搞慈善吧，这样总比在家里关着要好。其实他们也可以在家里工作，通过电脑、手机等指挥手下批阅文件，但是不能自由出行的感觉依然很痛苦。盛景听得心中大喜，搞慈善很无聊的，全家愿意陪我一起搞，那当然是好事。盛家荣随后去找盛爱，说了全家一起出门搞慈善的事情。盛爱从小被教得那么好，当然没有意见。就这样，盛家荣联系了市里的儿童福利院，准备明天全家一起去慰问。但这次慰问并非以盛景的名义，而是以名人堂慈善总会的名义去，同时去的还有一些名声比较好的艺人。盛家荣要利用这些艺人的好名声来帮盛景洗白。次日上午，盛家人走完5000米并吃了早餐后，就分坐2辆车子驶出九世山庄。然而就在九世山庄的正门出口，意外发生了。一名中年妇女拉着一个女孩，惊异失措地从斜刺里冲出来，边跑边往边看，完全没有注意到盛家的车。盛家的车也来不及刹车，就这样撞了上去。负责开车的盛家富看到车子即将撞到别人后，心里涌起一种我不好过，别人也别想好过的快感。反正是别人违反交通规则，突然从拐弯处冲出来的，而他也马上踩下刹车了，只是踩了也没用而已。不仅是他，车上的几个人都这么想，只要死的不是自己，别人越惨越好。然而在惨剧即将发生的瞬间，众人只觉得眼前恍惚，时间像是静止了一样。而后不到1秒的时间，不可能连眨一次眼的时间都不到，车子就停了下来。他们视线恢复清明，看到原本坐在盛家富旁边的盛爱居然出现在车头面前，而车门还是紧闭的。发生了什么事啊？盛爱怎么出现在车外？一时间盛家人的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难道盛爱会穿墙术以及瞬移？只是想想他们就感到全身发毛。车外，盛爱问摔倒在车前的2个人：你们没事吧？中年妇女以为自己要被撞了，正把女儿紧紧地护在怀中。听到盛爱的话，她睁眼抬头看到盛爱后惊喜不已。盛小姐，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您，我今天就是专门来默默来感谢您和天心大师的。默默，快给盛大小姐磕头，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没有她，妈妈就找不到你，就没法跟你团聚。约莫17、18岁的瘦弱女孩听到这里，赶紧理了理衣服，面对盛爱跪下来准备磕头。就在这时，几条凶神恶煞般的大汉也从拐角处冲出来，挥着手中的棍棒，指着中年妇女母子喊：你们还敢跑？看我们不打断你们的腿！女孩吓得尖叫一声，缩进母亲怀里，瑟瑟发抖。中年妇女，也就是曾经哀求盛天星帮她算命找女儿的许阿姨，紧紧抱住女儿，哭着对那几条大汉道：我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的。但我刚刚找到女儿，还没有来得及出去工作，你们等我一段时间，我赚到的钱全部归你们。前段时间，他终于在边境找到了女儿，而后带女儿去看病，重点是接受心理治疗。直到女儿的状况好了一些后，他才带女儿回到海城，并特意带女儿去感谢盛家的2位小姐。谁知道他们今天早上刚出门，就被之前借钱的高利贷给盯上了。高利贷表示，你用你的1颗肾做抵押，欠了我们20万，没钱还就用你的肾赔，要不然让你的女儿去帮有钱人生孩子也行。他吓坏了，带着女儿就跑，一路跑到九世山庄的大门口，撞上了盛家的车。我们不等了！挥着棍子的胡子大汉道：当时说好的，要么找到女儿就还钱，要么最迟半年还，还不起就割肾。行情不好，我们现在也缺钱，既然你女儿找到了，我们要求你还钱，没毛病。许阿姨哭着道：我婆婆病重，我老公一边送外卖一边照顾婆婆，实在拿不出钱，我也不能割肾，割肾的话就不能工作了，你们就多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凑钱给你们吧。说不行就不行！胡子大汉无动于衷，你不能不讲诚信，找到女儿就过河拆桥，你们几个赶紧的把他们带走。其实他们一般不会追债追得这么急，但这次的情况有点特殊。姓许的女人在以肾抵押时进行了一系列身体检测，不巧她的肾与某位急需换肾的金主配型一致，这位金主开出来的买肾价格是150万，所以他们必须要逼姓许的女人以肾抵债。就在几条大汉冲上去准备抓住许阿姨母女的时候，盛爱似乎动都没有动一下，就出现在他们面前，挡住他们的去路。放高利贷是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盛爱说得很认真，黑洞洞的眼睛盯着几条大汉。也就是说，你们跟许阿姨签订的高利贷合同是无效的，许阿姨可以不用还债。另外，你们想抓许阿姨去割肾，这又涉及了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请你们立刻去自首，不然我报警了。
几条大汉惊艳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美人，看了片刻后，他们嗤笑：“你什么东西，还敢管我们高利贷的事情？”圣爱，我是遵纪守法的天朝上国好公民，既然让我看到了你们违法犯罪，我绝对不会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他看向车内，三哥，报警！车里的几个人听得头皮都要炸了，他们开的可是进口豪华小车，还是防弹级别的。然而，在车门和车窗紧闭的情况下，圣爱的声音仍然清晰地传进了他们的耳中。妈的，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样的怪物？盛家父已经见识过了圣爱的这种能力，此时还算是冷静的，当即拿出电话准备报警。此时车子已经开启了收听车外声音的功能，车内的几个人都听到了那几个混混跟圣爱的对话。你一个丫头片子也敢管我们自由银行的事情？美女，你一定不知道自由银行是什么地方吧？你以为你住在九世山庄就能动得了自由银行？少跟他废话，抓了人就走！一头混混说着，伸手往圣爱的胸口推去。打倒犯罪，人人有责。所有人都听到了圣爱的声音，却没有看到圣爱的动作。他们只看到圣爱的手就像是凭空出现一般，突然之间就抓住了那个混混的手腕，随手一扭。啊！混混发出凄厉的哀嚎，那条手臂已经被扭转了360度，真的是360度。手臂与胳膊连接处大概只剩下一层皮和一点肌肉维系在一起。盛家人看的头皮都要炸了，那得有多疼啊！尤其是盛家父更是面色惨白，脸上全是豆大的汗水，就跟快要死掉似的。没有人知道，混混嘴里的非法高利贷机构自由银行就是他开的。他的三大投资是电诈、赌博和高利贷。眼下他的电诈事业已经彻底被摧毁，还引来了警方的追查。现在他的自由银行又把圣爱给卷了进来，他有种预感，他的自由银行只怕也要保不住了。其他混混看到同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卸掉了一条手臂，也彻底惊呆了。但他们敢干这一行，肯定够狠。混混头目挥了挥手中的棍子，你们几个负责拦住他，我们几个负责把欠债人带走。众混混喝了一声，就扑上去。然后没有然后了。众混混正挥舞着大棒冲上去，突然之间他们就倒在了地上。他们试图爬起来，却发现双手动弹不得，这才发现他们的双手全部骨折，只是外表看不出来。啊！他们后知后觉的哀叫，用恐惧的目光看向圣爱。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明明没有看到她出手。圣爱居高临下的站在满地的混混中间。你们知错了吗？众混混哭了，知错了。圣爱，你们还敢再放高利贷追债和伤害别人吗？众混混摇头，不敢了。圣爱，等警察过来，你们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们敢再伤害许阿姨一家，罪加一等，坐穿牢底。众混混乖的就像小学生见到校长。是。圣爱看向许阿姨，您记下我的手机号码，如果高利贷还敢欺负你们，你们打我电话，我会立刻赶过去帮您收拾坏人。谢谢大小姐。许阿姨拉着女儿一起给圣爱磕头，能够遇到您是我们家一辈子的福气，除了给您磕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圣爱机械地摆了摆手，助人为乐是天朝上国的传统，您不必太在意。天气也热了，两位赶紧起来。默默小姐刚从缅北回来，需要好好休息。我和我妹妹已经收到你们的感谢了，你们先回去吧，晚点警方可能会跟你们联系，调查高利贷的事情。许阿姨也知道盛家地位显赫，她已经和女儿表达了谢意，确实不应该再多留了。于是她从背着的陈旧布包里拿出一只全新的食盒。盛小姐，这是我和女儿亲手做的凉糕，吃过的都说很好吃。我和默默准备摆个摊子，专门卖凉糕，生计应该没有问题。这也是我们的心意，如果您不嫌弃，还请您收下。盛爱接过食盒，谢谢，我会和全家一起分享的。许阿姨接着女儿再次谢过盛爱，并朝盛家的车子鞠了一躬后离开了现场。盛爱等继续等待，直至警方赶过来问明缘由，并将那几名高利贷打手带走后，盛爱才上车前往福利院。而盛家父已经慌得双手如抽筋般发抖，根本握不动方向盘，便让盛家贵开车，自己躲到后车座。将近1个小时后，众人终于抵达福利院。那几名受到邀请的艺人可不敢在盛家人面前摆谱，都准时赶到了。福利院很高兴，数百名孩童和老人、残疾人等都到场目睹大明星的风采。一些媒体记者也围过来拍照和摄像。这么多明星和大人物过来慰问福利院，当然是带着物资和善款过来的。按照杭威的想法，这种慰问活动走个流程就好。他们跟院领导握个手，跟老人小孩聊上几句，然后双方代表分别发表感言。结束发言后，他们送上物资和汇款票据，双方再合个影，活动就结束了，他们可以走了。
但是圣爱又来捣乱了。就在他们交付物资的时候，圣爱打量福利院，喃：天气热了，杂草太多，不利于老人和孩子健康。我们难得来一趟，就一起动手清除杂草，打扫卫生，把福利院收拾干净。随队的几名艺人怎么想不知道，但盛家人听得脸色都变了。这里是海城最大的福利院，占地面积可不小，也因为福利院收留的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比较多，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很难把整个福利院的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他们清除所有的杂草并收拾干净，这不是要累死他们吗？还有，他们看起来像喜欢干这种事的人吗？事实上，他们最讨厌跟穷人打交道，也最讨厌干脏活、累活、苦活，所以他们搞慈善一向都是直接捐款捐物资，从来不动手干活。圣爱这是要搞死他们啊！然而面对圣爱那黑洞洞的眼睛，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戴上遮阳帽、遮阳面纱和劳保手套，拿起福利院送过来的长剪刀、锄头等工具，分头散开，一边在心里流泪，一边忍受脏乱的环境、阳光的毒辣、难闻的气味、蚊虫的叮咬等，割草、除草、扫地、搬运垃圾。其中盛天星还遇到了蛇，吓得尖叫连连，惊得整个福利院都跑过来看热闹。盛家人愈想愈痛苦，他们不择手段往上爬，甚至不惜牺牲至亲，可不是为了过这种日子。好恨，好恨盛爱啊！只有盛家父连恨都不敢恨，还庆幸自己找到了机会。什么机会？他主动跑去最偏僻的角落，拿出手机给自由银行的负责人打电话，立刻终止所有的放债追债，立刻召回所有人，不，立刻通知所有人隐藏起来。有工作人员被条子抓了，很可能会供出所有的内情。还有，办公室所有的资料立刻带走，隐藏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已经完成的债务资料即刻烧毁，别想着在老客户的资料了，条子都要找上门来了。他边说边打量四周，生怕有人听到他的电话。终于下达完所有的命令后，他长长松了一口气，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边彻底删除通话记录，一边暗暗在心里道：他这命令下达的还算及时吧？应该说，他这命令确实下达的还算及时，只是他这通电话是用自己名下的手机打的，而他名下的手机早就被警方秘密监听。就这样，警方终于得到了极有价值的线索。盛家父还在暗中放高利贷，他居然还是自由银行的幕后大老板，真是看不出来他玩得这么大。队长，有警员问，要不要现在就去申请他的逮捕证？不急，队长道，他可能还牵涉更多的地下生意，我们可以捣毁他的生意，抓住他的手下，掌握更多的证据后再抓他，省得给他任何脱罪或减轻罪名的机会。还有，他能把地下生意做得那么大，盛家很可能也牵扯其中，所以我们不妨再看看能不能抓到盛家涉嫌犯罪的证据。对了，我们不妨故意漏掉他的亲信，让他的亲信引出他。福利院这边，悲惨的盛家人花了3个多小时，终于清理完了所有的角落，并通过了大 boss 盛爱的审查。盛爱还鼓掌，特别表扬了盛家父和盛家贵，3哥和4哥今天表现特别好，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不大不小的奖励。你们想要什么？面对盛爱的表扬，盛家父笑不出来，他是因为心虚，担心被盛爱点名，才不得不拼命干活。而他一贯是最贪图享乐的，干这种苦力活对他来说等同于遭受酷刑，眼下已经累得像待宰的老狗，谁夸他都不能让他感到好受。盛家贵则一脸淡定，我想单独跟朋友出去玩一天，你能答应吗？想他在监狱10年，什么苦活累活脏活没干过，区区除个杂草而已，算个鸟。盛爱说话算数，可以，时间由你定。盛家贵露出得意的笑容，他居然赢得了1天的自由，但随即他脸色又是一僵。妈的，他真是被关得太久了，居然会因为得到这么正常的权利而感到欣喜。短短时间，他可真是被盛爱扑爱的失常了。盛家父听到这里，赶紧举手，小爱，我也想请假1天，出去找朋友玩。盛爱一视同仁，可以。盛家父听得眼睛又红了，眼泪差点掉下来。原来天天加班，好不容易等到放假，就是这种感觉吗？难怪那么多社畜一到放假就兴奋得像抽风。盛家人看着两人，眼里透着羡慕。这时，福利院的院长走过来，一脸感激地道：各位，食堂已经准备好了饭菜，还请各位用餐。在福利院吃饭，盛天星等人眼里都闪过嫌弃。然而不等他们找理由拒绝，盛爱已经开口了：谢谢。盛家人，盛爱果然是带他们来这里受苦的。其实福利院的饭菜都是新鲜现做，并不难吃，尤其是今天加餐，肉菜比较充足。福利院所有人都来了，坐满了食堂，很多人甚至还站着吃或蹲着吃。这些人看着饭菜的眼睛都带着光。然而对吃惯了山珍海味的盛家人来说，
这样的家常便饭哪里配进他们的嘴？尤其是他们刚干了苦力活，身上都是汗臭味。而福利院的人不仅有汗臭味，还有老人身上的老人味、残疾人身上的秽物味等等，他们混在其中，怎么吃得下？只有陈爱端起饭碗就吃，还告诉他们：“你们干了这么久的活，累了，赶紧吃。”盛爱发话：“谁敢不吃？”只是他们吃的都不多，一小碗米饭加一点点菜，然后一个个都以减肥为由，不再动筷。福利院也知道他们多是艺人，需要保持身材，加上福利院好久没有加餐了，个个都眼馋，所以福利院也没有劝贵客们多吃点。盛家人这才勉强将这顿饭带给他们的折磨降到最低，但他们不知道，这顿饭跟晚上那顿饭相比，简直是山珍海味。总之，他们吃完午饭时已经下午2点，所有人都困了。盛家人终于得以告别福利院，返回盛家。他们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同时把今天穿出去的衣物、鞋子、帽子等全部丢掉。洗完后就睡，睡到太阳落山后才起床。接着，新的苦难又来了。盛爱带着灿烂的笑容告诉众人，大家今天表现得很好，帮助了很多人。为了奖励大家，我今晚亲自下厨，给全家做了丰盛的晚饭。盛爱多才多艺，厨艺也很不错，凡是尝过他手艺的人都说好吃。此时的盛家人都向盛爱表示感谢，谢谢小爱，能亲口吃到小爱做的饭菜，真是太幸福了。盛爱道：“星星不是有客人吗？也请他们过来一起吃吧。”他所说的客人就是天机道长和盛天星的师兄，这两人住在副楼。除了去占星小屋施术那次，两人都没有踏进主楼，也没有见过盛爱，但盛爱还是知道了。盛天星不敢说 no， 只得打电话请师傅和师兄过来。就在这时，门房通报九爷来了，说是想拜见五小姐。盛爱亲自出门迎接，石先生怎么来了？九爷双手捧着一盆开有红色、白色、黄色的小型月季，笑笑，我培育的3色月季要开了，我想送一盆给盛小姐，还望盛小姐笑纳。盛爱接过花盆，谢谢，我很喜欢。九爷又道，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你们是准备吃饭了吗？不知道我能不能跟盛小姐一起吃晚饭？盛爱点头，当然。说完他露出一个笑容，今天的晚饭全部是我做的。九爷，能吃到盛小姐做的饭是我的荣幸。就这样，九爷也走进餐厅，与天机道长师兄一起跟盛家人共进晚餐。天机道长已经勉强恢复了元气，看到九爷也很平静，恭恭敬敬地打了招呼后就不再多说一个字。只是天机道长见到盛爱后，脸色还是变了，变得不安，额角还冒出几颗冷汗。众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九爷身上，没有人去看天机道长。然而盛家荣却听到了他的心声，非常强烈的心声，不行，此女不行，非生人，非活人，非鬼，非怪，老夫活了100多岁，从未见过听说过这样的东西。然而此女身上的不祥之气如此浓烈，哪怕不开天眼也能感受得到，若是忤逆他者必有大难。不仅如此，他与九爷的气场相辅相成，一金一黑，一个在天，一个在渊，太可怕了。如果两人齐心一致对外，必定如同神魔合一，天地交汇，世间无人可伤他们一丝一毫。看九爷的态度似乎颇为欣赏盛爱，但愿两人莫要结盟才好。盛家荣专注聆听天机道长的心声，眼底晦暗不明。不管是盛家父嘴里的前世，还是盛家荣看到的书中内容，盛家前世今生与石家只怕都是对手。毕竟盛家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投靠光照会，而石家则是公认的爱国家族。战时石家出钱出力，全力支持国家抗战，战后石家更是人才济济，往众多领域输送难得的人才，报效国家。这样的石家一旦得知盛家投靠光照会，别说交好了，只怕会是盛家为敌。就目前来看，九爷显然不喜盛家，唯独对盛爱另眼相待，而盛爱嘴上说如何爱盛家，实则在变相的折磨盛家。如果九爷真的跟盛爱搞到一起，想都不敢想。所以盛家必须先下手为强，断绝两人联手的可能。盛家荣在琢磨天机道长的心声时，席间已经有人吐了，因为陈爱做的饭菜太难吃了。难吃到什么程度？看着色相不错，调味品却都是乱放的，太咸、太辣、太苦、太酸，或者酸甜苦辣全都混在一起。还有很多菜要么没熟，要么熟的烂糊，根本没法吃。相较之下，福利院吃的那顿简直太美味了。盛爱看向盛天星，星星怎么了？你这样很浪费粮食哦。盛天星白着脸，恨不得破口大骂，你阿的不会尝尝自己做的东西吗？那是人能吃的东西吗？是哦，盛爱早就不是人了，
根本没有人的嗅觉和味觉，哪里知道自己做的饭菜给狗都不吃。然而盛天星再气也只能忍着，我就是今天太累了，身上的伤还没有好，胃口不行。盛爱想了想，即使这样也不能浪费。这样吧，你吃不完的菜让人帮你吃。众人听得脸色微微一变，下意识地把脑袋与目光移开，以此告诉盛天星别找我。盛天星看到众人的反应，暗暗在心里骂，满口仁义道德的东西，嘴上说如何如何的疼爱他，却连帮他吃点菜都不肯。但想想他们都能献祭圣爱了，他还能指望他们真心待他？于是他看向师兄，可怜巴巴的。师兄吓得把嘴边那块半生不熟的肉放回碗里。你这样看着我干嘛？盛天星也不敢明说，只是对着他的耳朵道，帮我吃光，给你100万。师兄，他缺100万吗？盛天星又低声道，给你介绍2个白富美。师兄犹豫，盛天星，给你介绍2个女明星。师兄这才叹着气，咬了咬牙，悄悄往自己的腿上贴了一张饥饿符，以此让自己产生5天5夜没吃饭，饿得看到昆虫都两眼冒绿光的程度。靠着这种错觉，他夹起一根又一根5味俱全的青菜，以及一块又一块半生不熟的肉塞进嘴里。盛爱看向其他人，你们怎么不吃？是不喜欢我做的菜吗？他的身上似乎又开始冒冷气了。众人挤出笑容，太太喜欢了，舍不得吃。盛爱笑得灿烂，以后我会经常做给你们吃的。你为什么还不去死啊？为什么？全桌的活人只有九爷吃的毫无压力，看起来没有一丝一毫的为难。不过他吃的都是素菜。众人都在心里道，不愧是年纪轻轻就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大人物，能屈能伸，能享受也能吃苦，吃这种东西都能吃得这么自在。但是他们再仔细一瞧，九爷吃的米饭好像都是熟的，九爷吃的菜好像都煮得恰到好处，是不是煮得好的饭菜都落入他的碗里和盘里了？真羡慕啊！唉，现在想这些没用，还是想想怎么把这些东西给咽下去吧。盛家父就坐在师兄的身边，看到了师兄的动作，便伸手捅了师兄的腰，示意师兄也给自己一张。师兄想了想，干脆给了盛家父一叠，让他发给其他人。众人看着师兄，都在心里道，玄学果然还是很有用的。就这样，众人靠着这饥饿符勉强撑过了这一关。好不容易结束晚餐后，众人纷纷冲出餐厅，再冲进卫生间大吐特吐，吐完后就奄奄一息地躺下来，半天不动。庆幸的是，盛爱考虑到全家今天都累了，没有要求全家陪他看恶心的主旋律。盛家荣便趁这个机会敲开父母的卧室门。杭威拉开一条门缝，蹙眉，什么事？盛家荣是盛氏的前妻所生，他跟盛家荣没有亲情，只有同事之情。如果没什么要紧事，他并不喜欢跟盛家荣亲近。盛家荣低声道，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和爸爸谈。杭威这才让开，放盛家荣进来。而后他刚想关门，盛家贵又走过来了，我想听听大哥跟你们说什么。考虑到他是个人才，又是学法律的，杭威也让他进来了。4个人围坐一圈。杭威，抓紧时间说吧。只要想到盛家荣拥有读心术，他心里就闹得慌。盛家荣知道众人的顾虑，也不废话。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了道长的心声。他先把道长的心声复述了一遍，而后严肃地道，九爷是石家真正的幕后掌权者，他很少过问石家和时代集团的事情，但只要他开口，石家和时代集团都得听他的。我不认为九爷会认同盛家，更不认为盛家跟石家是一路的，只怕将来有一天，盛家依然会跟石家成为对手。他微微一顿，眼里流露出杀机。未雨绸缪，盛家前世输了，在原书里也被写得家破人亡，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抢先一步，将九爷给杀了。说完，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盛氏和杭威暗惊，盛家荣向来沉稳，思虑周密，做事周到，但暗杀九爷还真是异想天开啊。九爷对外的名头是时代集团的第1大股东兼董事，几乎不过问世事，但有传闻说他是国科院院士，还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科院院士，曾经获得过多项全国最高级别的科技大奖和发明大奖。据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九爷从来不出国，国家也不支持他出国，就是担心他出国后会被境外势力囚禁或暗杀。这样一个出身显赫的国宝级大人物，若是死了，一定会引来国家机关的关注和追查到底。盛家荣想过这些吗？盛家荣肯定听到了他们的心声，但不等他说什么，盛家贵已经狠狠地将烟头按在大腿上，冷声道，以你们的金手指，要干掉九爷还不容易。杭威，什么意思啊？盛家贵盯着他，一字一顿，别忘了，你拥有空间，可以藏人，也可以藏尸抛尸的空间。利用空间
干掉九爷。杭威的瞳孔蓦然睁大，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利用他的空间干掉九爷吗？仔细想想，并非不可能。如果能干掉九爷，那他就太牛逼了。只是九爷的身份和地位实在是太显赫了，据说他又是天生的极富极贵之命，想暗杀他，大概就像想古人想干掉皇帝王爷。先不说能不能杀掉他，杀掉他的后果，他和盛家能承受吗？怕什么？盛家贵没有读心术，却能看出杭威的想法，嘲弄。献祭亲生女儿的事情都干出来了，还怕暗杀九爷？杭威冷冷地瞟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他的嘲讽。在原书中，九爷是什么下场？盛家贵、九爷在原书里只是配角，书里并没有特意交代九爷的下场，但九爷的下场肯定很好。书里提到江菜菜回到石家后很得九爷喜欢，九爷极为维护他，江菜菜最后过得也很幸福。石家依然地位稳固，是本国第一名门，还因为与娄家联姻而加强势力。你别指望作者或上天会写死九爷。杭威沉默。盛家荣开口了，我的想法跟家贵一致。妈，你要把人送进手镯空间，需要什么条件？杭威不得不说，需要接触对方，比如碰到对方的手臂，同时集中注意力，用意念将对方传送进空间里。当然，对方的体积不能比空间大，否则传送会失败。盛家荣盯着他，只要是正常人，你都能送进去吧？杭威点头，应该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失败过。盛家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天机道长，向他确认九爷是不是正常人。不管怎么看，九爷都是正常人，但有了圣爱这个前车之鉴，他觉得他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天机道长听到这个问题，颇感诧异。九爷当然是正常人，只不过他是天生的大富大贵命格，一般人比不了。盛家荣问得很细，他会像正常人一样受伤吗？他若是患了绝症或被人刺中心脏，会死吗？天机道长奇道，他是活人，受到致命伤害，当然会死。盛家荣笑道，谢谢道长。有人跟我说，九爷打从出生起就没有生过病，受过伤，恐怕不是正常人，而是下凡渡劫的神仙。我就不相信了，所以问问您，他做的是大生意，混的是高端商界，对九爷的事情自然懂得比常人多。有传闻说九爷从出生起没有生过病，也不知真假。天机道长并没有多想，只当他真的是随口问问。若是知道盛家荣的真实想法，他一定会脸色发白，奉劝这位年轻的商界精英不要挑衅洪福齐天之人。总之，盛家荣挂断电话后对杭威道，你都听到了，九爷不是圣爱，他是正常人类，会死，会受伤。杭威有点心动，看向丈夫。盛世眼里闪过狠色，不管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石家与盛家必有一战，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们要在石家和九爷对付我们之前，先下手为强。难得九爷现在就在海城，离我们这么的近，现在不下手，以后只怕很难再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他能从一介草根爬到现在的高位，心肠必定够狠，下手也必定果断。杭威沉默片刻后，毅然，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又全力支持我，那我必定是要试一试的。而后四人又低声商量了一番如何干掉九爷的细节，这才散会。不过他们今天的苦难依然没有结束。晚上10点的时候，盛爱通知盛家人该吃宵夜了。有人问，什么宵夜？盛爱，今天上午许阿姨送了一大盒凉糕给我们作为谢礼，我差点忘了，大家一起来吃吧。底层人做的凉糕，那能吃吗？众人心里不情愿，却也不敢不吃。而在盛爱打开食盒的瞬间，一股馊味传出来，众人又想到了在福利院闻到的那些怪味，还有晚餐吃的那些，恶心的想吐。吃吧，人人有份。陈爱将凉糕切成8块，细心的放进每个人的碗里，吃完就可以休息了。众人都在心里骂，这凉糕在常温下放1天了吧？你阿的没有闻到这股难闻的馊味吗？是哦，你阿的都不是人了，所以你不当人也不把我们当人是吧？众人一边在心里咒骂着，一边含泪吃下这碗分量不算少的凉糕。吃完之后就匆匆回房，冲进卫生间大吐特吐。当然这一夜依然平静，所有的狂风暴雨暗潮汹涌都被掩盖在平静的假象之中。次日早上，盛家人捂着扁扁的肚子，有气无力地走完5000米回来后，杭威狠下心来，喝了几杯冰水，然后捂着肚子问盛爱，妈妈来了例假，肚子疼得厉害，要去医院看诊，可以出门吧？盛爱看了看他的肚子，可以。杭威温柔地道过谢之后，回房换上衣服，开车出门。走远之后，他把车子停在一处僻静无人的地方，用轻信的手机拨出一个电话，我想要一名专业狙击手，让他帮我射杀一个人。
当然，我可以提供狙击枪。我要杀的目标是19，1000万现金，必须先付款。可以，我现在就转账给你。你不要联系我，我会每天打电话给你。打完电话后，他来到郊外那间无人居住的自建房，进入地下室。那里放着足以装满一支集装箱的武器。因为从丑国运来的集装箱尚未抵达海城，所以他暂时还不能把这批武器还回去。这批武器里就有专业的狙击枪。他将手放在这杆狙击枪上，一直移动，就将狙击枪收进空间，而后离开自建房，回家。因为昨天太累，又吐了2轮。今天的盛家人依然感到疲惫，除了杭威，没有人外出。盛爱对这样的状况感到很满意，弹了一天的钢琴，不知疲惫。有了经验的盛家人早早吩咐厨房准备午餐和晚餐，没有给盛爱亲自下厨的机会，这让他们吃了一天好的，勉强恢复力气。而勉强恢复力气的盛家富，4日早上迫不及待地兑现盛爱答应给予他的奖励，出门玩乐去了。这一玩就玩出大事，导致他被警方通缉，给盛家带来极大的麻烦。事情是这样的，盛家富一出门就去找嫩模，一起出海，喝美酒，享美食，没羞没臊，好不开心。只是玩到傍晚的时候，他收到了驾校校长的电话。驾校校长告诉盛家富，有驾校学员熬不住寂寞，偷偷跑去酒吧嗨，为了女人跟别人大打出手，被警察抓走了。警察顺藤摸瓜，不仅查到了驾校，还查到了他这个校长。警察内部的眼线已经通知他跑路了。盛家富听得脸色大变，因为电诈被端的事情，他已经损失了一批能干的亲信。驾校校长是他现在最重要最信任的手下了。如果驾校校长也出事，他以后还能找谁？还有，驾校校长能逃得掉吗？逃不掉的话，会出卖他吗？想到这里，盛家富赶紧道：你现在在哪里？我去找你。驾校校长报出一个暗号，只有盛家富知道暗号代表什么。这个时候的盛家富还是安全的，因为他用的是第三方手机跟驾校校长联系，警方可不知道这个手机号码，也就没能监听这个手机。但坏就坏在盛家富亲自去见手下，而他这段时间一直被警方秘密监视。就这样，警方的密探悄悄跟着他进入一家很大很热闹、环境颇为昏暗、复杂、出口也挺多的酒吧，一下子失去了他的踪影。当然，密探不可能放弃，而是谨慎的在酒吧里找人。另一边，盛家富毕竟经历了2世，哪怕脑子不是特别聪明，该有的地方还是有的。进酒吧之前，他给盛家荣打电话，让盛家荣过来帮他听听心声。听什么心声？听驾校校长是否存有出卖他的心思，如果有，就请盛家荣和他一起干掉驾校校长。盛家荣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自己非去不可，于是他也狠下心来，用力撕扯伤口。待伤口出血后，就去找盛爱，表示想去医院看伤。盛爱那么关爱家人，当然不会阻止他去医院。就这样，盛家荣也全力赶往那家龙蛇混家的酒吧。酒吧这种人多嘈杂、音乐震天响的地方，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种折磨。形形色色、乱七八糟的人类心声与环境音一起涌入他的耳中，让他难受的想崩溃。他没有办法，只得用棉花堵住耳朵，让自己只能听到人类的心声。只是这些心声太吵太杂，导致他什么都听不清楚。直至他依照盛家富的说明，前往相对没有那么嘈杂的2楼时，他才勉强听清了身边的心声。1楼找遍了，没有盛家富的身影。他应该在2楼，光线太暗了，看不清楚。也许应该多叫几个警局的同事过来帮忙。找到驾校校长了，但是没有看到盛家富。盛家富应该就在4周，一旦他们碰头，就可以实施抓捕。我现在就叫几个同事过来。戴着口罩的盛家荣暗暗心惊，这个心声，盛家富被警方盯上了。4周那么暗，人员来来往往，他也判断不了哪个是警察。他不动声色，神态自若地走进卫生间，给盛家富发了一条短信：你被警察跟踪了，只要你跟目标碰头，就会被捕。盛家富回：我知道了，我现在就从后门离开。你方便的话，就去听听校长，看他会不会背叛我。盛家荣判断了一下距离后，走出卫生间，点了一杯鸡尾酒，走向距离驾校校长5-6米的雅座，跟一名妖娆的女人搭讪，实则在聆听驾校校长的心声。勉强听到了，超过时间了，老板怎么还不来？他不会出事了吧？再等10分钟，老板还不来的话，我就先逃走。老板来消息了，我被警察盯上了。老板说，如果我被警察抓捕，他会给我请最好的律师，全力把我捞出去。捞不出去的话，也会让我尽量减轻罪名。老板对我可真不错。哎，算了，我会想办法引开警察。如果逃跑失败，落入警方的手中，我会自杀。反正我本来就该死了，是老板救了我，还给了我一大笔钱治病和还债。我多活1年，该享受的也享受了，
现在死了也不冤。盛家荣听到这里，放心了，他搂着妖娆的女人离开。出了酒吧后，他甩掉那个女人，开车回家。他刚回家没多久，盛家富也慌慌张张的进门了，一看到他就道：“大哥，校长自杀了。”意料之中的事情，盛家荣不紧不慢地道：“他出卖你了？”盛家富摇头：“没有，他从酒吧里逃出来没多远，就被一群便衣警察给抓住了。他没有反抗，直接开枪爆头，当场死亡。”盛家荣暗暗道：“这个驾校校长对盛家富还真是忠心耿耿，可惜了，盛家富以后只怕都找不到这么能干又忠心的部下了。这不挺好的吗？你慌什么？”盛家富愣了一下：“是挺好的，但是我心里还是有点慌。”盛家贵淡淡道：“慌什么？别忘了我们都有金手指，除了盛爱那样的怪物，谁都不能拿我们怎么办？”刚说到这里，门房就来通报，物业上门说要进行服务满意度调查，这样的服务每年至少一次，并不奇怪。盛家荣想了想，还是我去吧。盛爱不能去，两个老的也不合适。盛景是顶流，盛天星受伤未愈，盛家贵不管这种事，盛家富现在都成惊弓之鸟了，只有他最合适。他下楼见到了态度恭敬的物业人员，而后听到了对方的心声。看监控，盛家富已经进门，现在就是要稳住盛家人，绝对不能让盛家富逃走和销毁证据。同事已经在连夜申请逮捕令，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过来。盛家荣听得暗暗心惊，对方居然是警察，准备逮捕盛家富，麻烦了。他不动声色地跟对方聊了几句后：“我弟弟对物业意见有点大，你在这里等我，我去问下他们到底有什么意见。”而后他不紧不慢地上楼，找到杭威，说到警察上门的事情。杭威听得脸色大变，怎么会搞得这么严重？赶紧去找家贵，让家贵想想办法。没用，盛家荣摇头，警方敢上门抓人，一定是掌握了证据，什么律师都救不了。而且就家父搞的那些事，不死也要坐穿牢底。更严重的是，一旦他被捕和坐牢的消息传出去，一定会引来全社会的关注，影响所有盛家人的前途。杭威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表情异常凝重。那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盛家荣盯着他，我们绝对不能让警方抓到家父，也不能跟警方作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家父藏在你的手镯空间里，想让他出来就让他出来，想让他进去就让他进去，谁也抓不到。盛家荣在楼上待了5、6分钟就下楼，继续跟物业提意见。杭威则狠下心来，拿起酒瓶砸在盛家父头上，将他的额头给砸出血来，而后去找盛爱：“你三哥受伤了，我要送你三哥去医院，可以吧？”全家都看出来了，现在的盛爱不是人，只具备最基本的逻辑思维，或者说是本能。像盛家人这几天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而后以看病为由申请出门，正常人一看就知道不对劲。但盛爱的思维就很简单，生病了就应该去看病，并不会深究缘由。这次也一样。盛爱关切地道：“你们赶紧去医院，不要耽误了治疗。”就这样，杭威带着受伤的盛家富从2楼露台走下去，进入后院，坐进车里，从后门离开。而在两人离开的时候，盛家别墅内外的监控都出现了雪花屏。负责查看监控的警员立刻意识到不对，第一时间通知看守前后门的同事。负责看守后门的警员立刻开车去追杭威的车，只是杭威的车是进口豪车，比警员开的车要好。另外，九狮山庄很大，出口很多，警员对这一带并没有那么熟悉，一时间追不上。等到杭威的车子在树荫里停下来，警员跟上去，发现车里没人，盛家富逃走了。警员立刻打电话给上级，上级打电话给盛家富，盛家富的手机关机，上级又打电话给杭威，杭威很快接电话：“家父受伤，我送家父去盛天使医院接受治疗，途中因为车子出了点小问题，我便换乘出租车去医院。我现在在医院旁边的小店里吃甜品。”家父在急诊室看诊，警方火速赶到盛天使医院，找到急诊科。急诊科说盛家富的伤势比较轻，包扎完伤口就出去了。警方没有找到盛家富，只从监控里看到盛家富出了医院后就钻进路边的绿化带里，就此失去踪影。杭威非常着急，跟着警员钻进绿化带里找人。警方不知道，杭威趁着找人的机会，在跟盛家富约好的地方悄悄把盛家富收进手镯空间。绿化带花草繁盛，树木成荫，加上又是晚上，绝大多数区域都是黑黝黝的，监控根本拍不清路灯照不到的地方，这就给了杭威救人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是警方毫无收获，也找不到盛家人，尤其是杭威协助盛家富逃走的证据。警方没办法，只得亲自上门向盛家人通报盛家富涉嫌放高利贷、组织电诈投资、线上赌博等犯罪行为，希望盛家富主动配合警方调查。
也希望盛家人若是发现盛家富的下落，务必通知警方。盛氏夫妇问警方有没有证据，警方表示他们已经掌握了盛家富与相关嫌犯通话来往以及犯罪人员的供述，具体证据涉及机密，不能出示。盛氏夫妇没有动怒，也没有诡辩，只是表示家父昨晚离开医院后就下落不明，我们也很着急，也在找他。我们怀疑他是不是被人绑架了。你们知道的，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对手挺多，以前就发生过多起针对我们家的暴力事件和袭击事件。黄威原本就是专科出身的大明星，演技自然不在话下。盛氏作为从底层出来的政客，当然也很擅长做戏。两人聊到下落不明的盛家富时，表现出来的担忧和不安就跟真的一样。警方心知肚明，盛家不可能对盛家富的下落不知情，但盛家不承认，他们暂时也没有办法，只得离开。回去的路上，警员问队长要不要公开通缉盛家富。队长摇头，目前的证据只能证明盛家富参与了电诈和高利贷，并不能证明他是幕后主谋。我们抓到的犯罪嫌疑人都没有见过三少本人和幕后大老板本人，无法指证盛家富。见过三少和幕后大老板的人都死了，没有目击证人，没有尸体，没有书面材料，甚至没有直接的转账记录，只靠录音很难给盛家富定罪。公开通缉，把事情闹大，只会让盛家抓到警方的把柄，反将一军，盛家富也会彻底隐藏起来，再也不露面。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继续在暗中盯着盛家，同时继续深入调查电诈员和高利贷的案子，抓到更多的犯罪分子以及证据。此时的盛家都知道了盛家富失踪以及被警方追捕的事情，没有人吱声。毕竟就盛家人干的这些事情，别说坐牢了，枪毙都不算过分。就连盛天星和盛景这两个不知内情的，也只是在心里骂盛家富没用，这么轻易就被警方抓到了把柄。同时其他人也在告诉自己，千万要小心，千万要谨慎，绝对不能让警方抓到把柄。只有盛爱扫视四周，楠三哥失踪了，可我怎么感觉三哥就在家里，离我很近很近。盛氏夫妇等几人听得心间就是一颤。盛爱难道还有透视眼，知道盛家富躲藏在手镯空间里？在他们紧张的时候，盛爱缓缓走进杭威，轻飘飘的来回转圈，自言自语一般，我能感觉得到三哥就在这里，怎么会看不见呢？杭威吓得心脏都要蹦出来了。盛爱从小就被家里灌输一定要遵纪守法，争当良好公民的观念，如果让盛爱发现盛家富的踪迹，盛爱一定会报警。此时此刻，杭威开始有点后悔把盛爱养得这么具有正义感了。盛爱在杭威身边转了几圈后，终于停下来，楠，一家人就应该整整齐齐，永不分离。我一定会找到三哥，让全家团聚。三哥一定还在家里，可能在跟我们玩躲猫猫呢。我一定会找到三哥的。说着，他就像一抹有病的幽灵往楼上飘去。一家人就应该整整齐齐，永不分离。我一定会找到三哥的。终于走了。杭威轻轻拍着胸口，脸色发白地坐下来。就在刚才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里，他真的很怕盛爱发现手镯的秘密。盛家荣脸色凝重，低声道：妈，以后你放老三出来吹风时，一定要远离盛爱。杭威，我会注意的。此时的盛家富并不知道外头的动静，他待在只有10几平方米大小的手镯空间里，看着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崩溃地蹲下来揪头发。这鬼地方这么窄，什么都没有，没有花花草草，没有美酒美食，没有手机电视，没有美女相伴。不管我往哪个方向走，都会走回原点。躲在这里跟躺棺材不跟坐牢有什么区别？我真的要崩溃了。老妈，快放我出去。其实手镯空间几乎什么都能收纳，手机和电视也能收进来，但收进来了也没用啊。空间里接受不到外面的声音、网络信号和通讯信号。另外，空间里没有灯或任何照射物，却保持着白天一般的光明，可以看书。问题是，让现代青年每天不玩手机不上网，只能看书，会很枯燥无聊的啊。还有，空间就那么点大，多转几圈都不方便，这让住惯了大房子大花园的他如何忍受得了？盛家富在空间里大喊大叫，发泄了不知多久，突然眼前一花，瞬间的恍惚过后，他出现在宽敞明亮的卫生间里。杭威叹气，赶紧洗澡、上厕所、换衣服、吃东西，然后他就去卧室里等着，不敢走远。盛家富哦了一声，赶紧去坐马桶，因为憋得有点久，他这泡湿水和湿米拉的也有点久，还没拉完呢，外面就传来敲门声。盛爱的声音传进来，四哥是不是在里面？我好像听到四哥的声音，嗅到四哥的味道了。什么？盛爱居然找到这里来了？杭威和盛家富都在心里骂，你阿的都不是人了，还有嗅觉？隔着几层墙壁，你还能听到声音？没有人说话，我进去了。盛家富也顾不得没拉完了，
匆匆擦了屁股，提起裤子就跑出来。杭威也顾不得盛家父的样子有多狼狈了，一边喊着你四哥不在这里，妈妈是想念四哥了，才偷偷进来悼念他，一边抓住盛家父的手，将他收进空间。门明明是关死了的，却还是轻轻松松的就被打开了。盛爱走进来，目光扫过四周，眼里流露出困惑。我明明听到了四哥的声音，为什么却不见四哥的身影？杭威悄悄擦了一把额头的汗，微笑，小爱，一定是你太想念四哥了，才会出现幻觉。你放心，你四哥一定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的。盛爱点头，我知道四哥就在家里，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他边说边在卧室里转了一圈，这才慢慢的飘出去。杭威跌坐在床沿上，抚着胸口，以后他一定要特别小心。盛家很大，2000多平，他要等盛爱离他比较远时，才能把盛家父放出来。还有，他以后得与盛家父形影不离，免得盛家父出来后被人察觉却无处躲藏。就这样，盛家父开始了蜗居一般的见不得人的生活，各中辛苦只有他知道了。另一边，盛家倾尽全力帮盛景找的资源也陆陆续续到位。首先是拍时尚杂志的封面，因为盛爱要求全家不管做什么都要整整齐齐，这就导致盛景不方便外出拍摄，所以盛家只能花费重金请杂志社在盛家搭建摄影棚和拍摄，这个花销算下来没有7位数办不了。其次是参加各种慈善活动和通告，因为盛景花费1000积分，请系统出手抹除网友记忆的行为起了作用。加上前几天盛景在福利院的表现很好，他打扮得跟普通人一般，在烈日下扛着锄头脖子上挂着毛巾努力除草的镜头打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网友们忘记了他不久前刚搞出来的那些黑料，没有人追着他骂的。他的粉丝们又如从前那般各种围追堵截，大叫美景美景我爱你。一段时间没有享受过大明星待遇的盛景又飘了，得意了。天选之子就是天选之子，哪怕一次次地遭遇打压，我也能绝地翻身。哈哈，盛爱再牛逼又怎么样？我有系统，万能的系统，强大的系统，哈哈哈。但事实证明，德不配位，必有灾祸。就在盛景欣赏自己的热搜，享受身为顶流的人气时，手机响了。亲爱的，我是孟非。谁？我们认识吗？瞧你说的。江孟非撒娇，在你妹妹的19岁生日上，我们度过了愉快的鱼水之欢，那还是我的第一次呢。你妹妹说了，男人要有担当，让你娶我的。盛景这才想起这回事，眼里闪过怒火。这种贱货也敢把结婚的事情当真？我不可能结婚的，你若是懂事就主动拒绝。我爱你，我不会放弃你的。江孟非说得非常坚定，我希望我们本周就登记结婚，不然我就找你妹妹。当然，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事业，所以我接受隐婚。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我想尽快搬进盛家。江孟非声音温柔地说了很多。盛景觉得自己受到巨大的侮辱和威胁，就江孟非这种货色也敢要挟他。他忍着怒火和江孟非聊了几句，稳住对方后去找杭威。妈，我不能娶她，我是顶流，不能结婚。她又喜欢炫耀，品行不端，我若是跟她登记，消息迟早会传开，到时我人气下跌，就当不成顶流了。家里还要靠我的巨星系统赚取10万积分，不能让她坏了我们的大事。还有，她要求搬到我们家，你想想，她这样的人进了我们家，知道了我家的秘密，那岂不是坏了大事？杭威当然也看不上江孟非，便问，那你想怎么样？盛景眼里闪过一抹杀机，妈，你可以以婆婆的名义秘密约江孟非出去吃饭，然后把她收进空间里，再把她带到海上，而后把她丢进海里，这样没有人看到，也没有监控拍到，神不知鬼不觉。杭威看着这个继子，目光微微闪动，果然够狠。他想了想，提出一个条件，我可以帮你这个忙，但你也要一起去。杀人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由他一个人去干。盛景实在不想让自己的双手染上鲜血，但他知道他不付出代价，杭威不可能白白帮他，所以他咬了咬牙，好，到时我们一起出海。盛家贵就坐在他们边上。听到这里，盛家贵心里一动，我们不是需要一个九爷单独外出的机会吗？就让江孟非秘密约九爷出去就好。盛景不以为然，就九爷那样的人会看得上江孟非？九爷当然看不上。盛家贵笑，但是你们别忘了，江菜菜是石家的嫡曾孙女，也是九爷的曾孙侄女，只要江孟非以这个消息约九爷出去，九爷肯定不会拒绝。盛家精英在算计九爷的时候，九爷上门了，又是来看盛爱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他永远都是那么温润如玉，彬彬有礼。盛小姐，我前段时间送给你的莲花应该准备开第2次了，
我带了一些特制的肥料过来，想给莲花施肥，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去看看。从小就接受最正统、最严厉礼仪的圣爱，当然也以礼相待。当然可以，石先生请随我来。他走在前面，领着九爷上楼。盛家人没有去跟九爷打招呼，只是心情复杂的看着两个人的背影。九爷怎么就对这个看着就不正常的圣爱另眼相待呢？九爷是真的跟圣爱投缘，还是另有图谋？盛家贵则悄悄地给杭威使了一个眼色。杭威犹豫了一下，还是目光坚定地点了点头。圣爱领着九爷走进自己的房间，来到窗前。你送的莲花很美，我很喜欢。窗口半开，清风送爽，一红一蓝两朵莲花花苞亭亭玉立，似乎随时都会开放。虽然尚未开放，却已经有香气弥漫，若有似无，清新宜人。九爷走到窗前，从口袋中拿出一只食品袋，将食品袋里还透着湿润的肥料撒进水里。如果有人近看那些黑红色的肥料，一定能嗅到上面隐隐的血气，甚至还能看出肥料里染了人血。那是九爷的血，他竟然在用自己的血喂养这盆莲花。那把肥料落入水里之后，便迅速沉了下去，只在水中晕开一片淡淡的红色。这片淡淡的红色也迅速化开，溶于水中，再也看不出来。而那一红一蓝的莲花花苞颜色似乎更加鲜艳，散发出来的香气也变得浓郁了一些。清风吹过，淡淡的莲花香气弥漫开来，盈满整个房间。盛爱看着那盆莲花的眼眸又泛起一层薄薄的光泽，细看的话竟有了一丝活人的生气。只是这抹生气很快消失，他的目光依然黑暗如同深渊。艾小姐将这盆莲花照顾得很好。九爷笑笑，她能成为你的花是她之幸。盛爱道，我家的花房里也种有不少花，石先生要不要去看看？九爷，好。说罢他朝门口走去。就在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杭威正好端着点心和茶水进来，跟他撞了个正着。茶水翻了，打湿了九爷的衣服。杭威赶紧拿起托盘上的毛巾去擦拭九爷的衣服。抱歉，不小心泼到了你。在那只手接触到九爷的那一刻，他动用意念，把他收进空间。然而意念刚起，尚未起效，就听得汪汪两声，一只哈士奇扑过来，正巧撞在杭威的那只手臂上。咣当，杭威的手臂被撞开，没能再接触九爷。他手中的托盘也掉在地上，飞溅的茶水洒了他一身，那两盘糕点也掉在他的脚上，弄脏了他的裙子和鞋子。杭威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好端端的计划就这样被破坏了。他恼怒看向那只愚蠢的哈士奇，恨不得踢他一脚。哈士奇原本正在吐着舌头傻笑，突然发现圣爱也在这里，吓得眼睛都直了，呜嗯了两声，夹起尾巴转身就跑。跑下楼的过程中还摔了两跤，怪可怜的。杭威眼见第一次接触失败，又想继续，但九爷已经说了一句没关系，就走过去了好几步。杭威还想追上去，但圣爱已经跟了上去，夹在他和九爷之间，他实在不方便强行挤过去，加上一身狼狈，只得作罢。九爷用眼角余光瞥了身后的杭威一眼，状似随意地问了一句，盛小姐，我这几天与你一起晨跑，怎么没看到你的三哥？他是不是生病或受伤了？九爷也有晨跑的习惯，这段时间经常在晨跑的时候遇到盛家人，于是九爷便每天早上都与盛爱一起跑，双方可以说是跑友了。我三哥啊？盛爱略带困惑，警方说他涉嫌犯罪，要抓他，可他失踪了，哪里都找不到。可我总觉得他就在家里，我天天找，却还是找不到，好苦恼啊！全家一个不能少。九爷注视他几秒，忽然轻轻握住他没有温度的双手，诚挚地道：艾小姐，你这么爱你的家人，你一定会找到你三哥的，我保证，你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他。盛爱露出一个似乎有了那么一丁点人情味的笑容，谢谢你。离他们只有几米远的杭威听到了两人的对话，脸色微微发白。九爷这话只是随口说说，还有另有深意，他不会察觉到了什么吧？不，他不可能察觉得到的，那可是手镯空间。从理论或传说来看，这种空间很可能是高维世界的产物，断不可能被三维世界的人类所察觉。连圣爱这种非人非鬼的东西都发现不了手镯空间，九爷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类，怎么可能会察觉得到？杭威这样告诉自己。而后他趁圣爱带九爷去逛后花园的机会，将他刚才的行动告诉了盛家荣和盛家贵。盛家荣拧眉，这个九爷确实有些邪门，他明明是活生生的人类，我却听不到他的心声。据说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试图算计他，甚至是袭击他，却从不得逞。也许他真的是天生运气特别好，很难被人算计。杭威心里也有点发怵，盛家荣的读心术那么强大，都拿九爷没有办法。他的手镯空间真的能对九爷起作用吗？他问，
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原来的计划？当然要执行。盛家贵不为所动，依然强硬，富贵险中求。明知这个人是盛家的心腹大患，却因为他很难对付而优柔寡断，不敢出手。这可不是办大事的人应有的做派。如果你们不敢对他出手，那就放弃往上爬的野心。杭威和盛家荣听得沈然，果然还是异界来客够狠，从不言败，从不放弃。我现在就去联系江梦飞，让他联系九爷。盛家贵的眼里闪过一抹狠色，等他办完这件事，就让他消失。说完，他就拿出从黑市搞来的死人手机，变声，以四少的名义给江梦飞打电话。江梦飞听到四少的命令，很惊讶，九爷会信我吗？盛家贵有什么不信的？石家寻找失踪的孙女找了那么多年，绝对不会错过这么重要的消息。而且他只要找江菜菜进行亲子鉴定，就能确认江菜菜是不是石家人。江梦飞想想也是，又问，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会交给我做？盛家贵，我名声不好，九爷不会想跟我这样的人打交道。江梦飞听得笑了，四少你还真是坦率。盛家贵淡淡道，还有，你不是准备嫁进盛家了吗？以后你就是豪门阔太太了，我也想跟你攀上交情，多个朋友，多条路。江梦飞听得又是暗暗心惊。按理说这件事只有他和盛家人知道，这位神秘的四少居然也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这么上流社会的秘密？盛家贵继续，另外，上次的事情让你与江菜菜决裂，你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江菜菜修补关系，这样，你身为石家第一千金好友的身份，才不会让你被盛家看清。江梦飞听到这里，心服口服，四少，你真的很厉害，我听你的。次日，江梦飞选了个合适的时间打电话给九爷，告诉他自己有石家18年前丢失的长孙女的下落。九爷听完之后没有质疑，没有犹豫，只是平静地道，好，时间和地点你定，只要你能帮石家找回长孙女，石家定有重酬。就这样，一场针对九爷的狙杀正式开始。太阳刚刚落山，空气不再燥热，九爷要一个人开车出门。小光不放心，想跟着一起去。九爷笑笑，两个你一起上也打不过我，所以你不用担心。小光瘪了瘪嘴，委委屈屈，可您是国宝，我的任务是保护您，您不让我跟着您，我会失业的。不用担心，你的失业保险金很高。九爷坐进车里，我保证我会安全的回来。他有预感，如果小光跟着去的话，很可能会有血光之灾。小光抽了抽鼻子，还是有点委屈，但他也知道九爷看着脾气温和，实则说一不二，他再争取也没用，于是只能挥了挥手，九爷，您早去早回哈。九爷关上车门，走了。1个小时后，天色将暗未暗，九爷抵达市内一处小公园的山头，在那里见到了戴着墨镜的江梦飞。江梦飞看到他就摘下墨镜，站起来，恭敬地叫了一声，九爷，您来了。九爷笑笑，坐吧。江梦飞等他坐下来，才敢坐下来，小心翼翼地道，我知道您忙，也不敢耽误您的时间，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他拿出江菜菜的照片，这是我的师妹江菜菜，我们从小就在某个偏僻的小岛上一起生活。来到海城后，我无意中得知石家在寻找刚出生不久就被抱错的孙女，而这个孙女的眼角下方有一颗红色小痣。我发现菜菜的经历与石家这位下落不明的孙女一致，而且她的长相与她的父母也有几分相似，加上菜菜又那么聪明，气质不凡，我断定她很可能是石家要找的人。这是菜菜的头发，有毛香，您可以拿去做 DNA 检测。如果我的判断错了，我向您道歉；如果我的判断没错，还请您以后多多关照菜菜。还有，我曾经做过对不起菜菜的事情，如果这次我能帮她找到亲生父母，就当我的赔罪了。他这一番话说得极为诚恳和真挚，换了一般人估计要被他打动了。九爷却只是笑笑，没有去拿装在透明小袋子里的江菜菜头发样本，只是注视江梦飞，用温和却难以捉摸的声音道，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么还请你告诉我，是谁把我的电话告诉你，又是谁让你来联系我？江梦飞惊，半晌才小心翼翼地道，这个很重要吗？九爷悠然，当然重要，知道菜菜是我的孙侄女，还知道我的私人手机号码，还能找到你这么合适的人选来联系我的人，有点意思。我更希望的是这个人直接跟我联系，而不是通过你跟我联系，不然我会怀疑他的动机。江梦飞听得有些心惊肉跳，这个九爷还真是一针见血，至少那位四少从接触他开始，安的就是破坏江菜菜与娄大少爷的感情，并抢先娶到江菜菜成为石家女婿的歪心思。如今四少注定成不了石家女婿了，为什么还要帮他和帮江菜菜？四少的解释是他想与盛家二少奶奶攀上交情，但是四少显然是个大人物，盛家二少奶奶这种身份
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吗？对四少这样的大人物来说，真的会缺盛家二少奶奶这种身份的人脉吗？四少到底想干什么？此时的江梦飞越想越是心惊，额头上都微微冒出汗来。九爷观察他的表情，不紧不慢地道：“你不算笨，应该知道让你联系我的人动机不纯。我不喜欢被算计，所以坦白从宽。江梦飞结结巴巴，我答应过他要保密的。如果我食言，他不会原谅我。”九爷笑了：“你是觉得你今天算计我，我会原谅你吗？还是说你觉得我比指使你的人好对付？”不是这样的。江梦飞满头是汗：“我对您并没有恶意，我就是带着邀功的心态联系您，而且我也帮您找到了失踪的石家孙女，不是吗？这也算是一种功劳吧？”“你想多了。”九爷淡淡道：“早在艾小姐19岁生日的晚上，我第一次见到菜菜，就认出她是我失踪18年的孙侄女。用不了多久，石家就会公开她的身份，为她举行盛大的认亲宴会。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没有任何价值。”“什么？”江梦飞惊得差点跳起来。江菜菜已经认祖归宗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江菜菜已经和娄家走到了一起，还识破了他的心机，两人的感情已经没有他掺和的余地了。如今江菜菜又已经回归石家，那他还有什么利用价值？更甚的是，他原本还可以拥有江菜菜，不，石菜菜这个石家千金作为好友，而后通过石菜菜娄家两人打开上流社会的大门，结交上流社会的人脉，甚至嫁入真正的顶级豪门。结果现在简直是鸡飞蛋打。不，他还没有全线溃败，盛家二少奶奶的身份还是属于他的。你陷害菜菜的事情，我记着的。九爷淡淡道：“说出幕后指使，你就可以将功补过。另外，菜菜虽然不想再与你来往，却也还记着你们的师门情谊，并不希望报复你。如果你放弃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会让你失去很多记忆。”江梦飞脸色又是一白：“失去记忆？什么意思啊？”九爷看了看手机，时间到了，我要走了。说完他站起来。在这个瞬间，江梦飞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九爷一定会对他出手的压力。他确实不知道四少的能量有多大，但绝对不可能大得过九爷，否则四少也不会躲躲藏藏，不敢直面九爷。等等，我说。他站起来，急急地道：“指使我的人自称四少，他联系我的电话是，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他慌慌张张地说明了四少找上他的经过，半点不敢漏洞。我说的都是真的，没有半句谎言。九爷，把你的手机给我。他接过江梦飞的手机，在上面操作了1-2分钟后，把手机递给江梦飞。现在回拨四少的电话。他在江梦飞的手机植入了一个自己开发的木马，只要四少接听江梦飞的电话，他就能找到四少的位置。很遗憾，江梦飞没能打通四少的电话，他得到的回复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或不在服务区内。”他冷汗涔涔地看向九爷：“四少他关机了。”九爷淡淡道：“他大概不打算再跟你有任何联系了。他让你约我出来，可能是打算最后一次利用你。”江梦飞战战兢兢：“利用我做什么？”九爷意味深长：“你自己想吧。”说罢，他没有再理会江梦飞，转身朝山下走去。此时天色微暗，他勉强还能认得清下山的路。山不大，他走了不过7-8分钟就到了山下的停车场。停车场上只停有一辆车，他的车子，路灯已经亮起来，投在他的身上和车子上。埋伏在几百米外的楼顶上的狙击手从瞄准镜里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也把枪口对准了他的左后背。无风，无其他人，正是射击的好时机。狙击手面无表情地动了动手指，即将扣下扳机。但就在个瞬间，九爷似乎发现地面上有什么东西，蹲下。狙击手正好扣下扳机，子弹高速射出，击中九爷头上的车窗。车窗出现了裂痕，却没有被击穿。这是防弹玻璃，还是性能很好的那种。狙击手知道自己这一枪失手，没有机会再射第二枪了，也没有恋战，迅速收起狙击枪，装进袋子里，而后直接跳楼。当然，他并不是在寻死，他身上系有攀登绳，这绳子足够他半跳半爬地抵达地面，并骑上摩托车离开。事实上，他也成功的抵达地面，并跳上摩托车离开。只是天色又暗了2分，他为了行动方便，挑的这个地方四周又比较暗，加上他跑得太快，没来得及看清楚。冲过拐角的时候，一辆装满货物的小货车正好从侧面冲出来，就这样撞上了快速飞驰的摩托车。摩托车被撞出10几米远，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戴着头盔的脑袋倒是没事，就是一条手和一条腿骨折。看着小货车上的人以及路人奔过来，狙击手明白自己逃不掉了。
他苦笑一声，用勉强能动的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脖子就是一枪。他死了，九爷没死，还顺便报了警。距离停车场100多米的稍高一点的地方，杭威躲在车子里，正在用望远镜盯着九爷的举动。看到九爷躲过狙击的那一刻，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恐惧不安涌上来。那可是专程从国外赶来的，曾经在丑国海豹突击队服役过的专业狙击手啊！居然射偏了！不，狙击手没有射偏，是九爷在关键时刻蹲下来，堪堪躲过了那一枪，时机抓得刚刚好。是巧合，还是有意？如果是有意，那九爷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次赴约会发生什么？如果是巧合，那九爷的运气还真是好的无敌。但不管哪一种，他只怕以后都没有机会了。还愣着干什么？走！盛家荣拿过他手里的望远镜，脸色凝重。九爷应该是早有察觉，我们不能再留在这里。依照原本的计划，他们坐等九爷被狙杀之后就赶过去，让杭威将九爷的尸体收进空间，而后前往海上将九爷的尸体丢进海里，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毁尸灭迹，永远没有人能抓到盛家的把柄。谁知，只能说这大概就是天意吧。盛家荣开着车快速离开现场，车里好不容易才从空间里出来的盛家父不住的叫：“我不想回空间，你们送我去远一点的别墅吧，我受够空间里的生活了。”盛家荣冷冷道：“你以为躲得远一点，盛爱就找不到你了？盛家父，我就不信了，我离开海城，他还能找到我？”话音刚落，杭威的手机响了，是盛爱打来的。杭威小心翼翼的放声：“小爱有什么事吗？”盛爱的声音道：“妈妈，三哥是不是在你身边？”杭威心头又是一颤，怎么可能呢？盛爱，可我感受到了三哥的气息，就在你的身边。你没有看到的话，我还是亲自去看看吧。杭威吓得手机都快拿不稳了，迅速将一只手搭在盛家父身上，将他收到空间里。小爱，妈妈保证，你三哥真的不在妈妈这里。妈妈和你大哥已经看完伤了，现在就回去。为了在傍晚时间溜出来，两人再次弄伤自己。这种只有弄伤自己才能出门的生活，他们也真是受够了。我感受不到三哥的气息了。盛爱就像自言自语：“三哥到底跑哪里去了？”全家人必须整整齐齐，我一定要找到三哥。杭威和盛家荣互视，眼里都写着痛苦。要不，他们还是把盛家父送进监狱算了。然而，他们也只能想想了。盛家人拥有太多的见不得人的共同秘密，一损俱损，除非把盛家父杀了。但他们现在也还没有被逼到那一步。通话结束了，盛家荣平静地道：“不管怎么样，江梦飞不能留，你还是今天晚上就找个时间约江梦飞出来见面，然后将他给干掉。”杭威摸了摸肚子，难道刚到家我又要喝坏自己的肚子？盛家荣道：“你也可以选择弄伤自己。”杭威沉默片刻后：“那我还是继续喝坏肚子吧。”为了出门，他屡次吃坏肚子，就这么短短几天的功夫，他瘦了7、8斤。原本就不胖的身材，这会儿瘦得有点过分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盛爱一日不除，他们就没有安宁。就这样，杭威回到盛家不久，也就晚上9、10点钟的时候吧。他又哭着喊肚子疼，向盛爱申请让盛家荣送他去医院。为什么非得是盛家荣？因为盛家荣会读心术，干坏事的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盛家荣都能及时防范。盛爱依然懂事，好的，妈妈早去早回。杭威和盛家荣出门了，出门去杀江梦飞了。杭威和盛家荣先去医院，从医院里出来后，他们走进黑暗的树影下，钻进一辆跟盛家无关的小车，而后开到江梦飞居住的小区附近。杭威用第三方手机给江梦飞打电话，表示自己是盛景的妈妈，想跟他谈谈结婚的事情。因为事情敏感且有狗仔跟着，希望他能立刻过来，且不要让任何人看到。江梦飞正因为与九爷见面的事情惴惴不安，突然收到杭威的电话，他受宠若惊，不敢耽搁，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口罩就跑出去。走到几百米外的黑暗之处后，他钻进杭威的车里。杭威向他确认他没有透露跟九爷见过面的消息，并经盛家荣读心核实后，笑着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梦飞，你做得很好，阿姨一定会给你奖励。”江梦飞笑得甜甜的：“谢谢阿姨认同，我会努力当好您的儿媳。”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是四少让他秘密联系九爷的，按理说只有四少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杭威和盛家荣也知道这件事，还这么关心这件事？感觉这个事情有点不太对劲。不等他想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眼前就是一花，天旋地转间，他已经出现在一个四周都是白茫茫雾气的只有10几平方米大小的空间里。这是什么鬼地方？不等他看清楚四周，他就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盛家父。他惊讶地道：“三少，
您怎么在这里？盛家父背着双手，看起来有些消瘦和憔悴，一双眼睛却像饿狼一样闪动着嗜血的光芒。我啊，当然是在这里等你了。等我做什么？等着见我未来的二嫂啊。盛家父桀桀笑着走到江梦飞面前，这是我们家给你准备的礼物，你抬头就能看到了。江梦飞终究还是低估了野心豪门的冷酷，他满心欢喜地抬头往上看。就在这个瞬间，盛家父猛然抽出背后的尖刀，狠狠地捅进江梦飞的腹部，一刀、两刀、三刀，直至江梦飞彻底倒下，血流了一地。他才把手中的尖刀一丢，坐下来满足地叹气，好爽，太爽了。他被关这个狭小的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里多天，压抑得快要疯掉了。他现在看到外面那些可以自由自在，想去哪就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正常人，就妒忌得发狂。就比如脚下这个女人，一个整过容的擦边女主播而已，算得了什么东西？也敢去算计盛家的少爷，想当盛家的少奶奶，还过得这么得意，看了就来气。既然在空间里可以为所欲为，还可以利用空间转移尸体和销毁尸体，那他还有什么好顾忌的？而杀人的感觉太爽了，躲在空间这些天的闷气一散而空。他甚至在想，等出去的时候，他一定要告诉老妈，以后盛家还想杀什么人的，统统送进空间，他见一个杀一个，爽歪歪。空间之外，盛家荣开车开得飞快，不过半个小时就来到一处监控已经被他们破坏掉的河边。确认四周无人后，杭威将空间里的盛家父和江梦飞放出来。此时的江梦飞已经被装在麻袋里，盛家父将古香香的麻袋丢进河里，对着河面尖叫，啊啊，好爽。他一身的血却笑得那么疯狂，感觉脑子都不太正常了。杭威和盛家荣微微拧眉，这样的盛家父不要惹出什么麻烦才好。考虑到家里还有一个盛爱，杭威也不敢多留，将盛家父收进空间后，匆匆返回盛家。盛家的门禁是晚上11点，他们回到盛家时已经快12点了。盛爱正在等他们。你们回来的太晚了，他说。我很不放心，担心到现在，所以我决定以后不管谁生病都要全家一起陪着去。什么？杭威尖叫出声，我们全家一共8个人，这么多，一起去看病的话太影响医生和病人了。妈妈说的对，盛爱很听话，以后谁生病了还是不要去医院了，就请家庭医生上门吧。实在是病情太重，家庭医生治不了，再去医院。杭威要疯了，盛家荣也想吐血。盛爱的规则又升级了，以后想靠病盾溜出门也不可行了。盛爱这是要彻底限制他们最基本的自由吗？这是不打算给他们活路了是吧？然而还没完呢。盛爱直勾勾地盯着杭威，我能感受得到，三哥就躲在妈妈的四周。为了找到三哥，我决定从今晚开始，我要一直跟在妈妈的四周，直到找到三哥为止。什么？杭威再次尖叫，把其他人都给吵到了。你要一直跟在妈妈身边？妈妈睡觉你要跟？妈妈上厕所也要跟？盛爱点头，是。杭威，这样妈妈就没有隐私了。盛爱，妈妈放心，妈妈洗澡换衣服上厕所的时候，小爱不会偷看的。杭威简直要疯了，这是偷不偷看的问题吗？不说别的，单说盛家父还在他的空间里，如果盛爱一直跟着他，他怎么放盛家父出来透气？除了盛家荣，其他盛家人都偷偷溜出房间，在2楼的走廊口中偷看客厅的情形。此时此刻，他们对杭威充满了同情，被盛爱24小时跟着，只是想想就有想去死一死的冲动。杭威还想说点什么，但盛爱已经快12点了，该睡觉了，再不睡明天罚走1万米。杭威张了张嘴，声音在喉咙里滚了几圈，还是咽了下去。妈妈现在就去休息。家荣，你也赶紧休息吧。他沉默地跟在盛爱的身后上楼，丧气的就像一名跟着警察走的嫌犯，哪里还有曾经的国民鼎刘坚如今的女股神的风范。盛家人纷纷缩回房间，生怕被盛爱发现。杭威当然是和盛世同一间卧室，盛世刚才一直在忙着，也注意到了楼下的动静。他看到妻子和盛爱一起进来，也没有生气，只是平静地道，以后小爱就和妈妈一个房间，我去书房睡。说完他抱起枕头和被子走出房间，还体贴地把房门关上。杭威看着开阔华丽的卧室里只剩下自己和盛爱，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到底造了什么孽，才会生出盛爱这样的女儿？这个女儿就是专门来折磨他的吧？他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彻底摆脱这个恶魔般的盛爱？所有人都能想象和理解他的痛苦，但是所有人都爱莫能助，并庆幸被盛爱24小时缠上的不是他们。一房之隔的书房里，盛世坐在书桌边，一双总是深沉如古井难见半点喜怒哀乐的眼睛里闪动着冰冷的光泽。他身为市长和政治家，
受到盛爱全家人必须整整齐齐、不分不离这条规则的影响，已经好几天不能外出活动了。没有人知道他的苦处。别人可以以受伤生病为由外出看病，但他并不方便采取这种方式。他只能对外声称生病，待在家里遥控处理公务。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必须要尽快从根源上解决盛爱。帮盛景赚取10万积分当然是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而且到时能不能做到彻底消抹盛爱还不一定。他等不起。想来想去，他咬了咬牙，拿起手机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亲爱的盛，我的好朋友。对方还算标准的天朝上国语言道，好久不见，收到你的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菲尔德先生，好久不见。盛世口气谦卑地道，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报告给您，同时请求您的帮助。盛家在1年前献祭给光照会的祭品盛爱于上个月突然返回盛家，将我们全家折磨得生不如死。我们实在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又是怎么回到海城的。我们甚至怀疑他根本不是盛爱，或者只是盛爱的幽灵。真正的盛爱应该还躺在狂欢岛的禁地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观察他，调查他，想查清楚他突然以现在这种形态出现的原因。但我们始终弄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试过很多办法消灭他，包括下毒枪杀，全都没有用。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能向您求助，希望您能尽快确认真正的盛爱是否还在狂欢岛，然后帮助盛爱消除我们家里的这个盛爱。简洁说完现在这个盛爱的事情后，盛世把盛爱的照片发给了对方。菲尔德非常重视盛世的意见，仔细看过盛爱的照片后，表示我现在就去核实祭品是否还在狂欢岛。你放心，如果祭品真的出现变异，我们一定会派出高人去处理。盛世这才稍微安心了一点。好，我等候您的消息。漫漫长夜终于过去，盛家人再次按时早起参加晨跑。哦，现在不叫晨跑了，叫晨走了。因为盛家人必须做什么都要整整齐齐，不能落单，连单独出去工作都不行，所以没有人有干劲跑步，便干脆走路。本来受伤或生病的人可以免除晨跑，但盛爱表示，虽然有的人受伤了，但并不影响走路，所以不能偷懒。还有，病人要适当锻炼，有助恢复。所以伤势仍未痊愈的盛天星、盛世、盛家荣等人不得不加入晨走5000米的队伍中。又因为盛家几乎都是名人，不愿被人围观和议论，所以盛家人除了盛爱都戴着口罩参加晨走。这一奇特的景观很快引起了整个小区的关注和议论。当然，因为这里是顶级富人区，业主都是见过世面的，加上小区面积太大，绿地极多，会碰上盛家人晨走的并不多，这多多少少还是给盛家人留了一点颜面。只是盛家人依然觉得这样的晨练很痛苦，而且越来越痛苦，痛苦到他们从起床开始到结束晨走，到坐在餐桌前一个字儿都不愿意说。好吧，即使早餐端上来了，他们进餐的时候也没有心情说话。所有人都觉得这样的盛家就像一个华丽的巨大的坟墓，想将他们活活的埋葬在这里。直到吃完之后，心情最好的盛景才开口说话。天边红剧组今天要举行发布会，宣布剧组正式成立以及官宣主要演员。我作为这部电影的3号也要参加发布会，所以是不是全家都要跟我一起去？众盛家人，他们真的要去吗？想他们个个都有头有脸的，又不是娱乐圈的人，却因为家里有一个人参演电影而去参加发布会，一定会让人以为他们在蹭电影的流量，感觉好丢脸。深爱道，当然，一家人必须要整整齐齐，谁都不能例外。说完他又看向杭威，自言自语一般。虽然我看不到三哥，但我相信三哥就在我们身边。杭威听得又想哭了。从昨天深夜开始，盛爱真的一直跟在他身边，哪怕他上厕所的时候，盛爱离他只有1门之隔，他根本找不到机会放盛家父出来。盛家父一直待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不会精神崩溃吧？然而他再怎么焦灼和不安，也没有办法跟盛爱讲道理，他只能像其他盛家人一样换好衣服，坐进车里跟盛景去参加天边红的新闻发布会。天边红有那么大腕明星参演，自然引发了众多媒体和大量粉丝的关注。大厅里全是人，黑压压的一片。盛景虽是顶流，却不是参演演员中咖位最大的，他带着全家过来显得有点显摆了。好在盛家人个个都很牛逼，身份不比他低，没有人敢说什么。另外盛家人到了之后都待在后台，并没有跟盛景上台，倒也不影响发布会的进行。只是轮到演员发言环节时，盛景非常真诚地表示，能参演张导的作品是我的荣幸，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扮演好我的角色，同时接受观众的建议。本来吧，这样的发言几句就结束了，然后轮到下一个。但有记者当场问他，
网上有狗仔爆料说，已经与一名女网红订婚，并在近期内登记结婚，这是真的吗？盛景脸色不变，心中却是大怒。难道又是江梦飞那个贱人暗中透露的消息？他不是死了吗？死之前还食言，摆了他一道。果然，他应该早点弄死这个女人的。盛景在心中咒骂着，嘴上却依然说得诚恳，绝对没有的事。我现在一心一意，只想拍戏，绝对不会谈恋爱或结婚。粉丝们纷纷道，我们就说嘛，美景如日中天，怎么可能会跟别人还是网红结婚？肯定是那些网红又在造谣，蹭流量。就在这时，一个悠悠的清晰的声音响起来，二哥，你不能说谎，你答应过我，你一定会对江梦飞负责，准备跟他登记结婚，你不能当众食言。咚的一声，盛景就像双腿突然断掉一般，身体摔倒在地上，全场也已是一片哗然。不等主办方说什么，记者们已经激动地追问，请问这个消息是真的吗？江梦飞就是你的未婚妻吗？她今天是否在现场？听说你的未婚妻是个擦边网红，这是真的吗？你跟江梦飞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又打算什么时候登记结婚？还有人叫起来，查到了，我查到江梦飞的照片了，她经常跟一些有名的女网红假名媛一起出入各种酒吧派对。盛景听着这些议论，如遭雷击，好不容易才爬到一半的身体又瘫了下去。他很想否认这个消息，但盛爱就站在他的面前，戴着口罩，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那双黑洞洞的眼睛看得他想磕头。二哥，你赶紧跟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盛爱等了片刻后继续说道，你曾经跟未满18岁的岑萨尔谈恋爱，过后却否认这段恋情，引发公众对岑萨尔的误会，多多少少对他自杀的事情负有责任。这一次你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好不容易被人扶起来的盛景听到这里，暗叫一声，完了。系统虽然帮他消除了网民和公众对他负面消息的记忆，但这种消除是有限制的，绝非终身有效。一旦他的负面消息被大面积传播，或者引发比较广泛的关注，公众和网民将会彻底恢复记忆，系统无法再进行第二次抹除。此时此刻，现场有那么多媒体在直播和报道这场发布会，还有大量的粉丝在场，整个娱乐圈和热搜都在议论这事。这下全网肯定都想起了他和岑萨尔的事情。想到种种，盛景的身体再度一软，瘫在地上。不知情的人见了，八成以为他是无法直立的残疾人。他一次次地爬起来，又一次次地摔倒，并没有引来大众的同情。想起他那些丑闻的粉丝和网民们开始铺天盖地地骂他，差点忘了他就是个渣男。他不是退圈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选妃与未满18岁的女孩谈恋爱，这种劣迹艺人怎么还没有被封杀？国师敢用他，就抵制国师的电影。盛景快要哭出来了。盛家人在后台看到这一幕，很想冲上去把盛爱拉走，但是他们不敢。盛爱见盛景半天爬不起来，便弯腰将盛景提起来。二哥，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真的不想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吗？盛景怕他怕得要命，还能怎么办呢？他只能冲麦克风说，我确实准备结婚了，只是我想好好拍戏，生怕结婚会影响事业。我的未婚妻则为人低调，不喜欢被公众关注，所以我们两人决定选择隐婚。在记者出示江梦飞的照片，追问，你的未婚妻是她吗？盛景在心里流着泪，是的。记者们异常兴奋，疯狂追问。眼看电影的新闻发布会即将变成盛景一个人的婚事发布会，主持人受到主办方的示意，赶紧上台宣布，本次发布会至此结束，谢谢大家。盛景被人拥着下台，记者们想追过去，但被保安拦住了。盛景暂时摆脱了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他的丑闻以及婚讯却已经传遍全网，热搜上更是爆了。只是这种热度对盛景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全网都在要求封杀他，他这几天拍的广告全部撤下，他已经谈好和正在谈的通告也没了。更悲惨的是，就在当天晚上，天边红官网公布的演员名单上没有他，他亲自打电话给国师，国师没有接，制片人倒是亲自打电话给他，表示他即将结婚的事情以及他的一系列丑闻导致全网抵制天边红，他没能兑现他一定会扭转舆论和形象的承诺，所以片方只能选择与他解除合同。盛景满心愤懑，但又能怎么样呢？他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又过了一天之后，喜剧明星小林正在筹备的新片制作方也通知盛景，因为他的一系列丑闻，这部电影无法让他参演。盛景的演艺事业再次遭到全方位重创，盛景觉得自己要崩溃了，对着父亲和后妈哭着道，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如果你们不帮我，我拿不到顶级的资源，就赚不到积。他想说他拿不到大奖或无法参演最卖座的电影，就赚不到足够的积分，没有足够的积分，
系统就不能帮盛家搞死盛爱。但盛爱还跟在杭威身边，他可不能提到系统和积分的事情。不用担心，杭威也很头疼，但他毕竟见多了大风大浪，还能保持冷静。我和你爸爸已经联系了坏莱坞那边的公司，他们很好看你的条件，保证会给你提供很好的电影资源。这话是真的。光照会在欧美娱乐圈的影响力非常大，盛家对光照会忠心耿耿，暗中帮光照会办了不少事情。如今盛家只是想要坏莱坞的影视资源而已，光照会还能小气？真的？盛景喜出望外，资源什么时候能落实？应该很快。杭威道，爸爸妈妈在那边认识的朋友正在寻找合适你的剧本，他们说了，只要你好好演，达到一定标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说不定会轮到你。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盛景眼睛发出光来，如果能得到这个奖，我说不定会直接成为国际巨星。成为国际巨星应该会有巨额奖励，到时候10万积分估计就不是梦了。这段时间你好好提升演技和英语水平。盛世拍拍他的肩膀，为征服坏莱坞做准备。你们放心。盛景又忘记了他现在遇到的困境，拍着胸脯表示，我不会浪费这个机会的，毕竟他有系统帮忙。只是他还是太天真了。盛爱就像一个诅咒，从他重返盛家开始，盛家人就没有真的走运过。一夜之后，盛家人还没有结束晨走，盛景就接到管家的电话，二少爷，有2名警察守在别墅大门口，说是要找你。盛景心脏就是一跳，不祥的预感涌上来。他们找我？什么事？管家道，他们说您的未婚妻江梦飞失踪了，怀疑您与她的失踪有关，要向您了解情况。盛景半晌才道，我们快到家了，你让警察等我10分钟。说完他看向身后的杭威，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流着冷汗，结结巴巴地道，妈，警察发现江梦飞失踪了，要找我调查，怎么办？盛家荣与杭威联手让江梦飞消失的事情办得那么利落和隐秘，为什么江梦飞失踪的事情却还是捅到警方那里呢？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江梦飞从小区出发去见杭威的时候，正准备搬去一间更高级的公寓，觉得这样才配得上他的准盛家二少奶奶的身份。因为他现在住的公寓租期未到，他便以极低的租金让一位交情不错的女网红住进来，算是送给对方一个人情。他出门前接的电话，这位女网红听到了一些。江梦飞当晚没有回来，这位女网红只当江梦飞在外面过夜，并没有在意。接下来的几天，江梦飞还是没有回来。这位女网红工作繁忙，应酬极多，加上有些妒忌江梦飞，就没有去关心江梦飞在忙什么。直到房东上门收租，这位女网红才打电话给江梦飞，却怎么都联系不到，从而意识到江梦飞很可能出事了。于是女网红报警，并表示孟非出去的时候非常兴奋，说她的男友派人来找她，肯定是讨论结婚的事情，然后就戴上口罩，偷偷摸摸的出去了。警方经过一系列调查，确认江梦飞真的失踪，故而找上了盛景。当然，警方此时还没有找到江梦飞，不确定他是出了意外还是遭受危险，更不确定他是死是活。因此，警方只是过来了解情况，而不是拘留或逮捕。了解内情的杭威和盛景则吓得不轻，杭威更是万万没想到，他和盛家荣做的这么隐秘了，警方还能这么快找上门来。怎么办？是否认什么都不知道，还是装作配合警方的调查，又或者利用权势和影响力给警方施压？这时几米外的盛家荣走过来，低声道，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让我先听听警方都查到了什么。盛景定了定神，挤出笑容，反正江梦飞失踪的当晚我都在家里，没有作案时间，在那之后我跟他也没有联系。蠢货！盛家荣低声骂道，你既然跟江梦飞没有联系，怎么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失的踪？你这样的脑子和心态，在警方面前一定会露出马脚。盛景脸色就是一僵，冷汗冒出来。盛家荣道，你不是演员吗？给我演好一点。盛景想哭，可是我的演技不太行。盛家荣叹气，快到大门口了，你再这样我也救不了你。盛景可怜巴巴的，你们赶紧帮我想想办法。盛家荣沉默几秒后，我曾经听到你跟你家系统的对话，你家系统好像有种符叫隐身符，你不妨试试，先听听警方是怎么说的。盛景赶紧在脑海里搜索系统商场，而后面露喜色，确实有这种符，隐身1分钟消耗100积分。我现在有723个积分，最多可以隐身7分钟。问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积分，因为前阵子他接了不少通告杂志拍摄等，同时也继续上表演课，故而存下了一些积分。盛家荣点头，你先隐身，感觉不对的话，就让妈妈把你收进空间。总之，绝对不能让警方把你带走。就盛景的心理素质，一旦被警方带走，很可能说出不该说的东西，给盛家带来灾祸。杭威点头，一脸凝重，我会做好准备。
他们三人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与走在最前面的圣爱隔了100多米。圣爱似乎并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没有回头，没有说什么。很快，众人抵达盛家别墅大门口。盛景躲在盛家荣身后，使用隐身符。警察问盛景在哪里，盛家荣表示他去上厕所了，晚点回来。不知两位找我二弟有什么事？警察说明了江梦飞失踪的事情。盛家荣道：我们全家包括我们家的佣人都可以作证，江梦飞失踪当晚，我二弟都待在家里。从那晚到现在，我们全家一直集体行动，我二弟从没落单过。他跟江梦飞失踪一案并没有关系。就在这时，盛爱开口了：江梦飞失踪当晚，我二哥确实没有出过门，但我妈妈和大哥大概在9点半的时候出去看病了，看到晚上11点半才回来。还有，我二哥对江梦飞非常冷淡。江梦飞失踪当晚的9点钟左右，他还给我发消息，说他傍晚的时候跟九爷见过面，聊的是他师妹的事情，请我不要误会。说完，他把江梦飞发给他的短信亮给警察看。杭威和盛景在旁边听得手脚冰凉。这个江梦飞背地里居然搞了这么多小动作。盛家贵则是听得脸色冰冷，眼中都是狠意。这个江梦飞不会向盛爱和九爷出卖四少吧？如果盛爱和九爷知道了四少的存在，并告诉警方，连他都会有麻烦。他终究还是小看了袁叔恶毒女2号的心机，他应该早点搞死江梦飞的。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他不动声色地退到杭威身边，点了点他的手镯，靠你了。7分钟时间快到了。杭威看向盛家荣，用眼神问他怎么办。此时的2名警察听了盛爱的说明后，互视一眼。我现在去找石先生了解情况，我的同事留在这里等盛景。盛家荣暗暗叹着气，朝杭威点了点头。他都听到了。警方虽然还没有找到江梦飞死亡的任何证据，但基本上都认为江梦飞已经死亡。毕竟就江梦飞那样的野心和性格，除了死亡，还有什么能让他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弃全网皆知的豪门婚姻于不顾？而江梦飞死亡，盛景肯定是第一嫌疑人。就盛景的心理素质，绝对玩不过警方的火眼金睛。杭威同样也在心里叹息，将手往旁边一摸，摸到了隐身的盛景。隐身模式的盛景只是不让别人看到他的实体而已，但他的实体还是存在的。别人碰到他的话，依然能感受到他的身体。就这样，盛景被杭威收进了手镯空间中。片刻的恍惚和晕眩过后，盛景只觉得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同时一股让人作呕的血腥味以及湿米湿水味扑鼻而来，令他差点吐出来。原来是老二啊！一个阴恻恻的带着幸灾乐祸的声音传进他耳中：欢迎来到传说中的空间世界，与我作伴。盛景定睛一看，盛家父，你居然在这里！他是真的不知道盛家父躲在空间里，他以为盛家父真的成功逃走了。看清楚的瞬间，他的脸色都白了。盛家父手里握着一把刀，正在剖杀一条狗，地上都是狗血和狗毛，还有其他的味儿，难怪这么臭。看到我你很失望啊。盛家父丢下手里的刀，拿起一边的毛巾擦拭双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你妈送1、2个美女进来，让我们玩得起飞。可惜你妈都干过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了，还说什么她不想让她的空间成为杀人工具。没办法，我只能让她送小猫小狗进来陪我玩。盛景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有洁癖，并不喜欢干这种会弄脏环境和身体的事情。你真是个疯子。盛景猫到角落里找到一张毛巾，捂住口鼻。把空间弄成这样，你住着不难受吗？难受啊。盛家父阴恻恻的笑，但不管怎么住都难受，当然得发泄发泄。反正现在的他，只有让别人包括猫猫狗狗过得不爽，他才能爽一点。疯子。盛景又骂了2句，想了想，他还是用毛巾绑住口鼻，找东西打扫空间。盛家父看着他的举动，在心里冷笑。刚进来的吗？可以理解，等盛景多待几天，就不会有那样的耐心和讲究了。反正他都已经麻木了，数次都想着去自首和坐牢算了，但盛家不让，他也只能熬着，在心里诅咒盛家人也如他一般。空间之外，盛氏夫妇请警员到屋里一坐。警员真的进去坐了，只是等啊等的，太阳都爬到中天了，盛景还没有出现。盛爱喃喃：二哥不会也逃走了吧？警员听得心头一凛，盛家父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呢，盛景不会也逃走了吧？可是他们只是来找盛景问个话而已，盛景逃什么逃？除非盛景不仅与江梦飞失踪一事有关，还牵涉到严重的犯罪行为。想到这里，警员眉目都变得冷厉起来，刚想警告盛家几句，又听盛爱道：但我感觉得到二哥就在这里，并没有走远，可是怎么会找不到他呢？就像三哥一样，明明就在这里，可我就是看不到他。警员听得心头又是一紧，
是啊，警方的调查显示，盛家父并没有外逃的迹象，然而哪里都找不到他。如果他真的还在盛家，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盛家父就躲在盛家的隐秘之处，不出门，不见人，连佣人都没见过他；二，盛家父死了，被埋在盛家的隐秘之处，所以才会连佣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真是这样的话，恐怕要搜查整个盛家才行。然而，警方根本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或证据去搜查盛家，麻烦了。在警员越想越紧张的时候，盛爱又自言自语一般开口了：一家人必须整整齐齐，永不分离。我一定会找到二哥和三哥，让全家团聚。警员心里一喜，这位盛武小姐还是很讲道理的嘛。于是他站起来：武小姐，这是我们的电话，如果你有你二哥和三哥的消息，请务必通知我们。你们放心，盛爱说的认真，我是守法公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警方的工作。盛家人又被干沉默了，是他们把盛爱培养成这样的，这就是传说中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警员夸了盛爱一番后，欣慰地离开了。盛爱则围着行威转悠，我明明感受到了二哥和三哥的气味，为什么却找不到他们呢？另一边，另一名警员也从九爷那里了解到了重要信息。九爷没有隐瞒任何自己所知道的信息，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是，我怀疑江梦飞所说的四少就是盛家贵。依据除了盛家贵是盛家的四少爷这一点，还有3个理由：一，四少曾经参加过艾小姐的19岁生日派对，并在派对上认出了江菜菜娄家和江梦飞，而后指使江梦飞去引诱娄家。盛家贵身为盛家的4少爷，完全有可能认识参加派对的所有宾客以及临时雇佣的服务员，当然也会认识江梦飞。二，四少知道我的联系方式，而以盛家贵的条件，完全可以查到这一点。三，江梦飞与盛景的婚事是秘密，只有盛家人知道，就算外界听到风声，也不知道详情。四少却非常清楚，盛家贵符合以上条件。另外，这是四少的手机号码。九爷道，江梦飞告诉我的，我查过了，这个手机号码的机主已经失踪多年。四少用这个号码打电话给江梦飞，让江梦飞约我出来后，手机就关机，到现在都没有开过机。我想，这个号码不会再使用了。警员做好记录后，非常恭敬地谢过九爷，离开了九爷的住处。两名警员碰头，交流各自的信息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盛家人有问题。而在江梦飞失踪当晚，盛家只有杭威和盛家荣出过门，两人在外面的时间段正好是江梦飞外出的时间重合，所以这两人有重大嫌疑。我们有必要仔细调查杭威与盛家荣那天晚上出去之后的行踪，越细越好。还有，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整个盛家的监控，全天候监控。两名警员正在讨论，突然接到盛家荣的电话：两位警官，你们的笔忘在我家，你们路过我家的时候，我拿出来送给你们吧。两名警员有些奇怪，只是一支笔而已，盛家荣这样的大人物居然要亲自还给他们，但他们还是顺路过去拿了。盛家荣还笔给他们的时候，顺便跟他们聊了几句江梦飞的事情，表示如果江梦飞这边有需要，盛家愿意提供协助，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援助。两名警员当然不会想到盛家荣拥有读心术这样的超能力，他们谢过盛家荣之后便离开。而盛家荣回到客厅之后，告诉盛家人，警方怀疑我们与江梦飞的死亡有关，准备全面调查盛家和监控盛家。众人皆惊，杭威怒，凭他们也敢动盛家？盛天心不安，要不我们搬去帝都吧，反正我们也打算搬去帝都的。盛家贵冷笑，我们会落到这一步，都是那个怪物害的，当务之急还是要除掉那个怪物。盛天星，怎么除？就二哥现在这样，估计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赚够10万积分了。盛家贵咬牙，我就不信了，只有拍戏这条路才能赚到10万积分，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杭威，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这时，盛家荣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看向盛世，爸，你找光照会了？盛世平静地道，对，我已经向光照会报告了盛爱的事情，光照会已经给予了回复。所有人都盯着盛世，眼里带着期盼，也有着不安。爸爸，光照会有办法对付盛爱的吧？盛天星急切地问。他受够了这种被关在家里的感觉，他觉得他也快要疯掉了。有，盛世平静地道，光照会已经派人过来对付盛爱，我们只要保持冷静就行。盛天星先是一愣，而后欢呼，太好了，咱们有救了。其他人却没有那么乐观，空间也好，系统也好，子弹和导弹也好，加起来都拿盛爱没有办法，光照会又能拿盛爱怎么办？盛家贵给自己点了一支烟，近乎自言自语地道，剧情的发展已经原书完全不一样了，真不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的结局。盛家荣淡淡道，这算是盛爱决战光照会吗？也许
结局快到了，接下来的这个晚上，盛家人全都睡不着，心里想的都是光照会到底会派什么人来，派来的人真的能对付得了盛爱？他们很快就知道了答案。次日早上，他们晨走回来的时候，一个人亭亭玉立地站在盛家的别墅大门口，冲所有人甜甜的笑：爸爸妈妈、大哥、四哥、星星，我回家了。众人看到那个女孩的瞬间全都震惊了，就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盛世也是如此，因为那个女孩长得跟盛爱一模一样。不仅如此，那个女孩显然是活生生的人类，比身边的盛爱更像真正的盛爱，包括她的声音也跟被献祭前的盛爱一模一样。莫非那个女孩才是盛爱？身边这个折磨了他们这么久的怪物根本不是盛爱。在盛家众人震惊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走上前来，拉住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盛天星的手，温柔地道：星星，你们怎么了？1年不见，我好不容易盼到暑假并做完了课题才回国，你们见到我怎么没有反应？盛天星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都没有看出眼前这个女孩跟以前的盛爱有什么不同。非要说的话，就是眼前这个女孩比以前的盛爱更活泼和开朗一些，以前的盛爱则更为优雅温婉，举手投足都流露着名门闺秀的风范。你是姐姐？盛天星先朝后面的盛家众人看了2眼，接着再看向眼前的女孩，试探：盛爱姐姐？我当然是盛爱姐姐。女孩娇嗔：你们到底怎么了？就像不认识我一样。盛家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齐刷刷的往后看，因为怪物盛爱到了。今天的晨走，盛爱走在最后面，所以没能第一时间看到另一个盛爱。这2个盛爱面对面会发生什么？盛爱肯定看到了活人盛爱，但他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自顾自地打开大门：到吃早餐的时间了，咱们赶紧去吃早餐吧。众人摸不准，盛爱是没有看到活人盛爱，还是故意无视活人盛爱？还有，那个活生生的盛爱又是什么东西？总感觉，不管是死的盛爱还是活的盛爱，都一样来历不明，让人毛骨悚然。种种疑惑让他们没敢轻举妄动。活人盛爱却行动了，他快步走到盛爱面前，伸开双手：这是我的家，请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进我的家门？盛爱黑洞洞的眼睛看向活人盛爱：这是我的家，不是你的家，我要回家，请不要挡我的路。活人盛爱认真的表情跟盛爱一模一样：不，这不是你的家，这是我的家。他上下打量盛爱：虽然你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但你不是盛爱，还请你离开我的家，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盛爱没有表情，只是一双黑洞洞的眼睛愈发幽深：你说谎，你污蔑我，你想把我赶出盛家，你很坏，不可原谅。我没有说谎。活人盛爱摸了摸自己的脸：你看我的脸，就是盛爱的脸，一模一样，还有身高体重身材声音也都一模一样。他从包包里拿出护照和身份证，护照和身份证上面写的都是盛爱，这是我的身份证明，我还可以去做 DNA 亲子鉴定，鉴定结果会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盛家人，当然我的指纹也经得起检验。盛家人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活人盛爱真的拥有盛爱的身份证和护照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只有盛世已经冷静下来，恢复了一贯的喜怒不形于色。盛爱面无表情地盯着活人盛爱：你要抢走我的家人吗？活人盛爱笑眯眯地道：我不用抢，因为我本来就是盛爱，就是盛家人。他看向盛家众人：爸爸妈妈、大哥、四哥、星星，你们说我是不是盛爱？是不是你们的宝贝女儿、宝贝妹妹和宝贝姐姐？盛家，这个真的很为难，毕竟他们对这个活生生的盛爱也完全不了解。只有盛天星很高兴，感觉自己终于能摆脱怪物尘埃了，当即跑过去抱住活人盛爱的手臂，甜甜地道：姐姐，你才是我最爱的、最善良温柔的姐姐。他看向其他人：大哥、四哥，他才是我们的家人，对吧？还能好端端站在这里的盛家人，除了盛天星，哪一个不是聪明人？这个活人盛爱看着太正常了，反而让他们觉得不正常。你们怎么都不说话？盛天星等不到众人的回应，急得跺脚：你们不想认真姐姐，还想认假姐姐？众人非但没有回应他，还悄悄地后退，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盛爱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气。这种寒气无形无色，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以及范围广。哈啾，怎么这么冷啊？盛天星冷地打了几个寒战，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下意识地往活人盛爱身后躲，嘴巴也紧紧地抿上，不敢吱声了。活人盛爱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寒意，面不改色：贾盛爱，你该离开盛家了。你从哪儿来的？请回哪儿去？盛爱盯着活人盛爱，一字字地道：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和全家在一起。说完，他伸手捏住活人盛爱的脖子，
缓缓地将对方提起来。虽然盛家人多次见识过盛爱异于常人的一面，但现在看到这一幕，还是惊得咽了咽口水，又下意识地后退几步。活人盛爱却没有显示出点惊讶或恐惧，依然微笑地看着盛爱：“我才是真正的盛家五小姐，你就是个假货。不管你怎么挣扎，都改变不了这一点。”盛爱没有跟他吵，只是随手一甩，将他丢了出去。众人看到活人盛爱被抛得有点高，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后，落入几十米外的花丛中，不见了影子。咕咚，众人咽了咽口水。活人盛爱被这样扔出去，应该死了吧？他们要不要去收尸？似乎应该要的。但是他们这么做的话，会不会惹盛爱生气？最后还是盛家贵开口了：“先去吃早餐吧，这里人少，一时半会也不会引来麻烦。”盛家别墅位于小区的最高处，其他别墅都在盛家别墅的下方，加上别墅之间相隔的也比较远。此时又是清晨，很少会有人在盛家门口出没。短时间内，他们确实不必担心活人盛爱会被别人发现。于是，盛家众人一起走进别墅，吃早餐去了。只是，早餐还没有吃完，入户门就从外面被人打开了。毫发无伤的活人盛爱走进来，笑得一脸灿烂：“爸爸妈妈、大哥、四哥、星星，我回来了。”虽然餐厅本来就安静，盛家人都没有心情说话，但活人盛爱的出现，还是让安静的餐厅陷入更深的死寂。盛家人看到活人盛爱的瞬间，心脏差点停止跳动。活人盛爱真的是活人吗？他被盛爱甩出去那么远，又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居然没有半点破损，也就是身上有些尘土和草屑而已。活人盛爱似乎感觉不到盛家人的惊悚，自顾自地走到餐桌边，在盛爱身边坐下，给自己加面包、倒牛奶。好久没在家里吃早餐了，好怀念啊！吃口气，跟以前的盛爱一模一样。盛家人愈发惊悚，杀不死的活人跟杀不死的死人相比，哪个更可怕？也许是前者。更诡异的是，盛爱对此居然没有反应。非要说的话，盛天星是盛家人中感到最恐惧的一个，因为太恐惧了，所以他受不了了，崩溃地指着活人盛爱，大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和你身边的盛爱，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盛爱？”活人盛爱微笑：“我当然才是真正的盛爱，这个人只是冒充我的孤魂野鬼而已。”他微微一顿，略带挑衅地看向盛爱。他大概是活着的时候无父无母，无亲无故，没有得到过家人的关心和温暖，又看到我拥有那么多的家人，并被家人宠爱着，心里羡慕妒忌恨，便在惨死之后变成我的模样，跑到家里冒充我。但死人就是死人，亡魂就是亡魂，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如同白天与黑夜，永远无法突破。现在我回来了，你们不用理他。盛爱终于转头看他：“我才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大哥和四哥的妹妹，星星的姐姐。你说谎，你污蔑我。”“我没有说谎，也没有污蔑你。”活人盛爱把身份证明摆出来：“我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盛爱？”“我就是盛爱。”盛爱道：“真理不需要自证。”“你……”活人盛爱被气笑了，也没有跟盛爱争，只是扫视众人：“爸爸妈妈、大哥四哥、星星，你们想要我当你们的女儿妹妹和姐姐，还是想要这个怪物当你们的女儿妹妹和姐姐？”盛家众人都在心里道：“都不想要。”然而压力之下，没有人敢说话。盛天星受不了了，揪着头发尖叫：“我受不了了，我都要怀疑我是不是已经待在地狱里，见到的都是妖魔鬼怪。我求求你们了，打一架吧！活到最后的就是我的姐姐，我爸爸妈妈的女儿。”众人都默默点头，不管是杀不死的活人，还是杀不死的死人，他们一个都惹不起。那他们还是打一架，留下一个吧。好女孩不打架哦。活人盛爱微笑：“我不会跟任何人打。”话单未落，他的声音就卡住了，因为盛爱又捏住了他的脖子。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和全家在一起。盛爱看着活人盛爱道：“你要取代我，你是坏人。”而后擦的一声，活人盛爱的脖子被扭断了，脑袋歪成90度，他的身体也倒下来，趴在餐桌上。众盛家人除了盛天星脸色发白，瑟瑟发抖，其他人只是沉默。除了沉默，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盛爱放开活人盛爱，端起剩下的半碗豆浆，慢慢的喝。其他人也拿起筷子，继续吃剩下不多的早餐。至于活人盛爱的尸体，等盛爱出去后，由杭威收进手镯空间就好。众人刚这么想，就听到隐隐的咯擦声，顺着声音看去，就见刚刚被盛爱捏断脖子的活人盛爱的脑袋缓缓回归原位，而那种咯擦声就是从他的脖子里传出来的，似乎是紧骨复位的声音。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几十秒后，活人盛爱的脑袋恢复原状，他也缓缓睁开眼睛，笑得一脸灿烂。早餐还没有吃完呢。
众人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自己的感受与心情。这还是人吗？影视剧里进化的最先进的僵尸都没有这样的。活人陈爱吃完一只包子和一杯牛奶后，满足的拿起毛巾试了试嘴角，开心地道：“妈妈，星星，我们一起去逛街吧，我有很多东西要买呢。”杭威和盛天星互视一眼后，看向盛爱。盛天星现在很崩溃，崩溃到已经无法思考，全靠本能行动。姐姐，他问，我们可以跟这个盛爱出去逛街吗？不可以。盛爱道，全家人必须整整齐齐，你们想去逛街就全家一起去。关于逛街这个事，盛家的男人们都表示，他们绝对不会跟盛家的女人们集体去逛街，除非盛爱强迫。盛天星有点神经质的笑，对活人盛爱道，这位盛爱姐姐，你都听到了，第一位盛爱姐姐不让我们跟你逛街。活人盛爱不以为意的摆了摆手，他又不是人，你们理他干嘛？话音未落，他那只摆动幅度有点大的手就被盛爱抓住了。盛爱一扭，活人陈爱的那只手就被扭转了360度，而后垂下来，显然没有了骨头的支撑。活人盛爱居然没有惨叫，也没有流露出半点痛苦之色。这年头的怪物真是一个比一个诡异。盛爱喝完最后一口豆浆，放下小碗，我喝完了，我去楼上换衣服。谁想出门的，全家一起出门。他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刚走到门口，身后就传来活人盛爱的笑声，他拿我没有办法的。妈妈，星星，我们去逛街，不用理他。盛爱转头，活人盛爱转动着恢复正常的那只手，笑得灿烂。盛家是我的家，爸爸妈妈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是我的哥哥，妹妹是我的妹。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原本走到门口的盛爱如同瞬移一般，突然就出现在活人盛爱的身边，一只手掐住对方的脖颈，五指一拢，咔嚓，活人盛爱的脖子再次被扭断。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餐桌上的早点已经被扫空。盛家人看着盛爱一次次扭断活人盛爱的脖子，以及活人盛爱一次次地复位脖子，已经麻木了。他们的心里不再有恐惧，不再有不安，他们木然地看着两个盛爱不断上演同样的戏码，就像几只羔羊被迫坐在笼子里，等着笼子外面的2只豺狼决出胜负，后来吃掉自己。若说眼前这场反复上演的戏有什么不同，就是活人盛爱的脖子每被扭断一次，恢复正常的时间就要多上1分。但显然他也拥有不死之身。盛家人甚至在心里想，如果活人盛爱被炸弹炸得粉身碎骨，或者被大火烧成灰烬，还能活下去吗？当然他们也只是想想，完全没有去执行的决心。再者，从目前来看，活人盛爱似乎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为什么怪物只会扭脖子这一招？盛天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有无力的吐槽，他就不能考虑一下观众的感受，换种杀人方式吗？因为他喜欢干净。盛家荣平静地开口了，这种方式能彻底杀死一个人，不用染血。盛天星略带惊悚地瞅他还能用这么平静自在的口气说话，还真不是正常人啊！他差点忘了，他这位同父异母的大哥拥有读心术，自己想啥都会被他听到，他应该离他远一点的。不等他有所行动，盛家贵已经站起来，我受够了。他冷着脸大步往外走，其他人沉默几秒后也跟着走出去，但众人都没有走远，就坐在客厅里等着餐厅里的战争出结果。后来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盛天星脸色煞白，我们要一直跟这2个怪物一起生活吗？没有人说话，他们能说什么呢？现在的他们拥有读心术空间系统之类的又如何？也只能虐虐普通人了。跟那2个盛爱相比，他们就像3维空间的生物在仰望4维空间的生物，无法理解，无法触摸，无法战胜。这时盛世手机里的特殊号码被拨通了，他看了一眼来电，又看了看餐厅，按下免提，再滑下接听键，将声音调低。亲爱的盛，收到我送你的礼物了吗？手机里传出一个发音还算标准，却带着明显洋腔的声音。你看到礼物以后是不是很惊喜？盛世依然喜怒不形于色，声音却带着2分恭维和笑意。菲尔德，你送给我的礼物不会是陈爱吧？说对了。手机里传来擦响指的声音。亲爱的盛，你总是那么聪明，你是不是发现活着的盛爱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不是让你感到惊喜？盛世沉默几秒后，活着的盛爱是不是拥有不死之身？亲爱的盛，你为什么那么聪明？菲尔德的声音带上了欣赏和惊叹，居然全都猜对了。那你再猜猜他为什么会拥有不死之身？盛世又沉默了片刻后，难道他是试验品？太对了。菲尔德夸张的尖叫，亲爱的盛，你不愧是光照会最看重的天朝成员，他是光照会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试验品，不是唯一的成功试验品。
拥有不死之身。认识在场的盛家人见过多少大风大浪，此时依然感到悚然。早有传闻，光照会在狂欢岛上豢养很多来历不明的孩子，不仅是为了玩乐，更是为了进行各种试验，包括长生不老、返老还童、肢体重生、克隆复制等，还有很多违反伦理道理法律规则的研究。难道这个活人圣爱就是这些试验的成品？喵的！盛家这是成了光照会的成品实验基地。盛世很冷静，菲尔德先生，请允许我多说一句，就算他拥有不死之身，也未必是怪物圣爱的对手。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做好另外派人的准备。不用担心，菲尔德不以为意，我们对他非常有信心，除非他被杀死，否则光照会没有必要安排下一步的行动。盛家人，这个光照会真的能靠得住吗？盛世又沉默了几秒后，诚恳地道：菲尔德先生，我们全家真的被圣爱给折磨怕了，您可否稍微透露一下新圣爱的来历？不然我们会害怕。菲尔德想了想，擦了一个响指：19年前你刚生下圣爱的时候，不是把孩子的照片和脐带送给光照会作为祭品备选吗？光照会用尘爱的细胞进行克隆实验，试验进行了整整19年。在这19年里，你每年都会把圣爱的体检报告和成长视频发给光照会，光照会一直在依照这些资料培养试验体。现在这个新的圣爱就是唯一的成品。他说的得意洋洋。怎么样，新的圣爱跟原本的圣爱简直一模一样，可以取代原本的圣爱吧？克隆实验唯一的成品，盛家人听得毛骨悚然。在这期间得死多少试验体？这个光照会简直不是东西。当然他们也不比光照会好多少就是了。原来如此，盛世笑笑，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原本的圣爱。菲尔德道：亲爱的盛，如果新的圣爱也输了，光照会不会袖手旁观的？你们放心好了。盛世没有再多说什么，谢过对方之后挂断了电话。这时餐厅里的战斗似乎也结束了，圣爱从餐厅里走出来，如同鬼魅一般朝楼上走去。杭威定了定神，问道：小爱，那个女孩怎么样了？圣爱转头，黑洞洞的眼睛看着他：我把她扔出去了。扔出去了？什么意思啊？等圣爱在2楼消失后，几人走进餐厅，餐厅里哪里还有活人圣爱？他们看了一下监控，看到圣爱掐住活人圣爱的脖子，将对方提起来走到窗边扔了出去。活人尘爱不仅被扔得很高，还被扔出去了盛家别墅的院墙，就这样消失在空中，也不知哪里去了。距离盛家别墅不是那么远的地方，刚刚晨练回来的九爷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走到花丛里拨开一片美人蕉，看到了一个跟圣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活人圣爱看到忽然冒出来的九爷，眼睛就是一亮，抬手嫣然一笑：你好，我摔倒了，可以扶我起来吗？九爷笑笑：当然可以。他戴上薄胶手套，握住女孩伸过来的手，将对方拉起来。活人圣爱起来后，拍了拍身上的尘屑，礼貌地道：谢谢，我是圣爱，请问你怎么称呼？九爷注视他：别人都叫我九爷。好的，九爷。活人圣爱指了指最高处的那栋别墅：我就住在那里，你要不要去我家坐坐？九爷摇头：我刚跑完步，改天吧。活人圣爱朝他摆了摆手：好，咱们改天再见。九爷礼貌地冲他说了一声告辞就离开。走出几十米后，小光嘀咕：艾小姐今天怎么怪怪的，跟平时不太一样啊？她不是圣爱。九爷淡淡道：她只是一个复制品，或者说是高仿品。啊！小光惊得跳起来：复制品？高仿品？这是什么意思啊？九爷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注视盛家别墅的方向。盛家要出大事了。另一边，活人盛爱用指纹打开了盛家别墅的大门，走进客厅，走上2楼。这个时候的盛家人刚刚洗完澡和换好衣服，此时要么闲得发慌，要么就是在工作。看到活人盛爱，惊讶过后都接受了。光照会都说了，活人盛爱拥有不死之身，杀不死，那他们还有什么好惊讶的？于是他们平静地跟活人盛爱打了招呼后，就默默躲在一边，看他想干什么。活人盛爱走到盛爱的房间前，推门而入，而后里面传来2个盛爱的对话声：这是我的房间，该出去的是你，你出现一次，我让你消失一次，没用的，你杀不死我。他们又打起来了。不对，他们不可能打得起来。圣爱再强也杀不死活人圣爱，活人圣爱同样也杀不死圣爱，所以这个活人圣爱到底有什么用的？圣天星孤农，难道它的作用就是帮我们缠住怪物，让我们能得到一定的自由？说到这里，他脸色一喜，活人圣爱缠住怪物的时候，如果我们离开圣家，圣爱还能跟上来吗？盛家贵看了这个愚蠢的女人一眼：你可以试试。盛天星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古农，
你还是穿书者，知道剧情呢，不也什么都做不了？按理说，穿书者相当于拥有预知能力，非常强大才对。但这个盛家贵，除了打官司，还有什么用？说到打官司，这个世界上的牛逼律师多的是，盛家贵并非不能取代。还有，盛家贵并非真正的盛家人，而是一个夺舍者。作为夺舍者，他老是对盛家人指手画脚的，真的很让人讨厌。盛家贵没有理会盛天星的嘲讽，只是目光变得更冷了。程家不养废人，现在的他对盛家来说用处不大了。加上他不是真正的盛家贵，盛家开始嫌弃他了。但没关系，他本来就没指望过任何人，也不会依仗任何人。他已经在想自己的出路了。在盛家众人各怀心思的时候，盛爱已经拖着被打断双腿的活人盛爱走出来。我不喜欢见血，既然扔不掉你，我就埋了你。他说到做到，真的将活人盛爱拖到后院一角，拿起锄头开始挖坑。盛天星看得目瞪口呆，他来真的？我现在若是跑出去，盛爱会选择待在哪一边？盛家荣则走到待在阳台上看戏的杭威身边，低声道：你很久没放老二和老三出来了，趁这个机会让他们出来透透气吧。杭威听的脸色就是微微一变。天啊，他差点忘了他的手镯空间里还有一个盛景和一个盛家父。他刚想马上把盛景和盛家父放出来，但马上又想到什么，赶紧冲进盛景的卧室卫生间，动用意念将盛景和盛家父放出来。如他所料，盛景和盛家父的身上已经有了异味，不是汗臭味。空间里的温度是恒温，不冷不热，不至于出汗。但是这两个人若是不能及时出来，只能在空间里排泄，而空间就那么点大，还是密封的，排泄出来的秽物根本没有地方排放。杭威实在受不了他们身上的味道，把人放出来后，他就捂着鼻子冲到外面，急急地道：你们赶紧洗澡，还不知道盛爱什么时候过来。还有，空间里的垃圾也赶紧拿出来。盛家父为了洗浴方便，在空间里只穿了一条短裤，此刻他已经拿着花洒开始朝身上冲水了，边冲水边道：二哥，你赶紧把空间里的尿盆拿出来，别留在空间里。盛景很想骂你怎么不拿，但时间紧迫，他也顾不上与盛家父计较，赶紧去抓杭威，快点放我进去。杭威看不到空间里的动静，也无法与空间里的人进行沟通。他放多少东西进空间都要自己记下来，需要放出来时就在心里默念把某某移出空间。所以盛景和盛家父并不知道杭威什么时候会放自己出来，自然也就不好提前准备要带出来的垃圾。杭威没有办法，只得再次将盛景收进空间，片刻后再将盛景放出来。盛景一个曾经众星捧月般的顶流，脸上戴着口罩，手中端着尿盆和屎盆，冲进卫生间，忍着恶心和臭味，拿出盖子将里面的秽物倒进马桶，一边倒一边冲水，一边忍着呕吐，但他最终还是没忍住，吐了。杭威随时都要准备着把他们送进空间，也没敢走远，一直在卧室里等着。你们快点，盛爱随时都有可能过来。我已经很快了。盛景，你干什么？你去你的房间洗，不要跟我抢。卫生间里，盛景和盛家父再抢一个花洒。杭威听着这些狼狈的动静，暗暗告诉自己，老娘绝对不要进空间。他刚这么想，就听到阳台上传来正在放风的盛天星的声音：妈，大事不好，盛爱不见了。杭威听得大惊，盛爱不会瞬移过来吧？他反应迅速地冲向卫生间，准备把盛景和盛家父送进空间。然而门口已经传来盛爱的声音：二哥和三哥是不是在这里？我能感觉得到，二哥和三哥就在这里。杭威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要冻住了，身体更是保持着往前冲的姿势，僵在原地，看起来极为古怪。冲进卫生间，碰一下就能把两个男人送进空间，这是很简单的事，但是会被盛爱看到的啊。所以他该怎么做？卫生间依然传出水流的声音，却没有人声。盛景和盛家父显然也听到了盛天星的尖叫，没敢动。盛爱的目光扫向卫生间，缓缓朝卫生间走去。杭威只觉得眼前发黑，真的要完了吗？不行，他不能让盛景和盛家父落到盛爱手里。盛爱不会伤害家人，所以他要拼一把，哪怕当着盛爱的面，他也要把盛景和盛家父收起来。反正盛爱也不知道手镯空间的存在，突然发现盛景和盛家父不见了，也不会想到是他干的。就在他抢在盛爱前面，即将冲进卫生间的时候，砰！他脚下打滑，狠狠地摔了一跤，脸蛋撞在门框上，五官差点变形。他痛得几乎哭出声来，只觉得鼻子一阵温热，鼻血流了出来。盛爱停下脚步：妈妈，我帮你上药。说罢，他横腰抱起杭威，下楼，来到客厅，并找出小药箱，给杭威脸上的伤口擦药。楼上盛景的卧室里，
盛景和盛家富终于松了一口气。盛家富，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盛景恶狠狠的道：“赶紧穿好衣服，分头躲起来，千万不要让盛爱找到，然后再找机会让杭威把我们收进空间。”盛家富低声哀嚎：“还要进空间啊？我受够了。”“谁没有受够呢？”盛景冷冷地道：“但你选择坐牢的话，就你的罪，不死也要无期。你现在还能时不时的出来吹吹风，吃香喝辣。进了监狱，你一辈子都要待在高墙里，高墙里全是犯人。你确定监狱真的比空间好？”盛家富被干沉默了。盛景说话的时候已经迅速擦干身体，找了一套睡衣换上，同时把另一套睡衣丢给盛家富：“我要找地方躲起来了，躲不躲随你的便。”说完他就戴上口罩，踮起双脚，屏住呼吸，一边聆听外头的动静，一边偷偷摸摸的溜出去，生怕被盛爱发现。盛家富再怎么心有不甘，也可能像盛景一样蹑手蹑脚的溜出去。盛天星在他们身后小小声地道：“你们放心吧，我会盯着妈妈和盛爱，帮妈妈收了你们。”楼下，盛爱正给杭威擦药，忽然停手，看向2楼，若有所思：“我好像听到了2哥和3哥的声音。”杭威心头一颤，条件反射般的叫出声来：“哎呀，好疼！我的脸好疼，我的手也擦破皮了。”盛爱将目光收回来，继续给杭威擦药。刚擦完药，就有佣人通报：“吴小姐，九爷来了，想拜访您。”盛爱点头：“让他进来吧。”九爷这次又是来给双色莲施肥的。盛爱看起来有点高兴：“莲花开得很好，我带你去看。”杭威听到这里，悄悄吐出一口气：“九爷带的正好，趁盛爱陪九爷看花的功夫，这样他就能偷偷的去找盛景和盛家富，将他们收进空间。”他想的倒是挺美。盛爱却又停下脚步，转头张望：“我觉得2哥和3哥现在就在家里。”九爷微微一笑：“要不我陪你去找他们？只要他们在家里，我们一定能找得到。”盛爱露出笑容：“好。”杭威听得双腿就是一软，这样找下去，盛景和盛家富危险啊，怎么办？他想了想，开口：“妈妈也分头去找吧，我们一起找。”盛爱却握住他的手腕：“不然妈妈再次摔倒的话，我会心疼的。”杭威看着盛爱握住自己的手，好想哭。握哪里不好？偏偏握住了他的空间手镯。他想使用空间手镯，其中的2条使用规则就是： 1. 手镯必须戴在他的手上，准确的说是戴在身上，与他的身体有直接接触就行。 2. 手镯的大部分必须裸露在外，不能被包裹住，否则它就像一只被封了口的袋子，无法把东西装进去。这个盛爱就这样握住了他的手镯，到底是故意还是巧合？杭威想抽出自己的手，但盛爱的手就像结冰的铁块一样，握得不紧，却让他无法挣脱。他又不敢用力挣扎，只得哭丧着脸被盛爱拖着走。盛家别墅很大，2000多平米，可以藏身的地方很多。盛爱大概是没有了正常人思维的缘故，并没有叫其他人跟他一起找，而是自顾自的找。这样找下去，还不知道会找到什么时候。九爷跟在盛爱的身边一会儿后，拿出手机给小光发消息：盛景和盛家富就在盛家，立刻报警，让警方马上赶过来抓人。盛景在躲藏的过程中，已经从盛天星发给他的语音里知道了活人盛爱的存在，还知道盛爱准备埋了活人盛爱。他跑到后院的途中，看到了那个1米多深的坑，还看到了躺在坑里的活人盛爱。想了想，他跳进坑里，钻到活人盛爱的身体下方，努力蜷得紧紧的，并将活人盛爱盖在自己身上，利用活人盛爱的身体挡住自己。小爱，他低声道：“我是你2哥，你一定不能让怪物盛爱找到我。”2哥放心。活人盛爱往自己的身边扒土，遮盖盛景。死盛爱拿我没有办法的。话音刚落，盛爱的声音就在2人的上方响起来：“2哥，我抓到你了。”另外一边，盛家富通过监控看到盛爱去后院找人以后，偷偷溜下楼，钻进家里养的那只哈士奇的狗窝里。狗窝很大，2-3只都装得下。哈士奇事先已经被盛天星喂了安眠药，此刻睡得正香。盛家富钻到狗窝深处，蜷成一团，用哈士奇的身体挡住自己，这样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人能发现得了他。他正得意呢，狗窝的洞口就出现一张人脸，悠悠地道：“3哥，抓到你了。”盛景和盛家富被盛爱抓到了，所有的盛家人都跑过来一看究竟。盛家富和盛景不愧是第一个和第2个被警方找上门的，此刻已经很没用的跪在盛爱面前，哭着求饶：“小爱，你就放过3哥，让3哥在家里反思，改邪归正吧。小爱，2哥是顶流，将来要成国际巨星的，不能落入警方手里啊，不然消息传出去，2哥的明星之路就彻底断了。不行哦。”盛爱说得很认真，遵纪守法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你们涉嫌犯罪，就应该配合警方的调查。
我绝对不会包庇你们。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们若是敢逃走，罪加一等。盛家父和盛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把盛爱培养成这种大义凛然、六亲不认的性格？他们都跪下来求他了，他还是无动于衷。盛家人看的都沉默了，感觉盛景和盛家父真的要完了。接下来不会轮到他们吧？他们现在要不要逃走？逃去哪里？要不直接逃去狂欢岛，带上盛爱一起去？狂欢岛总有办法收拾盛爱吧？在盛家人胡思乱想的时候，佣人来报，警察来了。盛景和盛家父俱是双腿一软，瘫在地上。他们还有机会躲进手镯空间吗？为什么他们之前没有珍惜躲在手镯空间里的机会，居然觉得坐空间还不如坐牢？盛家荣听着两个弟弟的心声，暗暗在心里叹息。而后他凑近杭威的耳朵，低声道：等会还是由我和你送他们两个去警局。杭威知道他的意思，眼皮子跳了两跳，还是点头。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把两个大活人收进空间，确实有点冒险，但也比让盛景和盛家父被请去喝茶后连累盛家要好。毕竟盛家为了往上爬，连至亲都献祭出去了，怎么能功亏一篑？再者，两个大活人凭空消失的事情被警察看到了，那又怎么样？警察还能想到或相信他的手镯居然是传说中的空间手镯？总之，为了自己，为了盛家，他无论如何都要赌一把。然而等他和盛家荣表示要一起前往警局的时候，变数来了。盛爱扫视众人，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我们一起送二哥和三哥去警局，监督二哥和三哥务必配合警方的调查。如果警察叔叔有什么需要向我们了解的，我们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盛家人在进警察局之前，他们会不会先进精神病院？他们真的要被盛爱逼疯了。杭威咬了咬牙，那就一起去吧。我和家荣跟小景家父坐一辆车。他想的挺美，但警察不是这么想的。警察开了两辆车过来，一辆车坐的是盛景，一辆车坐的是盛家父。盛家人不能坐警车，这是为了避免盛家人跟犯罪嫌疑人一路上串通什么的。杭威一路上根本找不到机会接触盛景和盛家父。更可恨的是，盛爱的手始终握着他的手腕以及空间手镯，就算让他跟盛景和盛家父坐一起，也未必有机会就走两人。盛家人将这一幕幕看在眼里，心里全是无力和无奈。盛世跟杭威盛爱坐的并不是一辆车子，这让他有机会打电话给菲尔德。他简单的向菲尔德描述了两个盛爱的对决，而后表示目前来看，活人盛爱似乎并不是怪物盛爱的对手。不说别的，单说警察上门这件事，活人盛爱甚至都不能露面。菲尔德哈哈一笑，没关系，这只是开始而已。用你们天朝上国的谚语来说，就是现在还只是开胃菜。只要你愿意，你可以给活人盛爱通高压电，最好是几十万伏、100万伏那种。这样活人盛爱会升级，升级之后他的复原速度就会加快。两人是用英语对话的，但车里的几个人都听得懂，当即也是面面相觑，表情复杂。通电能升级，这所谓的活人盛爱也算是活人，根本也是怪物一只。他们到底有多倒霉，才会对上两只怪物？他们现在能指望的，似乎只有两只盛爱自相残杀，两败俱伤，从此退出盛家的世界了。别想得这么好。盛家荣听到了几个人的心声，叹气，我们还是担心他们的战争会不会波及到我们比较好。听到这里，盛天星如同泄气的皮球一般垮了。是啊，神仙不，妖魔打架，凡人遭殃。车里的几人都不吭声了。没过多久，警车驶到警局，盛景和盛家父下车。盛家父是确确实实的涉嫌犯罪，且警方已经找到了他的罪证，所以他是靠着手铐的。盛景则好一点，没有戴手铐，却也是被2名警察左右盯着。盛家贵则担任他们的律师。就在他们从警车里下来的那一刻开始，暗中已经有好几部相机和手机对准了他们，悄悄按下快门。盛家人也随后下车，想跟进去，但警察拦住了他们。除了律师，其他人不能进去，还请各位在门口等着。盛家人面面相觑。盛爱则道：好的，我们就在门口等。他刚说完，就有一群人冲过来，嘴里嚷嚷叫着：警察同志，你们给我们评评理！他们在我们的店门口摆摊，挡住了我们的门面，说什么都不肯走，这样对吗？他们瞎说呢，我们离他们的店门有好几米远呢，怎么可能挡住他们的门面？是他们不会做生意，东西不好吃，客人少，就眼红我们。你们卖的东西跟我们店的一样，价格还比我们低几块，这不是故意坑我们吗？双方说着说着又打起来，警察不得不去劝架，现场当即就乱了。就连盛爱
都被打架的大汉撞到，松开杭威的手。杭威趁机冲到盛景和盛家富的身边，碰触两人的手，在心里默念，把他收进空间。就这样，短短几秒的功夫，盛景和盛家富凭空消失，连根毛都没有留下。警员当时忙着劝架，加上盛家人有意遮挡杭威和盛景三人，这让警员们足足过了10几秒才发现盛景两人不见了。快住手！犯罪嫌疑人不见了！在场的警员惊得非同小可，赶紧找人同时调取监控。监控里的画面令他们震惊不已，盛景和盛家富突然之间就原地消失了，这是什么唯心主义现象？警察当然不相信唯心主义，所以他们赶紧把警局里的同事都叫出来帮忙找人，同时调取更大范围内的监控。但是没用，嫌犯就是找不到。警方忙着寻找凭空消失的嫌犯，当然不会想到那些突然出现在警局门口并打架的家伙是盛家人暗中找来的人手，目的就是为了引发混乱。足足过了2个小时后，警局既找不到盛景两人，也找不到盛家人救走盛景两人的证据，只好让盛家人先回去。盛爱走的时候还认真地向警员表示，警察叔叔请放心，我一定会找到2个和3个，如果他们真的犯罪，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逃脱法律的制裁。盛家人听得要么沉默，要么想哭。盛景和盛家富两人看来真的要在空间里躲上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令盛家人崩溃的还有，不知道是谁泄露了情报，有很多狗仔大 V 等偷偷跑到警局四周，将警局门口发生的动静及时上传到网站，还配以噱头十足的大标题：顶流盛景涉嫌未婚妻失踪一案被带去警局调查，盛景未婚妻江梦飞下落不明，可能已经死于谋杀。豪门梦碎，知名擦边女主播与顶流订婚后突然失踪，杭威之子盛景之弟盛家富涉嫌多宗重罪被考去警局接受调查，警局门口惊现杭威盛景一家或因涉嫌命案等等消息，轰动全网。等警局好不容易结束搜寻时，盛景和盛家富被逮捕的消息已经传得全网皆知，还有大量的粉丝狗仔涌到海城警局的门口，疯狂追问盛景兄弟俩的消息。有最新消息说盛景和盛家富逃走了，还是在警局门口逃走的，是真的吗？听说盛景涉嫌谋杀未婚妻，消息是真是假？盛家富是著名的投资人，听说他投资了电北的电诈园和国内的高利贷，才被警方逮捕。你们找到江梦飞的下落了吗？有人录到盛景和盛家富在警局门口神秘消失，这段视频是真实的还是合成的？你们如何解释盛景和盛家富在警局门口凭空消失这种现象？警局被问得焦头烂额，同时也暗暗心惊。这些狗仔的问题虽然有一些纯属猜测和捕风捉影，大部分消息却都是对的，而这些消息都是机密，他们如何得知？但不管怎么样，消息已经泄露出去，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警方不能再保持沉默。很快，下午下班之前，海城警方发布通缉令，表示盛家富涉嫌电北电诈案、高利贷案和线上赌博案，并在归案过程中逃走，警方全网全国通缉。接下来还有一则寻人公告，公告表示艺人盛景涉嫌江梦飞失踪一案，在前往警局接受问询的过程中失踪，警方正在全力寻找盛景，如果有人知道盛景的下落，务必及时告知警方。警方的通告一出来，简直就是烈火烹油，让已经爆了1天的消息更轰动，全网都在议论盛景兄弟的事情，而盛家的很多旧账黑料丑闻也被网友们给翻了出来。杭威什么时候被抓？他利用自己的名气空手套白狼，跟同伙在股市上赚了几百亿，不知有多少股民被逼得跳楼。杭威这几年导演的电影不多，但票房都相当高，有传闻说那些电影都是拍来洗钱的。盛氏本来就是一个小人，他早年还是包头工的时候娶了县领导的女儿，一路往上爬，爬到议员司机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甩掉原配，当了议员的白手套。议员被捕入狱之后，他帮议员转移和保管上百亿资产，还娶了议员的情妇杭威。有传闻说盛家富其实是议员的孩子。你们以为盛家荣又是什么好东西？盛氏集团在私底下进行一些很不道德的医学试验，还篡改实验数据，研发的药品给大量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有些病人还因此死亡，但公司都把消息给压了下来。盛家荣还买通银行高管，违规贷出了几百亿资金，这些资金也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盛天星口口声声说自己受命于天，故而获得玄机，可亏天机是为天命之女，但他对普通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一贯捧高踩低，对有钱有势者谄媚迎合，对无权无势者横眉冷目，甚至帮为富不仁者开光算命和逆转厄运，不知做过多少助纣为虐的恶事。盛家贵就更加不用说了，谁给的钱多就帮谁打官司，黑的都能说成白的，一桩桩一件件把盛家的老底都翻了出来。盛家拼尽全力花钱找人脉，想把这些消息封了和删了。
但是没用，无形之中似乎有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些丑闻的发酵。公司的股价快要跌停了，很多正在洽谈的合作也被取消。爸，你再想想办法，现在只能靠你了。即使盛家荣拥有读心术，但他受制于盛爱的规则，要么只能待在家里，要么只能全家一起行动，根本无法出去找人和办事，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是什么人在背后推波助澜，非要把盛家逼入绝境。我们会走到这一步，都是盛爱造成的。盛世是政治家、市长和议员，天天被困在家里，怎么履行职责？怎么去争权夺利？故而论起对盛爱的恨意和杀意，只怕他才是最重的。只不过他早就学会了控制情绪，不让人看出他的喜怒哀乐。盛爱不除，我们做什么都是徒劳，这就是他的判断与定论。爸，这点我们都知道。盛天星急得都快哭了，但我们不是拿盛爱没有办法吗？还是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你们忘了吗？盛世皮笑肉不笑，菲尔德说过的活人尘埃可以升级。盛家贵眯起眼睛，拔出嘴里的烟头。盛世集团旗下的工厂不是有自己的储能电站吗？我记得里面有50万伏高压电。他看向后院，后院的玉兰树下，盛爱今天挖的坑深达10几米，准备再次埋了活人盛爱。他问，用50万伏高压给活人盛爱充电，活人盛爱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盛世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深沉的笑容，试试看就知道了。一夜过后，盛家荣以去工厂考察为名申请外出，盛爱毫无意外地答应了。当然这一次也要全家整整齐齐。只不过出发之前，杭威悄悄将活人盛爱收进空间里，一起带了过去。因为盛景和盛家父不在，剩下的6人就坐了一辆越野车，风风火火地前往郊区的储能电站，出现在50万伏的高压电机房前。电站建在海边，盛天星缠着盛爱，让他陪自己去看海。海岸离机房也就几百米，盛爱答应了，陪盛天星走向海边，其余人则站在杭威身后帮他打掩护。杭威确定盛爱没有看向这边后，深吸一口气，指尖轻点手镯，在心里想着活人盛爱并默念，把他放出来。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活人盛爱已经出现在众人面前。盛世没有浪费这个机会，对活人盛爱道：小爱，爸爸的戒指掉在里面了，爸爸的眼神不太好，你帮爸爸进去找一下戒指。活人盛爱看向机房，眼里有着困惑，似乎在想，只是捡一只戒指而已，为什么让他去找？盛世没有解释，只是念出一句咒语，准确地说，这是一条指令，拉丁文。菲尔德昨天晚上告诉他，你们怎么教育原来的圣爱，光照会就怎么教育圣爱的克隆体。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试验，目的是为了制造出可以取代本人的克隆人。活人圣爱非常爱自己的家人，他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圣家人的事情。正常情况下，他会听从圣家人一切合理的要求。如果你们想让活人圣爱绝对服从你们的命令，不要发生任何意外，可以说出这条指令。果然，活人圣爱听到这条指令后，如同一只被操纵的玩偶，乖乖地走进机房。盛世狞笑着走到机房门口，将指纹按在开关键上，准备关门。然而就在这时，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原本已在200米开外的圣爱竟然出现在机房门口，面无表情地盯着里面的活人圣爱，声音如同机械一般：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圣爱，你不应该出现，更不应该跟我抢家人。众人听得心头又是一耸，隔得那么远，圣爱都能感受到活人圣爱的存在，反应还这么快。他似乎再生气，会不会惩罚他们？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圣爱见到活人圣爱的反应是跟着走进机房，伸手掐住活人圣爱的脖子。众人暗暗松了一口气，还好还好，圣爱只对活人圣爱下手。只是等他干掉活人圣爱之后呢？会不会迁怒于他们？在他们胡思乱想的时候，盛世已经眯起眼睛，当机立断地按下关门键，同时通知工作人员放电，50万伏高压电全部释放，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停。众人看着他，眼里或惊恐或复杂，那可是50万伏的高压电啊，能秒杀一个大活人。他可是圣爱的亲生父亲，说放电就放电，不带一丝犹豫，还不限时间，够狠。高压机房的墙壁当然很厚实，还是高性能的绝缘体。按理说，隔着那么厚实的绝缘体，他们不可能感受得到机房里的电流。然而，不知是不是错觉，他们能隐隐听到机房里传来滋滋滋的电流声或噼里啪啦的火花闪烁声，甚至隐隐还有人的惨叫声。是圣爱的惨叫声吗？隔着厚实的绝缘体墙壁，他们似乎看到圣爱全身冒着电光和火花，身体忽明忽暗，散发着被烧焦的气味。他或者他们张大嘴巴，发出痛苦的惨叫声。他们不断挣扎，四肢扭曲，最终变成焦炭掉落。这样的死法，
可比在生日派对上喝下毒药并瞬间停止呼吸惨烈多了。就连心狠手辣的盛家贵都抽出一支土烟，用力的吸。除了盛世依然站着不动，喜怒不形于色。几个人都下意识的后退，不敢靠近里面必定已经变成人间炼狱的机房。同时他们又在心里庆幸被选为祭品的不是他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机房里的动静越来越小，最终变得沉寂。盛世却还是没有下达停止放电的命令。盛家荣和盛家贵看了看表，拧眉，快10分钟了，还不停电吗？他们看向盛世，盛世依然一脸深沉，看不出半点波澜。他们只能在心里感叹，姜是老的辣，老子就是老子，这种狠劲和定力他们自愧不如。又过了整整10分钟后，盛世才拿起手机下令停止通电，而后他用指纹按下开门键，机房的门缓缓打开，里面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清楚，也没有任何动静，只有一种奇怪的烧焦的味道从里面传出来，但这种味道又不像是尸体烧焦的臭味，很是古怪。圣爱呢？2只圣爱呢？是不是一起被烧成灰了？没有人敢动，也没有敢说话，就连盛世都悄悄后退，脸上透着警惕。妈，盛家荣低声道，如果不对，你就把我们收进空间。其他几人听到了，迅速靠过来，紧紧挨着杭威。杭威真出了事，别人都躲进他的空间，那他呢？他躲去哪里？大家都有金手指，凭什么其他人的金手指用不上，就用他的？别说了，盛天星躲在杭威身后，目瞪口呆，牙齿打颤。出来了，有人出来了，是人吧？一定是人吧？众人齐刷刷看过去，就是一个披着长长的黑发，穿着白色长裙，赤着双脚的女孩，缓缓从黑暗中现身，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出来。是圣爱，她看起来跟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被烧焦，没有被毁容，身体也没有扭曲变形，依然美丽的如同无瑕的玩偶。可是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的压迫感。该怎么形容这种压迫感，或者说是威压？如果说圣爱之前给他们带来的压迫感就像她身高5米，那她现在散发出来的压迫感就像她身高50米，随手挥一挥就能将他们拍成肉酱。距离盛家人很高的空中，一架军用无人机正在俯视盛家人的动静，并将地面上发生的一切清晰地传给了九爷。小光摸着光头，惊叫连连，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大爱小姐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了。隔着屏幕，我都感到了压力。50万伏电机房，九爷依然平静，他升级了，因为长时间被高压电击，他的材质又发生了变化，再次升级。活人圣爱输了吗？盛家人看着一片黑暗和死寂的电击房，没敢进去，没敢开枪。现在的圣爱太可怕了，他们很怕触怒圣爱。但圣爱只是看了看天边，还有3个小时就到晚饭时间了，我们该回家了。哦，对，我们该回去了。杭威暗暗庆幸自己提早把盛景和盛家富放进了空间中，这会儿心慌意乱地应了2句后，第一个跑进越野车里，坐在最后面。盛天星也赶紧跟上去，坐在杭威身边。为什么要坐在杭威身边？当然是因为杭威有及时收人的空间啊。众人纷纷上车，还是盛家贵负责开车，盛爱坐副驾。一路上没有人说话，连音乐和广播都没开，就像这辆越野车只是一副行驶中的棺材。而在他们离开不久，电机房的房门又缓缓打开，一个人从里面爬出来，抬头看着前方，爸爸妈妈，哥哥，星星，你们怎么都不在？他一手抓着门框，缓缓站起来，拨了拨散乱的头发，甜甜一笑，既然你们都不在，我只能自己回家了。盛家只有一个圣爱，那就是我。夕阳消失的时候，盛家人已经坐在餐桌边开始进食，晚餐依然丰盛而新鲜，但是所有人都像机器人一样的往嘴里放食物，咀嚼吞下，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享受和满足。有什么可享受的呢？换了谁处于他们的处境，都会活得如同行尸走肉，没有滋味。此时的他们只想到自己过得有多惨，没有想过手镯空间里的盛景和盛家富过得更惨。空间里并不缺吃的，毕竟杭威要把吃的放进空间里实在是太容易了。可是被困在狭小空间里，不能上网，没有电也没有女人，实在是太痛苦了。盛家富瞅着头发，痛苦地道：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我真的受不了这种生活了。被关在笼子里的鸟还能吹吹风，看看大自然，我们就只能看到白茫茫的雾气一片。盛景没有表情地瞥了2眼盛家富，吵死了，要不是空间里没有地方排泄垃圾，他还真的想宰了盛家富。他把目光移到眼前的一盆茶花上，还有
空间里虽然没有阳光，却能保存鲜花，他至少还有花花草草和杂志可以看，不至于那么崩溃。呼叫宿主，紧急呼叫宿主！你已经停止了所有的演艺活动一段时间，没有作品上映，所有的广告也已经下架，人气和声望大跌。根据系统最新评定，你的当红级别从6级降到4级，还有继续下调的可能，请你务必重视评级，努力提升自己的事业。盛景惊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啥？你说啥？我的评级居然调到了4级？那不是跟1年前我刚刚得到系统的时候一样吗？你有没有搞错啊？1年他刚得到系统的时候，系统对他的评定就是4级，即当红偶像。他主演的偶像剧大爆，成为年度现象级爆款后，系统将他的级别升到5级，即顶流。在他得到视帝称号且加位上升后，系统将他的级别调到6级，即演技得到认可的顶流这一级。如果他能主演电影且票房不错，还能获得权威表演奖项的话，评级就能升到7级，即有一定票房号召力的高人气电影明星这一级。结果辛辛苦苦1年，他居然跌回了4级，这也太坑了吧！本系统很理性，所有的结果都经过大数据运算，绝对不会出错。系统严肃地表示，你现在的人气加位影响力还不如1年前，但你的评级之所以与1年前持平，是因为你的名气比1年前大得多。以前只有粉丝和圈里人认识你，现在连路人老奶奶和监狱里的犯人都听过你的大名。尼玛，这个狗系统真的不是在蛐蛐他吗？盛景在心里破口大骂，同时苦着脸问，你得帮帮我啊，这样下去别说成为巨星了，我都要彻底退圈了。系统的声音似乎相当不满，你自己不争气，怪得了谁？你若是管得住自己的下半身，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盛景很想骂，食色性也，男人天生好色，有钱有颜有名气之后不近女色，不玩女人，当男人还有什么乐趣？你一台冷冰冰的系统，懂得什么是人性和天性？系统老兄啊，最后他还是得讨好系统，我知道错了，你一定要帮帮我啊！宿主得去工作，我才能帮到宿主。宿主不去工作，换了我的领导过来也没有办法。盛景目光闪了闪，要不你帮我离开空间并躲过深爱的监视，以你的能力应该能做得到吧？系统的声音颇有些骄傲。手镯空间不过处于3维空间与4维空间的交界处，当然困不住来自高维的本系统。但你没有积分啊，没有积分就是没钱，没钱你还想出国？这话过于有理。盛景无法反驳，只得哭唧唧。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系统的声音带上了2分鄙视。你家里不是想带你去坏莱坞发展吗？那就赶紧去啊！别说你去不了，你妈不是有空间吗？盛景眼睛亮了，不愧是系统，太有道理了。接下来系统再也没有吭声，盛景则眼巴巴地等着杭威放他出去。因为所有的时钟包括手机在空间里都无法显示时间，所以他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他和盛家父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不等他欢呼，杭威就一脸凝重地告诉他，小景，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得有心理准备。盛景心里咯噔一下，脸色都变了，神什么事？杭威轻声叹息，点开手机上的一段录音。今晚的粉丝姿色真不错，一个个都是白白嫩嫩的，咱们有福了。那是当然，这可是景哥严选，品质一流，都是托了景哥的福，咱们才能有这么多机会睡他的粉。其实景哥看中的女粉才正点，可惜他用过的咱们不能再用了。办事的时候记得拍照，免得这些女粉过后告咱们。这段录音的背景音还是盛景的歌。盛景听得脸色煞白，这不是盛爱回来那晚他在会所包间里选妃的录音吗？当时的粉丝见面会刚刚结束，大多数粉丝已经离开，只留下几名喝醉的女粉丝留在后面等着被享用。而其中一名女粉丝就是那个偷偷录音的，把他坑得很惨的苏丽竹。苏丽竹的录音怎么会流出来传到网上？完了，他真的完了。盛景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身体重重地栽倒在地上。那段足以断送盛景演艺生涯的录音是怎么传出去的呢？事情是这样的，盛景和苏丽竹在咖啡馆谈判的那天晚上，盛爱突然出现，非要马上带盛景回去。盛景吓坏了，手中的手机数据线和微型录音器掉在地上。他在慌乱之中抓起手机就跟盛爱走，忘了不重要的数据线和小小的录音器。就这样，数据线和录音器被服务生捡到了。服务生并没有认出盛景，等了很多天都没有等到客人来拿东西，便在店长的见证下播放录音器，想找到客人的下落。结果就听到了这么惊人的内容。偏偏这段时间盛景的名声很不好，还被警方发布寻人启事。店长和服务生听了录音后义愤填膺，先把录音发给一些大 V 和营销号，后把录音交给警方。盛景都惹上官司了，那些大 V 和营销号哪里还会给他面子？
当然要第一时间将录音散播出去。就这样，这段录音轰动全网，全网都在排山倒海般的骂他人渣垃圾罪犯去死。不等网友呼吁封杀他，各家网络平台已经主动下架他的作品，各家品牌也纷纷撤掉他的广告物料，警方也第一时间出动，对录音的真伪内容等进行调查。可以确定，盛景完了，真的完了，至少在内娱，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翻身了。盛景希望自己不要醒来，这样他就不用面对这么残暴的现实。但是，一盆冰水浇在他脸上，将他泼醒。盛家荣平静地看着他，盛爱正在埋心。盛爱，你的时间有限，别睡了，赶紧找你的系统，想想办法。盛景怎么说也跟他同意的吗？他不能见死不救。另外，盛家依然需要盛景的系统救命，所以盛景现在还不能彻底垮掉。盛景想到了系统的提示，打着哆嗦爬起来。妈，我们立刻去坏莱坞吧。你可以用手镯空间将我和家父带过去。反正我们本来也打算送盛爱去狂欢岛的，不是吗？盛家父眼睛也亮了。对，去丑国。盛爱是从狂欢岛逃回来的，把他送回狂欢岛就行。妈，咱们别等了，今天不，明天就出发吧。杭威为难，去肯定是要去的，但家里人个个身居要职，手头上有很多事情要忙，如果要全家一起去丑国，需要时间准备。别准备了。盛家贵狠狠地把手中的烟头按在大腿上，两个盛爱都升级了，尤其是怪物盛爱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没有人性。他不会给我们准备的时间，我们必须要尽快行动。就在刚才，他们晨跑回来，一眼就看到活人盛爱坐在客厅里，笑眯眯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的心情非常复杂，说不清这到底算好事还是坏事。但不管怎么样，盛爱看到活人盛爱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方身上，暂时不再搭理他们，他们才能勉强寻得一丝空隙。不然，盛景和盛家父不可能有机会出来透气。杭威不太想搭理盛家贵，他想了想，晚点我和你们的父亲商量一下。他的身份特殊，想出国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在这时，阳台上的盛天星又在尖叫，盛爱不见了。瞬移，众人脸色大变。杭威想都不想，条件反射般的将双手搭在盛景和盛家父的身上，收他们进空间。然而，似乎晚了一步，盛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侧，抓住身体已经有些虚幻的盛景和盛家父。盛家人只觉得心跳都快停止了，但还是盛爱晚到了那么 0.1 秒，又或者说他还没有具备抓住虚影的能力。盛景和盛家父消失，盛爱抓了个空。盛家人悄悄松了一口气，心脏却还是卡在嗓子眼上。到手的肥肉，哥哥飞了。盛爱会怎么做？会不会一怒之下将他们拍成肉酱？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盛爱这么爱自己的家人，怎么会伤害自己的家人呢？他只是缓缓扭动脖子，环顾四周，用机械般的声音道：二哥和三哥躲去哪里了？他们太淘气了，又跟我玩躲猫猫。可是他们涉嫌犯罪，必须接受警方调查，不可以在这种时候玩躲猫猫。等我找到他们，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们。众人听到心惊肉跳，他所谓的教育是什么意思？不敢想。现在我宣布，盛爱收回目光，机械般的声音不大，却响彻整栋别墅，就连关在书房里指挥手下工作的盛世都听得清清楚楚。世界上只有一个盛爱，另外一个盛爱是伟人。伟人不是人，不是动物，不是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就像鬼怪一样不受法律保护。他存在的目的是取代我，抢走我的家人，必须被消灭。你们若是见到伟人盛爱，不许跟他说话，不许跟他待在一起，不许跟他有任何接触，否则小爱会生气的。程家人咽了咽口水，大气都不敢喘。升级后的盛爱超级可怕啊！之前的盛爱从不眨眼，但至少还会转转眼珠子，现在连转都不转了。之前的盛爱至少还会做出类似生气、开心、困惑的公式化般的表情，现在连类似的表情都没有了。他们全靠盛爱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意判断他的情绪。还有，之前的盛爱还会笑，现在连笑的动作都没有了。概括起来就是，升级后的盛爱越来越像机器人，人情味愈发淡薄，规则还跟着升级。他们都开始后悔带活人盛爱，不，带伟人盛爱去升级了。若说这次升级有什么好处，就是伟人盛爱的复活速度也得到了加强。之前他每被盛爱杀掉一次，复活的速度就会变慢一点，但现在他被盛爱杀掉之后，几乎都能马上复活，被杀的多了以后，复原速度也会变慢，但再慢也比以前强。从这个角度来说，伟人盛爱拖住盛爱的时间是比以前长了。盛爱立下新的规则后，看向后院，转瞬消失。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哦，伟人圣爱又从坑里爬出来了。这两只怪物又要开始你杀我，我复活你再杀我，我再复活的游戏了。他们还真是无聊啊。不，他们怎么会无聊呢？他们就像永动机，不知疲惫，不会死亡。这样的游戏能上演到他们化为枯骨。就在程家人自我吐槽的时候，佣人来报，九爷来了，想拜访五小姐。众人看到，圣爱听说九爷来了，不跑土了，将锄头往地上一放，挥了挥双手，坑边的泥土就自动往坑里落，很快将坑填平。而后圣爱转身走向客厅，他的身上没有半点汗水，也没有沾半点泥土或草屑，干净的就像刚从 ICU 病房里走出来一样。盛家人对此都麻木了，而九爷看到这样的圣爱，似乎并没有感到奇怪，只是笑笑：“爱小姐，我来给莲花施肥，再看看莲花开的怎么样了。”圣爱扯出一个很淡很淡的稍纵即逝的礼仪性微笑：“请随我来。”他领着九爷上2楼。盛天星盯着两人的背影，酸溜溜地道：“难道九爷有这么蠢，看不出圣爱不是正常人？”其他几人都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他，他当然看得出来。盛家贵冷冷道：“他只是不在意而已。”盛天星心情不好，看这个贾四哥更不顺眼了：“你好厉害啊，居然能看得出来这么了不起的事情。作为传书者，你还能看出什么？”其他人看着盛家贵的目光也带上了几分轻视。从盛家贵在书外的真实身世来看，他不过一个出身普通且不受女性欢迎的屌丝，否则也不会大学毕业了还没有开过婚，更不会饥不择食，连500块的外卖都吃得下。这样的货色居然能穿成盛家的嗣子，也真是便宜他了。盛家人在想什么，盛家贵心里清楚得很，但他并不在意。他点燃一支卷烟，狠狠吸了一口，冷冷道：“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剧情会变得这么多？我想来想去，只能想到九爷这个变数。首先，他拥有显赫的家世和身份，自然也拥有改变书中很多人命运的权势和机会。其次，他在原书中的戏份并不多，主要与石菜菜产生关联。但现在，他与石菜菜娄家两人的关联并不多，反倒与盛爱的关联很多。仅从盛家的角度来看，盛爱更像女主角，九爷则相当于女主角身边的男主角。盛爱的活动范围太小了，他能改变盛家人的命运，却很难影响到原书剧情。这么看的话，九爷出现在这里其实更突兀，所以我怀疑九爷才是导致剧情大变的因素。其他人没有说话，只是在琢磨盛家贵的推理。盛天星则不以为然地撇撇嘴：“那你说他是怎么影响剧情的？我看他也没干什么。”盛家贵没有理他：“我确实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能看出九爷的底细。我只能说，这个人可能是关键人物。另外，盛天星和天机道长都看不出九爷的命格，对他动用玄学之术还会遭到反噬。从这一点来看，九爷肯定不是普通人。加上那么多人试图暗杀他，却没能伤他一丝一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不觉得他就像书里的男主角，拥有主角光环吗？”这句话令所有人心头一凛。是啊，如果说圣爱变异，具有超能力而让全家拿他没有办法，那九爷呢？他只是活生生的人类，凭什么运气好的诡异，总能轻轻松松地避开各种算计和暗杀，就像命中注定会活到最后且获得幸福的主角一样。而主角的存在必定有无法取代且能决定剧情走向的作用。我们想改变命运，与其从圣爱身上下手，不如从九爷身上下手。这就是盛家贵的结论。说的有理。众人眼睛一亮，似乎看到了希望。然而盛家贵马上又说了：“但他真是主角的话，我们只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你盛天星气死了。那你说这么多做什么？感觉都是废话，一点用都没有。不能说没有用。盛家荣摇头，至少我们要知道原因出在哪里，才能对症下药，而不是疾病乱投胎。他看向盛天星：“天星啊，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你的师傅，让他务必帮忙看清楚九爷的底细与深浅。”盛天星犹豫了一下，才道：“上周我师傅来我们家的时候，给九爷看过相。他没有多说，只说了一点。他说九爷鸿福齐天，任何人想窥伺他的命运，都相当于窥伺天道的秘密，会遭到天道的惩罚。他还要求我们不要试图算计九爷，那相当于挑衅天道的权威，同样会受到天道的惩罚。”众人听得一阵无力。这么看的话，他们不是拿九爷没有办法吗？尤其是杭威，更是手脚冰凉。要知道，就在前不久，他还主导了狙杀九爷。狙击手他找的，狙击枪他提供的，他还潜藏在现场，想把九爷的尸体收进手镯空间里带走销毁。难怪狙击手会失手，还在逃走过程中意外死亡，狙击枪也被警方带走调查。接下来不会轮到他倒大霉吧？盛家荣的脸色也很难看，毕竟他也参与了，只不过不是主谋而已。你为什么不早说？他盯着盛天星，心里暗骂这个妹妹没用。我不太服气嘛，
盛天星委委屈屈，而且我怕我说了，你们就不帮我了。师傅也说了，九爷是会痛会死的正常人，正常人哪有什么福气能与天齐？太夸张了。依他看，师傅要么就是道行还不够，要么就是怕了九爷的家世和身份，不愿意招惹这样的大人物，才说的这么夸张。盛家荣等人果然娇生惯养出来的小姑娘就是没用，玄学也算是很强的一种能力了，落到他的手里简直是浪费。盛家荣也不想跟一个小姑娘计较，按了按额头。天星，你把你师傅的电话给我，我亲自跟他聊。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天机道长一定也有。他亲自跟天机道长谈，听到对方的心声，自然就能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他就不信了，他给道长想要的东西，道长会不动摇。2楼盛爱的卧室里，九爷再次用自己的血给莲花施肥，莲花依然开得很好，散发着安定人心的幽香，有种岁月静好的美。但盛爱看着莲花，眼里却再也没有泛起一丝光泽。九爷注意到盛爱的眼神，微笑：“爱小姐，你喜欢莲花的香气吗？”盛爱的眼珠子微微转动了一下，喜欢。九爷点头，我也喜欢。离开盛家的时候，九爷道：“盛家不能再留了，回去后就收集盛家的罪证。”小光诧异：“是，九爷不是不入世吗？”他总是说人各有命，不可强求，所以一直在尽量避免过多地干涉他人命运。遇到不平之事，九爷要么选择报警，要么找人干预，很少会亲自动手。又比如九爷是研发兵器的天才，但他只肯研发防具如侦察无人机、防空导弹系统等，从不参与研发杀伤性武器。据他的说法是不想杀生，但现在九爷居然要亲自对盛家出手。盛家私底下做的坏事恐怕不只是之前说的那些。九爷很快离开，这段时间都没有开过工的盛天星眼皮子跳得厉害，总觉得会有很不好的事情发生。考虑到盛家天天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本能却还提醒他危机即将来临。盛天星坐不住了，他跑去占星小屋给家里人算命，算出来的全是大凶，从卦象上看不出来是生是死，只看到一片灰暗，暗无天日，没有希望的那种。这还让人怎么活啊？盛天星垂头丧气的下楼，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全家。杭威沉默片刻后，毅然：“我现在就让人准备飞往丑国的机票，但在那之前，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你们几个一定要想办法帮我争取时间，这件事情没办完，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上次他在丑国时，光照会要他和盛世帮忙通关的那批货物已经抵达海城海关，那批货物中有一只箱子装的是非法武器，那些武器已经被他收进手镯空间，提前带回海城，藏在某间自建别墅的地下室。就在昨天，那批没有问题的货物已经通关，即将运到买家手中。他需要将那一箱子的武器放回原本的集装箱里，才算完成光照会给予他的任务。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光照会饶不了他。盛家荣看向后院，盛爱又在买伟人盛爱。去吧。盛家荣深吸一口气，从目前来看，对盛爱来说，干掉伟人盛爱比困住我们的级别要高。如果盛爱去追你，我就发布指令，让伟人盛爱强行阻拦盛爱。只是我有种预感，伟人盛爱拦不住盛爱太久。你动作要快。明白。杭威当机立断，拿起包包，我现在就走。辛苦你们了。慢着。离盛家荣有点远的盛家贵开口了，把我放进空间，带我一起去。如果盛爱追上来，就放我出来，我会想办法拖住他，为你争取时间。他受够了天天被困在别墅里，想他在穿书之前可是坐了整整10年的大牢，当时他无数次的发过誓，带他离开监狱，这辈子再也不要被任何人任何东西束缚。所以他决定，他要再一次越狱，彻底离开盛家，摆脱盛爱。他已经计划好了，他要趁盛家人全体飞往丑国的机会定居国外，再也不回来，当然也不再当盛家人。为此，他正在悄悄地往他的海外账户转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国家在这方面管得挺严，但他是律师，有的是这方面的人脉和手段。杭威不知道盛家贵已经决定逃离盛家，才会这么积极主动地帮他。所谓法不责众，他还是很高兴有人违反规则陪自己外出。好，我们速战速决。他将盛家贵收进空间，快步走出主楼，坐进车里。另一边，盛家荣也走到后院，来到2个盛爱的边上，看他们打架。准确地说，是盛爱对伟人盛爱的单方面杀害。忽然之间，盛爱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转头看向大门的方向。妈妈和4哥偷偷出门了，一家人就应该整整齐齐，他们怎么能丢下我们自己出门呢？我要去把他们抓回来。说完，他丢下伟人盛爱，转身离开。盛家荣一看这阵势，立刻低声朝伟人盛爱念出指令，而后下令：
全力拦住盛爱，不让他去找妈妈。伟人盛爱应了一声是，就以超乎常人的速度冲到盛爱面前，张开双臂，你不能走。盛家荣看出来了，伟人盛爱升级之后，不仅复活的速度变快，力量、速度、反应等也增强了。伟人这个定性确实非常适合他。面对伟人盛爱的阻挡，盛爱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拧即歪，而后丢开他，走自己的路。但才走了几米，伟人盛爱又冲过来，如同八爪章鱼一般扑到盛爱的背后，四肢紧紧地抱住他。有你无我，有我无你，除非你能让我彻底消失，否则你永远别想甩掉我。在盛家荣和盛天星惊骇的目光中，被伟人盛爱从背后紧紧抱住的盛爱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居然轻轻松松地转过身来，跟伟人盛爱面对面地贴在一起。几分钟后，盛爱又轻轻松松挖出一个10几米的大坑，将伟人盛爱丢进去埋土。再接着，他如风一般飘向别墅大门。又过了2、3分钟后，伟人盛爱从泥土里钻出脑袋，左右张望。盛家荣念出指令，下令你立刻去追盛爱，缠住盛爱，不能让他追上妈妈。伟人盛爱是了一声，从土里爬出来，如风般跑到前院，坐进车里追出去。盛天星看着这一幕，喃喃，这真的是现实世界吗？我们真的不是某部惊悚电影里的 NPC 吗？盛家荣沉默几秒后，我也觉得这个世界很不真实，想逃却不知道逃去哪里。盛天星想了一想，忽地拍了拍手，笑出声来，哈哈，死盛爱出去了，伟人盛爱也出去了，家里没有尘埃了，我要出去嗨了。盛家荣想说，就算盛爱不在家里，他也能感觉得到每一个盛家人的位置。你违反规则，一定会受到惩罚。转念一想，他为什么要阻止盛天星作死？虽然他跟盛天星的关系还算不错，但盛天星跟他毕竟不是一个妈生的，盛天星在这场危机里起到的作用也不大，就让盛天星去试探规则，不是挺好的吗？于是他露出笑容，你快去快回，别被盛爱抓到了。盛天星嘿嘿一笑，我会发消息给妈妈，让她提醒我，如果盛爱回家的话，记得立刻通知我。说完他就跑上楼换裙子，开开心心的出去了。杭威开车开得很快，1秒都不敢耽搁，甚至在车和人没有那么多的路口，不惜闯红灯或超速。反正以盛家的前世，只要不出严重的交通事故，分分钟能摆平。还好，直至他驶出市区，也没有看到盛爱。只是他围了这么大一个龟，怎么可能会那么顺利？眼看自建小别墅已经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时，悲剧发生了。一辆跑车突然从后面冲出来，跑到他的前方，挡在他的面前。他一眼就认出，那是盛景的跑车。盛景的跑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只能说，盛爱来了。因为盛爱最喜欢这辆车，曾经说过他年满18岁时一定要买同样的跑车。杭威无论如何都不敢去撞车，只得踩下刹车，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办。跑车的车门打开了，盛爱从里面走出来，手里还拖着伟人盛爱。伟人盛爱似乎被打断了四肢，活着是活着，就是动不了。只是盛爱才走了10几步，伟人盛爱的四肢就恢复如初，而后紧紧地抱住盛爱的双脚，不让盛爱离开。盛爱停下来，开始拧伟人盛爱的四肢。这样的场面说不出的诡异。还好这一带很清静，既没有监控，近处也没有行人，否则真的会吓死人。杭威趁着这片刻的功夫已经回过神来，他当机立断放出盛家贵，你在这里拖住盛爱，拖住10分钟就好，我现在去取点东西，很快回来。说完他打开车门，跳下车，抄小道去自建小别墅。他现在穿的是休闲服和跑鞋，行动方便，加上这段时间天天被盛爱逼着晨跑，体力变好，只用了3、4分钟，他就冲到自建小别墅门前，按下指纹加密码，冲进屋里，直奔地下室。那批武器好端端的待在那里，没有少，不，少了一杆狙击枪。他拿去给狙击手狙杀九爷去了。还好，只是少了一杆狙击枪，他到时就说他用钱买下来就好。不过几秒钟时间，他就将这批武器收进空间，冲出地下室，再冲出小别墅。而后他看到了盛爱，盛爱左手拖着伟人盛爱，右手拖着盛家荣，站在他的面前，用一双黑洞洞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妈妈，你丢下宝贵的家人，偷偷和四哥跑出来，这样很对不起家人哦。杭威刹住脚步，挤出一个苍白的笑容。小爱，你说的对，这次是妈妈不好，妈妈愿意接受你的惩罚。盛爱点头，转身，妈妈上车吧，我们回去再说。就在他准备坐进驾驶座的时候，已经被治得没有脾气的盛家贵开口了，有哥哥在，怎么能让妹妹开车呢？小爱，让我来开车吧。这个要求合情合理，而盛爱生前讲理，死后也讲理，所以盛爱点头，
坐进副驾，杭威坐在盛家贵的身后。至于伟人盛爱，则像铅球一样被盛爱狠狠地甩飞出去，消失在空中。车子开动了，盛爱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身体一动不动，跟个木头似的。盛家贵一边开车一边给杭威使眼色。杭威其实并不太明白盛家贵想做什么，但他知道盛家贵一定会有所行动，因为他还要去港口把空间里的武器放回原本的集装箱里，所以他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做好了准备。车子驶入市区，经过一个地铁口时，盛家贵突然转动方向盘，撞向一名骑得有点快的外卖小哥。外卖小哥连同店驴倒在地上，看起来摔得有点狠，现场起了小小的混乱。盛家贵停车，看向身边的盛爱：“小爱，我这边不方便开车门，你先下去看看，扶外卖匀起来。”盛爱是守法公民，看到自家的车子撞到路人，肯定要下车看看的。他应了一声，开门下车去扶外卖小哥。盛家贵随后钻出车子，站在一边问：“兄弟，你开车怎么不看路呢？看把我妹妹急的，我妹妹有急事要赶回家，你别耽误了我们的时间。”他的话激怒了外卖小哥。外卖小哥抓住盛爱的手，生怕他跑了：“我的腿骨折，外卖也要超时了，你们得赔。”盛家贵怒道：“明明是你开车太快，没有看路，怎么能怪我？”双方争执起来，而杭威马上就明白了盛家贵的举动，他没有辜负盛家贵给他争取的机会，飞快下车，冲进地铁站。这条线路的地铁通往港口，正是他要赶去的地方。就算盛爱利用超能力追上他，恐怕也不好在人多拥挤的公众场合带走他。在这一刻，杭威有点佩服这个盛家贵了。这个盛家贵不仅够狠，而且脑子好，精于算计，哪怕没有金手指也能有所作为。而在杭威冲进地铁口后，盛爱似乎意识到他走了，转头看向地铁口。盛家贵拉住他的手：“小爱，我们撞到了人，不能一走了之。还有，交警过来了，我们要配合调查。”盛爱收回目光，缓缓转回脑袋，直勾勾盯着走过来的交警。几秒后：“是，我们的车子撞到了别人，我们要配合交警的调查。”就这样，盛爱没有去追杭威，而是留在原地处理交通事故。盛家贵笑了，笑得又冷酷又得意。他赌对了，在陈爱的规则里，遵纪守法果然优先于和家人在一起。这些天来，他发现盛家人无论如何都斗不过盛爱后，就一直在琢磨，如果无法打破规则，那么能不能利用规则？规则如同法律，再怎么完善都会有漏洞。那么陈爱的规则那么多，是否也存在漏洞？他反复分析盛家人与盛爱争斗的案例，注意到了几个钻规则漏洞的例子。比如，盛爱要求全家每天都要晨跑，但有人生病或受伤了，可以免除晨跑。这就是生病了不能跑步的常理与每天早上都要晨跑的规则起了冲突，前者优先于后者。又比如，盛爱要求全家人就要整整齐齐，与二哥三哥涉嫌犯罪，就应该去警局配合调查，起了冲突。盛爱会选择后者。通过这些案例，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次他陪杭威出来，不仅是向盛家人展示他的能力与价值，也是为了试验。他故意在有交警的地方开车撞伤行人，就是想试试盛爱会不会把他从小学到大的交通规则、道德规则等放在自己的规则之上。结果他赌赢了。盛爱啊盛爱，他在心里冷笑，你再怎么强大，也只是死人，早已经没有了活人的感受、思想与智慧。这样玩下去，输的肯定是你。坐地铁到港口比自己开车还快。杭威在地铁里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收货人，告诉对方自己已经让人把装有武器的集装箱放回去。因为事关重大，他现在亲自过去当面验货。1个小时后，他出现在港口附近的一家仓库里，在那些集装箱中寻找那只空着的集装箱。这些集装箱都有编号，他根据编号找到目标，在打开集装箱的瞬间动了动手指，就把空间里的武器放了进去，而后才告诉买家东西在这里，不过我需要一杆狙击枪，便事先取了出来，你报个价，我给你双倍的价格。不用了。神秘的买家摆了摆手，没想到杭女士这么厉害，连这种东西都能顺利的运进来。那把狙击枪就送你，当做交个朋友的报酬。杭威心里清楚，对方有渠道有能力买下这么先进的杀伤性武器，来历绝对不简单，结交对方定然不会有坏处，所以他也笑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两人互相留了非常隐秘的联系方式后，杭威迅速离开，继续坐地铁回去。因为他心虚心慌，心里害怕，一路上都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被盛爱惩罚，所以直到踏进九世山庄的大门，他才想起他忘了通知天星他即将到家的事情，赶紧拿出手机拨打盛天星的电话。盛天星哭，妈，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我真的要被你坑死了。杭威安慰他，别怕，小爱虽然会惩罚我们，
但他不会真的伤害咱们。盛天星哭得更厉害了。是啊，他确实不会伤害我们，他只是让我们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了，活着受罪而已。杭威沉默。是啊，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了，他们拼尽全力往上爬，可不是为了过这种生活。妈，要不然你先不要进门。盛天星道，等我回家先进门，你再进门好不好？这样他就不是最后一个进门的人，也就不是被惩罚的最重的一个。杭威暗暗在心里叹息，这个女儿还真是自私。来不及了，他只能苦笑着道，妈妈已经进门了，小爱已经看到了妈妈，你好自为之。他收起手机走进客厅，盛爱站在吊灯下面看着眼前的几个人，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可是二哥不见了，三哥不见了，星星出去了，妈妈刚回来，这样不行哦，所有的人都必须在一起。我现在就出去找星星，找到后再好好教育他。话音刚落，又见一个人从外面进来，大家好，我回来了，我肚子好，晚饭是不是可以提前吃？众人一看，晕，伟人盛爱，他都被盛爱抛到九霄云外了，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但他回来了也好，又可以拖住盛爱一段时间了。盛家贵看到这里，当机立断，我出去找天星。说完他就往外面走，他想看看盛爱又要对付伟人盛爱，又要去找盛天星，又要拦住他，怎么忙得过来？一家人必须整整齐齐，不可以单独行动。伟人盛爱摇头，啧，你这样强迫别人一起行动，很招人讨厌的哦。四哥，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我帮你拦住这个假盛爱。盛爱直勾勾地盯着他，我不是假盛爱，我是真盛爱，你才是假人，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伟人盛爱挑衅，有我缠着你，你别想再控制爸爸妈妈和哥哥妹妹们。盛爱的声音响彻整个屋子，震得所有人的耳朵嗡嗡作响。全家人必须整整齐齐，没有人可以阻挡。话音刚落，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一道模糊的人影已经鬼魅般出现在伟人盛爱的面前，伸手掐住伟人盛爱的脖子。这是怎么回事啊？众人暗惊，盛爱明明一动未动，为什么伟人盛爱的面前会出现一个盛爱？不等众人反应过来，玄关又传来盛爱的声音，四哥，你不能出门，必须跟全家人待在一起。众人又惊，看过去，又见一个盛爱挡在盛家贵面前。怎么回事啊？我出去找星星，回来再惩罚不爱护家人的人。吊灯下的盛爱说完之后，就朝门口飘去。众人这才注意到，这个盛爱的身影有些透明。不止盛爱，其他两个盛爱也是如此，身影变得有些透明，半虚半实一般，就像一个盛爱分成了三个，每个只有原先的13，所以每一个都变轻、变薄、变透明。这是分身？杭威等原装盛爱出去后，脸色发白，他连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到，应该是吧？盛家荣自嘲，导弹和高压电都杀不死，能分身又算得了什么？盛家贵已经被第三个盛爱给逼了回来，声音冰冷如寒冬，估计分裂成3个还不是他的上限，说不定他能分裂成7个，每个分身盯着一个盛家人，这样所有的盛家人都跑不了。哈哈哈哈！说着说着，他竟哈哈大笑起来，大概是他今天受到了刺激，分化出新的能力。这样下去，盛家真的要完了。两个盛爱就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个在不停地拧断伟人盛爱的脖子和四肢，一个就站在玄关当守门人。而原装盛爱的声音又从门外转进来，不许跟伟人盛爱说话，不许跟伟人盛爱待在一起，不许跟伟人盛爱有任何接触。听到这里，盛家人都纷纷后退，远离伟人盛爱。伟人盛爱尖叫，该死的盛爱，你杀不死我的，有我无你，有你无我，我会一起缠着你，直到你认输求饶。但很快他就说不出来了，因为他的头又被扭断了。盛家人看着他不断被盛爱杀了，又活了又杀，心里升起绝望。伟人盛爱连13的盛爱都斗不过，真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难道他们真的要一直被盛爱控制和束缚吗？明天我们就出国。杭威闭了闭眼，丑国是光照会的大本营，他们一定有办法对付盛爱，连他们也对付不了的话，他们就跟我们一起灭亡吧。盛天星被盛爱给抓回来了，他没有受到惩罚，杭威也没有受到惩罚，只不过他们的身边都多了一个分裂版的盛爱，或者说是盛爱小号。盛爱小号不说话不吃饭，只会像个幽灵一样跟在他们的身边，不论吃饭洗澡上厕所，寸步不离，监督他们是否违规。盛天星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杭威也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事实上，不仅他们的身边跟着盛爱小号，盛家荣和盛家贵的身边也跟着盛爱小号。原因是，大哥，
我出门的时候看到你跟伟人深爱说话了，我要派我自己监督你，不让你再犯。四哥，你也跟妈妈一起偷偷出门了，这样很不好。我要派我自己监督你，不让你再犯。盛家荣和盛家贵当然也很难受，难受的要命，但他们的忍耐力要比杭威和盛天星要强得多。没有吵闹，没有抱怨，只有佯装冷静的沉默。诡异的还包括这些城爱的小号，除了盛家人，其他人都看不到，否则盛家的佣人若是看到，还不得被吓死。唯一没有被荼毒的只有盛世。盛世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书房里，通过手机和视频处理公务，偶尔他也会带着全家人外出，参加一些非出面不可的重要活动，然后在人前扮演好丈夫好父亲。因为他一直遵守盛爱的规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尚未受到任何惩罚。盛家人看到现在，只能说他能成为这么多人的老子和一家之主，却有过人之处。沉默的晚餐吃完了，漫长的晚上过去了，痛苦的晨走结束了，无味的早餐开始了。吃的差不多以后，盛世开口了，父亲下午2点要进行一场重要的演讲，你们早点午休，将近1点时跟我出发去会场。杭威也道，我们要坐傍晚6点的飞机前往丑国，当然全家一起去。丑国那边什么都有，你们带好身份证、护照和手机就行。如果想带行李过去的，赶紧收拾，下午出门时一起带走，中途就不回家了。众人看向盛爱，他不点头，谁都别想走。盛爱黑洞洞的眼睛盯着杭威片刻后，冒出一句，我知道2哥和3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全家人整整齐齐的，很好。只能说他现在还没有发现手镯空间的秘密，万幸。早餐结束，众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收拾。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无非就是洗个澡，换身方便行动的衣服，外加带上一些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毕竟这一去，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一路都很顺利。他们抵达丑国后，就把盛爱丢给光照会，就此解脱。也许一路不太平，盛爱暴走或发生意外，所以不可或缺的东西一定要带上。其他人在收拾的时候，盛家荣则在小会客室里跟天机道长会谈。天机道长原本是不想来的，但盛家荣直接给天机道长的道观捐了1000万，于是天机道长火速赶来了。盛家荣给天机道长泡了一杯很昂贵的龙井茶，表达了自己想知道九爷命格的意思。天机道长的脸色瞬间变了，连连摆手，九爷是大富大贵之人，我们这样的凡人比不了，所以你就别再问了。他还没有说完，盛家荣就痛苦的啊了一声，猛然捂住耳朵，闭上眼睛，深深的埋下头来。天机道长大惊，小盛总，你这是怎么了？盛家荣没有回答，只是脸色愈发惨白，额头冷汗不断。天机道长又叫了好几声，盛家荣依然没有回应。天机道长当机立断，拿出一张符纸，低声念了几句咒语后贴在盛家荣身上，盛家荣的痛苦之色才慢慢减轻。又过了4-5分钟后，盛家荣勉强恢复正常，朝天机道长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谢道长相助，我刚才只是旧疾复发，没有大碍。您知道的，我们家这段时间的运气不太好，我想请您给我们一家转运，现在就施法，报酬2000万，您看方便吗？天知道他刚才经历了什么，他只不过是听到天机道长在心里说那样的金光耀目不知是多少是修来的，后面的还没有听到呢，耳朵就传来刺骨的疼痛，如同千万根银针刺入他的耳中，令他痛不欲生，耳朵也在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到。直至贴了天机道长的符咒，他才慢慢缓过气来。天机道长听到盛家荣的请求和开出的条件，并没有心动，还陷入为难之中。小盛总啊，不是我不帮你，而是你们家的人原本个个就是大富大贵，要逆转富贵之人的运气，要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如果只是扭转1-2个的运气倒还罢了，扭转所有人的太难了，我怕我顶不住啊。盛家荣心里也明白，到了天机道长这样的境界，想用钱让他耗费太大的心神不太现实，所以他抛出杀手锏，只要道长帮盛家这个忙，我可以帮道长物色优秀的女性为妻，通过试管婴儿的技术帮您生下健康的儿子。面对道长惊讶的目光，盛家荣截断对方要说的话，道长，您是世外高人，拥有世人望尘莫及的道行，上策前尘后世，中策生死轮回，下策吉凶祸福，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出一个的神人，可您却没有子嗣可以继承你的衣钵，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也知道像您这样的世外高人没有7情6欲，不愿像凡人一样娶妻生子，但我们公司拥有先进而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可以让您既能生下健康的儿子，又可以不用犯戒。猜猜他在跟天机道长交谈的这点时间里都听到了什么？天机道长现在最想要的东西居然不是钱，不是名，甚至不是增进道行，而是一个儿子，一个可以传宗接代，
继承他衣钵的儿子，但他已经年过120，虽然看着只有60-70岁的样子，还能到处游走，实则已经没有精力和体力去完成耕耘播种的重活。所以他对没有儿子这件事感到很遗憾，且还不能说出来，免得笑掉世人的大牙。盛家荣对此只能说，男人就是男人，哪怕已经年过100岁，甚至得到飞升，却还惦记着自家有皇位要继承这点事。天机道长已经心动了，心动的不得了，却还是故作犹豫。这个我乃学道中人，结婚生子这个事。盛家荣点开一份文件，我现在就打印合同，保证让您相亲成功，保证1年之内让您成功拥有试管婴儿，并让您的儿子在盛世集团名下的私人医院里养到断奶为止。天机道长终于不再矫情，既然小盛总这么有诚意，那我拼上10年的修为，也要帮盛家人转运。天机道长并没有夸张，他独自在盛天星的占星小屋里待了1个小时后，整个人就像老了10几岁，不仅异常疲惫，走路蹒跚，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都变多了。盛家荣听到了天机道长的心声，知道天机道长确实为这次的转运之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赶紧扶住道长，道长，我们全家今天晚上要去丑国忙几天，家里空着，您暂且在盛家小住几天吧，我会让管家和佣人好好照顾您。天机道长真的很累了，也没有推拒，你们放心去吧，我能保证至少这一次你们不会有血光之灾。盛家荣难道没有这次失术，程家人会有血光之灾？不管怎么样，他们这次前往丑国几乎算是跟盛爱的决战了，决战之前请道长帮这个忙是必要的。此时已是正午，盛家人都收拾得差不多了，准备出发。除了盛氏，所有人都拎着一个皮箱，皮箱的大小能够装得下一个人。盛家原本有20多名佣人，自从盛爱回来后，盛家人为了防止盛爱不对劲的秘密曝光，不断解雇佣人。除了刘管家，盛家现在只有1名门房兼保安、2名厨师、2名负责打扫和收拾的杂工，以及1名园丁，连司机都没有。这些留下来的佣人年纪都比较大，老是怕事，没事都窝在宿舍或门房里，绝不到处乱走，也不乱嚼舌根，倒没有给盛家带来麻烦。此次出门，盛家人也是自己开车，只是出门之前，盛家荣叫来刘管家，暗中跟他说了几句。刘管家面容闪过一抹诧异，却也没有多问。我明白了。盛家人出门了，带着盛爱和他的4个小号。第5个盛爱小号则留下来，继续跟伟人盛爱玩你杀我，我复活你再杀我，我再复活的游戏。只不过这个小号跟伟人盛爱杀的难分难解，有点平分秋色的意思，并没能彻底占据优势。盛世按时抵达会场，开始了激情澎湃的演讲。这次演讲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掌声如雷。演讲完毕，盛世又向在场的底层民众派发红包，人人有份。而后他才坐进车里，前往机场。到了机场后，盛家人取票也很顺利。就在他们准备去办理登机手续时，一直在4周来回溜达的盛家荣意识到了什么，迅速给其他人群发微信，内容只有1个字 A。 众人一看，脸色都微微的变了。 A 计划，也就是遇到警察来找麻烦，他们该怎么应付。盛家荣肯定是听到了警察的心声，向他们发出警示。他们互视一眼，不动声色地朝母婴室的方向走去。盛家荣则故作悠然地给刘管家打电话。盛爱小号依然跟着他，但只要他不违反盛爱的规则，盛爱小号就不会管他。此外，盛爱小号似乎只是傀儡，听不懂活人的语言。这不，他给刘管家打电话，说了一句放假货，枪杀正版。盛爱小号没有任何反应。此时的刘管家正带着伟人盛爱躲在候机大厅的角落里，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那是因为盛家荣出门前叮嘱他，让他提前带伟人盛爱去机场的候机大厅躲好，随时待命。盛家荣还告诉他，盛家父的卧室里藏有一把手枪，记得把手枪带出去，交给伟人盛爱。至于2人怎么把手枪带进候机大厅，自己想办法。伟人盛爱又是怎么摆脱盛爱小号的？很简单，依照盛爱的规则，只要他远离盛家和盛家人，便等同于消失，盛爱小号便不再跟着他。此时，刘管家收到盛家荣的电话后，立刻对伟人盛爱念出那句指令，而后下令现在去杀了盛爱。盛爱规则之一，全家不可以跟伟人盛爱有任何接触，包括说话。但是刘管家并不算成家人，所以他可以跟伟人盛爱说话接触。伟人盛爱得到刘管家的指示后，毫不犹豫地从角落里冒出来，双手放在口袋里，快步朝盛爱走去。这时的盛家荣已经跟全家会合，即将走进母婴室。4周突然围过来几个人，其中1名便衣亮出证件，我们是海城警局的警员，盛世航、威盛家、荣盛家、贵盛天星5人涉嫌多宗案子，需要跟我们回警局调查。这是逮捕证。除了盛天星脸色发白，
其余盛家人都很冷静。盛家贵道：“我是律师，请问我们一家5口犯了什么罪？”便衣道：“你们到警局就知道了。”说罢，他们拿出手铐，还请各位不要拒捕，否则罪加一等。盛家人面面相觑，不动声色地贴近杭威。就在便衣警员即将第一个铐住杭威时，伟人盛爱已经冲到盛家人面前，抽出腰间的手枪，对准盛爱，扣动扳机。砰的一声，他的动作太快了，速度、力量和反应等远超普通人，就连便衣警员们都没能反应过来。等他们在2秒钟以后反应过来时，子弹已经射穿后室的玻璃，掉落在母婴室的地面上。盛爱则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伟人盛爱的身边，一把捏住伟人盛爱的脖子，将他按在墙壁上。警察叔叔，我抓到犯人了。众便衣警员，刚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有看清楚？但这姑娘真是厉害，不仅避过了突如其来的枪击，还一招制敌。他们自愧不如。就在他们优先抓捕伟人盛爱的时候，来来往往的旅客们终于反应过来，发出惊恐的尖叫声，疯狂跑开。刚才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可是枪击啊！在天朝上国，枪击事件不仅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还非常少见，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的那种，超级吓人的。便衣警员也有人反应过来，大叫：“小心，不要让嫌犯跑了！”但是晚了，不能说是晚了，只能说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刚才还聚在一起的盛家人不见了，只剩下跪坐在地上，双手抱头，身体瑟瑟发抖的杭威。便衣警员们惊得非同小可，就算刚才发生了枪击案，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开，但从枪手出现到被盛爱制住，不过3-4秒，这么短的时间，盛世等4人怎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4人逃离了现场，但候机大厅也就这么大，他们一眼看过去，肯定能看得到。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刑警队长很沉着，他没有封锁机场，只是通知守在各个出口的警员，务必留意盛世等人是否从出口离开。而后打电话问负责盯着监控的警员看到了什么。杭威没有反抗，乖乖的让警员铐住自己的双手。但伟人盛爱就没有那么听话了，在警员铐住他的双手，且盛爱退到一边之后，他突然一脚将警员踢倒，而后从警员的腰间抽出一把手枪，朝自己的脸开了一枪。他的动作之快，连监控都拍不清楚。10几分钟后，混乱结束，杭威被警方带走，盛爱开车跟在警车后面，伟人盛爱则满脸是血，毫无生机地躺在担架上，被医护人员抬出候机大厅，再抬上救护车。就在这时，没有人想过的事情又发生了。已经被当场确认死亡的伟人盛爱掀开盖住全身的白色被单，跳起来一拳打晕身边的医护，而后跳下救护车，飞快地冲进停车场。说他跑得飞快，是真的像飞一样快。那些医护人员和警员还没有反应过来，伟人盛爱已经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警员一边颤抖着手给上头打电话，一边问医护人员：“他真的死了吗？是不是你们看错了？”医护人员也是一脸的懵逼加恐惧，绝对死了。他的脸都烂成那个样子了，怎么可能还活着？我们不仅是用眼睛和经验判断的，也用仪器判断过了，他真的死了。我也觉得他不可能还活着。警员喃喃，可是他跑得比豹子还快，眼睛都跟不上。警员们又开始寻找伟人盛爱。监控显示，伟人盛爱冲进了机场附近的郊野之中，再也没有出现。而那么大一片郊野，不可能安装监控。另一边，杭威到了警局之后，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丈夫和几个孩子是怎么不见的。她脸色苍白，眼里都是泪水，看起来又惶恐又不安。被你们包围的时候，我已经吓呆了，根本没有功夫去看别人。紧接着有人朝小爱开枪，这么近的距离，砰的一声，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吓得腿都软了，摔倒在地上。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只觉得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根本没有留意身边的人怎么样了。等你们铐住我的时候，我的丈夫和孩子已经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不见了，我猜他们可能已经逃走了。警员们当然不相信他的供述，却不得不承认他的演技很好。盛爱则表示，我看到他们原地消失，无影无踪，我能感受得到他们的气息，我相信他们就在我和妈妈的身边，但我看不到他们，也抓不到他们。警员面面相觑，这位大热天也穿得严严实实戴着口罩的圣武小姐，不会是脑子有问题吧？然而监控证明，程武小姐说的没错。在程武小姐掐住枪手的脖子，将对方按在墙壁上的时候，挨着杭威的盛世、盛家、荣盛家、贵盛天星4人突然原地消失，连个影儿都没有留下。这种诡异的场面跟不久前盛景盛家父在警局门口凭空消失如出一辙。警员们一时间都看得毛骨悚然，他们莫不是见鬼了吧？就在整个警局议论纷纷的时候，局长出面了，
上级有令。盛世等4人预想过他们有可能会在机场被逮捕，事先做了准备。他们的消失与潜逃是一场阴谋，与怪力乱神之事无关。上头已经派人去追踪他们4人，你们不用再管这4名嫌犯的事情，专心调查杭威一家5口的犯罪事实就好。众警员听到这里，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他们就说呢，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只不过不知该说杭威的能量太大了，还是说他的运气太好。这天晚上被扣押在拘留所的杭威突然发病，上吐下泻，肌肉抽搐，腹痛不止，鼻子还有鲜血流出。经检查，他患有子宫肌瘤、胃病、皮肤过敏、神经衰弱等症状，这些病加起来有点严重。他的律师表示，杭女士已经年近60，身体虚弱，伴有多种病症。医生认为拘留所的环境不适合她治病，我申请保外就医，让杭女士暂时住在指定的医院中。从警方的角度来说，他们并不希望杭威保外就医，但杭威的知名度太高，有钱有势有人脉，还有厉害的律师团为他效力，不好对付。加上杭威的罪名涉及操纵股市洗钱、收受贿赂走私等多宗大案要案，牵涉到很多人，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这么大的案子不是短时间内能查得清楚的，警方需要成立专案组调查上数月甚至1-2年时间。在这期间，如果杭威因为身体原因病倒病重甚至死亡等，会让警方陷入被动。此外，杭威被捕以及一家7口都涉嫌犯罪，其中6人潜逃的消息已经传出去，全网轰动，整个社会都高度关注。在这节骨眼上，杭威不能出事，所以相关机构批准了杭威的保外就医。杭威被送进指定的医院，由专门人员看管。杭威踏出警局的那一刻，暗暗拍了拍胸口，幸好他们提前做了准备，又或许是天机道长的转运术起了作用，否则他们一家5口都要进局子，到时就被动了。总之，盛家暂时缓过了一口气。然而让杭威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他在拘留所的时候，盛爱一直在拘留所外面晃悠，他刚出来，盛爱又跟着他不放，甚至跟他进入指定医院，还对他说，妈妈，不管你是坐牢还是住院，我都会陪着你，不离不弃。杭威哭了，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是感动哭的。依照规定，盛爱是不能跟犯罪嫌疑人接触的，但警局和法院都收到了来自上头的电话。上头表示，盛爱跟在犯罪嫌犯人的身边，不仅不会影响警方办案，还有助于警方办案。你们不必对盛爱有任何约束，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若是因为他的原因对办案造成不利，责任由上头承担。众警员都惊讶，这个盛爱上月刚从丑国回来，人际关系简单得很，上头怎么会处处庇护他，或者说给他开绿灯？难不成他是警方的卧底？似乎只有这种可能了。不说别的，单说他面对面躲过枪手射击以及制住枪手的那身功夫，他们都望尘莫及。想到这里，警员们看着盛爱的眼神都多了几分敬佩，也不再管盛爱的事情。只有杭威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如雷轰顶，他都被抓了，还被软禁在医院里，可怜成这样了，盛爱还不放过他。盛爱盯着他不放，他要怎么把空间里的那堆人放出来？那么多人挤在只有17、18平米的空间里，那得有多痛苦？只是想想他都心疼的不行。天黑了，杭威散步回来后拿出纸和笔，在上面写了什么。写完后，他随手将纸揉成几团，放进垃圾筐里。垃圾筐的边缘挡住了监控探头，所以负责监控的警员没有看到其中一个纸团不见了。这个纸团去了哪里？进了杭威的手镯空间。不大的手镯空间里，盛家父已经有点精神不正常了，就穿着一条裤衩到处乱窜，还经常跑进浓雾里又绕回来，嘴里嘟嚷着什么。盛景看起来似乎还是正常的，就是经常坐在镜子前化妆，化着不同的妆，画好后要么就摆 pose 让别人帮他拍照，就像他正在拍杂志大片，要么就进行各种表演，表演他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就像他正在拍戏。盛家人都不想搭理他了。盛天星则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停地揪头发尖叫，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这是人待的地方吗？6个大活人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转个身都难。洗澡上厕所更不现实，气味还这么臭。我受不了了，我要洗澡，我要上厕所。他没好意思说出来的是，他大姨妈来了，他要怎么换姨妈巾？难道让他当着这么多男人的面解决生理问题吗？好想死，真的好想死。只有刚进来不久的盛氏、盛家、荣盛家贵3大巨头还很冷静，他们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该上厕所的上厕所，完全没有抱怨和发疯。就在一片鬼哭狼嚎和混乱中，正在观察四周的盛氏突然开口了，所有人都给我安静，你们的妈妈传递消息进来了。众人顿时安静下来，齐刷刷地看向他。
盛世从地上捡起一团有点醒目的纸条，缓缓展开。外面的时间已经过了2天，你们的妈妈保外就医，目前在某某医院，有警员全天看守。盛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我们被公开通缉。他说律师团队正在奔走，但我们脱罪的可能性很小。他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盛家贵扯过他手中的纸张，细细看完之后传给盛家荣。有警员监视，有盛爱盯着，我们还是死了逃走的心吧。盛家贵很冷，很平静。我们这么多人，不可能长时间躲在空间里，我们必须要出去。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建议所有人返回盛家别墅，在空间和别墅里来回切换，这样还能透口气，不至于憋死在空间里。我也想回别墅。盛天星抽抽噎噎，可我们就算回到了别墅，也有盛爱盯着，盛爱还会报警。要不我还是自首算了。虽然我还不清楚我犯了什么事，但总不可能枪毙或无期。别天真了。盛家荣冷冷道，不坐牢，我们还有获得自由的希望。一旦坐牢，就真的再也没有自由了。特别是你，娇生惯养的，坐牢几年能老10几岁？你受不了的。盛天星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吵得众人受不了。别哭了。盛家荣递纸巾给盛天星，我们不是还有伟人盛爱和光照会吗？我们可以利用伟人盛爱给我们创造机会，然后打电话向光照会求助。怎么求助？盛天星还是哭，他们能对付得了盛爱？就他们派来的那个伟人盛爱，在盛爱面前有个屁用啊？怎么不能？盛家荣扫视众人，别忘了我们的能力是怎么来的。众人心里都是一动。隐隐想到了什么。盛家荣道，光照会既然能让我们获得这样的超能力，也能给其他人超能力。盛爱和伟人盛爱可以升级，我们的超能力为什么不能升级？我就不信了，光照会那么强大的老牌组织，会没有其他的超能力者？几人的眼睛都闪过亮光，就像久困于黑暗中的人看到了曙光。盛家贵却是冷笑，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他看向盛世，爸爸怎么想？盛世摇头，一脸慎重，我从未听说过光照会的成员拥有过类似的超能力。我也试过旁敲侧击，暗中打听，光照会的老会员和高层似乎对超能力的事情一无所知。盛家荣拧眉，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获得超能力的事情是个意外？有可能。盛世平静地道，我不确定，如果光照会知道我们获得这么多的超能力，会是什么反应？他们会把我们抓起来进行研究，还是更加重视我们和重用我们？又或者是出卖我们，利用我们？一切都是未知，所以我才尽量避免找光照会求助。众人都沉默了。是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他们清楚得很。但是盛世话锋突然一转，事到如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向光照会和盘托出我们的秘密，请光照会务必彻底抹杀盛爱，并救我们离开天朝上国。众人听得心头俱是一凛。盛世说到这份上了，他们真的没有退路了。现在我们就商量一下，怎么让你们的妈妈离开医院，回到家中。深夜11点，杭威走进卫生间，意念一动，他收进空间的那个纸团出现在他的手中，上面写了盛世等人的意见。杭威看得惊愕不已，但他没有再回复，只是沉默地将这个纸团冲进马桶。次日傍晚，杭威对看守他的警员道，前议员曾经告诉过我，他将一个秘密账本交给了我丈夫，账本上记录了我丈夫帮他收受的各种贿赂，非常重要。你们带我回家，我也许能找出来交给你们，就当立功了。警员表示，你可以将账本藏在哪里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去找。不行。杭威摇头，我家很大，可以隐藏账本的地方太多了，我不确定我丈夫把账本藏在哪里。我也不喜欢你们在我家里到处乱找乱翻，我一定要自己找，亲手把证据交给你们，免得你们不承认我的立功。警员想说我们已经搜查过盛家了，但他还是憋着没说，直接去请示上级。半个小时后，上级回复带他回盛家，盯紧他。就这样，杭威戴着手铐，坐着警车回到了盛家，同行的还有10几名警员，他们守住了盛家别墅的前门和后门，同时有5、6名警员跟在杭威身边。杭威想逃走或者在警员的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几乎不可能。刘管家出来迎接，夫人，您回来了。杭威伸出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的右手，看起来想握手。老刘，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他今天穿的是 T 恤， T 恤是短袖，白白净净的右手除了一只翡翠手镯和2枚钻戒，什么都没有。刘管家对杭威的举动感到有些疑惑，却没有说什么，只是正常的跟他握手。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2手交握的瞬间，刘管家感到自己的手心多了一个小小的东西，类似是纸条。杭威松手，我回来找个东西，你去准备一些吃的。我好久没吃家里做的东西了，
馋得慌。好的。刘管家不动声色地收回右手，将那枚小小的纸团隐藏在半握的手心。我现在就去准备，各位警官有什么需要的，请随时吩咐我。他走了。走进卫生间后，他打开那个小小的纸团，看完上面的文字后，平静地将纸团丢进马桶里冲走。而后他抬头冲上面的吊顶道：小爱，出来吧。吊顶上的隔板被移开，伟人盛爱露出脑袋：找我什么事？刘管家念出指令，告诉他今天晚上我们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伟人盛爱听完之后笑嘻嘻：这么刺激啊，我会办好的。盛家曾经安装有很多监控，但自从盛爱归来之后，盛家不想盛爱的异常和秘密被人察觉，已经将所有的监控都撤得差不多了。除了围墙和前后门，盛家内部已经没有任何监控，所以警方盯着的也只有进出盛家的人与物。至于盛家内部发生了什么，警方若无人在场也是不知道的。杭威在警员的监督下仔细检查了自己与盛氏的卧室，接着检查书房和卫生间等，途中还吃了宵夜，一忙就忙到午夜。而后他指着后院里那棵高大的玉兰树：看到上面那间鸟屋了吗？从我们的卧室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间鸟屋。盛氏经常看着这棵玉兰树，我怀疑他其实看的是那间鸟屋。鸟屋里可能隐藏有他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卖绝狱官的证据。警员总不可能让他一个年近60的老人家爬树吧？所以有警员去拿了梯子过来，两个人在下面扶着，一个人爬上树。杭威打了个呵欠：我困了，去屋里泡杯茶可以吧？这个要求不过分。两名警员陪着杭威进屋。杭威走进餐厅，站在窗台前给自己泡茶。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只觉得眼前一黑，整栋别墅突然陷入黑暗之中，就连前院和后院的路灯都灭了。小心！一名警员反应很快地按下手机，就着微弱的手机屏幕光，他看到杭威从窗台爬出去，身影消失在黑暗之中。杭威想逃，快追！前院传来车子的发动声，警员追到前院，就看到一辆越野车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大门，大门似乎没有锁紧，车子冲破大门，风驰电掣般冲出去，就着外面路灯透进来的光芒。警员看到驾驶位上的人虽然戴着口罩，但明显是个女人。警员立刻开车去追。此时已经过了午夜，九市山庄一带又偏向清静，路上的车子和行人并不多，越野车开得很快。警方花了1个多小时才将越野车拦住，而拦住越野车的结果却是越野车冲向路边的加油站，加油站爆炸，加油站被炸没了，越野车也被炸没了。好消息是加油站人少且工作人员跑得及时，没有被炸死或炸伤。坏消息是这么严重的爆炸足以将开车的人炸得尸骨无存。警方没有找到杭威的尸体，哪怕是一丁点碎片。警方高层震怒，他就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人就这样没了。负责看守杭威的警员们都很沮丧，说不出话来。不管怎么看，开车冲出盛家大门的人都是杭威。虽然监控拍不到他的正面，但整个盛家除了他之外不可能有别的人开车。然而盛爱却坚持妈妈没有死。妈妈从餐厅的窗台跳出去之后就消失了，她还在家里，就在窗台外面，跟爸爸、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妹妹一起留在盛家。他反反复复说这一句，在餐厅的窗台外面来回转悠，哪里都不肯去。警员们都觉得他的脑子有问题，甚至有警员想送他去做精神鉴定，但警方高层又接到了上级的电话，而后传达给那些警员，盛爱没有问题，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谁都不要打扰他。上头已经安排人手去调查杭威死亡一案以及盛家其他人的失踪案，你们只需要继续调查盛氏一家的罪行，寻找到足够的证据即可。警员们越看越不明白了，盛家人失踪或死亡的案子怎么越来越扑朔迷离？但不管怎么样，警方依然在监视盛家，同时在盛家内部安装了大量的监控。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没有发现盛家人的踪迹，只看到盛爱不吃不喝也不出门，只是在盛家来来回回的走动，就像在寻找什么人。如果有人靠近，还能听到他在哭泣。爸爸妈妈、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你们在哪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为什么我看不到你们？你们明明就在这里，为什么不跟我见面？你们不爱小爱了吗？你们说过你们最爱小爱了，深爱的爱代表着你们对小爱的爱。你们说过你们会永远爱小爱，会永远跟小爱在一起。你们说过凡是小爱想要的，你们都会给小爱。小爱想要的只是跟全家永远在一起。哭着哭着，他的身体缓缓散发出灰色的雾气和寒气。起初这些雾气和寒气随着清晨的雾气一起散开，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随着时间过去，清晨的雾气已经消失，他身上的雾气和寒气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变得越来越浓重，逐渐向整个盛家别墅蔓延。而他的身体也在慢慢变得模糊，直至化为雾气。爸爸妈妈、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醒醒！我知道你们就在这里。盛爱的声音响彻整个别墅，凡是待在别墅里的人，刘管家仅剩的6名佣人，以及暂时住在盛家的天机道长及盛天星的师兄，还有正好进来巡逻的警员，都听到了盛爱的声音。盛爱的声音仿佛来自天际，不见其人，只闻其声。其声不高不响，如同遥远而悠长的钟声，传进所有人的耳里，在他们的心头回荡。他们惊骇地停下脚步，仰头寻找声音的来源。盛爱在哪里？为什么他的声音会传遍整个别墅？盛家别墅的面积多达2000多平，哪怕拿个大喇叭喊，声音也不可能传遍整栋别墅。他们试图寻找盛爱，然而哪里都没有盛爱的影子，只有逐渐蔓延到整个别墅的灰雾与寒气，以及伴随着雾气蔓延开来的声音。爸爸妈妈、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醒醒！既然你们躲起来不跟我见面，那我就把你们永远关在家里，你们哪里都不准去，只能待在家里，永远跟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这是盛爱最后的声音。当这个声音结束的时候，灰雾彻底笼罩了整个盛家别墅。诡异的是，这片灰雾只笼罩盛家别墅，没有外泄出哪怕一丝一毫。而在灰雾外面的人听不到里面的声音，只能勉强看到门和墙之内4、5米的范围。卧槽，7月的白天哪来这么大的雾气？太阳热得能烫死人，这里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么大一片雾气？这雾气也太奇怪了，只出现在盛家别墅的范围内，外面却没有半点雾气。这雾气还是灰的，不会是遭受什么污染吧？如果是遭受污染，那污染也应该弥漫出来才对。有警员进入盛家别墅，想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进入灰雾之后，久久没有出来。因为盛家别墅位于九狮山庄的最高处，离其他别墅也比较远，所以这场灰雾的出现并没有引发骚动。只有守在外面的警员和正好经过的人员看到，围过来议论纷纷，指指点点。随着时间慢慢过去，终于有人走出来，那是盛家的佣人。他一脸苍白，边走边张望，终于看到大铁门后，他哇的哭出声来，踉踉跄跄的推门而出，跌坐在地上，哭着道：终于出来了，我还以为我永远出不来了。众人围过去，问他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哭着道：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总之后院突然出现了雾气，然后蔓延到整个别墅，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在迷雾里到处摸索，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不，还是能听到一点和看到一点的，只是听到还不如听不到，看到还不如看不到，看到的东西都像鬼，怪吓人的。众人问：那你都听到了什么？佣人哭：我听到了吴小姐的声音。爸爸妈妈、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醒醒！你们在哪里？只见声音不见人，吓死人了。众人听着他的描述，想象那种画面，只觉得毛骨悚然。这灰雾里不会闹鬼吧？那些被困在灰雾里的人不会彻底迷失在里面，再也出不来了吧？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这灰雾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那些主动进入灰雾的警员，以及原本就被困在灰雾里的警员、盛家佣人等，都一一出来了。他们除了惊魂未定或者状态不太好之外，并没有受伤或缺胳膊少腿。说起在灰雾里的经历，他们说辞一致，灰雾里什么都看不清楚。看勉强看到3、4米的范围吧，相当于看不到，所以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找到出口。灰雾里没有风，没有虫鸣鸟叫，什么都没有。不，还是有声音的，我们能隐隐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还有盛爱寻找家人的声音。在看不到头的灰雾里听到这些声音，真的很吓人啊。有人问：我们打电话给你们，你们怎么不接？其他人白着脸道：灰雾里没有电，没有光，没有任何信号，电话打不出去，上不了网，也接不到电话。说到这个，立刻有人道：对了，我们在外面也听不到里面的动静，只有你们走到靠近门口4、5米的范围时，我们才听到你们的声音。难道这片灰雾不仅能隔离视线、隔离光线，还能隔绝声音？众人惊，纷纷后退。妈呀，这片雾气怎么像传说中的鬼域呢？鬼尼玛的域！有人给了正在用手机听诡异小说的同伴一个小耳刮子，骂道：你看小说看得走火入魔，分不清现实与小说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鬼和鬼域，咱们这样的炮灰还能见到下午的太阳？还是说，你以为你是小说里的主角，诡异降临会获得超能力？其他人也在笑。如果真的有鬼，他们还能活着出来？也是，真有鬼的话，咱们一个也跑不掉。在众人说话的时候，又有2个人爬了出来。众人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的说法跟前面的差不多。
只是多了一条。我们在雾气里来回绕圈，然后看到了主楼。这主楼居然……说话者是盛家的老佣人，脸色白得有点吓人。居然是亮着的，开着灯。在一片灰茫茫看不到头的雾气中，突然出现一栋亮着灯的屋子，很吓人的啊！一起出来的另外一名佣人也结结巴巴地道。更可怕的是，这雾气凉飕飕的，我们俩想进屋找点吃的或温暖一下，但我们俩使劲敲门，按门铃，都没有人应。那些窗子都是开着的，我们想爬窗子进去，但爬进去之后，却发现自己正在往窗子外面爬。众人想象着那种画面，只觉得毛骨悚然，寒意和惧意从脚底窜到头顶。我们透过窗口往里面看，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吓坏了，对着屋门相反的方向走，好不容易才走出来。这时也有人注意到了，刘管家怎么还没有出来？对，除了刘管家，所有人都出来了。警员们数了数，确定咱们的人都出来了，没有人被困在里面。警员们清点了一下灰雾降临之前所有待在盛家别墅里的人，目前确定只有盛爱刘管家、天机道长和师兄还在里面。所谓师兄，不仅是盛天星的师兄，也是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师兄，姓师名兄，真是奇了怪了。警员挠挠头，盛爱和刘管家对盛家是最熟悉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天机道长和师兄也在盛家住了几天，应该挺熟悉环境的，居然也没出来。道长和他的徒弟不是什么大师吗？我记得他们身上带有罗盘的，这样都出不来。物业找来2只大喇叭，冲着里面叫，里面的人听到吗？这边是大门，听到的话请往这个方向走。这边是后门，听到的话请往这个方向走。从灰雾里出来的警员摇头，没用的，在里面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想出来只能靠运气和来回摸索。唉，其他人叹气，还好盛家只有2000多平米，这片雾气再怎么诡异，只要慢慢摸索，总能找到出口。咱们现在怎么办？要调查雾气的来源，还是进去找剩下的人？先向上头报告吧。然而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盛家门口的网络信号、通讯信号很糟糕，电话拨不通，要走到100多米外的地方才能打得通。但到了100多米外的地方，警员们却又记不得自己在灰雾里遇到了什么，他们只记得自己在灰雾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出来了。灰雾里都有什么？完全不记得。警员们被这个发现给惊到了，反复做了几次试验。试验结果表明，他们离盛家越远，对那片灰雾的记忆就越模糊。若是走到300-400米之外，甚至都忘了自己曾经进过灰雾。真是见鬼了，那片灰雾真的不对劲啊！那片灰雾应该还有消除记忆的作用，就算走得不远，时间长了也会忘记有关灰雾的记忆。那片灰雾这么神奇，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出来进行研究。别想了，用不了多久，咱们就会忘记这片灰雾。换了研究人员也一样。虽然这样，警员们还是抓到那么一点空隙，向上头报告了那片灰雾的事情。当然，受到灰雾的影响，他们忘了他们在灰雾里经历过什么以及灰雾的可怕，只说盛家别墅出现了一片奇怪的灰雾，里面信号不通，视线极差，别的没有异常。上级指示继续观察，如果里面有人求救，那就想办法营救，没有异常的话，那就暂时别管，专心调查盛家一家7口的案子。此时的灰雾内部不断响起哀叫声。师傅，已经过去1天了吧？为什么咱们还是出不去？我们不会永远迷失在这片灰雾里吧？师兄用力砸着失效的跟了自己几10年的罗盘，痛苦的哀嚎。天机道长早就走累了，坐在好不容易看到的长椅上，叹气。也许我们真的出不去了。师兄原本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听到这里惊得跳起来。师傅，你别吓我啊！盛家这样的人家莫名其妙被灰雾笼罩，肯定会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官方肯定会派人来调查这片灰雾，然后把我们救出去。傻孩子！天机道长摸着已经全白的胡子，一脸悲怆。你还看不出来吗？这是圣爱对我们的惩罚。师兄，惩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天机道长，你闭上眼睛，仔细聆听，听雾气深处传来的声音。师兄摆手，我不听。不就是圣爱在找爸爸妈妈、哥哥和妹妹的声音吗？我都听得腻了，累了，也怕了。天机道长，圣爱的愿意就是跟全家人在一起，但我们却间接帮助他的家人离开他。他生气了，他愤怒了，所以灰雾降临，将我们困在这里。师兄听得脸色大变，师傅，你说的也太吓人了。天机道长，你也别太害怕，屋里还有很多吃的，够咱们吃上很多天。圣爱也不会杀人，咱们不必担心死在他手里。还有，时间长了，外面的人自然也会送吃的、用的东西进来，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咱们一直被困在这里。
直到圣爱找到他的全家为止。师兄双手抱着胸口，牙齿都打颤了。这还不够吓人？没有光明，没有日夜交替，没有鸟语花香，没有手机电视，没有其他人，咱们就像幽灵一样生活在灰雾之中，这又比死亡好到哪里去？师父知道你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天机道长苦笑，师父其实也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但是谁叫咱们得罪了五小姐呢？打不过，逃不掉，也只能忍了。师兄的脸色更难看了，如果师妹一家迟迟不出现，或者出现的不是全部，那我们岂不是会一直困在这里？不要啊！他抱头痛哭。我年纪轻轻，有钱，还有很多女朋友，我要享受人生，我不想被永远困在这里啊！就在这时，耳边隐隐传来悉悉嗦嗦的脚步声，他提心吊胆地循声望去，而后吓得后退2步，跌坐在地上，尖叫：“鬼啊！”天机道长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就见一抹悠悠的淡红色的火光出现在雾气之中，正在缓缓地朝他们飘过来。天机道长并不惊慌，只是高声叫道：“谁在那里？”“是我。”火光出现的地方传来一个有点熟悉的声音：“刘管家。”而后，随着火光又近了一些，刘管家的身影浮现在2人的视线中。吓死我了！师兄拍着胸口：“你怎么提着个灯笼啊？你这么搞，很像古装恐怖片里的经典画面，真的会吓死人的。”“抱歉，因为屋里也有雾气，我找不到电筒。”刘管家站在他们面前，提着一盏红色的灯笼，脸上都是歉意。“手机也没电了，我找不到地方充电，就找到了这盏灯笼，就先用着。”天机道长上下打量刘管家：“你是主动留在灰雾里呢，还是出不去？”刘管家沉默了几秒后：“出不去。我之前也遇到过其他佣人或警察，还跟着他们一起找出口，但不知为什么，我就这样跟他们失散了，然后再也没有遇到他们。我猜他们都出去了，只有我没有找到出口，我还以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师兄把他没说完的话说出来：“难道这么大的别墅里只有我们3个活人了？”“什么叫只有我们3个活人？”天机道长瞪他：“这里也没有其他死人好不好？”随后又问刘管家：“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五小姐的事情？”刘管家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是，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五小姐的事情。她在盛家待了10几年，看着盛爱从小长到大，为什么盛家不停地换佣人、换保安，却没有换她？当然是因为她是盛氏夫妇的心腹，她知道盛氏夫妇对盛爱做了什么，但她从来没有提醒过盛爱，也没有帮助过盛爱，她只是忠心地执行着盛氏夫妇的命令，没有二心。”天机道长没有追问刘管家做了什么对不起盛爱的事情，只是叹气：“这是报应，除非五小姐愿意放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将一直被困在这里。”刘管家总是沉静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苦笑：“道长说的对，这是我们的报应。师兄，可是他记得他没有坑过盛爱吧？为什么盛爱也要困住他？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时间一点点流逝，3个人都在沉默。终于，师兄憋不住了，搓着手臂道：“好冷，好饿，我们进屋休息吧。”刘管家转头：“我在迷雾中转了很久，已经记住路线了，你们跟我去侧屋。”师兄问：“为什么不进主楼？主楼里那么明亮，没有雾气，住在主楼会舒服很多吧？”他和师傅检查过了，除了主楼，其他屋里同样弥漫着雾气，啥都看不清楚。刘管家又沉默了10几秒，才缓缓道：“我也进不去主楼。”师兄简直要无语了：“你的意思是说，你也被主楼排斥了？”他和师傅多次尝试进入明亮温暖的主楼，但每次进去都会从同样的地方出来，主楼在拒绝他们的进入。刘管家：“是。”师兄大骂：“不让人进去的话，那主楼亮着灯没有雾气的意义是什么？”天机道长又在悠悠的叹气：“你还不明白吗？那是专门为盛家人留的灯，盛爱在等待他的家人回家，我们不是他的家人，他不让我们进门。”师兄被这几句话给干得沉默了，他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良久才道：“喵的，盛家人到底对盛爱做了什么啊？导致盛爱变成这个样子？他虽然没有见过鬼，但他毕竟是干玄学这一行的，对诡异之人、诡异之事的接受度很高，所以听到师傅和刘管家的对话，他并不怀疑事情的真伪，想的只是盛爱到底遭到了什么。”刘管家也是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不能说，但是这确实是我们的报应，怨不得别人。”师兄再次无话可说，只是憋得太久之后，他还是忍不住了：“天星他们呢？到底躲在哪里？他们知不知道灰雾降临的事情？”天机道长不知，刘管家也不知，盛天星等人也不知道外面究竟变成了什么样。此时的盛天星又在抓狂，拉着杭威的手，哭着哀求：“妈妈，求你让我出去吧，我只想好好的洗个澡，上个厕所，吃个饭，换身衣服，求你了。”
这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了。只要能实现这个愿望，我愿意坐牢，坐一辈子都行。你们放心，我只交代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拉全家下水。妈妈说他们只在空间里待了3到4天，但对她来说，仿佛已经过了几年这么漫长，而且看不到头。她受够了跟一群男人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吃喝拉撒的生活。就这么几天，她瘦了一大圈。再这样下去，她真的会死在这里。杭威怀圣爱的时候，就把圣爱当成献给光照会的珍贵祭品，而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故而他用心教导圣爱，却没有对圣爱付出过真心。也因为所生的第一个女儿注定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就特别渴望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女儿。终于他生下圣爱的，在次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圣天心。表面上他最看重圣爱，心里实则最疼爱圣天心。此时此刻，杭威摸着女儿憔悴的面容，柔声安慰：妈妈已经逃回家中。依照计划，伟人圣爱会冒充妈妈逃出圣家，然后燃车自爆，渣都不剩。警方绝对想不到这个世界会存在拥有不死之身的伟人，所以他们一定会认为妈妈已经死了，不再搜寻妈妈，也放松了对咱们家的监控。我不想知道这些。圣天心哭得稀里哗啦，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杭威道：你哥哥算了一下时间，外面估计刚刚天黑，你再等几个小时，等所有人都离开或睡着后，妈妈就放你出去。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空间里，他是空间的主人，当然能自由进出空间，只是空间那么狭窄，没有任何信号，四周又全是白色雾气，看着就瘆得慌。若是没有天大的理由，他当然不愿意进入空间。另外，他从什么地方进入空间，就从什么地方出来。而他在空间里的时候，看不到听不到外面的动静。也就是说，他待在空间里的时候，手镯若是出事，他就惨了。譬如手镯损坏到一定程度，空间会跟着崩塌，甚至消失。空间里的东西当然也会受损，甚至是毁灭。又譬如手镯被丢进水里、盒子里、马路中间等危险的地方，他离开空间时也会出现在水里、盒子里、马路中间。只是想想那种可能，他就不寒而栗。所以除非迫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进空间。这一次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才会进入空间躲藏。而他进入空间的时机是他从餐厅的窗台上跳出去的时候。空间手镯当然不可能跟他进入空间，所以空间手镯将会掉在窗台下面的草丛里。警方肯定不会去草丛里寻找他这么一个大活人，他的空间手镯只会留在原地。盛天星抽抽噎噎的：妈妈，说好了哦，等到半夜你一定要放我出去。杭威跟他拉钩：妈妈保证。盛天星这才勉强停止哭泣，闭上眼睛，戴上口罩，倒在妈妈的怀里当死人。盛家贵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只管闭目养神，在心里默数时间。换了别人，这样长时间的计算时间一定会感到枯燥难熬，但他不会。他坐牢那10年，尤其是准备越狱那段时间，经常在心里默数时间。他懂得好几种在心里默数时间的技巧，真做起来他并没有感到那么难熬。不知过了多久，他睁开眼睛对杭威道：妈，现在应该是凌晨2点，你可以出去了。空间里没有时间，但杭威进入空间时是记好了时间才进来的，而且空间里的时间流速与外面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他根据杭威进入空间时的时间开始算起，就能得出现在的大致时间。杭威深吸一口气，露出决绝的表情：我先出去，如果没有问题，我再放你们出来。他可以先放别人出去，但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空间手镯不在他手上，别人想进来时没法进来，所以他只能先出去，然后再放别人出去或进来。盛世轻拍他的手背：小心。杭威点头，发动意念，身影消失在空间中。上帝保佑！盛天星跪在地上，双手交握，虔诚的祈祷：妈妈一定要平安，要顺利，不会遇到圣爱，也不会遇到危险。他反反复复的祈祷，没有人理他。祈祷若是有用，他们还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突然间，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杭威已经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惊讶：才过去多久啊？也就2-3分钟吧，他这么快就回来了，而且看他的脸色很不好，是遇到警方还是遇到圣爱了？我遇到圣爱了。杭威跌坐在地上，捂着胸口，惊魂未定。外面都是雾，灰色的雾气，看不到头。主楼里亮着灯，但我不敢进去。我本来打算在灰雾里转转，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圣爱出现了。杭威眼睛睁得大大的，盛满了恐惧。他就那样凭空出现，由雾气凝聚成人形，站在我的面前，对我笑。太可怕了。他在发抖，不是演的。他说：妈妈，你终于回来了。你看，盛家已经被我包围，外面的人进不来，家里的人出不去，这样
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他还问我，爸爸和妹妹哥哥们在哪里？快让他们出来。他还说我们一家相亲相爱，永不分离。要不是我反应得快，恐怕都回不来了。众人听着他的描述，只觉得头皮发麻。面容消瘦，胡子拉碴，身上已有异味的盛家父抓着杭威的肩膀，摇着他问：妈，你确定你看到的一切是真实的吗？什么乱七八糟的灰雾，真不是你的幻觉吗？不是幻觉。杭威笑得苦涩，妈妈待在空间里的时间不算长，精神稳定得很。妈妈以母亲的身份向你们保证，妈妈没有出现幻觉，妈妈看到的都是真的。众人被干沉默了。根据以前的经历，盛家人只要待在盛家别墅的范围内，就会被盛爱视为跟家人在一起，没有违规，也就不会被盛爱随身盯着。但现在，外面全是灰气的雾气，还是盛爱放的，这岂不是意味着他们只要待在灰雾之中，就处于盛爱的监视范围内？这么晚，他们还能逃到哪里去？伟人盛爱呢？盛家荣问。按照计划，他诈死之后不是要偷偷的潜进盛家，只要看到盛爱纠缠我们，就去阻止盛爱吗？我没有看到伟人。杭威连盛爱两字都不想提了。也许是他被盛爱控制了，也许是他根本来不及帮我。那片灰雾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盛爱的化身，无处不在，让我无处躲藏，无处遁形。杭威的话令盛家人那堆已经凉掉的心更冷了。如果盛爱真的化为了没有尽头的灰雾，笼罩了外界，那他们还玩这个屁啊！盛天星愣了半晌后，哇的哭出声来。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我要出去。出去之后被困在家里也好，被关进监狱也好，我都认了。妈，求求你了，让我出去吧。杭威闭上眼睛，无法答应唯一的女儿，因为天星不可能抗得住警方的问话。盛天星很清楚全家在想什么，他跪下来：爸妈，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你们在私底下干的那些事，你们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对你们干的那些事只隐约知道一个大概，我就算落入警方的手里，能说的东西绝对不会超过警方已知的东西，我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的，这一点你们很清楚。盛家人都在沉默，只有盛家贵低低地骂了一句蠢货。盛家最见不得人的秘密是什么？不是盛氏贪污受贿，勾结境外势力，也不是杭威操纵股市，走私军火，更不是盛家父组织电诈，放高利贷涉赌等等，而是盛氏夫妇竟然把亲生的如此优秀和美丽的女儿献给光照会做祭品的事情。什么贪污走私、洗钱诈骗、杀人放火，当然都是重罪，为世人所不容。但在这个世界上，干这些事情的人多了去，多一个盛家不多，少一个盛家不少。然而为人父母主动将优秀的孩子送给豺狼以换取荣华富贵，那真的是违背了最基本的人伦和人性，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都忍不了。这种事情若是传出去，哪怕法律无法取证和制裁盛家人，盛家也彻底完了。而所有的盛家人都知道这个秘密，盛天星吃不了苦，心理素质又不够强，盛家人怎么可能让他落入警方的手里？盛天星没想那么多，还在求妈妈、爸爸，你们看，我生病了，我需要像样的环境和像样的照顾，不然我会死在这里的。这里就这么点大，如果我死在这里，尸体发烂发臭，你们肯定也会崩溃。别说了。一直沉稳的盛家荣拧眉，打断他的话：天无绝人之路，我不信我们这么多人会找不到出路。一直神经兮兮的盛家父兮兮：是啊，我们有钱有势，有名气有人脉，还有金手指，怎么可能会搞不定盛爱呢？可我们就是搞不定啊，能搞得定的话，怎么还会像乌龟一样躲在这里？西西，我们要一起等死了。盛家荣冷冷盯了他两眼后，家贵绑住他，堵住他的嘴。盛家贵早就受够了盛家父的神经质，当即拿起一根绳子，轻轻松松绑住苍白消瘦无力的盛家父，接着用毛巾堵住他的嘴。盛家荣这才看向盛景：小景，你去问你的系统，我不信他一个来自高维的黑科技会真的没有办法对付盛爱，我不是早问过了吗？盛景一边用手机看储存的短剧，一边苦着脸道：没有积分啊。你再问他。盛家荣道：你现在已经山穷水尽，别说东山再起了，都快坐牢了，我就不信他会眼睁睁看着任务失败。盛家贵也道：你就说你愿意为了对付盛爱付出一切代价，他一定有办法的。盛景被众人盯得没有办法了，只得硬着头皮道：我明白了，我现在就问。你们等等。他闭上眼睛，摒弃杂念，专注与好久没联系的系统对话。系统，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吧？你再不救我，我就真的完了，你的任务也完不成了。我家的人都认为你一定还有办法，只要你肯帮我们打赢盛爱，或者让盛爱消失，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系统没有动静。盛景觉得系统肯定不想搭理他这个失败的宿主，
他想睁开眼睛，但又不敢面对家里人的眼神，于是也跟着装死，打算晚一点再告诉家里人。系统也没有办法。然而，约莫过了2-3分钟后，系统的声音出现了。哎，你的处境我都明白了。我刚才去请示了我的领导，把你说的特别的惨，还强调你的表现其实很好，完全有可能成为全球巨星。无奈你的运气不好，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遇到家里出了圣爱那么一个不知是什么物质的可怕东西，这才导致你的事业功亏一篑，一败涂地。领导听了也很同情你，决定破一次例，给你一个直接获取10万积分的机会。真的？盛景眼睛一亮，快说快说，只要我们做得到，一定会不惜代价完成。系统，你每个月不是有一次机会可以花1000万元进行慈善捐款，从而获得100积分的奖励吗？领导说了，一切都要按照规定办事，但规定是可以灵活变通的。领导说这条规定可以变通，让你直接用钱买足10万积分。盛景听得心中大喜，盛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了，能用钱买积分当然最好不过。我愿意，我愿意，你就说吧，要怎么买？系统的声音很诚恳，就像怪叔叔在哄骗3岁小孩。正常说来，你1个月花1000万元，可以获得100积分，那你需要花1000个月，约合83.33年，总共付出100亿元才能获得10万积分。现在呢，我的领导同意让你预支未来1000个月的兑现次数，简单来说就是直接花100亿元购买10万积分。100亿，胃口还真是大啊！盛景暗暗吃惊。现金支付还是其他的？系统回答得很快，只要现金，别的一概不要。还有，你们要先付钱，本系统才下发积分。如果你们急的话，本系统也可以先下发积分，但要收取利息的哦。还要利息？不愧是奸商。盛景习惯性的骂了2句，又问：利息怎么算？年利率24，日利率 0.06667。盛景挣钱太容易了，所以他一向只管花钱，不管算账。听了系统的开价后，暗暗嘀咕，这样的利率算高还是算低？以系统的尿性，应该算高的，但跟老三放的高利贷相比，应该不算个事。想了想，他又问：这笔钱指的是？系统答得飞快又决绝，当然是100亿元。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因为这次交易是我领导看在你运气特别差且死的，倒霉的这么无辜的份上才破例开恩的，所以你要尽快决定，错过就没有机会了。经验和直觉告诉盛景，系统没有这么好心，但他心里也明白，系统不做亏本生意，更不做慈善，而且这确实是系统第一次破例。他若是敢跟系统讨价还价，系统说不定会加价。反正才100亿而已，盛家出得起。你等我片刻，我去跟家里商量。盛景睁开眼睛，扫视众人。系统说100亿卖10万积分给我们，才100亿，用100亿就能让盛爱消失的话，很值啊。盛家众人眼里都燃起火焰，但并没有失去理智。盛家荣是做生意的，精明得很。你问系统，10万积分是不是真的能让盛爱从地球上消失？盛景实时转达系统的答复，系统保证10万积分就能请他的领导出马，利用时空转移的能力，让盛爱从地球上消失。盛家荣，你问系统，你支付100亿现金后，系统能不能马上给你积分？盛景，系统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童叟无欺。盛家荣，签合同吗？盛景，系统说他会和我在脑海里进行签约，有备案。盛家荣，交易时间？盛景，3天。盛家荣看向父亲和母亲，3天时间能凑够100亿现金吗？盛家的家产当然不止100亿，但这些财产大多是固定资产和投资资产，前者包括土地、豪宅、豪车、古董、字画、珠宝首饰等，后者包括股票，主要是盛世集团的股份以及基金、债券等，流动资产并没有那么多。至于想马上拿出几十亿、上百亿，不现实。盛世沉默了片刻后，小景问系统能不能再多给几天时间。盛景摇头，系统说他的领导本来只打算给1天时间的，他求了好久，领导才宽限到3天，这个是没得谈了。盛世点头，3天时间我可以想办法，但需要你们帮忙。盛家荣，这是所有盛家人的难关，肯定要齐心协力共同度过的。盛世道，你们手写一份将名下所有资产交给我全权处理的文件，由我出去凑齐100亿现金。对了，小景，你问系统，家里的其他人凑够100亿现金，是否可以代表你转给系统或系统指定的账户？盛景道，系统已经拟好合同了，我现在念给你们听。合同说得很清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要盛家人凑够100亿，不管是哪一个凑够的，只要同意交给系统，系统就会自动划走这笔钱，接着给盛景下发10万积分。
合同中还注明了系统预支10万积分的利息。盛家人都觉得这个利息已经达到国家法律规定的最高利息了。这个系统应该去经商，太会算计了。系统表示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爱签不签，绝不勉强。跟永远被盛爱控制或者全家坐穿牢底相比，这100亿算得了什么？盛家人确认合同没有问题后，让盛景跟系统签了这份合同。签完之后，盛氏道：“你们现在就写财产全委托给我处理的授权书，签字按手印，我带出手镯空间。”盛天星哭着问：“爸爸，能不能带我出去？”盛氏道：“我这次出去是变卖家产，筹集100亿现金的，你出去了也帮不到我。”盛天星不服气：“可你出去的话，会被盛爱抓住或者被警方抓住的吧？为什么不让会读心的大哥出去？”盛景也道：“爸，你的罪名那么重，先不说盛爱会不会放过你，就说警方吧，他们会让你调动和变现那么多资金。”盛世沉默了几秒后：“我的金手指是好运，我这段时间屡遭挫折，我有种预感，我这次出去后一定会运气爆棚，至少在短时间内一定会逢凶化吉，警方拿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出去是最合适的。”盛天星还想说什么，但盛世抬手，事实已经证明，你们的金手指都不是盛爱的对手，我们想跟盛爱斗，只能碰运气了。所有人都沉默了。确实，走投无路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只能靠赌，靠运气了。如果运气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就真的只能等死。盛世收起众人的财产授权书：“小薇，我准备好了，放我出去吧。”杭威叹气：“我进来的地方是餐厅窗台对面的小花园，算是比较隐蔽的，你小心。”盛世点头：“我心里有数，不用担心。”杭威意念一动，就将盛世移出手镯空间。盛世只觉得眼前一花，定睛再看时，自己已经身处一片灰色雾气之中，只能勉强看到3-4米之内的范围。还真是跟杭威说的一样，他平静地蹲下来，在地上摸索了几秒后，果然摸到一只手镯。这是杭威的手镯，必须要妥善保管。他将手镯放进口袋，朝记忆中主楼的方向走去。走了没一会，他就看到了灯火通明的主楼，还真是诡异，到处是灰雾茫茫，连一丝声音和一丝风都没有，主楼却亮着灯，看着就是不祥，但他完全不在意，径直走到餐厅的窗台前，爬上去准备进入餐厅。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一个悠悠的熟悉的声音：“爸爸，你回来了，我等你们等了好久啊。”盛世身体微微一僵，缓缓转头，就见眼前的一段灰雾缓缓凝聚浓缩，形成一个模糊的鬼魅般的人影。不是盛爱还能是谁？换了一般人见到这场面估计能当场吓得心脏麻痹。盛世却很冷静：“爸爸回来了。”他微笑：“爸爸是回来自首的。”自首？盛爱保持着模糊的人形形态，偏头，那副模样真的很诡异。爸爸真的会去自首吗？当然，爸爸说话算数。盛世点头：“只是爸爸现在又臭又饿，你能不能先让爸爸进屋吃顿饱饭，然后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去自首？如果爸爸说话不算数，随便你对爸爸要杀要剐。”小爱最爱自己的家人了。盛爱用刻板的人机般的声音道：“小爱不会杀爸爸和剐爸爸。如果爸爸说话不算数，小爱会把爸爸送去警局，或者把爸爸永远关起来。”盛世微笑：“你能这么想，很好。所以爸爸可以进去吃饭和洗澡了吗？”盛爱点头：“可以。”而后他的身影化为灰雾，与四周的灰雾融为一体。盛世收起笑容，面无表情地爬进餐厅找吃的。手镯空间里虽然也有很多食物，但那些食物都是成品，哪里有现做的新鲜食材好吃？盛世小时候家贫，经常自己弄吃的，所以会做饭。他找出一包面条，又找出鸡蛋、培根、进口牛排、青菜、葱花等，给自己煎了一大块满口流汁的牛排，又给自己煮了一大碗面，吃得好不舒服。果然还在待在外面好。他摸着肚子，喃喃着上楼，洗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洗完之后，他刮了胡子，梳了大背头，换上一身笔挺的定制西装，再系上领带，别上领带针，再度恢复风度翩翩、不怒自威的市长兼议员风范。哦，他惹上这么多罪名，还被警方通缉，市长、议员等官职肯定保不住了。但是没关系，得与失、成与败都是人生常态，他并没有因此感到愤怒，他只想着怎么脱离困境，然后东山再起。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信号不通，网络不通，手机也没有显示时间。他也不在意，推门而出，往前面走。灰雾茫茫，什么都看不清楚。他迟迟找不到别墅大门。小爱，他没有盲目的在灰雾里乱转，停下来。家里没有信号，手机打不通，爸爸要出了门才能自首。这片灰雾似乎拥有意识，
在他说出这番话之后，他眼前的灰雾慢慢散开，劈出一条通道，通道直通别墅大门。他每走一步，身后的灰雾就自动聚拢，不留后路。10几分钟后，盛世走到别墅大门口，距离外面的警员只有1栏之隔。外面的警员惊讶：“盛世，你怎么在这里？”盛世举手：“我是来自首的。”这片灰雾有自动清除闯入者记忆的功能，几十米之内没有信号和网络，几十米之外，闯入者会迅速失去迷雾中的记忆。但是，闯入者可以在别墅门口书面记录迷雾中的所见所闻，从而保留迷雾中的记忆。这些留在门外的警员们就是在做记录。突然看到盛世出来，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盛世出现并自首，这肯定是好事。只是，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盛世刚踏出别墅大门，身体就变成踏进别墅大门之内，而他的身上始终灰雾缠身，这些灰雾又始终与门内的灰雾连在一起，就像他身上的灰雾是无形的绳子，将他与盛家别墅联系在一起，无法切断，无法摆脱。警员和研究人员看得毛骨悚然，到底怎么回事？真是见鬼了！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吗？你快掐你自己，看看痛不痛？盛世也是眉头拧得紧紧的。他转身再次踏出别墅大门，下一秒他又出现在大门之内，身后是大铁门，面前是无尽的灰雾。他不信邪，再次转身踏出别墅大门，反反复复试了几十次。在这期间，警员在他踏出大门的时候拉住他的双手，想把他拉出来，甚至还有2名警员一左一右地箍住他，不让他转身。但是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盛世总是在踏出大门的瞬间变成踏进大门。终于有研究人员气喘吁吁地开口了：“我怀疑这片灰雾不让盛世离开。”众人皆默，这是唯一的解释了。可是盛世是通缉犯，警方必须把他带走，所以这是咋整？盛世在经历了1个多小时的失败与分析后，心里隐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的身上带有杭威的空间手镯，空间手镯里装的全是程家人，而程爱的规则就是全家必须永远在一起。盛爱虽然找不到盛家人，却能感觉得到盛家人就在他的身边，所以盛爱可以因为违法犯罪必须接受法律制裁这条规则高于全家必须永远在一起，而允许他走出灰雾，却不允许其他盛家人离开灰雾。诡异就是诡异，果然没那么容易作弊。想带其他人出去，看来是没有可能了。盛世在心里感叹着，默默走进灰雾，走进主楼，将空间手镯放在杭威的卧室里。卧室里有很多首饰，这只空间手镯并不显得特别。盛世放下空间手镯后，就走出主楼，迷雾在他面前散开，留出一条通往大门口的小路。这次他很顺利地走出盛家，再也没有被灰雾纠缠。只不过他的身后依然跟着一只透明的小只的漂浮在空中的只有他能看见的盛爱小号，也就是说，哪怕他离开了盛家，也别想逃出盛爱的手掌心。研究人员吃惊地问盛世这一次是怎么走出盛家的。盛世表示：“我上次拿走了我儿子的手表，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灰雾不让我离开。这片灰雾太诡异了，就像有自己的意识一般。不敢想象，如果这片灰雾蔓延开来，或者怀有恶念，会对这个世界造成多大的影响。”警员们虽然也头皮发麻，却还是尽职尽责地铐住盛世的双手，而后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其他盛家人又在何处。盛世表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家里，我只记得我在机场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突然间眼前一黑，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已经出现在这片迷雾之中。我感觉自己很饿，胡子也长茬了，便找到主楼，进屋吃饭、洗澡、换衣服，这才走出大门。”他如实描述了自己在灰雾中的经历，只是隐瞒了所有与空间手镯有关的事情。警员们面面相觑，盛世说的怎么就这么不可信呢？偏偏他们找不到证据去反驳。毕竟这个案子太诡异了，这片迷雾也太诡异了。把他送去警局录口供。警员带着满肚子的疑惑送盛世去警局。盛世的自首会令盛家牵涉的多宗案子得到突破吗？完全没有，因为盛世否认了所有的罪名。他态度很好的表示，作为握有一定实权的官员兼有钱人，还是出身底层，必然会遭到政敌的攻击和陷害。我有缺点，有毛病，但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些指控都是在污蔑我，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我死都不会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情。盛世此人能从底层爬到市长议员的高位，心机之深沉，手段之狠辣，以及心理素质之强大，早在警局的意料之中。警局没有试图通过警告、吓唬、讲道理等手段去说服他，警方必须拿出足够有力的证据，才能撬开盛世的嘴。盛世，
我们已经找到了你的司机和助理，目前正在全力抓捕他们。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你指使授意你的司机和助理从事贪污受贿、构陷同僚、以权谋私等行为。一旦抓到他们，你再怎么否认也没有用。我们劝你想清楚，不要错过坦白从宽的机会。警员说完就出去了。盛世依然很平静，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已经被逮捕的大案嫌犯。警员们看得暗暗咬牙，都在心里道：上次的白议员贪污受贿事件没能将你绳之以法，这次绝对不会再让你逃脱法律的制裁。还在蹲监狱的白议员是盛世的前 boss。盛世担任白议员的司机时，暗中帮白议员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但他做得很干净，没有留下太多证据。白议员被抓后没有供出他，他也及时销毁了对自己和白议员不利的证据，故而逃过了这一劫。警局对盛世这样的人居然还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极为不甘。这次是卯足了劲想让他坐穿牢底。局长下令盯紧盛世的助理和司机，一定要将他们逮捕归案。局长放心，我们已经从山路的前方和后方将两人的车子包夹在中间，他们逃不掉的。从无人机传来的画面看，绕绕弯弯的山路上只有嫌犯所坐的车子，距离这辆车子不那么远的前方和后方都是警方的车。不管怎么看，盛世的助理和司机插翅难飞。事实也是如此，两人根本没有办法逃走。然而就在那辆车子减速上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因为这几天山中连下大雨，导致土壤疏松，车子上方的山体突发滑坡，大量的山土山石连同各种植被一起，如同一片巨大的瀑布泻下来，瞬间将那辆车子给淹没。那种场面简直能媲美坏莱坞的灾难大片，看得警员们惊呆了。等警员和官方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清理完现场，盛世的司机和助理已经死亡，他们随身携带的文件等资料也被潮湿的山土等给浸烂，无法复原。也就是说，在盛世一案中，最重要的证人和证据都没有了。警员们的脸上都是疲惫、不甘和愤怒。证人没有死于灭口，没有死于自杀，却死于罕见的天灾。这个盛世运气实在是太好了，难道这一次又让他逃过这一劫？老天不公，居然让这种人渣一次又一次的逃脱法律的制裁。随着关键证人的意外死亡和关键证据的意外销毁，盛世的案子出现了转机。盛世的律师表示，警方证据不足，必须立刻释放盛世，同时解冻盛世的银行账户。盛世背后的势力也在暗中运作，不断给警方施压。警方无奈，只能放走盛世并解冻盛世的银行账户，但盛世的案子仍然在调查之中，盛世不能离开海城。对于这样的处理，盛世很满意，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刚进警局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律师，让律师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变卖盛家人名下的地皮、房子、股票、基金、古董等，价格好商量，唯一的条件就是全款支付。只是盛家最大的资产是盛世集团的股份，总共占股51%。在盛家接连出事之后，盛世集团的股价已经跌停，盛家因此损失200多个亿。集团也因为掌权人或入狱或失踪而陷入混乱，无法正常运作。在这种情况下，盛世抛售盛家名下的集团股份，根本没有人接手。无奈之下，盛世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找业内大佬，请他们以低价收购盛家持有的股份。在盛世忙着出售资产的时候，此时的盛家别墅，一辆黑色越野车疾驰而来，停在大门口。车门打开了，穿着迷彩服、戴着墨镜的19下车。不等他开口，小光已经跑过去，将手中的手机递给看守大门的警员。这是你们局长的电话。盛家突然出现的这股灰雾那么诡异，还有刘管家等几人尚未从迷雾中出来。警局当然要派人看守盛家别墅，闲人免进。目前汇聚在别墅门口的，除了警员，就是上头派来的研究人员。19的出现显得颇为突兀。不过，当警员接过小光的手机，听到局长的指示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恭敬地道：“两位请进。”小光看着眼前这片诡异的灰雾，心里怕怕的，但他又好奇得很。没事的，他在心里给自己鼓气，有九爷在，不会有事的。他刚这么想，就听九爷说：“里面不适合你，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我一个人进去就行。”这怎么行？小光条件反射般地道：“我是您的保镖。19，要不你一个人进去探路？”小光，他双手握拳，抵着下巴，差点哭唧唧。千军万马我不怕，刀山火海我不怕，就怕这种鬼鬼怪怪的。那就行了。19推开别墅大门，踏进迷雾之中。待他的身影消失之后，众人围过来，问那名警员：“刚才那位是什么人啊？居然能让局长亲自打电话过来？”警员摇头：“我也不知道。局长让我们什么都不要问，只说是上头派来的高级顾问，
让我们听对方的命令行事。听对方的命令，这人的来头一定很大。小光在旁边翘起下巴，挺起胸膛，那是当然。我们家9顾问超级厉害的，你们不要打听他的来历，也不要议论他，更不要妨碍他的行动，不然我就向你们的局长投诉你们。众人瞥他，他那么大的个头，却长了一张娃娃脸，说话还有点稚气。喂，大块头，你多少岁了？干什么的？小光摸摸头，20岁，军人，少校军衔。好吧，人不可貌相，他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无聊之中，众人又看向那片灰雾。你们说，这位高级顾问多长时间能出来？目前的最快记录是3个小时，还是某位智商高达160的研究人员反复出入灰雾数次后才达到的成绩。虽然看不清这位高级顾问的脸，但感觉很牛逼的样子，估计要4、5个小时。天快黑了，雾气变浓，探索的难度加大，我觉得7、8个小时差不多。我觉得他说不定会迷失在浓雾里。众人议论纷纷，小光听得直哼哼。我们家顾问是什么人啊？最多3小时肯定会出来。结果证明，所有人都猜错了，191个多小时就出来了，看起来状态很好。众人惊奇，纷纷问他在灰雾里有没有遇到奇怪的事情或危险的事情。19摇头，除了看不清路况和环境，什么都没有遇到。事实上，他遇到了刘管家和天机道长等3人，对方没有发现他。他观察对方片刻后就离开。研究人员好奇，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19走着走着就看到了大门，便走了出来。他在灰雾中确实什么都看不清楚，但他依然很顺利地找对了方向，绕了一圈就出来。研究人员追问，你看到主楼和进入主楼了吗？19看到了，观察了10几分钟，没有试图进入。研究人员，你为什么不进去看看？19盛家没有人，我当然不能进去。研究人员，这位神秘的高级顾问还真的有礼貌啊。研究人员，那您有什么发现吗？19我建议警方继续看守这里，不要让无关人员入内。另外，这片灰雾不会被任何人所用，而且迟早会消失，我觉得没有必要进行研究。研究人员，这片灰雾看起来是雾，实则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譬如，不管刮多大的风，这片灰雾都不会被风吹开或吹散，不论他们采取什么手段，都无法对这片雾气进行取样。所有的研究仪器在灰雾里都不起效，哪怕是空气，他们都能取样和分析研究。然而，这么大一片灰雾就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愣是动都动不了，就像这片雾气只是他们幻想出来的。虽然他们承认眼前的神秘顾问说的有理，但这样的雾气闻所未闻，他们还是不想放弃。19也没有再说什么，上车离开。也在这时，某军方通讯基地收到绝密情报，位于北纬30度、东经120度的位置出现了一片模糊的区域，这片区域无法被任何雷达卫星等观测到内部。据了解，那片空白所在是一片神秘的灰雾，但灰雾所在的城市连续多天天气晴朗，无雨无雾。基地回复，基地即将接管那片灰雾，并派遣特别行动组前去调查，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得靠近那片区域。这项研究名为灰雾计划。没过多久，守在盛家别墅前门和后门的警员收到了上头的命令，盛家别墅将由军方接手，所有人立刻撤离盛家，所有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资料全部交给军方，以后任何人不得再提灰雾的事情。警员们都很吃惊，这个事都能惊动军方？难道这片灰雾真有什么玄机？譬如这是盛家暗中搞的生化试验，譬如这片灰雾是什么全新的神秘物质，譬如灰雾是连接平行宇宙之类的通道。好像并非，没有可能，真的好奇死了。但他们既没有能力搞清楚灰雾是什么东西，也争不过军方，只能服从命令。就在警员们收拾仪器和资料，准备交给军方的时候，某秘密军事基地大门前，一辆无法从外面看到内部的防弹越野车疾驰而来，停住。全副武装的岗哨用锐利的眼睛盯着这辆陌生的越野车，身上散发出来的凛冽与气势都在证明这个军事基地有多么不简单。车窗摇下，小光将一本证件交给岗哨，岗哨看过之后面露恭敬，双手将证件递回去，而后敬礼。越野车徐徐驶进这座绝大多数人一生都不曾听说过的军事基地。总指挥听说时，顾问来了，亲自出来迎接，一见面就握着他的双手道：老师啊，你终于肯来我们基地考察了，听说你又升级了最新款的夜间侦察无人机，什么时候送一些给我们试用啊？19笑笑，试验结果和改进报告我已经交给国防部，你们可以去找国防部要。我今天过来是想请你们取消对北纬30度、东经120度那片灰色雾气的研究。总指挥的眼神变得探究，那片雾气居然能让你亲自过来
跟我打招呼，看来很不简单啊。说吧，那片雾气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居然不便让军方研究？我也不知道那片雾气算什么。19摇头，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那是超现实的存在，不是常人能够理解，更不是常人能够利用或消灭的。军方去研究这片灰雾，只是浪费时间和人力财力。总指挥微和双眸陷入沉思。19继续，我以国科院院士、国家智库成员、国防部高级顾问、国家军工高级技术顾问的身份担保，那片灰雾留在那里，不会对人类对这个世界产生危害。但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最先进的科技和武器，也无法对这片灰雾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还有，那片灰雾用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再也不会出现。他微微一顿，声音变得严肃起来。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干预有可能会让那片雾气蔓延开来。虽然雾气无害，但这种无法被任何人、任何科技、任何武器影响的雾气，一旦大范围扩展，终究不是好事。总指挥盯着他片刻后笑了。你以国科院院士和国防部顾问、军工技术顾问的身份为荣，你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会辜负这几个身份蒙羞的行为。所以，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他拿起座机，取消灰雾计划。因为军方的灰雾计划刚启动就取消，所以盛家别墅的大门口变得很安静了。除了前后门依然有警员在看守，却已经没有研究人员。晚上，盛世疲惫不堪地开车返回盛家，走进灰雾。盛家在外头有很多房产，但他还是选择回到这里，因为杭威的空间手镯在这里。洗漱完毕，盛世躺在床上，调好闹钟，倒头就睡。换了别人，遇到这么多事情，还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肯定睡不着。但他不一样，他睡得很沉，直到闹钟将他唤醒。他盘腿而坐，盯着枕边的空间手镯。10几分钟又过去了，终于，眼前一闪，杭威出现在他的面前。几天不见，杭威变得憔悴不少，原本保养得很好，看起来不过40来岁的他，现在看起来已经无限接近于他的实际年龄，也就是50多岁的样子。老盛，因为时间紧迫，杭威没有废话，抓着他的手就哭。天心病了，病得很严重，空间里的药根本治不了。家父也在自残，在自己的身上划了10几刀，还把额头给磕破了。他们急需治疗，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小景的状况也不太好，整天都沉迷在演戏当中，已经有精神分裂的迹象了。我想把他们放出来，你愿意让他们落入警方的手里吗？盛世平静地问。如果你不怕他们连累你，就放他们出来吧。杭威，几秒后他咬了咬牙，这个问题我也反复想过了。要不我们向小景的系统预支10万积分，先把那个祸害给弄走，怎么样？盛世沉默。杭威知道他在权衡利弊，只要祸害消失，我们就可以向光照会寻求支援。凭借我的空间和加荣的读心术，我们一定能顺利的逃离天朝上国，前往丑国，永远不回来。我们在海外有那么多钱，加上我们的能力，绝对可以在海外过得很好。盛家的资产绝大多数都在国内，这次估计是保不住了。但是他和盛世曾经帮白议员转移和保管了数十亿的资产，这些资产都在国外，而白议员这几年身体非常糟糕，估计快不行了。海外那些资产，说穿了还不是他和盛世的。盛世目光微微闪动，要在短时间内凑够100亿现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按日利率 0.06667 计算，延迟1天付款就多交将近700万的利息。你想过最坏的后果和压力吗？可是天心和家父快死了，杭威几乎忍不住要尖叫了。你这几天在外面享受着自由和舒服的生活，知不知道待在空间里的我们快崩溃了？天心什么都吃不下，胃里的东西也全都吐了出来，还有皮肤溃烂、肚子疼、身体无力，已经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中。我们把家父绑起来，他就咬舌头，拿头撞地面。我们用毛巾堵住他的嘴，他差点因为呕吐而窒息。现在他的身上不断渗血，光靠我们几个根本没有办法给他彻底止血和治疗。他们可是你的亲生孩子啊！你要为了省钱，活生生让他们死在空间里吗？盛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杭威打断他的话。盛世，他们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们去死，我一定要放他们出来。你想阻止我，除非你杀了我。他用视死如归的目光看向盛世。盛世很想劝他冷静一点，但他眼角余光一瞥，看到窗外雾气翻腾，隐隐现出一个人形轮廓，当即抓住杭威的手，进空间。盛爱来了。杭威心头一凛，心念转动，眨眼，两人已在空间之中。盛世看到盛天星和盛家父的惨状，再这样下去，他们确实很有可能会死在空间之中。而盛家的其他人跟2具尸体生活在这么狭窄的地方，用不了太久，估计精神也会崩溃。无奈之下，盛世叹气，小景，联系空间，就说
我们要预支10万积分。正在对着落地镜跳舞的消瘦不堪的盛景眼睛一亮，好，我现在就联系系统。精神萎靡的其他人眼里亮起希望的光芒，倏然坐直身体。就连奄奄一息的盛天星也停止抽搐，看向盛景。盛景在心里呼唤：系统，我们要预支10万积分，现在就要10万火急，快，我们等不及了。然而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过去了，系统没有任何回应。空间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在眼巴巴地等着盛景的回复。等了10几分钟后，盛天星虚弱地开口了，脸上都是绝望：是不是系统不能预支？爸妈，放我出去吧，实在不行你们就剪掉我的舌头，让我说不出话，这样就不会出卖你们了。杭威抱住女儿，脸上都是不忍。好，再等10分钟，如果系统再不出声，妈妈就放你出去。盛家贵冷眼看着这一幕，心里明白，如果盛天星真的去自首，盛家人一定会让他说不出话来，甚至写不出字来。毕竟盛氏夫妇都能献祭比盛天星优秀的盛爱，盛天星又算得了什么？当然盛家父也是一样。好在将近20分钟的时候，盛景听到了系统的回复，声音听起来很是仓促。收到你的请求后，我立刻去请示领导。领导很忙，我要排队，刚才排到我。领导说了，可以现在就预支10万积分给你，利息从明天开始算，抹掉零头，1天666万6千元。你有异议吗？盛景大喜，立刻向全家传达了系统的意思。杭威道：没有异议。其他人也点头。盛景满心欢喜，回复系统：没有异议。10几秒后，他听到脑海里叮的一声，宿主预支的10万积分已到账，请宿主查收。盛景打开个人属性面板，看到了那一行显眼的当前积分10万，他欣喜若狂，当即向全家通报了这个好消息。这么多天来，众人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欢喜和笑意，就连盛家父和盛天星那灰暗无神的眼睛里都燃起亮光，如同干涸的大地看到了甘霖。盛家荣努力维持冷静，问系统：这10万积分是不是真的可以让盛爱从地球上消失？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心中异常焦灼。正常说来，谈好的交易，系统不可能赖账，但是真怕万一啊！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从深渊爬到地面，如果再度被打入深渊，那真不如从一开始就死在深渊里。还好盛景告诉他们，系统说他当场请示领导，领导说没问题，正在降临本空间，准备实施时空转移之术，大概需要5-6分钟时间，请稍等。只需要再等5-6分钟，盛爱就会从他们的人生中彻底消失。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他们有救了。盛家人一时间喜极而泣，盛天星更是和杭威紧紧抱在一起，就连总是不苟言笑、威严古板的盛氏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就在盛家人耐心等待恶魔消失的时候，盛家别墅的围墙外出现了一道快得连监控探头都捕捉不到的人影。准确的说，就算监控探头捕捉到了，但因为此时是凌晨，人影出现的位置又处于树荫覆盖之外，监控探头等于没看到。他左看右看，确实无人发现，且监控探头看不到他之后，他突然一跃而起，以豹子见了都望尘莫及的弹跳力和速度窜上墙头，转瞬消失在迷雾之中。嘿嘿嘿，死盛家一定想不到吧？我自己跑到大型发电站，用100万伏电压给自己充电，充了整整3天。这是一场豪赌，如果我承受不住，必死无疑。但我赌赢了，再次升级。升级成什么样了？他摸摸自己的脸，露出得意的笑容。身体机能、速度、力量和反应能力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五感变得更加敏锐。就比如现在，我就能在这样的迷雾中看到10几米外的影像。最重要的是，我能改变自己的面容了。虽然每次维持新面容的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但是这个能力真的很好用啊。他呵呵笑着，穿着警服往主楼的方向走，靠着2次升级带来的超长五感，他只用了10几分钟就找到主楼。站在入户门前，他彬彬有礼地按门铃。我是海城警局的警官，这是我的证件。他亮出他从警员那边偷来的警官证，当然他的脸也与警官证上的一致。我奉局里的命令前来搜查盛世杭威的房间，还请开门。早在前进来之前，他已经佯装物业人员，听到了大门前那些人的对话，知道这栋亮着灯的主楼除了盛家人谁都进不去。然而他话音刚落，入户门就无声无息地打开了。伟人盛爱笑了。盛爱很牛逼吗？死人就是死人，怪物就是怪物，就算再强大，脑子也玩不过活人。对于盛爱来说，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警方的调查，的认知高于只有家人才能进我们的家这条规则。
了解圣爱的规则，并利用这种规则，就有机会打败圣爱。嘿嘿嘿，伟人游走在人间的目的就是成为真正的人类，最终取代人类。而我每一次升级以及经历的越多，就越像人类。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成为真正的圣爱。伟人圣爱在心里得意地笑着，踏进屋里，朝楼上走去。他来圣家做什么？昨天，盛世让人打电话给他，让他今天凌晨2点半到3点想办法潜入盛世夫妇的房间，等待盛家人的命令。所以，他来了。在他踏入盛世夫妇房间的时候，手镯空间里，盛天星已经歇斯底里地叫起来：“为什么这么久了，系统还没有反应？系统不会卷了钱财跑路吧？5555，100亿啊！他偷走了我们100亿，圣爱却还活得好好的，这不是让我们去死吗？”他的质疑与哭声，让其他人也几乎绝望起来。就在这时，盛景开口了：“你们别吵，系统回复我了。他说他的领导已经找到和定位了圣爱在宇宙中的坐标，并且将圣爱圈起来，随时都可以将圣爱转移到其他的平行宇宙。”众人大喜，面露笑容。盛景却又道：“但是在他家领导即将动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提醒我们并遵从我们的意见。”众人心头一凛，什么问题？盛景脸色发白，声音颤抖：“系统说说。笼罩圣家的灰雾是圣爱的化身，而我们身处灰雾之中，相当于成了圣爱的一部分。如果他的领导将圣爱转移到平行宇宙，我们也将被一起转移。天啊，还真像圣爱说的一样，全家就要整整齐齐。”所有的盛家人只觉得天打雷劈，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手脚发凉，心里发冷，嘴里发苦，想哭都哭不出来。这么晚，他们真不如一开始就死掉算了。怎么办？盛景哭了。系统说他的领导很忙，让我们尽快决定要不要将圣爱转走。啊！盛天星彻底崩溃了，拿头撞墙。哦，空间里没有墙，只有不知是什么材质做成的，类似水泥的地面。所以盛天星趴在地面，拿头撞地面。我选择死，杀了我吧，我受够了，我宁可死也不要再受这种折磨。嘻嘻嘻，盛家父则神经质地撕扯身上的伤口，笑得疯疯癫癫。破产喽！盛家要破产喽！破产了就什么都没有喽，身无分文，流落街头，被人欺辱，走投无路，生不如死，死无葬身之地。嘻嘻，盛家贵冷眼看他，没用的东西，真想宰了他。盛景眼巴巴地等了一会后，你们快点做决定啊！系统说他的领导急着回去，再不决定就作废了。众人都在心里叹息，他们还能怎么办呢？他们不可能跟圣爱一起消失的，难道那100亿就这样打水漂了？盛世开口了：“你问系统，我们能不能延迟交易？毕竟100亿不是小数目，你跟系统又是合作伙伴，大家应该可以谈。”盛家荣也道：“我们这么有诚心，希望系统给我们一次机会。”盛家贵则道：“合同中也没有规定我们付款之后，系统一定要马上完成交易，所以我们有权要求系统延迟交货。”盛景把这番话转达给了系统，系统又过了好几分钟才回复，声音听起来似乎很急：“知道了，我的领导要穿越时空，从高维来到低维，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我们的领导很讲道理，合同中确实也没有约定你花了10万积分，我们就一定要达成你的要求。所以，我们的领导说了，什么时候将圣爱移出地球，由你们决定。只要你开口，我们的领导立马交货。但是，我要友情提醒，你们还没有支付100亿。依照合同，你们每晚1天支付100亿，就要多支付将近700万的利息。”盛景听得暗暗松了一口气，用带点谄媚和讨好的口气道：“系统老兄，这次真的谢谢你了。你放心，我们盛家一定能绝地翻身。待到圣爱消失，我们一定能东山再起。”知道了。系统的声音还是有点急：“我当然相信你，要不然会这么努力的帮你。你好好努力，我先去哄我们的领导了。”系统的声音消失了。盛景把系统的回复转达给了盛家人，盛家人暗暗松了一口气，至少系统的承诺仍在。杭威，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脱离这片灰雾？盛家贵，不仅仅是脱离这片灰雾还不够，而是要彻底摆脱圣爱。盛家荣，准确的说，我们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能彻底摆脱圣爱就行。系统这边需要5-6分钟时间转移圣爱，所以他们也只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彻底摆脱圣爱，就能请系统出马。盛天星哭的嗓子都哑了，你们想想办法，我撑不住了，我真的要死了，我要出去，不出去我真的会死。他已经3天吃不下食物了，只能勉强喝点水，不让自己饿死。他最严重的病症就是皮肤溃烂，严重的地方甚至都出血了。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和心理已经崩溃。杭威闭了闭眼，
眼里闪过一抹决然。天星和家父必须要就医，我一定要放他们出去。出去就出去吧。盛世也不想看着两个孩子要么精神崩溃的在空间里发疯抓狂，要么死在空间里。他们接受治疗也要几天时间，在这期间，我会想办法凑够系统要的钱，同时找光照会帮忙。杭威的眼睛流下泪来，抓着他的手道：“老盛，谢谢你。”盛世拍拍他的手臂，声音难得放柔：“我是他们的父亲，怎么可能看着他们这样下去？只有他心里清楚。他这次能运气好到2名心腹突发意外死亡，从而暂时逃过警方的抓捕，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代价应该就是他的孩子盛天星和盛家父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现在这样，再不救治就会死亡。至于其他几人，精神和身体也不太好，他不知道他的好运什么时候会结束。不过他还有家人。几个人又商量了片刻后，杭威心念一动，盛世和盛天星、盛家父已经出现在杭威的卧室中。盛天星趴在地面，摸着高档的实木地板，哭了：“呜呜，我终于出来了，我终于能像人一样活着了。”盛家父嘴里则嘟嚷着，疯了一样的冲进浴室，打开花洒，站在流水下，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冲洗身体。他的身上有很多伤口，伤口在流血，这样直接用水冲洗其实很痛苦，但他看起来显然很开心。我也要！盛天星尖叫一声，几乎是爬着冲进浴室，跟盛家父一起冲洗身体。啊，好痛！我身上的伤口淋水了，好痛！盛世看着这一幕，内心毫无波澜。你们慢慢洗，洗好了再吃点新鲜的东西。桌上有他事先准备的新鲜饭菜，用保温的保鲜盒盛着，就为了从空间里出来后可以第一时间吃到新鲜热乎的饭菜。而后他走到窗前，看向窗外正在慢慢凝聚的诡异人影。小爱，你三哥和星星生病了，病得很重。等他们洗完澡并吃饱后，我会送他们去医院治病，同时报警，让他们自首。所以，还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窗外尚未成型的诡异人影点了点头，身体又慢慢散成灰雾。盛世坐下来，拿出纸和笔，开始写什么。距离他几墙之隔的地方，伟人盛爱路过盛爱的房间，转头一瞥，一眼就看到了窗边的那盆莲花，眼睛瞬间亮了，鼻子也不由自主地嗅了嗅，好香，好想吃，吃了也许就能变成真正的人类了。他本能地冲进盛爱的房间，张嘴就朝那朵红色的莲花咬下去。一阵阴风夹带着灰雾突然从窗外刮过来，拍在伟人盛爱的脸上，抽得他的脸发疼。他生生刹住脚步，看向窗口，灰雾迅速凝聚并形成盛爱的模样，盯着他的脸。这是朋友送给我的礼物，你不能动。你是警察，你说了你要搜索我妈妈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你不能进来。就算是警察也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乱动别人的东西要受到惩罚。伟人盛爱感受到了极大的危险，他想诡辩两句，却感到脸上的肌肉在抽动，还在隐隐作痛。糟糕，脸皮要恢复原来的模样了。抱歉，我现在就离开。他边说边快速往后退，而后转身冲出房间，旋风般的往屋外跑。屋外灰雾茫茫，他如豹子般穿梭在灰雾之中，只觉得四周都是眼睛正在盯着他。只要他露出一丁点破绽，那些灰雾就会包裹住他，吞噬掉他，让他再也无法离开。他拼了命地跑，如同饥饿的豹子在追逐草原上的最后一只羚羊。最终，他赶在面容彻底变成盛爱的面容之前，跳上了墙头，脱离了灰雾的范围。安全了，他直接从墙头上跌下来，倒在地上，看着灰暗的天空，不停喘气。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我明明又升级了，比之前强大的多，但没想到他也比之前强大了很多，我都看不出他的深浅。别墅2楼，盛家父和盛天星换好衣服，走出浴室。盛世给他们倒水，天快亮了，你们喝水，吃饭，吃饱后我们出门自首和就医。盛天星这才注意到外面都是灰色的雾气，什么都看不到。不过屋里的时钟倒是正常运转，就连外面的水感觉都是这么的清甜。盛天星一口气喝完一杯水，满足的叹息。其实手镯空间里的水也是矿泉水，还是进口的，品质并不差，只是他恨透了手镯空间，便觉得空间里的东西样样不好。盛家父没有说话，只是疯狂地进食，就像几个月没吃饱的难民似的。半个小时后，盛家父和盛天星兄妹终于吃不动了，躺在椅子里直喘气。盛世开始收拾行李，收拾好2只箱子后，他道：“走吧，自首，去医院。”盛家父和盛天星两兄妹站起来，扶着墙壁慢慢往外走。其实他们全身很不舒服，全身都在痛，但是这点痛跟待在手镯空间里相比，真的不算什么。走出主楼后，眼前的灰雾自动往两边散开，露出一条小道，直通别墅大门。
盛天星看着这一幕，心里彻底没有了脾气。斗不过啊，真的斗不过啊！在前往大门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刘管家、天机道长和师兄等三人，双方都很震惊。刘管家简单描述了己方三人的遭遇，盛天星半晌才悠悠地道：“姐姐是好人，如果你们生病受伤或犯了法后去自首，姐姐会放你们出去的。但是你们最好不要骗姐姐，因为姐姐会一直盯着你们，骗她的下场会比困在灰雾中要可怕的多。”刘管家三人大概看不到，他和爸爸四哥三人的身后都跟着一只透明的小小的圣爱，甩不掉的。刘管家等三人都没了，盛世三人一秒都不想多待在灰雾之中，说完就走。守在门口的警员看到盛家父和盛天星出来，惊得下巴差点掉下来。这灰雾怎么回事？时不时的吐出盛家人，会不会所有消失的盛家人都在灰雾之中？真是见鬼了！盛天星和盛家父搂着腰，举起双手，用沙哑的声音道：“我们自首，但我们病得不轻，请让我们先去医院接受治疗。”警员一边找手铐一边问：“你们为何出现在这里？”盛天星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机场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们醒来，就出现在一个四面都是灰色雾气的只有10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不管我们怎么呼救挣扎都没有人回应，但空间里有吃的喝的，我们就靠着那些食物活到现在。在这期间，我们因为受不了这种孤单和囚禁，病倒了，还自残。再然后，我们因为病重和伤重陷入昏迷，我们以为我们死定了，没想到一睁眼就看到爸爸。”盛世表示：“我也不知为什么，半夜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他们两个躺在地上，简直匪夷所思，太不像话了。”然而警方和研究人员曾经反复搜索了几十遍盛家别墅，真没发现盛天星和盛家父的影子，而且他们也亲眼见过灰雾的神秘与诡异，暂时也没法去挑盛家三人的刺，只得通报局里后将盛天星和盛家父送去医院。伟人盛爱躲在花丛里盯着这一幕，暗中跟上去。盛天星的病情和盛家父的伤势真的很严重，之前靠着离开手镯空间的喜悦与兴奋撑了下来，到了医院后他们再也撑不住了，彻底晕了过去。两人被安排在特殊病房，由警方派人看守，盛世只能守在外面，不能靠近两人。盛世拿出手机给伟人盛爱发消息：“我需要一点私人时间，你过来想办法引走盛爱小号。”伟人盛爱的目标就是取代盛爱，所以他也继承了盛爱听爸爸妈妈的话这一点。好的，我现在就过去。伟人盛爱一出现在盛世附近，盛爱小号立刻冲过去，开启追杀模式。盛世看到这一幕，眼里闪过一抹冷笑。他试验过来，盛爱小号基本上没有意识，也没有分裂等能力，只是在刻板的遵守盛爱大号的规则，譬如不允许伟人盛爱接触盛家人。一般说来，伟人盛爱只要离开盛家或者远离盛家人100米开外，盛爱就当他不存在。所以伟人盛爱就在100米范围内跑来跑去，不断挑衅盛爱的小号，引诱盛爱小号来追杀自己。因为别人都看不到盛爱小号，只当伟人盛爱在锻炼身体。总之，盛世暂时获得了一点私人时间。他给了路过的病人几百块钱，借对方的手机拨出一个电话：“菲尔德先生，我们全家急需你们的帮助。”他用英语道：“如果你们愿意帮助我们，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我要告诉您一件我们家的秘密，超能力的秘密。”第一次，盛世说出了盛家人拥有超能力的秘密。1年前，我们将盛爱献给光照会之后，获得了超能力。我们家7个人获得了不同的超能力。现在，我就把我们所拥有的超能力全部告诉您。只要你能帮我们甩掉盛爱，救我们离开天朝上国，我们的超能力就能被你们所用。菲尔德震惊：“亲爱的盛世，你是说真的吗？”“当然。”盛世道：“我的超能力是好运。它最明显的表现方式是，如果我面临重伤或者生命危险，伤害就会转移到我家人的身上。譬如将近1年前，曾经有暴徒开车朝我撞来，试图与我同归于尽。正常说来，我应该会死在这场车祸中，但是我的几个孩子替我承受了一半的伤害，有的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一条手，有的在健身时突然双手打滑，杠铃砸到他的腹部导致内脏破裂，还有其他。总之，我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没有落下残疾。当然，因为救治得当，我的孩子们最终也没有致残。”菲尔德听得惊呼连连：“天啊，亲爱的盛，你太可怜了，我真为你感到同情和担心。”盛世继续：“我的好运并不仅限于此，伤害转移只是在我身体遭受比较大的伤害时才会触发，而我遭受非身体方面的重大伤害时，这种能力更为强大。譬如，就在上周，我因为涉嫌贪污受贿等多项罪名被警方逮捕和通缉，而在我自首之后，我心腹的助理和司机因为意外死亡，这让我因为证据不足
而暂时被释放。这就是我的能力最强大的地方。不过，我的能力都是被动触发，我也不知道我的好运什么时候会降临。但是，除非我的家人全部死亡，否则我的好运会一直存在。因为他的超能力是被动触发，连他都无法预测，所以他从来不去想能力的事情。这也是盛家荣为什么从他的心声里听不到他具备哪种超能力的原因。这一次他说的这么清楚，就是为了说服光照会全力保他一家。不过他依然隐瞒了与他的超能力有关的一些细节。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向任何人坦白他的全部。菲尔德显然听得震惊不已，惊叫连连。哦，亲爱的圣，你太厉害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能力呢？盛世等他惊呼完后，继续。我妻子的能力对你们的用处也许更大。她拥有一只神奇的戒指，戒指里存在一个神奇的空间。她只要一个念头，就可以把她接触到的任何东西收进这个空间，也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将空间里的东西放出来。我们之所以能一次次地将违禁物品带进天朝上国，又将天朝上国的东西带去国外，靠的就是他的空间戒指。这只空间戒指只有他能用，别人拿走也没用。跟光照会打交道，怎么可能说出全部的实话？所以他们全家都商量好了，对光照会、对外人非要说出金手指的秘密时，一定要留一手。就譬如空间手镯，对外就说是空间戒指，免得有人觊觎或破坏。天哪！菲尔德的声音似乎信了2分。原来如此，我们一直都很惊讶，为何你们总能顺利的让那些物品通过贵国的海关，还以为你们拥有通天的人脉。哦，你们当然拥有通天的本事。空间戒指，太神奇了，实在是太神奇了。我这一生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神奇物品。盛世不耐烦地听对方唠叨，等对方说完之后，继续。我的大儿子拥有读心术，没错，就是您所理解的读心术。只要他碰过的人，就能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听到对方的心声。这就是他能在短短1年内横扫商界，什么项目和合作伙伴都能拿下来的缘故。菲尔德继续震惊。盛世继续。我的2儿子拥有巨星系统，就是能帮助他成为超级巨星的高维黑科技。系统拥有很多超乎想象的道具，比如隐身卡、力量卡、速度卡、恢复卡，只要有积分，什么都能买到。你可以想象，如果我的2儿子拥有足够的积分，就能靠这些积分在短期内变成超人。他能听到菲尔德的呼吸都变急促了。菲尔德除了不断的喊 Oh my God， 已经不会说别的了。我的3儿子是重生者，他重生在前世的6年之前，如今已经过去1年。他知道未来5年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证据就是他知道丑国正在研发一种主要针对天朝人的生物病毒。这种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人类中了这种病毒，初期主要靠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免疫力不够强的很容易死亡，免疫力足够强的在得过这种病毒后，身体素质也会下降。丑国计划在天朝举办的国际军人运动会期间，让丑国的军人携带这种病毒在城市里到处游玩，将病毒传遍整个城市，再传遍整个国家。这一次，菲尔德陷入沉默，连欧都不再叫了。盛世明白，菲尔德开始相信了他的话。毕竟这么绝密的消息，天朝上国的人恐怕只有重生者才能知道了。我的4儿子是穿书者，不管你信不信，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本书。我的女儿是玄学者，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巫师。这个您都听说了。说完之后，他问，您觉得我们所具备的这些超能力是否能让光照会全力将我们带去丑国避难？菲尔德的口气变得很凝重。亲爱的圣，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个人认为你们一家的能力都非常了不起，是非常珍贵的人才，值得光照会竭尽全力救出你们。但是就目前来看，祭品的能力强于你们一家，我们想从祭品的手中将你们带走，恐怕很难。不难吧？盛世道，光照会既然能赐予我们全家超能力，肯定也能赐给别人其他的超能力。你们将你们所拥有的超能力者聚集起来，进入天朝上国，一定能把我们带走。亲爱的圣，你在说什么？菲尔德惊愕，我们没有超能力者，我这一生就没有见过类似你们的超能力者。你们的超能力也不是光照会给予的。你说我们的超能力不是光照会赐予的？这次幻圣是震惊了。可是我们的超能力是在献祭圣爱的次日得到的，而圣爱也在献祭后变异，于1年后返回圣家，将我们折磨得生不如死。菲尔德先生，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能力是光照会赐予的，否则无法解释我们所得到的超能力来自何处。亲爱的圣，我以光照会的名义发誓，光照会没有这样的能力。菲尔德严肃地表示，光照会成立300年来，从未出现过超能力者，你们奉上的祭品是个例外。
我们研究过这个祭品为什么会变异，得出来的结论是，他在被献祭的时候注射了几十种光照会秘密研发的药物。这些药物有些是刚研发出来的，有些是10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研发出来的，有些甚至还没有在人类身上进行过实验。我们全部注入祭品的体内，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你们也看到了，结果是祭品当场死亡，停止呼吸。大概是因为那些药物起了效果，祭品的尸体没有腐败，完好的保存了下来。至于祭品为什么后来又复活了，可能是因为有一天晚上，狂欢岛出现了几百年一遇的雷电天气，数不清的雷电劈向小岛，汇聚在高塔顶端，流入阁楼，甚至突破了水晶棺材，集中在祭品身上。祭品很可能就是在那时发生了异变，变成了一种我们没有见过也无法理解的诡异。菲尔德一口气说完之后，喘着气道：亲爱的圣，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手机这一端，圣氏的脸色已经变了。如果他们全家的超能力不是光照会赐予的，会是谁？什么东西赐予的？难道是传说中的恶魔？菲尔德先生，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你说我们家的超能力不是光照会赐予的，那个活的圣爱呢？他也具有一定的超能力。哦，你说他？菲尔德哈哈大笑。亲爱的圣，他并不是什么超能力者，他只是半人类半机器的仿生机器人，是光照会最新最先进的机器人，全球仅此一人。他的身上安装有最先进的芯片，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模仿能力。我们还给他注入了最先进的实验药物，那些药物包括细胞快速生长基因、细胞自动愈合基因等等，让他能像壁虎、章鱼那样断了手脚也能自动生长。但是，亲爱的圣，像他那样的超级实验体注定了活不长。圣士张了张嘴，想说伟人圣爱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此，但他最终没说。他只是在听完之后问菲尔德先生，我们现在被困在圣爱化成的灰雾里，无法离开，想离开的唯一办法大概只有向警方自首，而后做一辈子的大牢。如果你们将我们救走，我们全家必定会永远效忠光照会。他相信没有人不想得到圣家的超能力，尤其是光照会。如他所料，菲尔德只是沉默了片刻，便毅然道：是的，光照会很需要你们的能力，但你说的太匪夷所思了，我需要证据才能说服那些老家伙们同意全力救出你们。圣士，我现在就把我妻子具有空间戒指的视频发给你们。说完，他用这部手机转发了自己手机上储存的2段视频。视频里，杭威先是摸了摸右手手指上的戒指，而后将右手搭在一幅西洋名画上，名画凭空消失。再接着，杭威又摸了摸右手手指上的戒指，那幅名画再次出现。接下来，杭威还摸了摸家里的哈士奇，还有圣天星。另外一段视频则是圣家别墅被灰雾笼罩的视频。圣士表示，您可以拿视频去给专家鉴定真伪。菲尔德看得叹为观止，亲爱的圣，你们太了不起了，我相信会里的老家伙们看了这些视频一定会相信的。此时两人已经聊了将近30分钟，而伟人圣爱在反复奔跑和蹦跶了这么久之后也显露出了疲态，动作变慢，速度变慢，估计快要被圣爱小号给抓住了。圣士迅速结束通话，而后彻底删除通话记录、发送消息记录等，将手机还给病友。伟人圣爱见圣士打完电话了，也拼着最后一点力气飞快窜出数十米远，因为他的距离已经超出限定范围。圣爱小号判定他远离了圣家人，不再进行追杀，而是飞回圣士身后继续盯着圣士。几墙之隔的病房里，圣家父和圣天星在接受治疗后陷入沉睡之中，只是他们的声带遭受了破坏，估计10几天内都说不出话来。也就是说，就算他们醒过来，身体状况没有那么糟糕了，警方暂时也无法问话。当然，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之所以声带受损，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喝的水里下了某种药物。这一家人怎么就这么诡异呢？真不知该说他们一家运气好还是不好了。警方都无语了。相隔万里的太平洋的另一侧，菲尔德刚挂断与圣士的电话，立刻冲进会议室，点开电脑，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因为他的级别很高，光照会的高层但凡有空的都上线了。菲尔德没有废话，先播放了圣士与他的通话录音，而后放出那2段视频。根据天朝上国的报道以及我们收到的消息，圣士说的应该是实话。圣家人已经被逼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们有可能为了活命，主动向天朝上国说出超能力的秘密，而后被天朝上国所用。我认为，我们必须召集合适的人手，以最快的速度救出他们，带到丑国。光照会的高层们都被圣士说的秘密给震惊了，加上圣家人这1年的表现，也印证了圣士的说法。光照会激烈讨论了3个小时后，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立刻成立一支由最强驱魔师、最强巫师、最强狙击手、最强格斗家、神秘学专家等组成的队伍，在菲尔德的带领下，即刻前往天朝上国。灰雾之中，刘管家、天机道长师兄等3人已经近乎奄奄一息，他们已经被困在灰雾中10几天。虽然他们不缺食物，也有足够的时间休息，然而10几天不见阳光，没有光明，看不清周围的一切，没有电，没有声音，没有信号和网络，这样的环境和生活足以将他们的精气神消磨殆尽。他们也尝试在迷雾中锻炼身体，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撑得了一时，撑不了一世。师父，我受不了了，一向乐观的师兄哭了，再这样下去，我要崩溃了。您想想办法吧，只要让我出去，我什么都愿意做。天机道长沉默片刻后，之前老圣总不是说了吗？如果我们受伤不轻或患病不轻，五小姐就有可能放我们出去治病。你不妨让自己病得重一点，试试看能不能离开。师兄咬牙，眼里闪过一抹狠色。我给自己一刀，让自己重伤。如果我能出去，师父你再跟我学。说完，他就抽出一把小刀，扎进自己的左腹。这样，应该能出去了吧？刘管家合了合眸，平静地道：大师为何不给师兄算一卦，看看他接下来是什么命运？天机道长被灰雾困了这么久，状态已经糟糕了，相应的，他算命的能力也随之下降，所以他这段时间很少给刘管家和师兄算命。此时他强打精神，拿出龟壳，坐在地上，一手掐指，一手把玩龟壳，嘴里念念有词。而后他将龟壳往地上一丢，唉，他长长的叹息，我依然什么都看不到。这段时间他算了几卦，都是这样的结果，这意味着师兄的命运大概不会有什么改变。师兄捂着肚子上的伤口哭了，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里？未必。天机道长摇头，你的命运若是死亡，我应该能看到你的死亡，但我没有看到。刘管家又开口了，还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应该比受伤或生病有效。师兄眼里燃起希望，您说。刘管家，五小姐一向遵纪守法，最看不懂违法犯罪的行为，如果我们几个违法犯罪，只要肯去自首，五小姐应该会放我们出去。天机道长和师兄互视，眼神复杂。可是这么做的话，会坐牢的吧？师兄结结巴巴地道，我不想坐牢。刘管家淡淡道，那就让我来坐牢吧。说罢，他抽出师兄左腹上的小刀，狠狠刺进天机道长的右胸。他刺得并不深，却一连刺了3刀，刀刀见血，痛得天机道长几乎晕厥过去。不仅如此，刘管家还抢过天机道长随身佩戴的玉佩，用力摔在地上，再用力的踩，直至将玉佩砸碎。天机道长看着心疼不已，我的玉佩啊，这可是玄学圣物，陪了我将近100年。刘管家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只是举手大声道，五小姐，我故意刺伤天机道长，还损坏了天机道长的宝物，可以说我犯了故意伤害罪和破坏他人财物罪，罪名不轻，我要去自首，还请您放我出去。另外，天机道长和师兄都受了重伤，需要治疗，希望您放我出去。话音刚落，他眼前的迷雾就缓缓散出，露出一条小道，小道的尽头似乎通向别墅大门。天机道长和师兄都惊呆了，互相搀扶着赶紧跟出去。这次走得很顺利，他们找到了出口，看到了大门，也看到了大门外惊愕的警员。刘管家举着双手走出大门，陈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请警员将自己带去警局。天机道长和师兄沾他的光，也踏出了大门。只是天机道长和师兄的身上缠绕着淡淡的灰雾，就像圣爱依然在盯着他们。他们毛骨悚然，知道圣爱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师兄惊恐之余，想到师父刚才给他算的那一卦，又看到刘管家身上没有灰雾，心生狠意。为了彻底摆脱圣爱，他豁出去了。刘管家，你把我师父伤成这样，我饶不了你。说罢，他抓起桌上警员刚刚煮开的那盆绿豆汤，泼在刘管家的颈背之上。刘管家发出痛苦的惨叫，跌倒在地，脖子上的皮肤全红了。天机道长看到这一幕，受到启发，从百宝袋里拿出一把剪刀，狠狠地刺进刘管家的大腿。因为事发突然，他刺了2刀才被警员制住，大概是他刺到了大血管，刘管家血流不止，迅速陷入昏迷。天机道长非但没有愧疚，反而哈哈大笑，刘管家，你这个王八羔子，我早看你不顺眼了，不把你弄成残疾，我就不是大师。就结果来看，他估计是要判刑了。师兄也是如此。而后师徒俩互视，脸上都是胜利的笑容，因为缠绕在他们身上的灰雾消失了。警员们看着这几个人，不住摇头，疯了，3个人都疯了。果然，谁在那么诡异的迷雾里待了那么多天，能不疯呢？刘管家等3人上了救护车，被拉去医院急救了。等着他们的将是伤好之后的逮捕审讯、判刑坐牢。而在3人被带走不久，
一辆黑色越野车疾驰而来，19下车，独自踏进别墅大门。他缓缓地走在迷雾之中，没有任何迷失地走到主楼门口，按下门铃。艾小姐，他声音柔和地道，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谈，可以进门吗？按理说，不会有任何人给他开门。然而片刻之后，入户门缓缓打开了，长发披肩、赤着双脚、身穿白色长裙的盛爱出现在门后，面带浅笑，如同生前，原来是石先生，请进。19踏进盛家大厅，跟在盛爱身后。盛爱看起来跟生人一模一样，只是他没有影子，身体也在灯光的映照下呈现出半透明的形态。石先生，请喝茶。两人落座之后，盛爱只是动手指头，一杯水便飘过来，停在19的面前。谢谢。19对此并不感到惊讶，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而后扫视客厅。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是不是感到孤单？孤单？盛爱说得很慢，不会哦，爸爸妈妈、哥哥和妹妹都在家里，有他们陪着，小爱不会感到孤单哦。19注视他，你天天待在家里，想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盛爱的目光越过客厅和落地窗，看向外面的茫茫灰雾，过了一会儿才道，小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但爸爸妈妈、哥哥和妹妹们都在家里，小爱要和他们在一起。19沉默片刻后，小爱，你有没有想过，你已经18岁了，就算没有家人在身边，你也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好。盛爱空洞的眼里现出一抹若有似无的茫然。一个过得很好？小爱没有想过。19又问，小爱，你还记得你的梦想吗？梦想是什么？盛爱空洞的眼睛里的茫然变得明显了一点。小爱不知道。19又沉默了。客厅陷入沉默。盛爱端端正正地坐着，如同一座雕塑，看起来就像如果没有人跟他说话，他永远不会开口。几分钟后，19注视着盛爱的眼睛，终于问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小爱，你知道你已经死了吗？如果有人在现场，一定会慌得不敢呼吸，生怕盛爱会失控，会暴走，会引发世界末日般的杀戮与恐惧。然而盛爱依然坐着不动，没有任何反应。就在19以为他可能没有听到或者不理解这个问题时，盛爱却缓缓地开口了，知道哦。小爱知道小爱已经死了哦。19的指尖微微颤了一下，眼里闪过意外。小爱，爸爸妈妈、哥哥和妹妹。盛爱继续，就算死了，小爱也要跟爸爸妈妈、哥哥和妹妹在一起，永远不分离。19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他看着盛爱的目光，有伤感，有温柔，有同情，有怜悯，更有深深的心疼。小爱，不知过了多久，他开口了，你可能不记得了，很久以前我们曾经见过面，你还叫我学长。学长？盛爱的眼里依然有着薄薄的茫然，那是时吗？19看着他，回忆飘到6年前。6年前你刚上初中，暑假的时候，在全国机器人比赛中获奖的同学都得到了一个前往国防科技大学参观的机会，你是那一年的机器人比赛的冠军，而我当时是国科大的在读博士，学校让我招待你们，我们就是在那种时候认识的，别的孩子都叫我老师，只有你叫我学长。当时的你抱着我们学校的宣传册，坚定地告诉我，你将来一定要报考国科大，投身国防，报效国家，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奉献一生。国防、科技、大学，盛爱就像复读机一样，缓缓地念着这几个字，投身国防，报效国家。19回忆着当年那个孩子，你是我所见过最有才华的孩子，我看到你在机器人大赛上的表现时，我就坚信你将来一定能成为国之栋梁。你若是参与国防建设和科技研究，你的名字一定会名垂青史，为世人所记。小爱同学，他伸出手握住盛爱已经没有实体的双手，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国家即将研发第6代防空导弹系统，而我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旦第6代系统研发成功，在这个地球上，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势力对我国境内发动导弹袭击，都能被顺利地摧毁在摇篮之中。我们的国家也将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不会再遭受外国的侵略和欺辱，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复兴指日可待。小爱同学，我一直在等你报考国防科大，加入我们的团队。盛爱那双近乎全透明的双手隐隐出现实体，而后在透明与实体之间反复变换。第6代防空导弹系统，加入我们的团队。盛爱反反复复念着这些字眼，似乎在试图理解这是什么意思。19看着他这样，也没有多加解释或催促，只是拿出手机点开一段视频。现在我们将使用这些超级计算机，
模拟3战中的核武器对决。同学们将分成2组，一组代表我国，一组代表敌国。大家抽签决定。视频里，一间摆满了超级计算机的教室，教室前方是一面巨大的电子屏蔽，数十名中学生坐在电脑前，个个摩拳擦掌，兴致高昂，准备来一场高端的模拟战争。其中那个最美丽、最耀眼的女孩就是盛爱，她抽到了敌国。我不要代表敌国。她站起来，严肃地表示，哪怕只是游戏，只是模拟，我也不要代表敌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把枪口对准我的祖国。如果非要遵守抽到哪一方就代表哪一方的游戏规则，那我宁可不参与。他的发言震惊全场，老师试图劝他不要太在意，说这只是一场游戏，但他非常固执，坚决不妥协。而在场的中学生不仅没有怪他，反而热烈鼓掌，激动地表示他们也不要代表敌国。在场的老师和在校大学生们哭笑不得。最终，所有人都尊重了这些孩子的意见，由在校大学生组队扮演敌国进攻者，由盛爱这些孩子组成本国保卫者，双方开始了我死我活的攻防战。当时的19就是大学生一队的代表。经历了10几个小时和上百个回合的激烈战争后，中学生一队败了。所有的孩子都很丧气，有的孩子当场哭得稀里哗啦，泣不成声，我对不起祖国，我对不起老师，我对不起同学，我对不起爸爸妈妈，我没能保护好你们。只有盛爱握着拳头，目光坚定，掷地有声。学长，我会努力学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国防科研人员，让任何国家的核武器都打不到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还有，学长，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你。盛爱如同一座雕像，就这样看着那段视频。初时他的眼里什么都没有，而后慢慢出现了迷茫，接着是困惑，他的身体也从近乎全透明慢慢变成半透明。这段视频放完了，19又点开另外一段视频。朝阳初升的早晨，阳光洒在一群朝气蓬勃的中学生身上，他们穿着标准的军装，站在红旗之下，对着红旗宣誓：我宣誓，我永远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我宣誓，我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宣誓，我将誓死捍卫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画面定格在一个女孩的脸上，她的面容如此美丽而纯净，眼神刚毅，坚不可摧。这就是你。19的眼神也同样坚定。小爱同学，不管发生什么事，请永远不要忘记你的理想和你的誓言。盛爱反反复复念着，我的理想，我的誓言。19的手机屏幕始终定格在盛爱对着红旗宣誓的画面，而他的誓言也一遍遍地在客厅内回响。我宣誓，我永远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我宣誓，我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宣誓，我将誓死捍卫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盛爱半透明的身体缓缓变得不再透明，眼里也慢慢有了淡淡的光泽。他终于想起来了吗？19心里升起几分欣慰，只要他不是只有对家人的执念就好。我好像想起来了。盛爱缓缓道，声音第一次出现了若有似无的悲凉。可是我已经死了。他黑暗如同深渊一般的眼睛缓缓流出如同眼泪一般的东西。我再也不能实现我的理想和誓言。不，你可以。19握住他的双手，坚定地道，只要你想，你就一定可以。他微微一顿，毅然决然地道，如果你想活过来，我一定会帮你实现愿望。活过来。盛爱眼里现出茫然之色，但不等他再说什么，他忽然看向门口，身体又慢慢的变得透明起来。19也朝门口看去，门开了，盛世领着一群人进来。这群人身材高大，全都穿着方便行动的黑色衣物，戴着口罩，光看他们的身材就能判断出他们大概率不是本国人，再看看他们的发型和发色，就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西方人或混血。不过人群中竟然有一名女警员，这样的组合看起来有些怪异。菲尔德先生。盛世刚用英语开口，就看到了客厅里的盛爱和19，脸色瞬间变了，暗暗在心里大骂，怎么这么晦气呢？外面天已黑了，队伍里的黑客调换了监控，伟人盛爱变成了警员，并打晕了警员，让他们一行顺利地踏进别墅之中。结果却在客厅里遇到了九爷，真是麻烦啊！就九爷那样的人，估计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想做什么。要不要干掉九爷？这种念头只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他身后的人却已经在掏枪，似乎想动手了。不要动！盛世用英语低声道，什么都不要做。菲尔德抬了抬手，示意所有人不要动。九爷也在啊！盛世走过玄关，笑着打招呼，欢迎欢迎。小爱，爸爸带了几个朋友来家里做客，还有一位警察朋友有事要跟爸爸谈。既然你要招待九爷，爸爸就带朋友上楼谈事情去了。他领着菲尔德一行朝楼上走去。菲尔德一行并不认识19，
却对他那种似乎看透了一切的目光，以及那种与他们显然不一样的气质感到不舒服。同时，他们也一眼就注意到了身体呈透明状态的圣爱，无不惊骇。来之前，他们虽然也听说了圣爱的诡异以及圣爱灰雾的诡异，但毕竟没有亲眼见到，心中多多少少不以为然。哪怕刚才进入了灰雾，所有的信号网络都不通，所有的仪器都不起效果，他们在灰雾中辨别不了方向，转了很久才看到主楼，心里还是觉得这里大概只是磁场出了问题。直至这一刻，见到绝非人类的圣爱，才真的有些忌惮了。毕竟那种半透明状态的身体绝对不是正常人类，而在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一直在用好奇探究、兴趣盎然，甚至是贪婪的目光看着圣爱，就像看到了什么珍奇之物。盛世走得很快，一行人很快就消失在楼梯口，进入杭威的房间。圣爱一直盯着2楼，喃喃：“我好像感受到了妈妈的味道。”19心里清楚，对现在的圣爱来说，家人依然是最重要的。另外，他身为人类的意识已经非常淡薄了，如同夏天凌晨的雾，轻轻一吹就会消散，所以他不可能像人类那样思考。他不再强求，只是将手机放在桌面上，循环播放那2段视频。小爱，我先走了，改天再来看你和那盆莲花。他起身告辞，圣爱也站起来，却没有看他，而是漂浮在地板上，缓缓朝2楼飘去。19没有出声，轻手轻脚地离开。圣爱有自己的执念，非人力所能改变，只有他自己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杭威的卧室里，杭威刚从手镯空间里出来，就看到了盛世等人，惊喜不已。菲尔德先生，你们来了。菲尔德托起他的手，非常绅士地吻了一下。美丽的杭威女士，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们的伙伴。这位是艾泼斯坦先生，狂欢岛的主人，光照会的元老。这位您也认识，前总统克林先生。这位是洛克尔，他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银行家、投资家。这位是贝尔诺医学奖得主，全球著名的病毒学家和细菌学家某某先生。这位是教皇身边的首席驱魔师某某，曾经参与对著名的安娜贝尔木偶驱魔行动。这位是著名的神秘学家某某，他对世界各地的诡异习俗传说等了如指掌。这位是号称西方最后一位巫师的某某。这位是 FIB 首席黑客某某。这位是全球著名的探险家格斗家某某。这位是 CAI 首席情报员神枪手某某。介绍完之后，菲尔德表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队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相信此行一定能破除灰雾，让变异的祭品回归圣地。他本来只想组成一支6人的小队前来圣家，但是光照会那帮老家伙听说圣爱具备这么多神奇的超能力后，动了贪念，非要一起过来，想先下手为强。还有，这个消息不知被谁泄露了出去， FIB 和 CAI 也听说了，非要派人协助。最终经过讨论，组成了这支11人的精英队伍，分批前往天朝上国，而后再在海城汇合，一起潜入圣家。菲尔德先生，你们太好了！消瘦憔悴白发和皱纹疯狂冒出来的杭威简直要哭了。我们快撑不住了，请你们赶紧带我们离开。您放心，菲尔德握住他的手，我们一定会带你们全家离开圣爱的控制，获得真正的自。话没说完，房间里就响起一个没有温度、没有感情，如同机械一般的声音。想让小爱和全家分开的人都是坏人，坏人都该死。众人齐刷刷看过去，心中大惊，脸色大变。圣爱，他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卧室里这么多人，其中还包括顶级特工、顶级探险家等，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出现？再者，卧室的门明明是关着的，还上了锁，圣爱是怎么进来的？还有，他的脚居然没有踩在地面上，简直跟鬼似的。而在他们惊骇的数秒时间里，卧室里的温度飞速下降，阴冷的寒意渗入他们的骨髓，令他们冻得瑟瑟发抖。与此同时，一缕缕的雾气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慢慢将他们包裹起来。特工开枪了，巫师念诵咒语，驱魔人拿出十字架朝圣爱泼圣水，还有一把飞刀朝圣爱刺去。然而没用，子弹与刀子更是直接从圣爱的身体穿过去。不祥的预感涌上众人心头，要完蛋了！众人心生绝望。就在这时，已经习惯了这种事情的杭威迅速反应过来，两手飞快从众人身上划过去，同时在心中默念，进入空间。除了盛世，所有人瞬间消失。那个祸害怎么也不见了。盛世打量四周，他出去找人了。盛世看向窗外的灰雾，试着叫了几声：“小爱，你在哪里？小爱，爸爸有事要跟你说。”无人回应。盛世看向桌面，杭威的空间手镯静静地躺着。盛世淡淡笑着，将空间手镯收进口袋里，坐下来闭目养神。手镯空间里哀嚎不断：“天啊，太急了，我要喘不过气来了！
你们压到我了，赶紧滚开！哦，上帝，这是什么地方？实在是太拥护了。手镯空间就这么点大，之前还装有盛家荣、盛景、盛家贵3人以及不少物资，突然之间涌进这么多人，其中大多数还是牛高马大的洋人，瞬间就将空间挤得如同上班高峰期的羊城地铁3号线。杭威被一群大男人挤在中间，都快变成肉馅了。各位请安静，他用尽全部的力气尖叫。这里就是神奇的手戒指空间，这里非常安全，还请各位暂时安静下来，听我说。救援队毕竟个个都是大佬或精英，他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已经冷静下来。听到杭威的尖叫后，他们不再说话，不再挤来挤去，努力忍受又挤又臭的环境。各位请记住，四周这些白雾非常……杭威还没有说完，众人的头上就传来一个机械化的声音：妈妈和3位哥哥在这里。圣爱的声音，难道他突破了手镯空间的限制，杀进来了？杭威惊骇的抬头，就看到半透明的圣爱漂浮在他们的头顶上方，身上不断冒着灰雾，一双暗如深渊的眼珠子直勾勾盯着众人。完了，真的完了，最后的避难所也失效了。杭威跌坐在地上，他没法坐下来，因为空间太挤了，众人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妈妈、大哥、二哥、4哥，我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是通缉犯，必须去警局自首，还有你们这些坏人也要抓起来送去警局。圣爱的声音充斥整个空间，救援队的人多多少少都懂得一点汉语，听到圣爱的话，他们的脸色全变了。以他们的身份地位，突然集体出现在这种地方，显然怀有见不得人的目的。一旦落入警方的手里，麻烦就大了。怎么办？他们必须逃走。就在他们这么想的时候，有人尖叫起来：你的脸怎么了？众人看过去，就见那名女警员的脸皮在扭曲，在变形，肌肉更是凹凸不平，蠕动起伏，逐渐从原来的脸变成另外一张脸。糟糕！伟人圣爱在心中大叫。时间到了，他要现出原形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圣爱的目光移到伟人圣爱的脸上，还学会了变形。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逃走。伟人圣爱脸色惨白，第一次，他的眼睛里透出了恐惧这种情绪，因为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圣爱对他的压制，绝对压制，不会给他任何反抗或逃走的机会。还好，杭威就在他的身边，他猛然抓住杭威的手，让我离开，快！话音未落，他的身体已经消失在空间中。趁着这个机会，救援队中最年轻的白人男子叫起来：快，先躲进雾气里！说完他就窜进白雾中，身影消失不见。其他洋人哪里知道这种白雾的厉害，只当这种白雾跟现实中的雾气一样，只要不是跑得太远，加上他们带有各种定位仪器、追踪仪器等，很快就能找回来。所以他们呼啦一声分头钻进白雾中，身影一个个消失。你们跑不掉的！灰雾中出现了很多个透明的小号圣爱，也飘进白雾中追着那些人去了。圣爱本体还留在空间中。妈妈、大哥、二哥、4哥不见了！他转头张望，空间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你们也跑进雾里了吗？他身上的灰雾越冒越多，迅速将整个空间填满。小爱一定会找到你们，全家永远不分离。空间之外，杭威捂着胸口，惊魂未定。还好我反应快，所有人都逃了出来。就在圣爱分头去追救援队成员的时候，他经验丰富的在心里点名，把谁移出空间。除了他的3个儿子，他只对菲尔德稍微熟悉一点，对救援队的其他人都不熟，所以点名时慢了一步。加上其他人全都跑进白雾中，超出手镯空间的范围，他没法将他们带出来。就这样，他只将盛家荣、盛景、盛家贵和菲尔德给带了出来。盛世简单问了2句，知道手镯空间里发生什么后，当机立断。小景，立刻呼唤系统，动用10万积分，让系统将空间手镯传送到永远回不来的异时空。盛景正沉浸在脱离手镯空间的喜悦中，突然听到父亲的话，当即就是一愣，要送走的不是圣爱吗？怎么是空间手镯？盛世，你看窗外，灰雾已经散尽，圣爱很可能动用了全部的力量才能进入手镯空间，所以他现在就在手镯空间里。只要将空间手镯送走，圣爱也会跟着一起走，再也回不来。啊，这样也行？盛景愣住了，一时间找不到理由反驳，却又隐隐觉得这样不太对。这么做确实是个办法。盛家贵贪婪地盯着窗外没有灰雾遮挡的夜色，怎么都看不够。但是菲尔德先生带来的人也在手镯空间里，如果系统真的把空间手镯给送走，那些人同样回不来。众人看向菲尔德，盛世平静地道：菲尔德先生，你需要立刻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要么保留空间手镯，
给你的同伴一个逃出来的机会，同时也给祭品一个逃出来的机会。但我必须提醒你，这么做的结果很可能是你的同伴死在圣爱手中，且圣爱逃出空间，继续控制我们。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牺牲同伴，将圣爱送去不同的维度或时空，彻底让它消失。我不知道圣爱多久能逃出来，所以你不能犹豫。菲尔德陷入两难之中。片刻后，他看向杭威：“你能感觉到空间里的变化吧？”“我能感觉到空间里没有人。”杭威轻抚手镯，忘了他们曾经骗菲尔德说空间是介质空间。至于圣爱在不在空间里，我感觉不到。我丈夫跟您说过吧，我只能将实体传进空间或移出空间。为什么他无法将圣爱传进空间？他现在明白了，圣爱根本就没有实体。圣爱之前表现出来的身体可能只是幻想或意识的凝聚体。菲尔德咬了咬唇，拿出手机，拨打一个双重加密的国际电话。电话居然打通了。果然，灰雾消失之后，信号也恢复了。菲尔德在电话里简要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后表示，请您立刻做出决定。总之，祭品不消失，我们所有人，包括圣家人，要么死在圣爱手中，要么被圣爱控制。圣家人在一边听着，没敢作声。菲尔德带过来的人，没有一个是泛泛之辈，他们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做，就简简单单的折损在这里。对光照会来说，绝对是一个重大打击，但不抓住这个机会消灭圣爱的话，损失更大。希望光照会能理智的做出正确的选择。没过一会，菲尔德就转头平静地对众人道：“就这么办吧，彻底让圣爱消失。”众人都在心里感叹：光照会就是光照会，狠人就是狠人，这么多精英说放弃就放弃。同时这也意味着光照会为圣家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一定会连本带利的从圣家人的身上讨回来。他们这一生估计都别想再脱离光照会的掌控了。圣景咬了咬牙：“我现在就呼叫系统，只要能像现在这样，看到天空，闻到花香，呼吸新鲜的空气，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他什么都愿意付出。”呼叫系统，紧急呼叫系统，我要立刻消费10万积分，将圣爱送到永远不可能回到地球的异时空。系统，呼叫系统，你听到了吗？听到请回应。10万火急。他一连叫了10几次，系统才回应他，声音听起来有点急，就像是匆匆跑过来一样。来了来了，听到了听到了。本系统再次向你确认，你要消耗10万积分，将圣爱送去更高的维度或者平行宇宙吗？盛景刚想说是，但马上想到什么，拿起空间手镯，准确的说是送走我妈妈的空间手镯。圣爱现在就在手镯空间里，只要将这只手镯送走，圣爱就会一起走。本系统最后向宿主确认，宿主确定要消耗10万积分，将手中的这只手镯送去更高的维度或者平行宇宙吗？盛景毫不犹豫，是。只要圣爱消失，他就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活着，他还能去坏莱坞拍片，当国际巨星，所以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宿主的10万积分正在消耗中，本系统的领导紧急降临中，本系统的领导正在锁定宿主手中的手镯，本系统的领导正在实施空间转移之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盛景手中的手镯，生怕转移失败或者圣爱跑出来。5分钟，7分钟，10分钟，突然之间，盛景手中的手镯不见了，就这样凭空消失，不知去了何处。盛景的脑海中则传来系统的声音：宿主手中的手镯已经被移到平行世界，永远不会再出现在地球。本系统与宿主的交易已经完成，先走一步。等等，盛景忍不住叫住系统：手镯空间里的人去到平行世界后会发生什么？本系统也不知道。如果宿主想知道答案，可以支付1万积分，本系统可以请平行宇宙的同事帮忙打听。那就算了。我想顺便问一句，手镯空间里的那些白雾是什么？进入空间的人若是在白雾中迷失，会有什么下场？这个总可以说吧。系统大方地回答了。时空存在多个维度和位面，这些维度和位面之间也有边界，也会发生碰撞或交汇，从而形成数不尽的时空碎片，或者说是时空乱流。手镯空间就是其中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存在，而手镯空间四周的白雾往往接连着其他的时空碎片或者乱流，这样的连接地带和混乱地带在无限的时空中小得如同沙滩上的一粒沙子，但对渺小的人类而言却极为广袤，也许终其一生都走不出来。另外，并非所有的时空碎片混乱地带都适合人类生存，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时空碎片混乱地带都不适合人类生存。你移走的这只空间手镯很可能是某位高维生物创造出来的物品，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落入你母亲的手中。空间里的人若是在白雾中迷失，一旦坠入其他时空或乱流，几乎不可能存在活着的几率。另外，白雾深处大概率不会存在氧气，走得越远，呼吸越困难，
最终结果死。这就是我的答案。虽然这样的答案算是在盛景的预料之中，盛景还是感到异常恐惧。死在远离地球，甚至是远离这个宇宙的异时空中，连魂魄都无法归来，只是想想就绝望的窒息。本系统还有事要忙，先走了。这个系统这段时间怎么这么忙？别说督促他努力拼事业了，每次呼叫他，他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感觉怪怪的。盛景回过神来，睁开眼睛，空间手镯以及空间里的一切已经被传送去了平行宇宙，永远不会再回来。他顺便把他与系统的对话告诉众人，众人沉默，永远的消失在异时空中。这比死在外太空或者宇宙深处更令人感到胆寒。虽然我对此感到非常悲伤和遗憾，菲尔德开口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趁夜离开海城，离开贵国，不然贵国官方发现这里的异常后，我们就走不了了。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在海边安排好了接应的快艇，等我们进入公海，就可以登上军舰前往丑国。到了那时，你们就能获得绝对的安全。盛家荣疲惫地道，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服。手镯空间里的环境和条件实在是一言难尽，他们几个的身上都是臭的。菲尔德，可以。杭威突然想到，家父和天星呢？难道要丢下他们吗？菲尔德，各位不必担心，我们早就和另外一位圣爱合作，暗中把他们带去了海边，他们现在就在海边等着我们。程家人放心了。就这样，40分钟后，盛家人与菲尔德坐进黑色的越野车，利用夜色掩映，飞速朝海边驶去。凌晨3点半，程家人的车子疾驰至海边一处偏僻的小码头，码头无人无灯。菲尔德领着盛家人走到小码头，怎么没有快艇啊？杭威很急，再过1-2个小时，渔民就该出来捕鱼了，我们必须赶紧离开。空间手镯是非常强大的超维道具，失去空间手镯的他已经形同废物，所以他急着离开。菲尔德很冷静，快艇原本是停在这里的，但之前退潮了，快艇只能先离开。现在海水正在涨潮，快艇能开到这里了。你们等我片刻，我打电话问快艇到哪里了。他走到10几米外打电话，众人或坐或蹲，焦灼的等待。盛家荣又反复琢磨了片刻后，走到盛天星的身边，轻叹一声：天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盛天星在医院里躺了好几天，虽然病情已经大为好转，身体状态也好了许多，但病去如山倒。他现在依然有些虚弱，加上心理压力大，他此刻更是如同惊弓之鸟，经不起一丝风吹浪打。听到盛家荣的话，他的脸色登时变了。神，什么事？盛家荣摘下眼镜，边擦边道：在车上的时候，我听到菲尔德的心声，他想让你成为新的祭品。他们家告诉菲尔德，他想听到别人的心声，就要先碰触到对方的身体。菲尔德大概是为了防止心声被他听到，始终没有与他有身体上的任何接触，所以菲尔德没有掩饰自己的心声，想法都被他听到了。他听到这个心声时，心情很复杂。盛天星跟他并非一母所生，眼下又是逃亡的敏感时刻，他若是出手帮盛天星，还不知道会给自己给全家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但是冷眼旁观盛天星成为盛爱的那样祭品，他又觉得有些不忍。想来想去，他把决定权交给盛天星，让他自己想。盛天星吓得哈的一声，连连后退，而后跌坐在地上，哭出声来：呜呜，我不要成为祭品。杭威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盛天星哭着说了盛家荣告诉他的事情。杭威的脸色也很难看，他想安慰女儿，心里却也明白，光照会完全有可能会做出那样的事情，而且盛天星其实也符合光照会的祭品条件，只是没有盛爱那么完美而已。你留下来，不要去了。杭威看着不远处还在打电话的菲尔德，下定决心。你的罪名不重，估计判个10年8年的就能出来，怎么样都比被光照会控制甚至成为祭品要好。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想起了盛爱的下场，声音都在发颤，说不清楚是悔恨还是恐惧。留下来坐牢啊！其他几人都听到他们的对话。盛景遥望无尽的暗灰色的海面，开始动摇。也许坐牢也是不错的选择，他没有杀人，就算坐牢，估计坐个10几20年也该出来了。以天朝上国的监狱条件，他又是大明星，在监狱里应该不会吃太多的苦头。若是去了丑国，一辈子被光照会控制，下场未必更好。盛家荣和盛家贵也在心里分析自己的罪名，可能要坐几年牢，逃去丑国好，还是留下坐牢好？想留下来，不可以哦。依然神经质的盛家父桀桀的笑，全家人都要整整齐齐，凭什么我们要去丑国当光照会的狗，你们却能留下来享受自由？不可以哦，绝对不可以哦。盛家其他人牵涉的都是经济方面的罪，
众所周知，经济方面的罪贪得再多也不会被死刑，但他不一样，他真真切切的杀了人，杀了江梦飞。这个案子警方一直在查，还有与盛家人有关的车里发现了江梦飞的 DNA。 此外，那所暗中豢养打手并杀过人的驾校归他管理，他的电诈员没少干杀人放火的事情。他若是留下来，等着他的不是坐牢，而是死刑，所以他没有选择了，要死就全家一起死。凭什么他帮家里干了那么多脏活，最后别人留下来坐几年牢就换得自由，他却要背井离乡，受光照会控制一生？他的话令其他几人的脸色阴了下来。盛家富什么意思？想拖他们一起死？他们要不要先把盛家富干掉算了？反正盛家富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又是个没用的重生者，留着也没有用。在盛家人心怀各异的时候，菲尔德走过来，快艇已经全速赶来的路上了，再过几分钟就能抵达码头，请各位做好准备。话音未落，蹲在他身后哭泣的盛天星突然站起来，从怀里抽出一把水果刀，疯了一样的朝菲尔德刺去。此时天还黑着，众人全靠手机屏幕照明，啥都看不清楚。海边风又大，菲尔德压根没注意到人群中最不起眼的盛天星。就这样，他的后腰中了一刀。他转身一脚踢飞身后的盛天星，怒道：你在做什么？他虽然受了伤，但盛天星刺的不是要害，他又长得牛高马大，所以中的这一刀并不足以让他失去行动能力。盛天星摔在地上，披头散发，抱着身体，疯狂地尖叫：我不要当祭品，我不要去丑国。杭威扑过去抱住女儿，哭着解释：菲尔德先生，这孩子这段时间受到了巨大的折磨和刺激，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他现在害怕所有的陌生人，才会一时冲动，做出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行为，还请您原谅他。在呼呼的海风中，菲尔德其实听不清楚盛天星边哭边说的话，但杭威的话他倒是听清楚了。他捂着后腰的伤口，目光闪烁了片刻后叹气：您放心，我不会跟这个可怜的孩子计较。你们看海面，快艇应该快到了。众人朝海面看去，隐隐可见一簇微弱的光芒朝码头驶来。菲尔德拿出大号手电筒，打开之后朝着海面的方向摇晃，向接应人放信号。盛家荣盯着海面那束微光，不动声色的后退。他盘算过了，他才穿到这个世界1年，干的坏事有限，至少没有杀过人。如果他主动自首并供出他所知道的盛家的罪行，上交所有财产，应该能获得轻判，关个10年左右就能出来。这样应该会比在天朝上国好。一个沙哑的声音突然传进他耳中：你想离开码头？盛家贵心中一惊，转头看到了盛家荣。读心术果然很危险。这一瞬间，盛家贵心生杀意。冷静。盛家荣摆摆手，低声道：我也不想去丑国，等他们上快艇后，我们就上车去自首。盛家贵盯着他几眼后，选择了信他。好。盛家荣是聪明人，权衡之下，他应该意识到落入警方的手里还是比落入光照会的手里要强。盛世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小动作，拧眉走过来低声道：你们不想走？盛家荣苦笑：爸，给我们一条活路吧。盛世也在苦笑：空间手镯没有了，现在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的读心术，如果连你也不去，剩下的人恐怕都不好过。光照会派了这么多大佬和精英来海城，为的就是程家人的超能力。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能力最强、作用最大的圣爱和空间手镯都没了。如果读心术也没了，剩下的人还值得光照会庇护吗？不是还有小景的系统吗？盛家荣道：小景只要有积分，就能从系统商场买到很多超能力道具，而小景的积分只能来自于演艺事业。光照会为了得到那些道具，一定会全力将小景捧成国际巨星，哪怕是靠着他，你们在丑国的日子也不会难过。盛世沉默。李氏这个理，就他和杭威盛景一起去丑国，其他人未经光照会允许就临时决定留下来，恐怕会让光照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盛家的戏弄，到时还不知道会不会报复他们。另外，他也很需要盛家荣的读心术。就在盛家父子在低声争辩的时候，快艇已经疾驰而来，停在码头。菲尔德摆着手道：快上船。盛家父冲过去尖叫：菲尔德先生，盛天星不想上船，他想留下来。这个蠢货。其他几人在心中大骂，竟然连自家人都出卖。盛家贵和盛家荣互视一眼，转身就朝堤上的越野车冲去。杭威看到这一幕，震惊之余几乎也想一起走了，但他又想到他干的那些事情已经足以坐穿牢底，无法减刑的那种。如果他留下，他将终生待在监牢里，而且他已经50好几了，过了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后，让他余下的那点晚年时光都在牢里度过，想想就崩溃了。他真的没有选择了。
于是他狠下心来，拍了拍盛天星的肩膀：“去吧，跟你大哥回去，坐几年牢就出来，挺好的。”盛天星哭着喊了几声妈妈，也朝越野车跑去。菲尔德先生，杭威看向菲尔德，哀求：“求求你，让他们留下来吧，我们几个跟您走，以后一切都听您的。”菲尔德目光冰冷地盯着盛家荣等人，眼里闪过一抹怨毒。听到杭威的话，他却是露出和蔼的笑容：“杭女士，我都理解，我不会怪这几个孩子的，想留下的就留下来吧，想走的赶紧跟我走。”杭威咬了咬牙，上船。盛景在这一刻几乎也想往回跑，但想到他去了丑国之后还有成为超级巨星的可能，留下来就只能坐牢，被世人耻笑天子，他还是步伐沉重地上了快艇。盛世也是如此，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往上爬。既然他去丑国还有机会，那他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去。只是他们一家4口都没有注意到，菲尔德看到盛家荣和盛家贵上了越野车之后，居然露出阴狠的笑容，同时按下了口袋的遥控器。轰！响亮的爆炸声传进众人的耳中，刺目的火光也映入众人的眼中。众人惊骇地看到，越野车爆炸了！啊！离越野车只有5-6米的盛天星瘫在地上，发出恐惧的崩溃的尖叫声。盛景瞳孔放大，紧紧抓住快艇的扶栏，生怕自己掉下去。杭威则跌坐在快艇上，脸上已经没有了半点血色。只有盛家父在愣了片刻后，手舞足蹈，哈哈大笑：“爆炸了，爆炸了！着火了，着火了！爆炸声真好听，火光真好看，死了，死了，他们都要死了，真是太好了！”哈哈！盛景的目光移到盛家父身上，眼睛都变成了红色。他跟盛家荣再怎么说也是同母的亲兄弟，在亲眼目睹盛家荣被炸死的时候，听到盛家父幸灾乐祸，他心里极为怨恨。开船！菲尔德在这种时候下令开船，前来接应他们的驾驶员开足马车，快艇闪电般的飞离码头。盛世等人转头看向菲尔德，眼里有怨恨，有惊惧，更有忌惮。毫无疑问，那辆越野车安装了炸弹。炸弹是谁安装的？只能是菲尔德。菲尔德好狠的心，居然留了这么一手。菲尔德对盛家几人的盯视毫不在意。光照会来了这么多人，结果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去，这笔账只能算在盛家人身上。盛家人临门一脚，还敢背叛他和光照会，死2个人算什么？尤其是盛家荣还拥有强大的读心术，这种能力若是不能被丑国或光照会所用，也不能为天朝上国所用。哦，盛家荣和盛家贵不一定死，因为他事先安装在车尾的炸药威力不低，却也没有那么强，足够将越野车炸毁，却不足以将越野车炸成碎片。所以坐在车头的盛家荣和盛家贵会不会死，得看运气。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可能毫发无伤。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安装足以将整辆车炸成碎片的炸弹，当然是因为他可不能让背叛他的人这么轻易的死去。活着受罪或者生不如死才是最爽的教训。就在菲尔德得意洋洋的时候，快艇突然停下来不动了。怎么不开了？菲尔德大怒：“你不知道我们赶时间吗？”哦，天哪，那是什么东西？驾驶舱里的驾驶员惊恐地看向上方，就像见了鬼一样，全身瑟瑟发抖。什么东西？菲尔德顺着驾驶员的目光往上看，而后面露惊骇之色，指着上方：“你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盛世等人也抬头看向上方，而后心彻底凉了，腿彻底软了，眼里更是彻底失去了光芒。圣爱又来了！半透明的小号圣爱手中拎着已经奄奄一息的伟人圣爱，漂浮在空中，用黑洞洞的没有感情的眼珠子盯着他们。全家必须整整齐齐的在一起，谁都不能离开。就连一向冷静从不言败的盛世都跪了，眼里尽是绝望。他竟然还在，那他们之前耗费那么多功夫，牺牲那么多人，才利用系统将圣爱送离地球的努力，算得了什么？你这个怪物，该死的怪物！菲尔德回过神来，抽出腰间的手枪，对着距离不远的圣爱疯狂开枪。驾驶员也找出一把冲锋枪，冲到甲板上，对着圣爱就疯狂射击。刺耳的枪声刺得盛家人的耳朵生疼。盛家人麻木地看着这一幕，再也没有了任何反抗的心思。几分钟后，菲尔德和驾驶员弹尽粮绝，气喘吁吁，也陷入绝望之中。为什么你还在这里？菲尔德嘶声。圣爱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你缠着我们不放？啊，对了，你是来找你家人的。菲尔德意识到了什么，指着盛世等人道：“你将他们带走，统统带走，我们开快艇离开，以后互不相干。”事到如今，他已经不再去奢望什么超能力了，他只想活着离开天朝上国，彻底忘掉这场噩梦，
并在未来的时光里不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踏进天朝上国。圣爱说话了：“你们想要带走爸爸妈妈和哥哥妹妹，是坏人，坏人必须受到惩罚。”说着，他缓缓下降，将手中的伟人圣爱放在水面上。他不是人，不是保护动物，不受法律保护。他想取代我，抢走我的家人，他必须消失。伟人圣爱缓缓抬头，顶着一张如同被融化了表层皮肤的恐怖的蜡像脸，发出绝望的哀鸣：“救我，菲尔德先生，爸爸妈妈，救我！”他从手镯空间里出来的时候，圣爱小号居然也跟出来了，而后不停地追他和杀他。他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不停地逃，不停地被杀，不停地死而复生。几个小时过去了，即使他拥有不死之身，然而不断的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却也在慢慢消耗他的能量，令他复生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的他就像耗尽能量的电池，不充电的话就无法恢复力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圣爱将他丢入海中，他将慢慢的沉入海底，再也浮不上来。更可怕的是，他依然不会死，他将保持着人类的部分意识，永永远远的一动不动的趴在黑暗的深不可测的海底，一直活着，直到海洋干涸或者地球灭绝。只是想想那种场景，身为伟人的他都感到了无尽的绝望与恐惧，所有人也都感觉到了他的绝望与恐惧。这种绝望与恐惧令所有人都不禁对他这样一个伟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相较之下，死亡或者坐牢，甚至成为祭品，似乎都没有那么悲惨了。只是没有人救得了他，所有人就这样看着他一点一点的被圣爱沉进海水之中。他的双脚被海水吞噬，他的双腿被海水吞噬，他的腰部被海水吞噬。杀了我！求求您，菲尔德先生，杀了我！伟人圣爱的眼睛里流下泪来。我不想永远沉在海底，直至地球毁灭。求求您了，您是我的创造者之一，您一定知道如何彻底的杀死我。伟人圣爱的胸口已经被海水吞噬，那张扭曲变形的恐怖惨白的脸在船灯的映照下，显然如此清晰而可怜。没有人说话，就连菲尔德都无法安慰他。杀了我！谁来？杀了我！咕咚！伟人圣爱的口鼻被海水吞噬，再也无法发声。他那双睁得大大的充满绝望与恐惧的眼睛，让所有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圣爱松手，伟人圣爱彻底沉入海面，一丝影子都不留。快艇上一片死寂，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在等待圣爱的制裁。你们，圣爱刚要说点什么，直升机的轰鸣声就传入他们的耳中。他们抬头，就看到一架直升机飞驶而来。你们已经被警方包围，请跪在地上，举起双手，不要反抗，不要试图逃走。盛世一家四口举手，没有半点要反抗的心思。菲尔德则陷入天人交战之中。他要投降吗？他在丑国也是大人物，落入天朝上国的手中，这颜面往哪里搁？可是不投降，他又能怎么办？就在快艇的四周已经出现了多艘快艇，想也知道那是天朝上国的官方人员，他逃不掉的。偏偏他又没有去死的勇气，毕竟他还有那么多财产没花完。无奈之下，他只得举起双手，缓缓往下跪。就在这个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驾驶员掉在地上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他只看了一眼，就用脚将手机踢入海中，而后目露凶光，上前一步，用力将菲尔德推入海中。菲尔德此时还受着伤，伤口虽然不太严重，却因为得不到及时处理，腰间都被鲜血染红了，还是很疼的。突然被驾驶员这么一推，他毫无防备地掉入海中，伴随着2声救命之后就消失在海面。推他入海之后，驾驶员这才举手投降。他是光照会派来接菲尔德一行的杀手，他不清楚菲尔德一行是来干什么的。他刚才只是收到一条命令，杀掉菲尔德，最好不要留下尸体，于是奉命行事。就算警方抓到他，他也说不出什么重要的情报。圣爱看完这一幕，缓缓地对众人道：“请你们配合警方的调查。爸爸妈妈、二哥、三哥，我在家里等你们。”而后他的身影消失。接下来，警方的快艇赶到，将所有人逮捕。至于菲尔德，警方也试图寻找，然而此时天还未亮，海水正在涨潮，这里又远离海岸，怎么找？没法找，警方只能作罢。盛世等人被带到小码头时，就看到警方已经把越野车的爆炸现场包围起来，现场灯火通明，很多医护人员在忙。盛家人不能靠近，盛警只能追问：“我大哥和老四怎么样了？他们死了吗？”从直升机上下来后，就跟众人一起上岸的19告诉盛家人，他们没死，但都受了重伤，就算能治好，肯定也要终生残疾了。
盛景等人没有说话，只是在心里想，残疾也比死亡或者精神不正常要好。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盛家荣和盛家贵伤得非常惨烈。两人被警方找到时，全身都是血，身上多处被烧伤。因为他们身上的血太多了，警方看不出来他们都受了多少伤，但可以肯定，盛家荣至少有一条手臂保不住，盛家贵至少有一条腿保不住。特别是盛家荣，他身上扎了很多玻璃碎片，他的面部和头部更是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玻璃碎片，医护人员不得不在现场处理这些碎片，不然不敢抬上担架。至于盛天星，因为跑得慢了一点，没有上车，受到的伤害比较小，但他的身上也被爆炸产生的热量和碎片射击，尤其是他的脸不仅被灼伤，也扎进了一些玻璃碎片，至少有一只眼睛是大概率保不住了。总之，警方赶在天亮之前收拾好了爆炸现场，并将伤员全部带走，没让早晨过来出海打鱼的渔民察觉到异常。盛世等4人也被带回警局问话，这一次他们如实交代了他们为了加入光照会并将圣爱献给光照会的事情，同时还表示圣爱是回来复仇的，但他们没有提到圣爱变异的事情，也没有提到自己因此得到超能力的事情。毕竟这种事情说出去谁会信呢？只说了，警方只会怀疑他们在瞎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警方对盛家人进行审讯的事情，局长接到来自上级的电话，上级表示专注调查盛家人目前的案子就行，不要过问圣爱的事情，也不要过问光照会的事情。盛家人涉及那么多大案子，警方忙得焦头烂额，上头不让他们过问圣爱和光照会的事，他们自然也不会多此一举。盛家人见警方不再追问圣爱的事情，也常常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们被捕了，注定要大牢了，但是他们却真的摆脱了圣爱。可能是圣爱觉得他们被警方逮捕并承认罪名后不可能再逃走了，而且他们都坐牢了，自然也不可能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圣爱没有再出现。又或者绝大部分的圣爱被困在空间手镯里，被系统送去了其他时空，剩下的圣爱已经不足以再分裂出其他的圣爱去监督他们。总之他们终于能睡得着了，不必时时刻刻都担心圣爱会突然冒出来宣布他们又违反了哪条规则以及将受到什么惩罚。此时的盛家别墅空空荡荡，没有人影，却有活人的声音在一遍遍地回响。我不要代表敌国，哪怕只是游戏，只是模拟，我也不要代表敌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把枪口对准我的祖国。我宣誓，我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宣誓，我将誓死捍卫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学长，我会努力学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国防科研人员，让任何国家的核武器都打不到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还有，学长，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你。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部手机，手机里正在循环播放2段视频，视频里的声音响彻整个客厅，从晚到早，从早到晚。天黑了，客厅没有亮灯，一片黑暗。然而视频仍然在播放，女孩的声音依然在回响，直到门铃响起来。小爱，我来看你了，可以让我进来吗？19的声音从门外转进来。突然整个别墅亮起来，原本空无一人的沙发上也出现了一个透明的人影，人影慢慢变成半透明，但也只能变成半透明。半透明的人影站起来，缓缓朝门口飘去，而后打开房门，露出一个半透明的笑容。学长来了。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一定会惊骇的大叫鬼。但19很平静，我来了，我可以先去看看那盆莲花吗？盛爱缓缓转身，当然可以，请学长随我来。19跟着他上楼，走进他的卧室，站在窗台前看着那盆莲花。那盆莲花开得很好，红的半边如同鲜血，蓝的半边如同血管，宜人的香气似有安抚人心的力量。就连盛爱那时而透明时而半透明的身体都稳定在了半透明的状态。19注视那盆莲花半晌后，转头看向盛爱。小爱，2天前的晚上我曾经问过你，你想不想活着当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愿意为理想和誓言努力的女孩？现在你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吗？盛爱空洞的眼睛里隐隐出现了一抹若有似无的光泽，说话一字一顿。我想活着，我想实现我的理想。好。19笑了，声音如同春天的细雨，夏天的清风，秋天的白云，冬天的阳光。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帮你实现你的理想。盛爱的目光尽是茫然。真的可以吗？当然，我不会骗你。19抬手看了看指甲上的10片莲花印记，将手搭在盛爱半透明的肩膀上。我不知道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但我想应该不会让你等得太久。他转身大步走出房间，朝楼顶走去。已是凌晨，万籁俱寂，苍穹高远，无边无尽。
他站在栏杆边上，立于黑暗之中，闭上眼睛，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天道，我要兑现我的10世功德。这一世是19轮回的第10世，准确的说是他的第10.5世。因为就在这一世，他已经死了一次，只是他在死亡之时向天道祈祷，想当一次可以正常的生老病死的普通人。天道答应了他，所以时光回溯到5年之前，也就是圣爱被献祭给光照会的那一夜，他就此开始了他的第10.5世。所有人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重来。在他的第10世，圣爱没有复生，一切都如同盛家贵看到的那本言情小说一样发展。是的，他在死亡的时候察觉了世界的真相。他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本书，只是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是只写了这一本，还写了很多本。有的书是玄幻小说，里面存在空间手镯等超凡物品；有的书写的是读心术；有的书写的是系统文；有的书写的是重生或穿越；有的书写的是旧日或邪神等等。这些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天马行空的世界观。这些书之间的故事时空原本并不相通，然而因为天道答应他的要求，让时光倒流到5年前，导致这个世界的时空出现了小小的裂痕与扭曲。这道小小的裂痕就出现在狂欢岛的上方。天道一直在试图修复这道裂痕，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就这样，这道裂痕引来了作者同一笔下的其他世界的物品存在或生物，又或者说是其他世界的物品存在或生物从时空裂痕中掉入这个世界。他们降临在狂欢岛时，被献祭仪式上散发出来的呼唤与执念所吸引，从而锁定圣爱，并通过圣爱的执念找到了最适合他们生存的圣家人。就这样，圣家荣得到了读心术，圣景得到了系统，圣家父重生等等。至于圣爱，因为他已经死亡，很难被异界来客所利用。直到更高位格的旧日也好，邪神也好，终于成功的穿过时空裂痕，在狂欢岛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雷电和暴风雨。这些异界来客通过雷电附在圣爱身上，圣爱的身体彻底被摧毁，对家人对生前幸福生活的执念却因为异界来客的能力变成幻影一般的实体，重返圣家。圣爱的执念化为强大的规则，逼得圣家人依照这些规则行动。即使圣家人都拥有强大的超能力，都无法反抗圣爱的规则。圣爱的规则确实无敌，但它终究只是执念的化身。一旦圣家人死亡或坐牢，圣爱便会认为永远与家人在一起已经实现，或者再也无法实现，执念将慢慢消散。到了那时，圣爱也将彻底消失，什么都不会留下。另外，天道为了这个世界的稳定与平衡，也不会容许圣爱一直存在。天道也许拿圣爱没有办法，但天道可以让圣家人死亡或消失，间接让圣爱的执念消失，从而让圣爱也随之消散。圣爱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塑肉身，意识回归。然而死而复生谈何容易。此时此刻，19向天道求的就是让圣爱死而复生。19，天道的声音在19的耳边响起，你轮回10世，世世惨死，拯救苍生无数，这才换得一个成神的机会。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成神。哪怕现在你只需一个念头，便能飞升成神，就此超脱人世间的生死轮回与苦难悲欢。但是如果你用10世功德换取那个女子的肉身复活，你失去的不仅是飞升成神的机会，还有10世的记忆以及投胎转生的机会。你可想清楚了？我想得非常清楚。19平静地道，我真正所求并非成神，而是如芸芸众生一般，平安知足地度过这一生。过往9世，我不曾遇到过太平盛世，而这一世便是我所求之太平盛世。我愿在这一生终结我的轮回与功德，当一介凡夫俗子。足足过了片刻，他才听到天道的叹息。世人无不想成神，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寻渊修道之人为了成神，无所不用其极。你攒10世功德，终修得成神之机，却为他人放弃，可惜哉？可惜吗？19在心里问自己，真的可惜吗？他已经记不清前面9世的遭遇了，却始终清楚地记得他每一世都是怎么死的。第一世，他是奴隶，终受不住主子的残暴与杀戮，愤然带头反抗，最终他被身边人出卖，五马分尸，不是分的不是尸，而是活人。第二世，他经商赚钱，修桥铺路无数，收养遗婴弃孤无数，最终却被恶人陷害，家财尽数被夺，自己也头断刑场。而那些他救过的人，以及日日从他修的路见的桥走过的人，却在台下鼓掌叫好。第三世，他出身贫苦，落草为寇，带领一众兄弟占山为王，劫贫济富，声势渐大，最终招来朝廷大军，要么归降，要么全灭。兄弟们怕了，求他投降。他为了兄弟们能有一个好去处，只得归降。归降之夜，他被兄弟们下毒，
他落得公开处刑千刀万剐的下场，兄弟们则官爵加身。接下来的几世，他当过将军，立功无数，最后功高震主，被帝王寻了个罪名，满门抄斩。他投胎成战马，将起义军的首领带出敌军的包围，在山间疾行5日5夜，最终逃回营地，而后又趁夜跃入汤锅之中，不鸣不动，生生将自己煮死，用自己的血肉喂食饿得奄奄一息的将士们。最终将士们撑过这一关，创造了他不曾见过的太平盛世。他当过高僧主持，藏匿爱国将领，敌军包围寺庙，逼他交出将领，他拒绝，最终当着无数百姓的面端坐莲花台，被大火烧了3天3夜，连骨灰都不剩。每一次死亡轮回，他的指甲上就会生出一瓣莲花印记，每一瓣莲花都在记录着他的轮回与功德。最近的一次死亡，也就是他的第10世死亡，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4年之后。当时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天朝上国的疫情尤其严重，全国到处都在封城，经济受到重创，老弱病残等面临着极大的生命威胁。时代集团旗下的医药公司也在全力开发疫苗，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亲自主持研发疫苗。为了让安全有效的疫苗得以尽快通过审核和投产，他不惜亲身感染疫病，再亲自试验疫苗，一次又一次的试，最终疫苗通过安全审核，投产入市。他却因为反复感染疫病，又试验不同的疫苗而早早离世。在他死亡的时候，他的脑海里突然响起天道的声音。天道告诉他，他在无意之中积累了整整10世的功德，而这10世的功德足以让他飞升成神，问他是否愿意就此成神。同时天道让他想起了前面9世的记忆，他才知道自己的每一世都死得这么惨。面对成神的机会，他沉默了很久才告诉天道，成神自然是好事，但我9世惨死，第10世早死，我想在成神之前最后一次感受生而为人的欢喜，知道平安一世并自然死亡是什么感觉。其实每一世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当英雄善人或圣人，只是每一世他都被命运推到了那样的风口浪尖上，要么选择牺牲自己拯救万万千千的人，要么选择保全自己看着万万千千的人去死。他也无数次想过保全自己一人，随便死千千万万人也无所谓，但他终究还是做不到，便只能长叹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后平静的赴死。面对他的无量功德，天道大概也很难拒绝他这个小小的愿望，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就这样，时光回溯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的1年之前，他的命运改变了，圣爱和圣家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这也是圣家贵穿书之后发现剧情与书中所写大不一样的原因。你将会忘记所有的前尘往事，不再拥有转世轮回的机会。那名女子的肉身正在重塑。幽暗之中，19看到指甲上的莲花花瓣在悠悠的发光，而后一片一片的消失。忘了第1世，忘了第2世，忘了第3世。而在他脚下的卧室里，他用鲜血喂养的莲花也在悠悠发光，散发着愈发宜人的香气，如同生命正在孕育，缓缓形成一个婴儿的形状，且婴儿在慢慢长大。9月，圣爱扎着高马尾，穿着白衬衫和蓝色的背带裙，拎着一只大皮箱从出租车里下来，兴奋而好奇地打量国防科技大学的大门。小爱同学，一个人迎面走来，笑着跟他打招呼。你来了，我送你去宿舍吧。圣爱眼睛亮了，学长，你怎么在这里？19接过他手中的皮箱，我这个学期担任你们学院的教授，教的还是电子工程，估计以后就是你的老师了。哇，太好了！圣爱鼓掌，我打听过了，所有人都说你是天才中的天才，小学只读了1年，13岁上大学，20岁已经是双博士了。我小时候来国科大参观时听过你的课，讲得太好了。那时我就想，等我考上国科大的时候，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听你的课。没想到真的梦想成真了。哪里，19还是很谦虚的，以你的天赋，继续努力的话，总有一天会超过我。圣爱嘻嘻的笑，其实我知道我跟学长之间的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我会以你为目标，不断的努力。19看了看他被阳光照在地上的影子，笑笑，我会全力辅导你，争取让你早日超过我。另外，我的实验室也会对你开放，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能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我的研究团队，提早接触防空导弹的研发。刚上大学的大一新生就能加入这么高端的研究团队，简直是前所未有。但他相信没有人会对此有意见，因为去年的高考，圣爱就是海城的高考状元。此外，圣爱还有一大堆惊人的获奖证书：中学生机器人大赛冠军，中学生编程大赛冠军，国际数学竞赛团体赛单人赛冠军，国际青少年物理大赛冠军，无人机操作大赛冠军，等等。就他这样的实力，不管得到怎么样的重视和栽培，相信都不会有人不服。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圣爱目光闪闪，
耀眼如天上的太阳。学长，你一定要让我加入，我会努力向所有人证明，我不会拖大家的后腿。我相信你。19点了点头，又问，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其实他对盛家人的下场清楚得很，虽然盛家人牵涉的案子太多太大，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调查，而后才能判刑，但就目前来看，杭威和盛氏肯定要坐一辈子的大牢了。短短1-2个月的时间，杭威瘦得皮包骨头，经检查，他患了相当严重的糖尿病，也不知道身体还能撑多久。盛家荣头上脸上缝了很多针，留下很多伤口，算是彻底毁容了。另外，有一枚玻璃碎片深入他的脑干之中，无法取出。这枚玻璃碎片很小，并不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危险，却会令他经常感到头痛，引发严重的耳鸣现象，经常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他还被截掉了一条手臂，摘除了一颗肾，可以说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哪怕他的读心术还在，也发挥不了大的作用。以盛景涉及的罪名，原本也足以判无期，但他被捕之后，非常积极主动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以及其他人，尤其是盛家人的罪行。算了立了功，估计要坐20年的大牢。诡异的是，被捕之后的他患了暴食症，每日暴饮暴食，看到什么都想吃，还不挑。现在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油腻的大胖子。曾经的粉丝看到网上流传出来的照片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盛家父干过的那些事，原本足以让他被判死刑，但是他精神真的不正常了，总是恐惧的大喊大叫，说自己见鬼了，说自己被人追杀，说自己被人砍成10几块。他还经常自残，拿头撞墙，拿刀子在身上割得鲜血淋漓。他还有暴力倾向，经常抽了风似的攻击别人，然后被别人打得半死。现在的他牙齿掉了几颗，大小便不能自理，被关在精神病院里，还不如死了的好。盛家贵则在爆炸事件中被严重烧伤，脸上身上留下了很多疤痕，一条腿被截肢，外加2根手指头和1根脚趾头被截。因为他表现良好，能够如实交代自己和他人的罪行，还变卖所有的身家进行赔偿，所以他很可能判10年。盛天星相对家里的其他人来说要好一些，他主要涉嫌通过看相算命、开光转运等方式诈骗钱财，以及帮父母收受贿赂。因为表现良好，能够主动交出赃款并交代自己和家人别人的罪行，估计会被判3到5年。但他受到越野车爆炸的波及，脸部被部分灼伤，一只眼睛也保不住了。坐牢破相又瞎了一只眼的他，可以想象未来的人生将会如何悲惨。至于盛爱，他拥有血肉之躯，并在意识回归之后忘了最近1年的事情。他只记得他高考结束后生了一场大病，而后陷入漫长的沉睡之中，还做了一个非常诡异、非常可怕的梦。梦醒后，他就忘了梦里的一切，而后发现不过1年时间，除了他全家个个被抓，家里也破产了，家里的公司也倒闭了，原本居住的豪宅也被变卖，家里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还好，家里之前送给他的东西，包括衣服、鞋子、珠宝首饰等，属于他的个人财产，他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他的东西还是他的，可以卖得不少钱。另外，国防科技大学给他补发了录取通知书，还因为他成绩优异，给他免除所有的学杂费，外加4年全额奖学金。还有，石学长说了，如果他缺钱，可以利用暑假和寒假去时代集团打工，收入比一般的打工人还高。但他觉得光靠奖学金和各种比赛奖金就够他轻轻松松的度过4年大学了。现在面对学长的担心，他不在意的摆了摆手，我去看过我的家里人了，他们好像都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们。以后他们赎他们的罪，我努力追逐自己的理想，谁也别管谁。说到这里，他问学长，我这样是不是很冷血？大病一场之后，他不仅忘了最近1年的事情，对家里和家人的事情也记得不太清楚了。有时还会做梦，梦到家里人生他养他栽培他，只是为了把他献给邪教之类的。他经常被吓醒，然后一点都不想再见到爸爸妈妈和哥哥妹妹们。特别是知道全家都干了哪些坏事后，他更是觉得他的家人不该是这样的，他不想跟这样的家人为伍。不会，19笑笑，温柔地摸摸他的头。盛爱的爱不仅仅是对家人对朋友的小爱，更是对世界对生活对国家的大爱。你只是放下了对家的小爱，拥抱大爱而已。盛爱若有所思，对世界对生活对国家的大爱吗？他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喜欢我的名字。深秋时节，寒风萧瑟，一脸沧桑搂着腰，仿佛老了20岁的盛世走出警局的大门，慢吞吞地行走在风景优美的马路边，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我失去了权力和地位又如何？不是还拥有自由吗？不是还拥有海外的几十亿存款吗？等我偷渡出国，依然能享受荣华。我盛世的好运仍在，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再回到贫困潦倒落魄无援的境地。虽然几个不孝子都选择了如实交代出卖全家，但是
他威胁杭威，如果不帮他担下最严重的罪行，他就把盛家富是杭威与白议员亲生儿子的秘密传出去。他还向杭威保证，只要杭威帮他担下最严重的罪行，他取出白议员的钱后，一定会想办法将盛家富捞出精神病院，并保证盛天星出狱后衣食无忧。杭威答应了，加上最关键的证人和最关键的证据没了，他最终得到了保释。我好不容易才爬到上层，谁也别想把我踢下去。他刚这么想，就有一个人从路边的草丛里冲出来，对着他的腹部疯狂捅刀，边捅边笑：西西，我让你把我的囡囡献给光照会，你没有想到我还活着吧？你没有想到我其实什么都知道吧？你没有想到我能离开精神病院，还能找到你和捅你吧？西西，盛世，这次你死定了！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头发花白的女人。你是阿丽，阿丽，她的发妻，曾经是县领导的独生女，温婉贤淑。那时她不过20多岁，是个包头工，帮县领导装修别墅装得很好，收费也公道，还在不经意间救了被混混调戏的阿丽，两人互生好感。因为阿丽非她不嫁，加上她长得不错，又有才干，县领导觉得她有前途，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两人结婚后，她在岳父的扶持下一步往上爬，彻底摆脱了底层人的身份。她跟阿丽还生了2个儿子和1个女儿。是的，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只是她不满足于现状，一心想爬得更高。然而她的岳父已经无法给她提供更多的人脉和渠道。一次，她在酒桌上认识了一名光照会的人，听说了光照会的事情，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便有心打听和接触这方面的人脉。女儿刚满1周岁，她就通过别人介绍，把女儿献给光照会。就这样，她被同为光照会成员的白议员看中，最终成为白议员的心腹。阿丽则因为女儿失踪而精神崩溃，疯疯癫癫。他早已看不上帮不了他的阿丽，便借机把阿丽送进其他城市的精神病院，还顺利离婚，娶了白议员的情妇，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国民女星杭威。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再次因为好运的青睐而获得保释，准备潜逃出国时，竟然遇到了阿丽。这一次好运似乎没能庇护他，毕竟他亲近的家人全都身处绝境，或伤或残或癌，已经不足以帮他承受致命伤害。他缓缓倒在地上，不仅腹部都是血，连嘴角都流出血来。你杀了我也活不了。不，我活得了。看起来疯疯癫癫的阿丽在笑，我的精神病还没有好，所以我只会继续回到精神病院。嘻嘻嘻，盛世，你去地下给我的囡囡赔罪吧。盛世觉得自己死定了。不，他还没死，因为有路人及时发现他的惨状，及时叫了救护车。他被送进医院抢救，居然抢救成功了。而在他手术成功的时候，与盛景同一所监狱的白议员却因为拒绝交出碗里的一块红烧肉而被狱霸一拳打在头上，死了。盛世不知道这件事，他躺在病床上，身体感到很痛苦，心里却很得意。果然，老天爷都在帮我。我连续献祭了2个珍贵的女儿，凭什么不能活到最后？老子就是老子，就是比你们强，就是比你们活得久。只是，盛景获得监狱特批，前来看望他的时候，笑着告诉他一件事情：昨天系统跟我们家收取了那10万积分的赊账，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财产都被没收的差不多了，你和杭威暗中转移出去的财产只有20多亿，不够还钱，所以系统把你们在海外的所有资产，包括你们帮白议员保管的那些资产，全部收走了，1分钱都不剩。盛景越说越开心，笑得越厉害。对了，这些钱还包括利息，利息每天600多万，将近3个月的利息，也有几个亿了。哈哈，我们家现在真的是一贫如洗，连1个字都没有了。我怀疑这是系统的圈套，真是活该啊！还好，我们都在坐牢，不用花钱，吃喝不愁。哈哈，说着，他俯身在盛世的耳边低语：“亲爱的父亲，我没有忘记哦，我没有忘记我曾经有一个亲生的妹妹，小小的，软软的，很可爱。她刚刚对我叫了一声哥哥，第2天就不见了。你说她是被保姆偷走了，我当时信了。直到后来盛爱出生，我偷听到你和杭威的对话，知道他也是要献祭给光照会时，我才知道我那个妹妹肯定是被你献给了光照会。我不敢想象她会有怎么样的遭遇，所以，亲爱的父亲，这是我们的报应，我们都该死！哈哈哈！你！不！身上插满管子的盛世激动的你了几声后，猛然喷出一大口鲜血，晕了过去。他还是没死，只是多年前就交过高额终生医疗保险而得到妥善治疗的他，因为受到的刺激太大，中风了，全身瘫痪，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说话不利索，嘴里总是流口水。另外，他受伤的肠子被截掉了一部分，无法正常排泄，导致他的腹部被安装了一个造口袋。他日复一日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什么都做不了，哪里都去不了，
只能感受着医护人员对他的厌恶鄙视，以及护工对他的粗暴对待，没有尊严的撑着熬着。他也想过早点死掉算了，但他连拔掉身上的管子都做不到。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死亡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生不如死，却连去死都做不到。他每天能做的就只是无神地看着窗外，不断回忆自己黄粱一梦的人生，祈祷着死神快些来将他带走。作为曾经在手镯空间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倒霉蛋，盛景其实并没有那么讨厌监狱的生活。生活规律，早睡早起，天天锻炼，按时吃饭，饮食清淡，不用累死累活的工作，不用讨好公众和粉丝，还能天天在院子里吹吹风，散散步，看看太阳，挺好。因为他曾经是大明星的缘故，在牢里还挺受大家欢迎。只是大家经常在看电视的时候看着他感叹，这个小鲜肉长得没你高，没有帅，演的也没有你好，怎么就这么红呢？你真是可惜了，不出事的话现在肯定比他还红。你昨儿晚上演的小品都比他强。他还挺享受这种吹捧的，毕竟他也觉得他各方面的条件样样都比电视里那些小鲜肉强。但是没过多久，风向开始变了。这个小鲜肉不错，长相嘛，连我一个男人都觉得长得帅，演技也可以，特别是他那双眼睛，有戏。你们觉不觉得他长得像景哥哈？像景哥？哟，仔细一瞧，还真有5-6分相似。不过他的眼睛更有神一些，不说话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睛也知道他想说什么。这个小鲜肉厉害了，短短半年时间，主演了2部大火偶像剧的男主，一下子就从小透明变成了当红偶像。你坐在牢里都知道这个人？我是不知道啊，但我妹这段时间很少来看我。我问她原因，她说她这段时间迷上了正途，要去接机，要去应援，要去看他的演唱会。对了，她以前还是景哥的粉丝来的，她说这个正途比景哥演得好，人品也好。正途？盛景拧眉，那不是曾经给他当替身的小透明吗？他最红的时候太忙了，拍戏的时候有些不用他的脸出镜的镜头，比如远景背影、蒙脸快速打斗等戏份就找替身去拍。就这样，他的团队找到了正途。正途不仅身高体型腿长跟他差不多，就连五官也像了5-6分，还是模特出身，气质和仪态不错，给他当替身时毫无破绽。本来吧，这个正途给他当替身当得好好的，他也没亏待对方，给的报酬是行业标准的2倍。但正途当了一段时间后突然不想当了，说想去拍戏。他亲自劝了半天都劝不动，当场火了，告诉他就你这种没有背景没有人捧的小透明，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想拍戏别做梦了，没有人会要你的。然而正途就是执迷不悟，辞了替身的工作跑去拍短剧。正途的行为激怒了他，他对团队下达命令，务必封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以他的背景和人脉，要封杀这种没有靠山的小透明还不是小事。就这样，正途在圈里查无此人，他也很快忘记了这个人。没想到坐牢半年，他竟然在电视里和犯人的嘴里听到了这个名字。他凑过去不服气地道，他真的有这么红？他真的很红，好几名犯人都说，我妈来看我的时候，他的手机上就播放着这个正途的戏，边看边跟我说话。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看到路边的广告牌都是他的大幅广告，拍得可帅了。我去看病时，听到2个女医生在那里议论，说正途简直是盛景的进阶版，不管哪方面的条件都比盛景高一个台阶，有望成为顶流，甚至是未来的影帝。对了，景哥之前谈好的国师的那个角色被正途给顶替了。我还听我的妹妹说，景哥的粉丝都跑去粉正途了。盛景听得怒火与妒火齐烧，区区一个只配给他提鞋和当背影替身的龙套，居然也敢取代他。系统，呼叫系统。他在脑海中一遍遍地呼叫系统。虽然他已经坐牢，所有主演和重要参演的作品也已经下架，这辈子大概都回不了娱乐圈了，系统也很久没有出现了。但他跟系统还没有解绑呢，他依然是系统的宿主。另外，就他所知，像这种宿主跟系统绑定的情况，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退圈了，成不了明星了，系统任务失败也会受到惩罚吧，所以他觉得系统还是不会轻易抛弃他的。足足过了几分钟后，系统的声音出现了，声音懒洋洋的，没啥干劲。原来是你啊，我正好也有事找你。你先说。盛景忍不住问了一句，现在娱乐圈最红的小鲜肉是谁？当然是正途。系统居然回答的颇有几分骄傲，他是业内最好看的新星，有颜值有演技，又努力又谦虚，还洁身自好，跟他合作的都夸他。盛景听得很不是滋味，酸溜溜地道，跟我相比怎么样？系统的声音有几分惊讶，这还用问吗？他当然比你有才华，有前途。我不信。盛景不服气地道，我今年才27岁，已经成了顶流和视帝，距离电影家只差1步了。
你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还不是靠我？系统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再说了，你现在已经是素人，跟娱乐圈没有半点关系了。还有，郑屠才23岁，距离顶流只有一步之遥。有我的。说到这里，系统猛然打住，转变话题。你找我有什么事？本系统很忙的，你有话快说。盛景这才记得正事。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记得你这边有一条奖励规则是，宿主过生日可以选择积分作为生日礼物，也可以选择抽奖，中奖率100%。如果选择积分的话，第一次过生日可以获得100积分，第二次过生日可以获得200积分，如此类推。去年的这一天，他就选择了抽奖，居然抽中了一张极为珍贵的10分钟隐身卡。靠着这张隐身卡，他成功的陷害了一位当时跟他争得头破血流的当红偶像，最终赢了某高奢品牌的亚太区代言人。这一次保险起见，他决定选择200积分，而后用200积分购买诅咒卡什么的，暗中坑正途一把。哦，你说这个啊？系统不咸不淡地道，我近期太忙，忘了跟你说，你的明星等级已经降为0，不再具备跟本系统绑定的资格。本系统这次来见你，就是为了通知你，本系统即将与你解绑，从此以后山高水远，再也不见。你说什么？盛景听得五雷轰顶，栽倒在地，差点叫出声来。你居然要跟我解绑？你还能跟我解绑？你的任务就是把我打造成巨星，任务完不成的话，你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吧？你就这样放弃我了，就不怕被处罚？你说的对。系统的声音很淡漠，完不成任务确实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是我不是从你的手里拿到了100多个亿，上交给领导了吗？哈哈哈！系统突然狂笑，其中的100亿算是罚款，让我不再遭受处罚，可以另外寻找新的宿主，剩下的钱全归我了，我还发了一笔。哈哈！你，盛景只觉得天都塌了，一口血腥气涌上咽喉。你竟然算计我！我没有算计你。系统还在笑，是你自己不争气。我花了这么多心血督促你，培养你，你是怎么回报我的？偷奸耍滑，酒色财气，表里不一，生生把一手王牌给打烂了，还连累我差点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些钱就当是给我的补偿了。在他说话的时候，盛景听到了脑海中响起来的声音。因您的明星等级归0，又已经彻底退出娱乐圈，本巨星打造系统即将与您解绑。系统开始解绑。系统解绑10，系统解绑20，系统解绑30。你不能这样对我！盛景眼前发黑，视线模糊，却还在声嘶力竭地吼：我们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倾家荡产，全家入狱，你不能就这样丢下我！系统解绑80，系统解绑90。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来，差点忘了告诉你，我的新宿主是郑屠，我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你一定会有机会看到他获得表演大奖的作品，加油！系统解绑100，系统就此消失，盛景再也感觉不到系统的任何气息。系统坑我！盛景喷出一大口鲜血，彻底昏迷过去。从这一天开始，盛景的身体再也没有好处，他的脑子似乎也出了问题，经常一个人神神唠叨：我才是天王巨星，我本该是天王巨星，视帝影帝小金人都该是我的。呸！有人朝他身上吐口水，就你这样还天王巨星吗？做梦去吧！盛景对他人的嘲笑与羞辱浑然不觉，还在不停地捣鼓：我才是天选之子，才是真正的国际巨星。众犯人啧啧，又疯了一个。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盛爱并没有去旅游或者去玩，而是成天泡在研究室里，跟他尊敬而喜欢的19学长一起搞研究。在这期间，他还是回了一趟海城。虽然他家已经破产，全家除了他之外全部入狱或入精神病院，但他名下还有一套公寓，那是家里送给他的17岁生日礼物。另外，他虽然不记得他跟家里人的事情了，但他以前的同学和老师都说他家里对他非常好，从小就把他宠得跟公主一样的。他能有今天，离不开家里的栽培，所以他觉得他还是要去看望一下他的家人了。他先去医院看了爸爸，爸爸因为中风而全身瘫痪，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嘴巴是歪的，嘴角流着口水，话也说得不利索，看起来真的好可怜。还好，爸爸好几年前就给他和妈妈重金买了终身医疗保险，所以他不用担心没钱治病的问题。看到他来，爸爸非常激动，瘫痪的身体用力抽搐着，2颗眼睛睁得大大的，嘴里含含糊糊说着什么，谁也听不懂。他握着爸爸的手，温柔地道：爸爸，你放心，我过得很好。我考试的时候又考了全 A， 拿了最高奖学金，期末还被评为优秀学生。我参加了全国大学生计算机编程大赛、无人机操作大赛、机器人 PK 大赛等，全部获得了优胜。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他在学校的优异表现，爸爸听得眼里流下泪来，嘴里的更大声了。只是还是没有人听得懂爸爸在说什么。
盛爱相信爸爸一定是在为他感到骄傲。爸爸，你身体不好就不要说话了。他体贴地道，我知道你在为我感到骄傲，我以后会让你感到更骄傲的。盛世的眼泪流得更多了。盛爱，我接下来还会去看妈妈和其他人，以后我有空都会来看你，告诉我过得怎么样。盛世，谁来杀了他？他做了那么多恶事，曾经有那么多人想杀他，现在他瘫痪在床，毫无反抗的能力，医院的守卫也不严，为什么那些人不来杀他了？来啊，来杀他！他受不了了。爸爸，你好好养病，我先走了。盛爱亲了亲父亲的额头，走了。他去看妈妈了。杭威刚做完糖尿病手术，同样躺在病床上，暂时不能说话。盛爱跟他说了自己在大学里过得有多充实，有多开心。妈妈，你放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对我非常好，没有人因为咱们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而看不起我或者霸凌我，大家还很愿意跟我交朋友。我很喜欢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哦，还有，学校里确实有很多男生追求我，但您放心，我一心求学，不会早恋的。还有，我一直在19学长的研究室和研究团队里当实习生，他对我非常赏识，经常指导我的专业，可谓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我跟着他学了很多东西，我超级崇拜他的。对了，过年的时候，19学长知道我家里没有别人了，邀请我去他家过年，还说让我参观他的书房和他的收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的去了。我还以为他们家这样的超级名门会有很多规矩呢，没想到石家的人都很亲切，对我客客气气的，我一点都没有感到拘束。学长还亲自给我做饭，哇，他做菜超好吃的，我都不知道像他这种出身的人怎么什么都会。还有，学长只比我大8岁，但在石家辈分很高的，他是他爸爸在70岁那年生下来的，上头有5个哥哥和4个姐姐，年纪最小的姐姐大了他10几岁，全家都非常疼爱他。他自己也很争气，样样都出类拔萃，所以他在他们家很有权威和地位。杭威暂时还不能说话，只能不住流泪，心里说不出是妒忌，是羡慕，还是悔恨。如果他也有这样的运气和机遇，又何必辛辛苦苦在娱乐圈打拼，又何必为了得到更大的地位和权势不惜牺牲一切？又或者说，如果他知道他的女儿有这样的前程，他又何必做出献祭亲生女儿这种事？然而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他余下的人生已经不多了，忏悔也好，挽救也好，都来不及了。盛爱跟他说了自己与19的事情后，妈妈你好好休息，我去看望哥哥和妹妹了。看望哥哥和妹妹？杭威在心里想，他是去炫耀的吧？炫耀他现在过得如何的风光，往家里其他人的伤口上撒盐。啊，好痛苦！他的伤口很痛苦，他的心里也很痛苦。然而他偏偏没有去死的勇气，就只能这样忍着、熬着、受着。盛爱去看了盛家荣，盛家荣已经从病院转到了监狱，因为他少了一条手以及少了一颗肾的原因，身体很是虚弱，所以他目前所在的监牢算是比较太平的。同处的犯人犯的都是小罪，没有大奸大恶之徒。他没有遭受霸凌，也不用干活，但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依然活得很痛苦。隔着玻璃见到盛爱，他心里是无尽的羡慕，羡慕盛爱有完整且健康的身体，羡慕盛爱如今是多么的自由，而这样的健康与自由，他也曾经拥有。他到底是怎么把曾经拥有的一切给搞没的？受伤之后，因为身体疼痛且耳鸣严重的原因，他的脑子很难长时间保持清醒和专注，也很难进行清晰的思考。就比如现在，盛爱跟他说了什么，他都没有听清楚，只是在心里乱七八糟的想着我怎么会落到现在的地步呢？难道我余下的人生都要这样的痛苦中度过吗？等等，整个会面的过程，他都没有说话。他能说什么呢？盛爱不停地向他这个失败者炫耀，他在他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还能说什么？终于，盛爱要走了，他终于动了动唇，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但刚说完，他又后悔了。如果没有人来看他，他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想偶尔离开天天看腻了的牢房看看都不可能。盛爱愣了2秒，笑笑：“大哥，过年的时候我还会来看你的。”说完他走了，去看盛景了。盛景一见到他就激动地问：“现在最红的明星是谁？快告诉我，现在最红的明星到底是谁？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盛爱愣了一下，还是告诉他是郑图，他跟你长得有6、7相似，我看过他拍的电视和电影，真的演得不错，能用眼神表达情绪，台词都是原声，而且从不上综艺，也很少接广告，是真正想当好演员的人。对了，他还获得了今年的视帝，主演的电影准备上映，我和学长准备去看看。他从不追星，也不是剧迷，但他有时也会看电视或电影，包括偶像剧。郑图的作品太火了，随处可见，他随便看了几分钟后感觉不错，就追着看下去。在那以后，
遇到正途演的戏时，他都愿意多看几眼，甚至买票去电影院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才1年而已，他怎么可能那么火？盛景眼神癫狂，揪着头发，自言自语：想我有系统的时候，都没能顺利捞到电影的主演。我那个师弟还是走关系买的，当年只配给我当替身的龙套，怎么比当年的我还红？你们一定在骗我！你们怎么能骗我？他拿着头撞玻璃，被狱警及时冲过来阻止。这样当然是没法再聊了。盛爱叹着气，把带来的衣物和食品等留给盛景，走了。盛爱随后在精神病院里见到了盛家父。盛家父因为攻击性太强且过度自残，被精神病院定为重度危险病人，被铁链拴着，关在小铁屋里。他消瘦不堪，胡子拉碴，身上都是伤口，眼里透着红丝，时而疯狂地奸笑挣扎，时而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嘴里也不知道在念什么。盛爱根本无法和这样的三哥沟通，于是他留下一笔钱，叮嘱精神病院好好给他的三哥治病，走了。他去看四哥。盛家贵脸上留有几道伤疤，还缺了一条腿和几根手指脚趾，但他的精神状态却比前面几个都好。见到盛爱，他平静地道：我失去了以前的记忆，我不记得盛家的任何人，包括你，我也不想再跟盛家人有任何瓜葛，所以你以后不用再来看我了。如果你非要来，我不会再见你。他原本就不是盛家人，对盛家人没有感情。盛家垮了，他自顾不暇，也是真的不想再跟盛家人扯上关系。他只想好好的服完刑，出去后过无权无势却自由平静的生活。盛爱注视盛家荣，感受不到任何一丁点身为家人的熟悉感和关切感。加上盛家荣自称没有了记忆，他便也不再勉强。我知道了，这是送给你的衣物和食品，还有生活费。我以后不会再来看你了。他最后去看了盛天星。盛天星留着厚厚的斜刘海，斜刘海遮住了他的一只眼睛。他还抬手用袖子遮住脸，搞得只露出一只眼睛。这仅剩的一只眼睛里都是恨意。你是不是很恨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变成人的，但是终究赢了。你现在考上了名牌大学，还有19这样的人给你撑腰，一定很得意吧？盛爱听得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恨你？我病了整整1年的事情，又不是你们的错。醒醒，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的行动触犯了法律，该坐牢就坐牢，不要去怨恨别人。盛天星盯着他，你真的忘了你变成诡异的事情？盛爱，醒醒，你还是去接受心理治疗吧。再这样下去，我怕你也变得跟二哥和三哥一样，精神不正常。你才不正常！盛天星尖叫，你全家都不正常。你别以为你攀上19就了不起，盛家名声都臭了，还破产了。你的父母和兄妹都是犯人，10家不可能看得上你。我等着看你被19甩，到时被所有人笑话。盛爱微微蹙眉，叹气。我真的很难理解你。我隐隐记得你从小也很聪明，学什么都学得好，但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跟我争，而不是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你长大后还是个恋爱脑，天天想着男人结婚嫁豪门的事情。我就不会去想这些。你少给我装！盛天星更愤怒了。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当然可以说得这么清亮并嘲讽我。盛爱不想再跟他聊下去了。这是我带给你的衣服和食品，你不想要的话可以送给其他犯人。我走了，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不要自作孽不可活。说到这里，盛爱接到一个电话，脸上露出略带甜蜜的笑容。学长你好。哇，菜菜生下了一对龙凤胎，真是太好了，恭喜菜菜和娄先生。我明天回帝都，和你一起去看菜菜。他边打边离开，都忘了玻璃另一边的盛天星。你回来！盛天星拍着玻璃尖叫，我还没有说够呢，我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你呢。但谁理他呢？盛爱刚从监狱离开不久，就收到了同学的电话。同学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同学聚会，老师们也会出席，希望他也能参加。盛爱虽然不记得家里的事情了，对同学们的事情却还是记得清楚的，当即笑道：好，我参加。想他读书时就是全校的女神。听到他出席，同学们都很高兴，临时把场地改到酒店大厅。这天晚上，能出席聚会的同学都出席了，而且个个都打扮得特别正式或特别漂亮，才敢去参加。因为盛爱是出了名的才女和美女，很多同学的亲戚朋友等听说之后，非要跟着一起去看看传说中的海城第一千金。就这样，聚会大厅一时间都是人，热闹非凡，人人争相目睹盛爱的风采。看到之后都夸，果然是气质出众、才貌双全的大美女，不打扮不化妆也是这么美。人家不仅美，还有才，高考状元呢。他高考结束后，就把做过的笔记、看过的教材全部捐给学校，随便学弟学妹们借阅。据说一中今年考得这么好，留下来的笔记和教材功不可没。
人家现在也是国科大的学神，很多家长带孩子过来都想蹭蹭他的财气。盛爱被很多人包围和敬酒，想多走几步都难，但他依然彬彬有礼，没有表现出半点不耐。就在众人热热闹闹的时候，门口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冲进来，见人就推，引发混乱。听说海城第一千金在这里，我们家少爷特地来一清方泽，你们都滚到一边去，不要挡我们少爷的路！你们怎么这样，像土匪似的？我们报警了。随便你们报，这酒店是我们家少爷开的，我们家少爷不把大厅租给你们了，让你们现在就滚！你们不滚就是霸占他人地产，警察来了也是抓你们！你们怎么这样？我们交了钱了，聚会刚开始就让我们走，太过分了！咱们家少爷的地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有意见？不走是吧？打！好多人被拉了出去，还有人被打得嗷嗷叫，其他人都被惊到了，纷纷停止喧闹，退到一边，想看看什么人这么嚣张。而后他们看到了来人，脸色都变了。海城最有名的两大恶少怎么都来了？听说1年前他们一个断了手，一个断了腿，跑去国外治病了，不久前才回来，还以为他们受伤之后会老实点，没想到刚回国就横行霸道。他们敢这么嚣张，后台硬啊，一般人还真动不了他们。盛家虽然不是个东西，但他们都是在背后坏，在人前都是要颜面的，不像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前盛家在的时候，他们还不敢这么嚣张，现在盛家没了，唐家和袁家就成了老大，这两个人就肆无忌惮了。走路有点瘸的唐少和手臂垂着不动的袁绍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张望，谁是海城第一千金？出来让我们瞅瞅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么美。听说第一千金来自盛家，盛家人都进监狱了，她无依无靠的，若是长得漂亮，给我们当情人也不是不行。众人都看向盛爱，替他捏了一把汗。唐少和袁绍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去，你们几个谁是海城第一千金？背对他们的一个女孩缓缓转过身来，声音淡漠地道，我猜你们说的是我。灯光投在他身上，映出一张倾国倾城的素脸。所有人都在心里道，完了，盛爱要被两个恶少给看上了。就算他们今天能帮得了盛爱摆脱那两个恶少的纠缠，但就那两个恶少的脾性，后面肯定会对盛爱纠缠不休，没完没了。盛爱如今没有依靠，怎么斗得过唐家和袁家？然而出乎众人的意料，唐少和袁绍在看到盛爱的瞬间，脸色瞬间白了，眼里尽是恐惧。黑长直，白裙子，圣洁纯净的面容，没有感情的黑色瞳孔，这不是他们在1年又2个月前的凌晨，在九石山庄后山的墓园大道边遇到的女鬼吗？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场噩梦。他们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就躺在墓园里，大吼大叫了半天，才有人听到他们的求救。因为他们的伤势太重，国内的医生都摇头，表示治不了。家里便把他们送去国外，寻找全球最好的骨科医生。最终，家里花了9位数，耗费1年多的时间，才勉强让一个人的双脚能站起来，让另外一个人的手臂能拿筷子。他们上周才回国，本想着好好享受一番，结果竟然在这里见到了女鬼。盛爱面无表情地走向两只男人，声音如同机器一般，两位在这里大吵大闹，打人和推人，是觉得国内没有法律，没有人能收拾得了你们吗？要不我现在教育一下你们。他从小不仅习文也习武，还获得过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的武术比赛冠军。他现在就教训这两个恶少。唐少和袁绍慢慢后退，而后大叫一声鬼啊，然后跑出大厅，不见了影子。这两只恶少怎么跑了？但没事了，大家继续嗨皮，接下来一切顺利。第二天早上，盛爱坐飞机去了帝都。他不知道的是，同一座机场，唐少和袁绍也坐飞机飞往丑国，发誓这辈子都不再回